啊啊，热，好热，感觉全身血液都在沸腾般。短促的呼吸在寂静的山洞中格外刺耳。月光斜斜照映下，一位丰臀蛇腰的女人躺在山洞中的枯草堆上，她修长白皙的美腿忍不住摩挲，丰盈的娇躯在剧颤，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试图用疼痛来换取一丝清明。姑娘，声音能正常一点吗？我只是个瞎子，不是聋子。山洞右侧石台上盘膝而坐的白发男人轻声开口提醒道。话并不假，虽然林峰是个瞎子，虽然他已经满头银发，虽然记不得自己是谁了，但他确实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听到那种诱惑的声音，气血本能的有些燥热。不好意思。被一声提醒，躺在枯草堆上的女人强行运转为数不多的真元力，拼命压下血气燥热，换来了些许灵台清明。云瑶脸颊滚烫，只觉羞愤，她轻轻抬起水雾迷蒙的凤眸，第一次认真的打量起山洞另一角的那个男人。一个瞎子，一个满头白发的瞎子。对方的旁边放着一柄剑，而在剑的旁边还有一口巨大的青铜棺材。从外表看不出什么奇特，估计是普通人的玩意儿罢了。不过瞎子的定力很好，从他闯进这个山洞开始，对方就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对方身上穿着粗布麻衣，洗得发白，外表容貌20来岁，倒算俊朗。紧闭着的双眸，那一头雪白的长发，在昏暗的月光下倒是有几分卖相。不过从气息分辨，却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你叫什么名字？林峰。我叫云瑶。哦。云瑶试探地攀谈两句，但天很快就被聊死了。你中的毒很霸道。山洞突然安静，林峰顿了顿，轻声开口打破了宁静。你怎么知道我是中毒？云瑶惊喘道，表情中有羞也有惊讶。你的呼吸。林峰平静地回答，从一吸36次到一吸72次，现在已经超过100次了。你的心跳声像战鼓。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而且空气里的味道变了，带着丝丝咸味。听到后面一句的时候，云瑶的脸颊瞬间红得能滴出血来。这个瞎子的感知怎么会如此敏锐？对方明明看不见，却仿佛将他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能救我吗？5个字轻轻询问出声，说出的时候仿佛抽干了云瑶全身的力气，同时抽走了她所有的骄傲。她本是大夏皇朝一代女帝，在这个武道为尊的世界位于大夏的顶尖，可却被自己的亲妹妹云溪联合大夏第一宗门凌云剑宗的剑主下毒暗算，一路从皇城逃亡至此，身中剧毒，眼看无法再压制，他的修为也倒退至了武道境界中最低的5徒9重。武道一徒自有境界划分，分为5徒、武士、武师、宗师、武王、武皇、武尊、武圣、武帝，其中每个境界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巅峰。而曾经的云瑶作为大夏皇朝的女帝，她的修为乃是武皇境，如今却沦落成小5徒，可悲可叹。听到对方求救的话，林峰沉默了一瞬，山洞中唯剩下云瑶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和外面草丛内传来的虫鸣声。你想要什么？功法、丹药，还是荣华富贵？只要你救我，等我将来恢复，一切都能给你。云瑶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她不想窝囊的死去，她想活着，想报自己的血海深仇。所以即使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也让高贵的她不得不放下尊严，低头祈求。我救不了你。林峰打断了他继续想说的话，声音中带着一丝波动，那是一种深沉的无奈。这种奇毒，阴阳交合方才可解，我若出手，便是毁你清白。清白。云瑶整个人顿了顿，修长美眸死死盯着面前的瞎子，燥热气血不断冲击着脑海。他深呼吸一口，压下了那种难以言喻的躁动，修长美腿迈开，一步步靠近，随即蹲下身子平视对方。两人的呼吸温热交换，林峰不自然地动了动。别为难我了，瞎子，看都看不到。嘴里是这样说的，但其实林峰的状态很奇怪，他也不知为何，明明双眼睁不开，看不到，却能够清晰感受到周围一切。比如此刻，他就能够知道面前的绝美女人正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盘膝的位置。我服你试试。5个字挤成6个字出口，云瑶的呼吸更重了几分。荒唐。他做噩梦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跟一个素未谋面的瞎子，在一个口无遮拦的山洞中做那些事情，还是自己主动要对方帮忙。想起来就下贱，可偏偏此刻没有办法，必须这样做。在药力的影响下，他心里居然有种变态的期待。荒唐至极的荒唐。你非要是的话也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林峰考虑了一下，随即提醒道，不过我记不得自己是谁了，什么都记不得了。你要是跟了我，那将来若我有正妻，你就只能为妾。听到这些话，云瑶正在解外套的手顿了一下，
他轻咬红唇，满眼都是无奈，就面前这种成色的人也配自己屈尊，还做小妾，长得丑，想得倒美。不过他也有计较，反正眼下没选择，委屈答应了就好。妙在对方是个瞎子，估计能记住个味道，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瞎子，你以前肯定没有女人，谁会看上一个瞎子呢？云瑶说着，外套从雪腻的香肩滑落，他往前移了一脚步，握住林峰温热的大手，轻声吐息道：今天朕我就当回女菩萨，让你尝尝味道。小看人。林峰轻轻摇头，虽然我看不到，但我知道自己外表俊朗，以前肯定有过很多女人。看不到你是怎么知道自己好看的？云瑶露出妩媚笑容，此时一切都被暂时抛到了九霄云外。她抓着林峰的手，一点点朝自己引来。我做梦的时候照镜子看到的。噗嗤，云瑶又一次被逗乐，她紧咬红唇，将对方的手放在自己身上，细若蚊蝇的小声喘息道：真有过娘子的话，那我考考你，这里是哪里？林峰的手指微微一颤，隔着薄薄的衣衫，惊人的触感让他心神摇曳。他看不见，但脑海中却能勾勒出一幅完美的画卷。就在他准备开口回答这个送命题时，山洞外一声石破天惊的兽吼猛然炸响。吼！那声音充满了暴虐与饥渴，仿佛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人的心口，震得整个山洞都嗡嗡作响，碎石簌簌落下。云瑶脸色骤变，体内的燥热瞬间被一股冰冷的恐惧压下去了几分。他猛地站起身子，迅速拉起滑落的衣衫，眼神凌厉地望向洞外。月光下，一个巨大的黑影堵住了洞口，两盏灯笼般的血色眸子死死地锁定了洞内的两人。那是一头吊睛白额猛虎，体型比寻常老虎大了近1倍，身上散发出的凶煞之气让空气都变得粘稠而压抑。武士中期的赤血妖虎。云瑶银牙紧咬，心中瞬间沉到了谷底。若在全盛时期，别说区区武士境妖兽，便是武王境的兽王，他弹指可灭。可现在他修为倒退，体内真元所剩无几，又身中奇毒，一身实力连五屠巅峰都难以完全发挥。你躲在我身后，别乱动。云瑶低喝一声，也顾不得羞耻，挡在林峰面前，低声吩咐道：不管怎么说，这个瞎子是他眼下唯一的救命稻草，绝不能让对方死了。吼！赤血妖虎似乎失去了耐心，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庞大的身躯化作一道腥风，猛地扑了进来。锋利的虎爪在月光下闪烁着森然寒光，仿佛能撕裂一切。云瑶美眸一凝，强行催动体内最后一丝真元，汇于掌心。玄冰掌！他娇喝一声，一掌拍出，带着彻骨的寒意迎向虎爪。砰！一声闷响，云瑶只觉一股沛然巨力从手掌传来，整个人如遭雷击，闷哼一声，娇躯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重重撞在山壁上。噗！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他胸前的衣襟。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体内的毒素趁着他真元消耗，更加疯狂地反噬，意识都开始模糊。完了！云瑶心中涌起一股绝望，没想到自己堂堂大夏女帝，躲过了亲妹妹的背叛，逃过了凌云剑宗的追杀，最终却要葬身于一头畜生之口，何其讽刺！赤血妖虎一击得手，眼中凶光更盛，他没有丝毫停顿，再次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倒地的云瑶咬去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云瑶的意识越发涣散。他想带着林峰逃，可身体却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头盘膝而坐的林峰动了，他没有丝毫慌乱，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只是平静地侧了侧头，仿佛在听着什么。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旁边石台上的那柄剑，那柄在云瑶看来平平无奇，像是普通铁匠铺出品的反铁之剑。枪！一声轻吟，剑出鞘，没有惊天动地的剑气，没有璀璨夺目的光华，唯有一道快到极致的寒芒在昏暗的山洞中一闪而逝，快得仿佛是错觉。林峰的动作简单到了极点，只是一个随意的挥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正扑向云瑶的赤血妖虎，庞大的身躯僵在了半空中，那双凶残的血色眸子里还残留着贪婪与暴虐。下一瞬，噗嗤，一道细微的血线从妖虎的眉心处浮现，瞬间贯穿了他的整个头颅。庞大的虎躯轰然倒地，激起一片尘土，鲜血顺着那道细线汩汩流出，很快在地上汇成一滩血泊。一头武士境的赤血妖虎就这么死了，被一个瞎子一剑击杀。山洞内死一般的寂静，云瑶瘫坐在地上，水雾迷蒙的凤眸瞪得滚圆，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他甚至没有看清那个瞎子是如何出剑的，只感觉到一股冰冷刺骨的剑意一闪而过，然后那头让他毫无还手之力的妖虎就变成了一具尸体。这个瞎子，他不是普通人，
云瑶的心脏狂跳起来，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依旧盘膝而坐的白发男人。见对方缓缓地将剑收回鞘中，动作不疾不徐，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月光洒在他的身上，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麻衣，那头如雪的长发，此刻在云瑶眼中多了一股难以言喻的神秘与高深。震惊过后，云瑶的脑海中却又立刻浮现出另一个念头：区区武士中期的妖兽罢了。虽然他现在对付不了，但若是他修为尚在，身为武皇强者，吹口气都能灭杀成千上万。这个瞎子或许是个散修武者，有些保命手段也属正常。对，一定是这样。这么一想，云瑶的心绪便平复了许多，只是看向林峰的眼神终究是多了一丝复杂。血腥味太重了。林峰忽然开口，打破了山洞的宁静。他皱了皱鼻子，似乎很不喜欢这种味道。此地不宜久留，妖兽的血会引来更多麻烦。云瑶闻言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自己浑身酸软，连站立都做不到。刚才强行催动真元，加上硬接妖虎一击，让他伤上加伤，体内的毒素也彻底爆发了。我动不了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虚弱和颤抖，脸颊再次浮现出不正常的潮红。林峰沉默了片刻，他听到了他紊乱的呼吸和肋骨般的心跳。毒气攻心了，林峰平静地说道，随即才走到云瑶身边，在其惊愕的目光中一把将之恒抱了起来。你！云瑶惊呼一声，身体瞬间绷紧，一股陌生的男子气息将他包裹，让他本就混乱的心神更加慌乱。长这么大还从未与任何男子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别动，再乱动，毒素会蔓延得更快。林峰的声音依旧平静，抱着他的手臂却稳如泰山。云瑶僵住了，感受着对方强有力的心跳，他的脸颊烫得吓人，一时间竟忘了反抗。林峰抱着他，转身走回石台，将那柄剑重新拿起。然后他走到那口青铜棺材旁，在云瑶更加震惊的目光中，单手按在棺材上，青铜棺材便凭空消失了。做完这一切，林峰才迈开脚步向洞外走去。你要带我去哪？云瑶靠在他的怀里，忍不住问道。这个瞎子到底是什么人？那口棺材又是什么东西？刚才是被瞎子收入储物戒中了吗？一连串的疑问在他脑海中盘旋。找个干净的地方。林峰的回答言简意赅。我先帮你把毒解了。月华如水，夜风清凉。林峰抱着云瑶，脚步看似不快，身形却在山林间如鬼魅般穿行。云瑶靠在他的胸膛，能清晰地听到他沉稳而有力的心跳声。陌生的男子气息混合着淡淡的汗味，非但没有让他感到厌恶，反而让那颗因毒素而燥热狂乱的心奇迹般的安宁了些许。他偷偷抬眼，眼里满是打量之色。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眼盲，却能精准地避开所有障碍；他失忆，却能发出刚才的恐怖剑术。他的修为气息分辨只是一个普通人般羸弱，却能单手抱起自己，行走如飞，气息没有丝毫紊乱。无数的谜团像一张大网，将林峰整个人笼罩起来，让云瑶越发看不透。不知过了多久，林峰的脚步停了下来，一阵夹杂着水汽的微风拂面而来，耳边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这里就挺好，林峰轻声说着，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一块光滑的青石上。云瑶睁开迷离的凤眸，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幽静的湖泊之畔，湖面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宛如镶嵌在大地上的银盘，四周古木参天。这里的确是个干净的地方，只是连个遮掩都没有，纯粹有点为难人。我要开始了。林峰靠近他脸颊，声音依旧平静无波。等一下，这里太暴露了。云瑶的心跳没来由地漏了一拍，声音细若蚊蚋。他体内的魅毒霸道无比，四处旷野，待会儿发生的事情他不敢再想下去会有多荒唐。女人真是麻烦，跟我一样闭上眼睛就好了。林峰简单直接命令道，他伸出手就准备开始瞎子的高光时刻。云瑶咽了咽口水，娇躯瞬间绷紧，呼吸都停滞了。然而就在林峰的手指即将触碰到他衣衫的刹那，嗖，远处数十道破空声陡然响起，由远及近，速度快得惊人。紧接着一道粗犷而霸道的声音如同惊雷般在湖畔炸响，前面的人给我站住！话音未落，数十道身影已经从林中窜出，将湖边的两人团团围住。来人个个身穿制式铠甲，手持寒光闪闪的战刀，身上散发着浓烈的煞气。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独眼大汉，肩上扛着一柄门板式的鬼头大刀，浑身肌肉虬结，太阳穴高高鼓起，气息雄浑霸道，赫然是一位武士初期的强者。云瑶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青州府的人，他逃亡至此，妹妹云溪早已在3个月前登基，并在整个大夏对他发出了特级诛杀令。如今不论官府的人
还是凌云宗武者都在满世界搜查他，企图斩草除根。这些人突然追来，是祸不是福。独眼大汉的目光在场中一扫，当看到瘫坐在青石上，衣衫略显凌乱，面色潮红的云瑶时，独眼中顿时爆发出贪婪淫邪的光芒。啧，真是个极品美人。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狞笑道：兄弟们，看来我们运气不错，找到了上面通缉的要犯。这么个大美人，待会儿咱们还可以哈哈哈排队，都特么给老子排队。老大威武。哈，这娘们长得可真带劲，也不知她是犯了什么事被通缉。身后的士族们发出一阵哄笑，看向云瑶的目光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欲望。云瑶气得浑身发抖，凤眸中燃起滔天怒火。想她堂堂大夏女帝，何曾受过这等屈辱？若非虎落平阳，她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眼前这群蝼蚁。片刻后，独眼大汉的目光才落在了云瑶身前的林峰身上。当他看到林峰那一头雪白的长发和紧闭的双眼时，不由得一愣，随即发出一声嗤笑：臭瞎子，差点到让你遇到好事了。他用鬼头大刀的刀背拍了拍林峰的肩膀，语气充满了戏谑和不屑：小子，这个女人是我们青州府通缉要犯，识相的就赶紧滚，不然老子这把刀可不长眼。林峰没有动，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只是平静的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给我个面子，放过他行吗？此言一出，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哄笑声。哈哈哈哈！我听到了什么？一个瞎子让我们给他面子，他以为他是谁？青州府主吗？真是笑死我了！死瞎子，脑子是不是也有问题？独眼大汉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他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突然，他收起笑容，独眼中凶光一闪，猛地将鬼头大刀往地上一插。轰！一声巨响，地面皲裂开来，碎石四溅。面子！独眼大汉王重刀双手抱胸，一字一句的森然道：你个废物瞎子，有什么资格跟老子谈面子？滚！一声暴喝，王重刀身上武士境的气势轰然爆发，如同一座大山，狠狠地压向林峰。其身后的云瑶在这股气势的冲击下，只觉得呼吸一滞，本就重伤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又是一口鲜血涌上喉头。他知道今日在劫难逃了。林峰虽然有些实力，但终究只有一个人，而对方不仅人多势众，为首的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武士强者，这根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云瑶心中涌起一股悲凉，他不想连累这个萍水相逢的瞎子。他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王重刀冷声道：住手，我跟你们走，不要为难他。哦。王重刀闻言，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不屑道：早这么识相不就好了？他跟我的事情还没办完，谁也不许带走。一个冰冷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王重刀动作一僵，缓缓回头看向林峰：小子，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他的声音阴沉的能滴出水来，独眼中杀机毕露。林峰表情冰冷，没有回答，只是伸出手握住了剑柄。枪！一声龙吟般的剑鸣响彻夜空，那声音清越悠扬，却又带着一股深入骨髓的冰冷杀意。王重刀的心脏猛地一缩，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他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一道剑光，一道快到极致，仿佛能斩断时空的剑光，在他的视野中一闪而逝。噗！王重刀脸上的狞笑凝固了，他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前，一道细细的血线从他的左肩一直延伸到右腹，他的身体被斜斜地分成了两半，鲜血、内脏瞬间喷涌而出。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无意义的音节。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武士初期的王重刀死，直到他死去，那些青州府的士族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只是看到了一道光，然后他们的老大就死了。杀人了，老大死了。短暂的死寂之后，人群轰然炸开，恐惧像瘟疫一样蔓延。他们想逃，却发现自己的双腿仿佛灌了铅一样沉重，因为那个白发瞎子的气息已然变化。月光下，他那张平静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那双紧闭的眼睛却仿佛是恐怖的深渊。不给面子，那就不要给了。林峰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审判。下一刻，剑光再次亮起，那不再是一道光，而是漫天的光与，每一道光都代表着一条生命的终结。扑哧扑哧扑哧，鲜血飞溅，残肢断臂横飞，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那些在普通人眼中精锐无比的青州府士族，在林峰的剑下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
他们的刀连林峰的衣角都碰不到，他们的惨叫只响了不到3个呼吸的时间便戛然而止。当最后一道剑光敛去，湖畔重归寂静，空气中多了一股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味。数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鲜血汇成小溪，将青翠的草地染成了刺目的暗红色。林峰持剑而立，长发飞扬，身上纤尘不染，仿佛刚才那场血腥的屠杀与他毫无关系。云瑶呆呆地站在原地，娇躯不住地颤抖。他看着眼前的白发男子，帅得他大脑已经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一剑秒杀5尸，弹指间途径数十精锐，这真的是一个瞎子能做到的事情吗？他原以为瞎子只是一个有些手段的散修武者，现在云瑶才明白，或许没那么简单。与此同时，100里之外，青州府城，州主府灯火通明，一位身穿锦袍、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正端坐于主位之上，手中把玩着2颗温润的玉球。此人便是青州之主陈天雄。突然，一名护卫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报，禀告州主大人，王仲刀队长的魂灯以及他所带领的第33小队所有人的魂灯全都熄灭了。咔嚓，陈天雄手中的玉球应声而碎。他猛地站起身，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席卷了整个大殿。你说什么？全都灭了。护卫颤抖着回答。陈天雄的脸色阴沉的可怕。王仲刀他们奉命在搜查那位要犯，全军覆没，多半是与那位有关了。铁手，陈天雄的声音冰冷刺骨。属下在。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大殿中央，单膝跪地。去查，目标已经出现，必须干脆利落。遵命。黑影应了一声，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仿佛从未出现过。湖畔，血腥气冲天而起，晚风吹过，卷起一抹刺鼻的铁锈味。云瑶的美眸中依旧残留着深深的震撼，怔怔地望着那个持剑而立的白发身影。林峰明明闭着双眼，却仿佛能看透世间一切。他明明气息羸弱，却能爆发出恐怖力量。血腥味太重，我不喜欢血腥味道。林峰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他收剑归鞘，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一丝烟火气。我们再换个地方吧。林峰说着，不待云瑶反应，便再次伸出手，将她拦腰抱起。熟悉而又陌生的男子气息再次将云瑶包裹，她娇躯一颤，下意识地想要挣扎，却发现自己浑身酸软，根本使不出力气。体内的魅毒在刚才的惊吓与刺激下，竟有更加汹涌爆发的趋势。她只能将脸颊埋在林峰的胸膛，任由他带着自己再次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这一次，林峰寻了许久，最终他在一处峭壁之下找到了一个极为隐蔽的山洞，洞口被藤蔓遮掩，若不仔细探查，根本无从发现。洞内干燥而温暖，比之前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安全，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打扰了。林峰将他轻轻放下，背靠着冰冷的石台。云瑶环顾四周，黑暗中只能隐约看到山洞的轮廓，耳边是林峰平稳的呼吸声。他的心前所未有的乱。你到底是什么人？云瑶终究还是问出了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林峰沉默了片刻，不记得了，我也想知道我是谁。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却让云瑶的心沉了下去，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也起一种悲哀。你的毒快压制不住了。林峰忽然开口，打破了云瑶的思绪。云瑶娇躯一僵，这才感觉到一股股热浪正从小腹处疯狂地涌向四肢百骸，焚烧着他的理智。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凤眸中水雾氤氲，原本清冷高贵的脸颊此刻已是媚态横生。确实是不能再等了。来吧。云瑶咬着银牙，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声音细弱文锐，充满了屈辱与无奈。说出这2个字，仿佛用尽了他全身的力气。缓缓闭上了眼，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抖。林峰没有再说话。黑暗中衣衫褪去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时间在极致的煎熬与奇异的体验中缓缓流逝。云瑶感觉自己仿佛坠入了云端，又好似沉入了深海。体内的燥热与狂乱在一种玄妙的引导下渐渐平息，化作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流淌在他的经脉之中。而林峰则像是进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在与云瑶身体接触后的刹那，他脑海中那片混沌的石海猛然间电闪雷鸣，无数破碎的画面如同流星般划过。山巅之上，一人一剑对峙苍天，星河之中，一剑斩落，星辰陨灭，尸山血海，白发飞扬，剑指九霄。这些画面一闪即逝，快到他根本无法捕捉。但最终有一道清晰的剑招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灵魂深处。那一剑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大道玄机。嗡，一声轻微的剑鸣
从他背后的长剑中传出，仿佛在为他的主人感到喜悦。不知过了多久，山洞内的一切终于归于平静。云瑶蜷缩在角落，用残破的衣衫裹住自己玲珑有致的娇躯，脸上的潮红已经褪去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到极点的神情，有羞愤，有屈辱，但更多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茫然。他能感觉到体内的魅毒虽然被压制了下去，但并未根除，就像一颗埋藏在体内的种子，随时可能再次生根发芽。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发现林峰正盘膝而坐，一动不动，仿佛化作了一尊雕塑。对方的身上萦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锋锐剑意，那剑意虽然微弱，却让云瑶感到一阵心悸。他在顿悟吗？云瑶的美眸中再次写满了难以置信。这个男人到底还隐藏了多少秘密？就在此时，林峰缓缓动了动身子，虽然依旧是那个模样，但云瑶却感觉对方好像多了一丝神采。我想起了一招剑法，林峰平静地说道。云瑶心中一动，脱口而出：什么剑法？不知道名字。林峰摇了摇头，但估计很强。云瑶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这个男人仿佛有很多谜团。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杂念，感受着体内蠢蠢欲动的毒素，俏脸微微一红。那个毒好像没有彻底解干净，你还行吗？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恳求的意味。再来一次，可以吗？说完这句话，他的脸颊已经滚烫如火，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堂堂大夏女帝竟然会主动对一个男人提出这种要求，这要是传出去，他云瑶将成为天下最大的笑柄。林峰闻言，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麻烦。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站起了身，朝着云瑶走去。然而就在他即将靠近云瑶的瞬间，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毫无征兆地从洞外传来，瞬间笼罩了整个山洞。那杀意凝如实质，仿佛一柄柄利刃，刮得人皮肤生疼。轰！一声巨响，山洞的入口处厚重的岩壁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震碎，乱石穿空，烟尘弥漫。一道全身笼罩在黑色镜装下的身影，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洞口。来人身材中等，面容普通，但一双手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金属色泽，仿佛是金铁铸就。他的眼神更是冰冷的不带一丝感情，如同俯瞰蝼蚁的神奇。武师巅峰！云瑶感受到对方身上那恐怖的气息，失声惊呼，一颗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来人竟是一位即将踏入宗师境界的顶尖强者，此等人物绝不是现在的他们能够抗衡的。黑衣人的目光直接锁定了衣衫不太整齐的云瑶，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奉州主之命，前来请阁下上路。他的声音沙哑低沉，不带丝毫感情色彩。正是青州府主座下干将铁手。铁手的目光随即落在了挡在云瑶身前的林峰身上，眉头微微一皱。一个瞎子。他从林峰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真元力波动，如同一个彻头彻尾的凡人滚开。铁手冷冷地吐出两个字，言语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在他看来，碾死林峰比碾死一只蚂蚁还要简单。云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急忙道：林峰，你快走，不要管我，你不是他的对手。武士初期与武士巅峰，那是天与地的差距。林峰能秒杀王重刀，但在铁手面前，恐怕连一招都撑不下来。然而林峰却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平静地开口：他跟我还有事，你带不走。哦。铁手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仿佛听到了什么有趣的笑话。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话音未落，他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刻，一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铁掌已经出现在林峰的头顶，带着撕裂空气的恐怖劲风悍然拍下。这一掌足以开碑裂石。云瑶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一切都结束了。枪！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清越的剑鸣骤然响彻山洞。林峰出剑了。他的动作并不快，甚至有些缓慢，但就是看似缓慢的一剑，却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迎上了铁手雷霆万钧的一掌。剑尖与掌心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令人牙酸的哧啦声。铁手那足以捏碎金刚的铁掌，竟被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剑齐齐展开，咽喉瞬间被剑气洞穿，鲜血顺着剑身滴落。什么？铁手瞳孔骤然收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骇然之色。他抽身后退，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掌心的血洞。怎么可能？自己的铁砂掌早已修炼到大成境界，这个瞎子到底是什么怪物？任由挣扎的尸体倒地，林峰持剑而立，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上缓缓浮现出一丝明悟。刚才那一剑便是他刚刚记起的那一式剑招。
虽然只是初窥门径，但威力已然超出想象。刚才一剑，林峰低声呢喃，仿佛在自言自语，似乎可以斩断天下一切，便叫他斩天13剑。不对，为什么是13剑呢？明明只有一剑。斩天13剑，第一剑破晓。林峰眉头紧锁，莫名的记忆讯息涌了一下，他能感觉到刚才那一剑其后必然还蕴藏着更为磅礴浩瀚的变化。然而那后续的剑招却像是被一层厚厚的迷雾笼罩，任他如何探寻都无法窥其全貌。瞎子！云瑶的惊呼声将他从沉思中拉回，他挣扎着站起身，顾不得整理身上凌乱的衣衫，快步走到林峰身边，警惕地望着洞外。青州府的人行事狠辣，斩草除根，此人死在这里，他们很快就会派更强的人过来。云瑶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他很清楚此地不宜久留。林峰点了点头，他不喜欢血腥味，更不喜欢麻烦你怎么样了。他侧过头，虽然看不见，但云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云瑶俏脸一白，随即又泛起一抹不自然的红晕，他只觉体内一阵阵虚弱感袭来，四肢百骸都透着一股空虚。魅毒虽然被暂时压制，有瞎子帮忙，估计再来7、8次能够彻底驱除，但他手中的九幽绝命散却如枯骨之躯，不断蚕食着他的生机。我估计还能活段时间，3个月吧。云瑶的声音低弱文锐，带着一丝绝望。我还中了一种毒，名为九幽绝命，毒素已经伤及本源，全靠体内的真元力压制着，如今修为越发倒退，估计快压制不住了。闻言，林峰皱了皱眉头，道：有办法解吗？有。云瑶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希冀的光芒。只有一个地方能救我，灵丹谷。他凝视着林峰，一字一顿地说道：那是大夏王朝最负盛名的疗伤圣地，谷中必然有能够根除我体内奇毒的灵丹妙药。灵丹谷。林峰默念着这个名字，随即轻轻点头道：走吧，此地不宜久留。没有丝毫犹豫，再次俯身将云瑶那虚弱无力的娇躯横抱而起。抓紧了。话音落下，他脚尖一点，身形如鬼魅般掠出山洞，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我体内的魅毒还没完全根除，女人真麻烦。灵丹谷坐落于青州以东300里的云雾山脉深处，此地终年被灵气浓郁的云雾所笼罩，山中奇花异草遍地，珍禽异兽出没，乃是一处名副其实的洞天福地。当林峰抱着云瑶出现在灵丹谷山门前时，已是第2日的清晨。晨曦透过薄雾洒在古朴的山门牌坊上，灵丹谷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透着一股超然物外的气派。山门前2名身穿青色单狮袍的年轻弟子正百无聊赖地守在那里。看到林峰2人的瞬间，他们的眼中同时闪过一抹鄙夷与不屑。一个瞎子，一个气息奄奄的女人，这副模样更像是逃难的乞丐，而非前来求丹的贵客。站住！其中一名脸颊瘦削的弟子上前一步，伸出手臂拦住了林的朋友。灵丹谷乃是炼丹圣地，闲杂人等速速离去。他的语气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傲慢。云瑶在林峰怀中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冷声道：我们是来求医的，麻烦通报一声。虽然落魄，但他那久居上位的帝王威仪却依旧让那名弟子心头一震，感觉被对方气势震慑，一瞬丢了面子。2名弟子对视一眼，随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就你这副鬼样子，还让我们通报？求药？你拿什么求？不会是想拿身子求吧？可惜了，我家谷主是个女人。快滚，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2人的嘲讽如同一根根尖刺，深深扎进了云瑶的心里。曾几何时，他一眼可定天下人生死，何曾受过这等羞辱？你们！云瑶气得娇躯发颤，一口气没上来，剧烈的咳嗽起来，嘴角溢出一丝黑色的血迹。林峰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让你们去通报。他的声音很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意味。通报！瘦削弟子嗤笑一声，上下打量着林峰。我们灵丹谷的丹药，每一颗都价值千金，是你们这些贱民能求得起的吗？滚远点，别在这里碍眼。另一名稍胖的弟子更是不耐烦，直接伸手就想去推搡林峰。然而他的手还未触碰到林峰的衣角，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骤然响起。那名胖弟子整个人如同陀螺般原地旋转了7、8圈，一屁股摔倒在地，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肿起，鲜血混合着几颗牙齿从口中喷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云瑶在内，谁都没有看清林峰是如何出手的。你敢打我？胖弟子捂着脸，难以置信地尖叫起来。找死！瘦削弟子勃然大怒，腰间长剑锵啷一声出鞘，闪烁着寒光的剑尖直刺林峰的咽喉。他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付出血的代价。然而
他的剑在距离林峰咽喉还有3寸的地方，却再也无法寸进。林峰只是伸出了2根手指，食指与中指，就那么轻描淡写的夹住了那势若奔雷的剑尖。什么？瘦削弟子瞳孔骤缩，脸上写满了惊骇。他拼尽全力想要将长剑抽出，却发现那剑仿佛被一座大山钳住，纹丝不动。怎么可能？这个瞎子到底是什么怪物？造次！林峰淡淡吐出2个字。下一刻，他手指微微一用力，咔嚓一声脆响，那柄金刚打造的长剑竟从中断为2截。瘦削弟子只觉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从剑身传来，虎口瞬间崩裂，整个人被震得撞击着另外一名弟子倒飞出去。2人重重地撞在山门牌坊上，狂喷一口鲜血，昏死过去。一招，仅仅一招，便轻而易举地废掉了2名灵丹谷的守山弟子。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周围那些原本抱着看热闹心态的求药武者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云瑶的美眸中也再次泛起了异样的光彩。这个男人似乎永远都能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放肆！就在此时，一声蕴含着滚滚怒意的苍老声音如同炸雷般从山谷深处传来，伴随着这声怒喝，一股恐怖到令人窒息的威压铺天盖地而来。威压如山如玉，仿佛要将人的灵魂都碾碎。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粘稠起来，温度骤降，仿佛连光线都暗淡了几分。旁边一些修为稍弱的武者在这股威压之下竟承受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脸色惨白，瑟瑟发抖，就连云瑶都感觉呼吸一滞，体内的气血一阵翻涌，险些再次吐血。这是宗师强者的威压。唯有林峰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他抱着怀中的女人，身姿挺拔如松，那恐怖的威压落在他身上，竟如清风拂面，没有掀起丝毫波澜。脸上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表情，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无法让他动容。何方宵小，敢在我灵丹谷山门前撒野？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带着凛冽的杀意。话音未落，一道流光从山谷深处激射而出，瞬息而至，悬停在半空之中。光芒散去，露出一名身穿紫色单狮袍的白发老者。老者仙风道骨，面容清癯，但一双眼睛却锐利如鹰，此刻正死死地盯着林峰，其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怒火。九长老，是九长老，孙玄。看到来人，周围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孙玄，灵丹谷丹堂旧长老，不仅是一位能够炼制4品丹药的丹道大师，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宗师强者，在整个青州地界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他竟然被惊动了。孙玄的目光先是扫了一眼地上那2个弟子的尸体，眉头紧皱，随即落在了林峰的身上。当他感受到林峰身上那平平无奇，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真元力波动的气息时，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一个普通人竟然能重伤2个50境的弟子，属实有些可疑。是你动的手？孙玄的声音冰冷，居高临下地质问道。林峰没有回答对方问题，只是平静地抬起头。我需要丹药救他。他的语气不是请求，而是陈述一个事实。丹药？孙玄怒极反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伤我灵丹谷弟子，还敢大言不惭地索求丹药？你若现在跪下道歉，老夫兴许可以考虑让你们进灵丹谷。威压席卷全场，孙玄居高临下地蔑视着2人，话音显得极为轻蔑。跪下！林峰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他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在他的世界里，已经忘记了下跪这2个字该如何书写，也忘记了那代表着何等的屈辱。林峰只知道怀里的女人需要救治，而眼前这个老者在阻拦他。不喜欢被人阻拦，他更不喜欢有人用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对他说话。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一股无形的比孙玄的宗师威压更加纯粹更加冰冷的剑意开始从林峰身上缓缓升腾。那剑意不霸道不张扬，却锋锐到了极致，仿佛能刺破苍穹，斩断世间轮回。孙玄那锐利如鹰的眼眸中第一次浮现出了一抹凝重，他惊骇地发现自己的宗师威压在接触到那股剑意的瞬间，竟如同冰雪遇到了烈阳，被轻易的切割洞穿。这怎么可能？一个毫无真气波动的瞎子，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剑意？就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不要！灵丹谷主性格孤僻，强闯的话万万不会给丹药，咱们也懒得再生什么祸端。一个虚弱却无比坚定的声音从林峰的怀中响起。云瑶挣扎着用尽全身力气，抬起一只手轻轻按在了林峰那即将有所动作的手臂上。他扬起头张苍白却依旧绝美的脸庞上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骄傲，那是属于女皇的骄傲。我们走吧。他看着林峰，虽然知道对方看不见，但他的眼神却无比认真。
我可不舍得让自己的男人为难，跪下求人不如求己。她是大夏女皇，哪怕虎落平阳，哪怕沦落至此，骨子里依旧流淌着皇者的血。她可以死，但其尊严不容践踏，更不容许这个一路上护着她、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因她而受辱。林峰身上的剑意缓缓收敛，他沉默了片刻，感受着手臂上那只小手的冰凉与颤抖。最终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好，1个字，简单而干脆。林峰没有再看孙玄一眼，仿佛那高高在上的宗师强者不过是路边的一块顽石。他抱着云瑶转身一步步向山下走去，他的背影挺拔如剑，孤傲如松，那份从容，那份淡然，竟比任何狂言怒语都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孙玄的脸上。站住！孙玄勃然大怒，宗师的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他一步踏出，身影瞬间出现在林峰身后，干枯的手掌如鹰爪般抓向林峰的肩膀。老夫让你们走了吗？然而他的手掌尚未落下，林峰甚至没有回头，只是抱着云瑶向左侧平移了3寸。就这简简单单的3寸，却仿佛跨越了天堑鸿沟。孙玄那势在必得的一抓，竟是抓了个空。一股难以言喻的惊悚感瞬间涌上孙玄的心头。这是何等恐怖的感知力！一个瞎子是如何预判到自己的攻击的？就在他愣神的刹那，林峰与云瑶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山道的尽头。灵丹谷外的青石镇，一家名为悦来的客栈。天字号房内，热气氤氲，巨大的木桶中洒满了舒筋活血的药草。云瑶静静地靠在桶壁上，紧闭着双眼，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血色。连日的奔波与惊吓，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林峰静静地站在房间的角落，背对着木桶，像一尊沉默的雕塑。瞎子，云瑶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的沙哑。水有点凉了。林峰默默地提起旁边的热水壶，摸索着走到木桶边，将热水缓缓注入。过来。云瑶忽然又道。林峰的动作一顿过来，帮我搓背。云瑶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命令口吻，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执掌天下的大夏女皇。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变得有些暧昧。林峰沉默着没有动。怎么？不敢。云瑶的嘴角勾起一抹的弧度，反正你又看不到，搓背而已，还害羞什么？林峰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最终还是走了过去，拿起搭在旁边的布巾，转过去。林峰的声音有些干涩。云瑶轻笑一声，听话地转过身，将光洁如玉的美背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他的面前。虽然看不见，但那近在咫尺的温润与芬芳却让林峰的心乱了。他的手有些僵硬地拿着布巾，轻轻地落在了那片滑腻的肌肤上，触手温润细腻如上好的丝绸。云瑶的身子微微一颤，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轻吟。林峰的动作愈发轻柔，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她肌肤下的骨骼，感受到她那羸弱的生机。这个女人脆弱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瞎子，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云瑶的声音悠悠传来，带着一丝落寞。若是以前，莫说区区一个宗师。他突然没有说下去，但话语中的凄凉却足以让人心碎。林峰没有说话，只是手上的动作更加轻缓了。你摸摸这是哪里？云瑶忽然在浴桶中转过身子，缓缓伸出了白皙美腿，往林峰手边送去。猜对了我奖励你，猜错了你奖励我，反正都要死了，瞎子跟你在一起挺舒服的。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林峰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手抚上了白皙小腿，触感温润如玉。你不会死。林峰说道，语气平淡，却蕴含着一股斩钉截铁的力量。我要救你，你就得活着。云瑶轻轻点头，脸颊有2抹好看红晕，声音嗲得发颤。日后再说吧。一夜无话。第2日，天还未亮，林峰便已起身。他将从之前击杀青州府那些人身上搜刮来的财物尽数取出，金银、珠宝，还有一些品阶不低的丹药和功法秘籍。他将这些东西在青石镇最大的商行里全部换成了一株药材，一株通体血红、形如人形、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的千年血玉参。此参价值连城，足以买下半个青石镇。当林峰带上灵药，抱着气息比昨日更加虚弱的云瑶再次出现在灵丹谷山门前时，整个山门的气氛都为之一变。昨日之事早已传遍，所有人都知道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打了守山弟子，还顶撞了9长老孙玄。今天他竟然还敢来。新的守山弟子如临大敌，一个个手握剑柄，紧张地盯着林峰。周围那些前来求药的武者也都纷纷退开，生怕被殃及池鱼。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林峰没有动手，他只是将一个锦盒放在了山门前的石阶上。
在下林峰，为救治同伴，特来求药。他的声音平静而洪亮，传遍了整个山谷。昨日多有得罪，非我本意，只因救人心切，言语冲撞了贵谷长老。此乃千年血玉参一株，不成敬意，只求贵谷能出手，救我同伴一命。林峰感激不尽。说完，他竟对着山门的方向微微躬身，行了一礼。他没有跪，他的腰杆依旧挺得笔直，但这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为了怀里的女人，放下孤傲，遵循世俗的规矩。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林峰的举动震惊得目瞪口呆。千年血玉参，那可是传说中的4品灵药，能够供宗师强者修炼，提升实力。这个瞎子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拿出如此重宝？守山的弟子看着那个锦盒，眼睛都直了，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昨日那不可一世的九长老孙玄身影再次出现。他死死地盯着石阶上的锦盒，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磅礴药力，苍老的脸上贪婪与之色晃眼而过。哼，千年血玉参又如何？孙玄压下心中的震惊，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伤我灵丹谷弟子，顶撞老夫，岂是一株灵药就能接过的？想要丹药，可以现在立马给老夫跪下磕头。想要救命丹药，可以现在立马给老夫跪下磕头。孙玄的声音响彻在山门前的每一个人耳中，他脸上挂着猫戏老鼠般的残忍笑容，眼神中的轻蔑与傲慢几乎化为实质。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将昨日丢掉的颜面100倍、1000倍的找回来，让所有人都知道挑衅他九长老孙玄会是何等凄惨的下场。周围的武者们屏住了呼吸，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复杂，有同情，有怜悯，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这就是现实，在绝对的实力与地位面前，尊严一文不值。林峰怀中的云瑶气得浑身发抖，他挣扎着想要说些什么，却被林峰轻轻按住。林峰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缓缓地抬起头，面向孙玄的方向，平静地问道：你的意思是我跪下求你便赐药，看你跪的标准与否，看本长老心情如何。孙玄嘴角上扬，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凭你这种东西还不配跟我谈条件。说着，他眼中凶光一闪，目光落在了石阶上的那个锦盒上。千年血玉参，好东西，可惜老夫我不见得多稀罕。话音落下，孙玄长袖一甩，一股磅礴的宗师真元力汹涌而出，化作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拍向那个锦盒。不要！云瑶失声惊呼，那绝不仅仅是一株灵药，更是瞎子男人为他放下的骄傲。然而一切都太晚了。砰！一声闷响，那由上好沉香木制成的锦盒，连同里面那株价值连城的千年血玉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轰然炸裂，红色的参身，紫色的参须在狂暴的劲气中被撕扯得支离破碎，化作漫天齑粉，随风飘散，暴殄天物。所有人都被孙玄这狠辣的手段给镇住了。那可是千年血玉参，足以让无数武者为之疯狂的至宝，就如此被毁了。孙玄却是满脸的快意，他仿佛很喜欢这种感觉，狞笑着看向林峰。还不跪下磕头吗？他要的就是彻底击溃这个瞎子的心理防线，让他明白惹怒自己的下场。只不过孙玄预想中林峰崩溃、愤怒乃至跪地求饶的场景并没有出现。林峰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周围的空气却在这一刻骤然变冷，一股无形无质却冰冷刺骨的杀意开始从林峰的身上缓缓地弥漫开来。那不是宗师威压的霸道，而是一种更加纯粹、更加原始的杀气，仿佛自九幽地狱而来，要将人间化为一片血海。你该死！林峰的声音很轻很淡，却像是一道催命的符咒，清晰地烙印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死！孙玄先是一愣，随即表情阴郁了下来，胆敢口出狂言，老夫今天便让你明白宗师之威不可辱。怒喝声中，孙玄气势全爆，紫色的单尸袍无风自动，一股远比昨日更加恐怖的威压席卷而出。他脚下一点，身形如大鹏展翅，悍然扑向林峰。碎骨掌！孙玄右手成掌，掌心真元力疯狂汇聚，空气都被挤压的发出不堪重负的爆鸣声，一掌足以开碑裂石。周围的武者们骇然欲绝，纷纷暴退，生怕被那恐怖的掌风波及。云瑶更是花容失色，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然而就在孙玄那志在必得的一掌即将印在林峰胸口的刹那，林峰动了。他没有退，甚至没有放下怀中的云瑶，他只是伸出了右手。没有人看清他是如何拔剑的，或者说那根本就不是拔剑。枪！一声清越的剑鸣如同龙吟九天，骤然响起，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剑光划破了所有人的视野。
那道剑光不璀璨，不耀眼，甚至有些暗淡，但它却快到了极致，锋锐到了极致，仿佛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无视了世间一切的规则。剑光一闪而逝，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孙璇的身形僵在了半空之中，他的手掌距离林峰的胸膛仅有不到1寸的距离，脸上的狞笑还凝固着，但他的眼神却被无尽的惊恐与茫然所取代。他缓缓地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胸口，那里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细细的血线，血线从他的左肩一直延伸到右腹。怎么可能？孙璇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眼中最后的神采如同风中残烛，迅速熄灭。下一刻，噗，两半身躯轰然裂开。灵丹谷9长老宗师强者孙璇竟是被这一剑直接斜着斩成了2段，残破的尸身无力地坠落在地，鲜血滴落，染红了灵丹谷山门前那洁白的石阶。死寂，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呆立当场，大脑一片空白。一剑，仅仅一剑，一位货真价实的宗师强者就这样死了。这瞎子到底是什么人？那几个守山弟子更是吓得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裤裆处一片湿热，腥臊的气味弥漫开来。刚才还在看热闹的武者们，此刻看向林峰的眼神已经不再是敬畏，而是彻头彻尾的恐惧。林峰缓缓收剑，那柄古朴的长剑上纤尘不染，没有沾染一丝血迹，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脸上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表情。他怀中的云瑶缓缓睁开美眸，入眼的是孙璇那被斩为2截的尸体和漫天的血腥。他的小嘴微张，震撼的无以复加。这个男人又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何人胆敢在我灵丹谷行凶？就在此时，数道蕴含着滔天怒火的气息从山谷深处冲天而起，紧接着一道道流光破空而来，转瞬之间便有7、8名身穿长老服饰的老者出现在了山门之前。为首之人气息深不可测，远在孙璇之上。然而还不等他们开口问罪，一个清冷而悦耳却带着一丝慵懒与威严的声音从更深处悠悠传来。发生了什么事？这声音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那几名怒气冲冲的长老竟是瞬间收敛了气息，恭敬的躬身退到了一旁。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云雾缭绕的山道上，一道绰约的身影正缓步走来。那是一个女人，一个漂亮女人。她身穿一袭淡紫色的长裙，裙摆上绣着繁复的药草图案，随着她的走动仿佛有生命般轻轻摇曳，身段婀娜，曲线玲珑。来人，灵丹谷谷主药潇潇。看到来人，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不敢直视那绝世的风华。药潇潇的目光淡淡地扫过地上的残尸，修长的柳眉皱了皱，他的目光越过所有人，最终落在了林峰怀中的云瑶身上。当看青云瑶那张苍白却依旧难掩角色的脸庞时，药潇潇那双始终带着一丝慵懒笑意的桃花美眸瞳孔猛地一缩。那一瞬间，他身上所有的妩媚与慵懒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凝重。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因为他的情绪变化而凝固了。林峰敏锐地感觉到了这股变化，握着剑柄的手微微一紧。药潇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目光复杂的在云瑶和林峰身上来回扫视了几遍，最终他朱唇轻启，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沉寂。原来是故人，有什么事情尽再去说吧。话音落下，药潇潇素手轻扬，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周围的灵丹谷长老们面面相觑，虽然心中充满了惊骇与疑惑，但谷主发话，他们不敢有丝毫违逆，纷纷退步，让开了一条道路。周围原本幸灾乐祸的武者们此刻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林峰没有说话，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女人身上没有杀意，他只是抱着云瑶跟在药潇潇身后，一步步踏入了那被云雾笼罩的山门。穿过山门，眼前豁然开朗，亭台楼阁，仙鹤飞舞，浓郁到化不开的药香扑面而来，吸上一口都让人心旷神怡，仿佛浑身的疲惫都被洗涤一空。灵丹谷内别有洞天，宛若人间仙境。药潇潇将2人带到一处雅致的竹楼前，平退了左右，这才转身，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眸子深深地看着云瑶，叹息一声：“你怎么会弄成这般模样？”一声叹息让云瑶眼圈瞬间红了，她挣扎着从林峰怀中下来，对着药潇潇微微颔首，声音带着一丝虚弱与苦涩：“潇潇，一言难尽。如今的我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丧家之犬罢了。云姑娘言重了。”药潇潇摇了摇头，目光扫过林峰，眼神中带着一丝探寻。当年若非你金口玉言，又岂有今日的药潇潇？这份恩情，潇潇没齿难忘。你的伤
就包在我身上。他没有去问大夏黄泉更替发生了什么惊天巨变，也没有多问这个神秘的瞎子男人是谁。药潇潇只知道眼前中毒已深的女人是他的恩人，这就足够了。有劳了。云瑶没有推辞，他知道自己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接下来的几天，林峰被安排在竹楼旁的客房住下，而云瑶则被药潇潇带入谷中禁地，亲自为其疗伤解毒。灵丹谷不愧是青州最负盛名的炼丹圣地，药潇潇的医术更是通玄。3日之后，当云瑶再次出现在林峰面前时，她身上的死气与羸弱已经一扫而空。一袭素雅的白色长裙衬得她肌肤胜雪，3000青丝如瀑般垂下，那张绝美的脸庞上虽然还带着一丝大病初愈的苍白，却已经恢复了往日那高贵而清冷的气质，一双凤眸顾盼生辉，宛若9天玄女，令人不敢直视。修为恢复宗师初期，生机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林峰，谢谢。云瑶站在林峰面前郑重地说道，若没有这个男人，他早已是路边的一具枯骨。林峰只是平静地面对着他，没有表情，却仿佛能穿透一切。云瑶看着他，心中一动，转身对一旁的药潇潇道，潇潇，可否请你帮他看看他失去了记忆，眼睛也。药潇潇的目光落在林峰身上，神情变得凝重起来。这几天他也曾暗中观察过这个男人，他就像一个无底的深渊，无论他如何探查，都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真元波动，仿佛就是一个从未修炼过的普通人。可一个普通人能一剑斩杀宗师孙玄？好，我试试。药潇潇走到林峰面前，柔声道，这位公子，请伸出手。林峰依言伸出了右手，药潇潇伸出2根白皙如玉的手指，轻轻搭在了林峰的手腕上，一缕精纯的真元力如同温润的溪流，顺着林峰的经脉探入。然而下一刻，药潇潇的脸色豁然大变，他的真元力如泥牛入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峰的体内仿佛是一片混沌虚无，没有任何经脉，没有任何丹田，只有一片深邃到让他灵魂都为之战栗的黑暗。他不信邪，再次加大了真元的输入。噗！药潇潇猛地抽回手，如遭雷击，噔噔噔连退3步，嘴角溢出了一丝鲜血，俏脸瞬间变得煞白。怎么了？云瑶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扶住他。我没事。药潇潇摆了摆手，看向林峰的眼神已经彻底被骇然与难以置信所填满。他深吸一口气，又走上前，强忍着心中的震动，轻轻拨开林峰额前的乱发，仔仔细细地观察着俊朗面容。那双眼睛紧紧闭着，宛若有封印流转，根本无法探查。良久，药潇潇颓然地放下了手，满脸苦涩地摇了摇头。怎么样？云瑶紧张地问道。药潇潇看着云瑶，一字一句地说道，陛下，恕我无能。以我的医术来看，他早就该死了。什么？云瑶如遭雷击。药潇潇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的体内没有一丝生机，经脉寸断，五脏六腑的机能早已衰败到了极点，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我完全无法理解，他究竟是靠什么活下来的，我看不透，也治不了。这番话如同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云瑶的心上。他呆呆地看着林峰，想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情况，可对方估计自己也不知道。林峰却依旧平静，仿佛要潇潇说的是别人的事，他只是淡淡地道，我死不了。简单的4个字，却透着一股无法言喻的孤高与淡漠，仿佛生死于他而言早已是过眼云烟。云瑶的心没来由的一紧，他走上前，轻轻拉住林峰的手，柔声道，总有一天会治好的，现在你陪我走走好吗？我听说灵丹谷的桃花林开了。林峰没有拒绝，任由他拉着走出了竹楼。灵丹谷深处有一片广袤的桃林，此刻正是花开时节，千株万株的桃树竞相绽放，云蒸霞蔚，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云瑶拉着林峰的手，漫步在花雨之中，为他描述着眼前的景色。这里的桃花每一朵都开得好用力，粉色的花瓣像天边的云霞，风吹过来，花瓣就像雪一样落下，很香，很好闻。林峰静静地听着，虽然看不见，但他能闻到那沁人心脾的花香，能感受到拂过脸颊的微风，能感觉到手心传来的那份柔软与温暖。失忆之后，他的世界一片黑暗与麻木，是这个女人为他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光，一丝暖意，一丝淡淡的黄色。就在这片宁静与美好之中，一股冰冷至极的杀意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轰！恐怖的气浪席卷了整片桃林，无数桃花瞬间被搅成齑粉。4道散发着滔天凶威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桃林上空的四方，将林峰与云瑶死死地围困在中央。这4人皆身穿青州府的黑色劲装，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每一个都拥有着恐怖的宗师巅峰修为，实力远在被林峰斩杀的孙玄之上。他们4人气息相连，形成了一张绝杀大网，
封锁了所有退路。青州府通缉要犯、闲杂人等退避。一个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响起，如同金属摩擦，刺人耳膜。林丹谷，今日若敢包庇此人，便是与我青州府为敌。另一个声音阴冷如毒蛇，充满了威胁的意味。药潇潇与数名灵丹谷长老的身影瞬间出现在桃林之外，当他们看清来人时，脸色齐齐巨变。青州府4大统领无情、冷血、夺魄、追命。药潇潇失声惊呼，心瞬间沉入了谷底。这4人是青州府主座下最强的鹰犬，每一个都是踏入了宗师境多年的强者，4人联手，武王可战。青州府出动如此阵容，事情显然麻烦了。见此一幕，药潇潇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很清楚，这4人联手代表着青州府主的意志，别说是他小小的灵丹谷，就算是青州境内的一流宗门，也绝不敢与之抗衡。桃林之中，杀气如玉，冰冷的威压仿佛要将空气都彻底凝固。云瑶的脸色也变得无比凝重，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林峰的手，掌心已是一片冰凉。他刚刚恢复的宗师初期的修为，在这4人联手形成的恐怖气场面前，渺小的如同狂风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然而，站在他身前的那个男人，背影却依旧如山岳般沉稳。林峰缓缓地将云瑶护在身后，平静地面向天空中的4道身影。他虽然看不见，但那4股凝如实质的杀意，却像4柄尖刀，清晰地烙印在他的感知之中。一个瞎子也敢英雄救美。天空之上，名为冷血的统领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声音中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滚开，我们可以饶你一命，我们要的只是通缉重犯。灵丹谷主，此事与你无关，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名为无情的统领目光扫向远处的药潇潇，语气平淡，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慑。药潇潇银牙紧咬，心中天人交战。理智告诉他，为了灵丹谷数千人的安危，他不该插手。但云瑶于他有恩，让他眼睁睁看着恩人被擒，他又如何能做到？就在他犹豫的瞬间，林峰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我的女人，你们带不走。平淡的9个字，没有丝毫的波澜，却仿佛蕴含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霸道与决绝。找死！夺魄统领眼神一寒，不再废话。他身形一动，鬼魅般消失在原地，下一瞬，一只萦绕着森森鬼气的黑色手爪便已出现在林峰的头顶，悍然抓下。这一爪快如闪电，阴毒无比，仿佛能将人的魂魄都从中抓出。云瑶心头一紧，刚要出手，电光火石之间，林峰动了。他没有拔剑，只是简简单单地抬起了右手，并指如剑，向上轻轻一点。没有真元波动，没有华丽的光彩，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一指。然而，就是这一指，却仿佛蕴含着某种天地之理。噗！一声闷响，夺魄统领那足以撕裂金石的鬼爪，竟在林峰的指尖前寸寸碎裂。一股无可匹敌的沛然巨力顺着他的手臂倒卷而回。啊！夺魄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右臂的骨骼寸寸断裂，鲜血狂喷。一指重创宗师巅峰，全场死寂。无论是天空中的另外3位统领，还是远处的药潇潇和灵丹谷长老们，全都如遭雷击，呆立当场。他们看到了什么？一个没有丝毫真元力波动的瞎子，一指就重创了青州府4大统领之一的夺魄。这怎么可能？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结阵，杀！短暂的震惊之后，无情统领最先反应过来，发出一声惊怒交加的暴喝。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严重低估了眼前这个瞎子。冷血、追命2人瞬间会意，与无情一起，3人身形闪动，占据了3个方位，将林峰死死锁定。4象绝杀阵，4人同时捏动印诀，3股磅礴的宗师巅峰气息冲天而起，在空中交汇融合，化作一张由杀气与真元构成的天罗地网，朝着林峰当头照下。大网之上，符文流转，杀机毕露，封锁了上下4方所有空间，带着一股碾压一切的恐怖威势。药潇潇的俏脸瞬间血色尽退，他认得这个阵法，这是青州府赖以成名的合击杀阵，据说曾以此阵硬生生困杀过一尊武王境的强者。林峰，小心！云瑶失声惊呼，体内的真元疯狂涌动，一掌拍出，一道道晶莹的玄冰掌印呼啸而出，试图阻拦那张大网。然而，他的攻击落在大网之上，却如同冰雪消融，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便被瞬间碾碎。境界修为的差距太大了。眼看那张绝杀大网就要落下，林峰的表情却依旧平静，他只是缓缓地将手按在了腰间的剑柄上，看似一柄很普通的铁剑，但当他的手握住剑柄的那一刻，一股无法形容的锋锐之气陡然从他身上冲天而起。那股气息孤傲、桀骜、
仿佛要将这天都展开一个窟窿。失忆之后，他的脑海中一片混沌，但唯有这握剑的姿态，如同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本能。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但林峰知道，剑是用来杀人的。嗡，铁剑出鞘，发出一声清越的龙吟，一道光在林峰的手中亮起。那不是剑光，而是比黎明时分划破天际的第一缕晨曦还要璀璨，还要耀眼的光。斩天13剑，第一剑破晓。林峰口中轻轻吐出2个字，他手中的铁剑随之挥出，一道极致璀璨的剑光仿佛撕裂了黑夜，带来了黎明，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姿态迎向了那张绝杀大网。吃啦！坚不可摧的绝杀大网在那道剑光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薄纸，被轻而易举的从中撕裂。剑光去势不减，一闪而逝，瞬间斩向无情、冷血追命3人的身体。3位统领脸上的狰狞与杀意瞬间凝固，他们低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前那一道细细的血线。下一秒，血线轰然爆开，噗噗噗，3道血箭冲天而起，3人的身体如同被巨锤砸中，齐齐倒飞而出，人在空中便以鲜血狂喷，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一剑败4方，整片桃林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这梦幻般的一幕彻底震傻了。然而斩出这惊天一剑的林峰身体却猛地一晃，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噗，一口嫣红的鲜血不受控制地从他口中喷出，洒落在身前的桃花瓣上，显得那般触目惊心。动手的次数越多，他体内的旧伤便被牵引得越发严重。这一剑好似抽空了他所有的力量。杀了他！被重创的无情统领挣扎着起身，眼中充满了惊骇与怨毒。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瞎子竟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可也正因如此，此人绝不能留。另外3名统领也强撑着伤体，眼中杀机毕露，准备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休想！云瑶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他知道林峰已经到了极限，再也挡不住下一次攻击了。他猛地咬破舌尖，双手闪电般在胸前接出一个繁复而古老的印诀：以我之命，染我之血，点命为引，遁走天涯。7星点命术。嗡！一股磅礴的生命精气从云瑶体内轰然爆发，化作一道璀璨的血色光幕，将他和林峰瞬间笼罩。此乃大夏皇室的不传之秘，以燃烧自身生机为代价，换取极致的速度，用于绝境逃生。不好，拦住他们！无情统领脸色大变，嘶声吼道。然而一切都太迟了，血光一闪，云瑶和林峰的身影已经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了天际。轰！4位统领最后的攻击狠狠地轰在了2人之前站立的地方，将地面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整片桃林彻底化为废墟。望着2人消失的方向，4位统领脸色铁青，气得再次喷出一口血来。青州府州主府邸，面容威严的中年男子青州府主陈天雄静静地听着手下的汇报，手中的茶杯被他缓缓捏成了齑粉。4个宗师巅峰结成绝杀阵，不仅没能拿下大夏的余孽，反而被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一剑重伤。陈天雄的声音很平静，但那平静之下却压抑着火山爆发般的怒火。传我命令！冰冷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封锁青州全境，调动所有城卫军、抚卫、供奉长老，挖地3尺，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迷雾山脉一处隐蔽的山洞内，血光散尽，云瑶抱着林峰的身影踉跄着出现。噗！云瑶再也支撑不住，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金纸，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出了缕缕银丝。7星点命术燃烧的是生命本源，虽然带着他们逃出升天，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他本就所剩无几的生机。云瑶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命之火正在如风中残烛般迅速地熄灭。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林峰苍白的脸颊。瞎子！下划线云瑶的眼角滑落一滴清泪，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眷恋与不舍。他扶着重伤的林峰平放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而后盘膝坐在一旁，默默地为他护法。一夜悄然而逝。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洞口的藤蔓斑驳地洒在林峰的脸上时，他才悠悠转醒。体内的伤势他根本不知如何，只能明白自己还死不了。可身旁那道微弱到几乎快要消失的气息却让他心里一惊。云瑶！林峰猛地坐起，循着气息的方向一把抓住了云瑶冰冷的手。那只手再没有了往日的温度，冰冷得像一块万年玄冰。我没事。云瑶虚弱地笑了笑，声音轻的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吹散。他努力地睁开眼，想要再多看看眼前这个男人，
可视线却已经开始模糊，他的生命似乎将要走到了尽头。林峰，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反手握住林峰宽厚的手掌，将脸颊贴了上去，感受着那最后一丝温暖。能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待会儿咱们再做一次吧。若有来生，你不要再做瞎子了，好不好？好好看看我，我挺漂亮的。他的话语越来越轻，手掌的力道也渐渐松开。你不会死的，放心，有我在。林峰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声音平淡中带着冰冷。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忘记了所有的过去，可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带给了他许多欢乐。思绪不断，伤心上冲。林峰混沌的脑海深处，仿佛有一道尘封亿万年的枷锁被轰然撞开了一道裂缝，一道尘封不知多年的记忆信息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识海。将死之人，生命灵果可续其命，延其寿元千年。生命灵果4个字仿佛一道惊雷在林峰的脑海中炸响。他猛地抬起头，面向了迷雾山脉最深处。记忆中那东西就在那一方。希望虽然不确定，但却是唯一的希望。云瑶撑住，我带你去寻一件续命之物。林峰的声音平淡，情绪却翻涌的厉害，没有丝毫犹豫，小心翼翼地将气息奄奄的云瑶背在身后，用布条将它牢牢地固定住，而后辨明方向，如同孤狼一头扎进了迷雾山脉的深处。迷雾山脉乃是青州3大险地之一，其中妖兽横行，瘴气密布，危机四伏，寻常武者深入其中，九死一生。而此刻的林峰旧伤复发，背着一个垂死的云瑶，双目失明，处境之凶险可想而知。他的感知被提升到了极致，脚下的步伐快而不乱，每一次都能精准地避开强大妖兽的领地。几天后的清晨到了，林峰精神一振，拼尽最后的力量冲出了一片密林。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在他面前是一片巨大的环形山谷盆底，山谷中心虚空扭曲，一道道玄奥的符文若隐若现，形成了一座肉眼不可见却能被神魂清晰感知到的巨大门户。磅礴的气息此刻正是从那门户之后传来，而此时山谷周围早已聚集了不少身影，氛围显得一度热闹。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那座虚空门户，眼中充满了贪婪与狂热。秘境，青灵秘境居然已经开启了，如此浓郁的生命气息，不知里面会有什么宝贝。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气氛紧张到极点的时候，轰隆隆，整片大地开始剧烈地颤动起来。山谷中心的那座虚空门户陡然爆发出万丈霞光，一道粗壮的无法形容的七彩光柱冲天而起，撕裂云海，贯穿天地。古老浩瀚神圣的气息如同潮水般席卷开来，笼罩了整片迷雾山脉。冲啊！里面的宝物都是我的。一个离得最近的宗师后期武者被贪婪冲昏了头脑，第一个化作流光，朝着那光芒万丈的门户冲了过去。然而他刚刚靠近门户100丈范围，嗡！一道无形的波纹从门户上荡漾开来，那名宗师后期的武者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身体便在瞬间化作了漫天齑粉。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所有人都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停住了脚步，脸上的狂热瞬间被惊惧所取代。林峰没有理会周围的一切，他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背上的云瑶身上。在秘境开启，那股精纯的生命气息泄露出来的瞬间，云瑶那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竟奇迹般的稳定了一丝。有用！林峰心中狂喜，他不再等待，背着云瑶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那吞噬了一名宗师强者的恐怖门户走了过去。那个瞎子疯了不成？找死！连宗师后期都瞬间被秒杀，他一个瞎子还敢过去？周围众人看着林峰的举动，纷纷投来或怜悯或嘲讽的目光，仿佛已经看到了他化为飞灰的下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所有人的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只见林峰一步踏入门户100丈范围，那足以秒杀宗师的恐怖波纹在接触到他身体的刹那，竟仿佛春雪遇上骄阳，悄无声息地消融了。他如入无人之境，就那么平静地一步一步走到了秘境门户之前，最终在那七彩霞光的笼罩下消失不见。热闹的山谷内外突然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地望着那道消失在七彩霞光中的背影。一个瞎子背着一个垂死之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走进了连宗师后期强者都会被瞬间抹杀的绝地。他到底是什么人？震撼、不解、惊疑、恐惧，种种情绪在众人心中交织，久久无法平息。穿过那道七彩门户的瞬间，林峰只觉得斗转星移，一股无法抗拒的空间之力包裹着他，失重感仅仅持续了一瞬，下一刻他的双脚便踏上了坚实的土地。一股比外界浓郁了100倍不止的生命气息扑面而来，
让他背上几近生命枯竭的云瑶都为之一振，精神稍稍恢复了些许。林峰在第一时间探查背上云瑶的气息，那缕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在这浓郁生机的滋养下，虽然依旧微弱，却稳定了许多，不再有随时都会消亡的危险。林峰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下。真的，那缕记忆没有出错，只要找到生命灵果，云瑶就一定有救。他抬起头，虽然双目不能视物，但强大的神魂感知却如潮水般铺展开来，探查着这片陌生的空间。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虚空，脚下是一片悬浮在空中的巨大白玉广场，广场之上云雾缭绕，仙气氤氲，宛如仙境。然而在这片环境的正中央，却横亘着一局无比巨大的棋盘，那棋盘纵横交错，仿佛蕴含着天地至理，每一条线条都流淌着玄奥的道蕴。32枚棋子，每一枚都高达100丈，如山岳般矗立，散发着或霸道或凌厉或厚重的恐怖气息，仿佛是远古神魔的雕像。一道无形的屏障以棋盘为中心，封锁了整个空间，将通往秘境深处的道路彻底隔绝。显然这棋盘乃是一道考验，而在棋盘之前已经有几道身影或站或坐，一个个气息强横，神情却都带着几分凝重与烦躁。他们身着统一的云纹白袍，袖口绣着一柄冲天利剑的标志，正是大夏皇朝第一大宗凌云剑宗的弟子。林峰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还有人进来了。一名面容俊朗、气质略显阴柔的青年皱眉望来。当他们看清林峰的模样时，脸上的警惕瞬间化为了错愕与不屑。一个瞎子，而且他背上还背着一个气息奄奄、几乎快要断气的女人。哼，真是可笑！青灵秘境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低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另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嗤笑一声，声音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鄙夷。一个瞎子带着一个累赘，也敢闯这秘境，简直是来送死！这几人正是凌云剑宗此次派来探索秘境的绝顶天才，每一个都是名震大夏的风云才俊，眼高于顶，何曾将寻常武者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林峰这种人连让他们正眼相看的资格都没有。人群中，一名身穿淡蓝色长裙、身段婀娜、容颜绝美的女子，黛眉微蹙，清冷的目光扫过林峰和云瑶，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她便是凌云剑宗最年轻一代弟子中的第一人，被誉为宗门明珠的豪爽。豪爽天资绝世，心高气傲，平生最看不起的便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收回目光，望向眼前那浩瀚如星河的巨大棋盘，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力与烦闷。别管这些蝼蚁了，还是想想怎么破开这鬼棋局吧。这棋局蕴含大道至理，每一步都牵动着整个阵法，以道运为势，稍有不慎便是神魂俱灭的下场。说到这里，他绝美的脸庞上浮现出一抹傲然与决绝。朗声道：我豪爽自问在阵法棋道之上，天赋不输于人，可面对如此上古棋局，依旧束手无策。我敢断言，若连我都无法看透这棋盘分毫，放眼整个大夏年轻一辈，也绝无人能够破解。看来我们这次是白来一趟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强大的自信，仿佛他的话便是金科玉律。其余几名凌云剑宗的弟子闻言，虽然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无奈点头。豪爽师姐的阵法造诣在宗门内是本届弟子中公认的第一，连他都这么说了，看来是真的没有希望了。然而对于他们的议论和鄙夷，林峰却充耳不闻，他的全部心神都放在了棋盘之后。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让他脑海中记忆浮现的浓郁生命气息，其源头就在棋盘的另一端。想要救云瑶，就必须过去。没有丝毫犹豫，林峰小心翼翼地将云瑶从背上解下，让她靠在一块干净的白玉石上。他轻轻理了理云瑶额前被汗水浸湿的银丝，动作轻柔至极。等我，他低声说了一句，而后缓缓起身，朝着那巨大的棋盘中央那唯一的考核位置走了过去。他的动作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要干什么？疯了吧？这瞎子难道想去破阵？哈哈，笑死我了！连豪爽师姐都束手无策的棋局，他一个瞎子也敢去闯？他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有名魁梧青年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快出来了。豪爽也是柳眉倒竖，俏脸上布满了寒霜。林峰的举动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无声的挑衅，是对他刚才那番断言的极致羞辱。不自量力的东西，既然你急着去死，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被这棋局碾得神魂粉碎的。他冷哼一声，抱起双臂，准备看一场好戏。在众人或嘲讽或怜悯或冰冷的注视下，林峰走到了棋盘的起始点。这里是帅位，也是整个棋局考核的开端。他没有像凌云剑宗那些天才一样试图用神魂去推演整个棋局的变化，因为他知道他不懂棋，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剑。他的双目虽然无法视物，但他的心
他的神魂却比任何人的眼睛都要看得更清楚。在这片棋盘之上，他看到的不是棋子，也不是线条，而是一道道纵横交错、锋芒毕露的剑意。整个棋盘在别人眼中是棋局，在他眼中却是一座绝世的剑阵。车是霸道无匹的直斩，马是诡异不伐的斜撩，炮是隔山打牛的穿刺，万千变化皆归于剑道。原来如此，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他抬起脚，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棋盘的第一格。嗡！就在他落脚的瞬间，整座巨大的棋盘猛然一震，发出一声仿佛来自亘古的嗡鸣。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威压，如同天塌地陷般朝着林峰轰然压下。那威压之强，足以将一座山岳瞬间碾成齑粉。死定了！魁梧青年脸上的笑容愈发狰狞，豪爽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快意。然而，预想中林峰被碾成血雾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只见林峰身躯微微一震，一股同样孤傲、锋锐，仿佛要斩破苍穹的剑意，从他那看似平凡的身躯中冲天而起。两股意志在虚空中碰撞，那足以碾碎宗师的恐怖威压，在接触到林峰剑意的刹那，竟如冰雪消融，瞬间溃散。他稳稳地站在了棋盘之上，衣袂飘飘，宛如一柄插在天地间的绝世神剑，全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林峰的没有理会其他，眉头紧锁，碎片般的记忆讯息突然在脑海中涌起。林峰没有再理会其他，眉头紧锁，碎片般的记忆讯息突然在脑海中涌起。那是一幅模糊却又无比深刻的画面。苍穹之下，同样是这样一局浩瀚无垠的星空棋盘。一位白衣胜雪、面容清秀的少年静静地站在棋盘的中央，他的双眸灿若星辰，仿佛蕴藏着整个世间的生灭。面对着棋盘中万千变化的恐怖杀机，他没有丝毫的动作，只是缓缓抬起了手中的剑。那一剑惊艳无双，那一剑世间无二。一剑挥出，整个棋盘蕴含着天地之理的绝世大阵竟寸寸碎裂，化作了漫天星光，消散于无形。与此同时，一道讯息如同九天惊雷，在他识海深处轰然炸响。斩天13剑，第二剑遇袭。轰！林峰的身躯猛然一震，一股前所未有的明悟涌上心头。以无上剑道驾驭万千剑意，一剑出，万剑臣服，便是御极一剑的真意。他在干什么？怎么站在那里不动了？哼，肯定是承受不住棋盘的威压，神魂已经被震慑住了。我就说嘛，一个瞎子也敢来挑战上古棋局，简直是自寻死路。凌云剑宗的几名弟子见林峰久久不动，脸上的嘲讽之色更浓。在他们看来，林峰此刻的静止就是被棋盘神威碾压的动弹不得的证明。豪爽俏脸上的冰冷也化作了一丝不耐与轻蔑。无趣的蝼蚁，浪费时间。他已经准备收回目光，不再关注这个必死之人的结局。然而就在下一刻，异变陡生，只见站在棋盘之上的林峰缓缓地抬起了他手中的剑。那是一柄看似普通不过的铁剑，可当这柄剑被举起时，整个白玉广场乃至这片独立的空间都为之寂静。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霸道与威严从林峰身上冲霄而起。此刻的他不再是一个失意的瞎子，而像是一位君临天下、号令万物的无上剑帝。这是那名气质阴柔的青年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的不屑瞬间凝固。好可怕的剑意！魁梧青年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汗毛倒竖。他们都是剑修，是凌云1等1的天才，可他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恐怖的剑意。那是一种源自于灵魂深处的战栗与臣服，仿佛他们的剑在这一刻都发出了哀鸣，想要对着那个方向顶礼膜拜。豪爽那即将转过去的娇躯也猛地一僵，他豁然回头，美眸中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死死地盯着林峰的身影。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个瞎子怎么可能拥有如此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剑意？在众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林峰动了，他手中的铁剑对着身前的虚空轻轻一划，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仿佛只是孩童随意的涂鸦。御极2个字从他口中轻轻吐出，声音不大，却宛如天道轮音，响彻在每一个人的神魂深处。嗡嗡嗡！刹那间，整座巨大的棋盘剧烈地震站起来，32枚高达100丈如山岳般矗立的棋子竟齐齐发出了嘹亮的剑鸣。车字旗上霸道无匹的斩击剑意，马字旗上诡异不伐的腾挪剑意，炮字旗上石破天惊的穿刺剑意，成千上万道原本互相交织构成绝杀大阵的恐怖剑意，在这一刻仿佛是听到了君王的号令。他们不再攻击林峰，而是调转了锋芒，
齐齐朝着棋盘的核心那道无形的屏障发起了最为猛烈的冲击。万剑归宗，万剑臣服，这是何等壮观，何等不可思议的景象！凌云剑宗的所有弟子，包括豪爽在内，全都看得呆了，他们的脑子一片空白。他们引以为傲地见到，在这神迹般的一幕面前，脆弱的像一个笑话。不，这不是真的！豪爽失神的喃喃自语，他绝美的脸庞上血色尽退，一片煞白。他引以为傲的阵法奇道，他自信无人能及的天赋，在这一剑面前被碾得粉碎。他之前那句放眼整个大夏年轻一辈，也绝无人能够破解的断言，此刻听来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可笑！对方甚至已经不是破解了，这是命令，是驾驭，是让整个上古棋局都为之俯首称臣。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那道封锁了整个空间，连武王强者都无法撼动分毫的无形屏障，在万千剑意的冲击下，出现了一道裂痕。咔嚓，咔嚓咔嚓，裂痕如同蛛网般迅速蔓延开来。最后，在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中，轰然一声巨响，屏障破碎，棋盘消散，纵横交错的线条，巍峨如山岳的棋子，尽数化作了漫天璀璨的光点，如同萤火虫般缓缓飘散。整个过程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一剑破万古棋局，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真落可闻。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他们的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鸡蛋，眼神空洞，仿佛灵魂都出窍了。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此刻的心情。魁梧青年只觉得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像是被人狠狠抽了几十个耳光。他想起了自己之前的狂笑，想起了那些鄙夷的话语，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气质阴柔的青年则是满眼惊惧，他从林峰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一种让他从心底里感到恐惧的威胁。而豪爽这位天之娇女，宗门明珠，此刻却是娇躯微颤，贝齿紧紧咬着下唇，一丝血迹从嘴角溢出，她却浑然不觉她的骄傲，她的自信在这一刻被击得荡然无存。那个瞎子的背影，此刻在她眼中竟变得无比高大，无比神秘，仿佛一座无法逾越的万丈神山，让她只能仰望。林峰缓缓收剑，他没有理会身后那些石化的人，他第一时间转身望向云瑶所在的方向。然而就在他准备迈步的瞬间，一股柔和却又无法抗拒的空间之力突然将他笼罩，眼前的景象开始扭曲旋转，林峰的身影在光芒中逐渐变得虚幻透明。林峰，林峰，林峰，是你回来了吗？一道空灵缥缈，带着几分急切，几分欣喜，又带着无尽沧桑与思念的声音突兀地在他脑海深处响起。那声音仿佛跨越了万古时空，穿透了层层记忆的枷锁，在呼唤着他。是谁？是谁在叫我？林峰心中一惊，想要挣扎，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下一秒，光芒一闪，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白玉广场之上，只留下凌云剑宗一众天才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回神。林峰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被卷入了一个无形的漩涡之中，那骨柔和却不容抗拒的空间之力拉扯着他的身体，穿梭于光怪陆离的通道。林峰，林峰，是你回来了吗？空灵而又熟悉的声音始终在他的脑海中回响，像是跨越了千山万水，历经了无尽岁月，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期盼与激动。不知过了多久，那股撕扯感骤然消失，林峰的身体一轻，双脚已然踏在了松软的土地上，一股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涌入鼻腔，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与清脆的鸟鸣，瞬间抚平了他心中的躁动。周围已然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宁静。他虽目不能视，但强大的神魂感知却能清晰地看到自己正身处一处清幽绝美的山谷之中。四周是苍翠的古木，脚下是如茵的绿草，不远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蜿蜒流过，溪边的卵石上还停留着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空气中弥漫着浓郁到近乎化为实质的生命气息，仅仅是呼吸一口，都让他因强行催动斩天13剑而加剧的伤势得到了一丝舒缓。林峰，林峰，你回来了，太好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那道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是回荡于脑海，而是真真切切地从他的正前方传来。声音中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欣喜若狂，仿佛是等待了无数个日夜的旅人终于盼回了故友。林峰循声而去，感知到在他身前不远处，一株通体呈现出梦幻般蓝色的藤蔓正轻轻摇曳着。藤蔓并不粗壮，却蜿蜒盘踞在一块青石之上，每一片叶子都如同最纯净的蓝宝石雕琢而成，散发着柔和而圣洁的光晕。那声音正是从这株奇异的蓝色藤蔓上传来的。一个植物竟然能开口说话。林峰心头微凛，但并未感受到任何敌意，
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与温暖。他握着剑柄的手微微放松，沉声问道：“你是谁？”我。蓝色藤蔓的光芒闪烁了一下，似乎对林峰的问题感到有些意外。但很快，喜悦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是你的朋友阿银啊，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还有约定，你忘了吗？”阿银，约定。林峰努力地在自己那片破碎的记忆海洋中搜寻，却只换来一阵阵针扎般的刺痛，脑海中依旧是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歉然与苦涩：“抱歉，我不是忘记你了，是什么都记不得了。”记不得。阿银藤蔓上的蓝色光晕明显的暗淡了一下，连摇曳的动作都停止了。山谷中的气氛似乎也随之变得有些失落，但仅仅是片刻之后，他便重新焕发了光彩。没关系，记不得也没关系，只要你回来了就好。我告诉你，我们是朋友，我叫阿银，你是我唯一的朋友。那年你离开，我祝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你回来了，真好。阿银的声音依旧清脆，带着一种纯粹的喜悦，仿佛林峰的归来便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事情。他的话语像是一股暖流，淌过林峰冰封的心田。唯一的朋友。林峰默然，心中某个角落似乎被轻轻触动了一下。他深吸一口气，再次问道：“不记得了？阿银，你能告诉我是谁吗？”这是他最想知道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何会失忆？又为何会目盲？我也不清楚太多。阿银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遗憾。那年，我只是这秘境中的一颗快要枯死的小藤蔓，弱小的随时都会消散。是你路过这里，随手渡给我一滴灵液，才让我活了下来，并且开启了灵智。我只知道，那一年，你在这秘境之中，曾拔剑斩断奔流不息的楚江，你拜进秘境天骄，在这此地称了无双。阿银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尽的崇拜与向往，仿佛在诉说着一段不朽的传奇。拔剑断了楚江，秘境称了无双。林峰心中巨震，这些词汇对他来说是如此的陌生，却又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让他体内的血液都隐隐有些沸腾。那样年少的自己，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两人聊了许久，阿银将他所知道的关于林峰的过往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但他毕竟只是一株藤蔓，所知有限，大多都是林峰在这秘境中的零星片段。对于林峰的身世来历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他一概不知。最终，林峰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讯息，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对了，林峰，阿银的藤蔓轻轻摇曳，似乎有些迟疑地问道：“你的眼睛怎么了？”林峰抬手轻轻抚过自己毫无神采的双眸，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我记得你的眼睛很漂亮，不知为何那时候秘境中的其他人却称她为妖童。阿银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声轻微的叹息，她像是装下了整片星空，明亮又温柔。山谷中一时陷入了沉默。片刻后，阿银的声音再次响起，打破了宁静：“你的生命气息很羸弱，像是风中残烛，随时都会熄灭。我这里结了几颗果子，或许救不了你，但你拿去试试吧。”话音刚落，只见阿银那蓝色的藤蔓之上光芒大盛，3枚悬挂在藤蔓顶端的果实缓缓亮了起来。那果实约莫拳头大小，通体晶莹剔，宛如最完美的蓝色水晶雕琢而成，内部仿佛有液态的星光在流淌，散发着浩瀚如海的生命精气。生命灵果，这正是林峰要寻找的东西。3枚生命灵果所蕴含的生命能量，比他记忆中描述的要浓郁精纯100倍不止。去吧，阿银轻声说道。3枚蓝色的生命灵果应声而落，没有掉在地上，而是被一股柔和的能量拖着，缓缓飘到了林峰的面前。在果实脱离藤蔓的瞬间，阿银整个植株的光芒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了下去，连叶片都微微有些卷曲，仿佛耗尽了所有的力量。林峰心中一颤，他能感受到阿银气息的衰弱。3枚果实几乎是他的生命本源。你，林峰嘴唇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别担心我休息几百年又能重新接出来了。阿银的声音带着几分虚弱，却依旧欢快。你说过，朋友之间不需要说谢谢。林峰伸出手，指尖轻轻触碰到那3枚温润的果实，一股磅礴而精纯的生命力顺着他的指尖涌入体内，让他几近枯竭的身体瞬间像是被注入了一股清泉，说不出的舒畅。仅仅是触碰便有如此神效。生命灵果绝对能救云瑶的命。林峰不再矫情，郑重地将3枚生命灵果收入怀中，对着阿银笑了笑。我记不得以前了，不过以后咱们依旧是朋友。嘻嘻，这还差不多。阿银虚弱地笑了笑。我要走了，我还有个同伴，等着我去救他。林峰直起身，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云瑶的生机正在流逝，他一刻也不能再耽搁。你去吧。阿银的声音变得有些飘渺。林峰，我记得你那时候说，你离开秘境后，接下来要去一个叫埋骨渊的地方。
你找到记忆后，有空回来看我好吗？声音越来越轻，带着浓浓的不舍与期盼。埋骨渊，林峰将这个地名牢牢记在心里，这或许是寻找他过去的关键线索。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承诺道：“我一定会回来看你。”说完，他不再犹豫，转身便要寻找离开山谷的路径。而就在他转身的刹那，又是一股熟悉的空间之力将他包裹，眼前的景象再次扭曲。在意识彻底离开这片山谷之前，他仿佛听到了阿银最后那句带着祝福的轻语：“祝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祝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伴随着这句轻柔的祝福，林峰只觉得眼前光影变幻，那股熟悉的撕扯感再次传来。下一瞬，他已然回到了那破碎的云台上。他出来了，那瞎子出来了。凌云剑宗的几名弟子发出一阵惊呼，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林峰身上，充满了震惊与贪婪。林峰没有理会他们，他的感知第一时间就锁定了不远处那道微弱的几乎要熄灭的生命气息。云瑶，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云瑶身边，将对方那冰冷而柔软的身躯揽入怀中。你没事吧？东西得到了，我再找个地方疗伤。他轻声呼唤，指尖处碰到的是一片刺骨的冰凉，他的生机已如风中残烛。瞎子，把你在里面得到的东西交出来。一个冰冷而高傲的声音响起。豪爽手持长剑挡在了林峰面前，他俏丽的脸庞上满是倨傲，看向林峰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只可以随意拿捏的蝼蚁。豪爽看来，林峰不过是运气好，误打误撞破解了棋局，里面的机缘却理应属于他这样的天之娇女。林峰缓缓抬起头面向豪爽，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情绪。滚！一个字，简单直接，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豪爽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是谁？凌云剑宗百年不遇的天才，大夏年轻一代的翘楚，无数俊杰的梦中情人，何时被人如此呵斥过？不知死活的臭瞎子！豪爽怒极反笑，身上爆发出凌厉的剑意，一股属于顶尖天才的威压朝着林峰碾压而去。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他居高临下的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施舍。把你在里面得到的东西给我，看在你还有几分天赋的份上，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你又何必为了一个将死的女人断送自己的前程？在豪爽看来，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一个瞎子能得到他的青睐，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林峰闻言笑了，那是一种冰冷到极点的笑。他小心翼翼地将云瑶背在身后，用布带固定好，然后才缓缓地重新握住了腰间的剑柄。追求你。林峰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你也配找死！豪爽彻底被激怒，再也维持不住天之娇女的风度，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化作一道绚烂的流光，直刺林峰的咽喉。云海剑诀，惊鸿一瞥，剑光快如闪电，凌厉的剑气甚至在空气中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周围的凌云剑宗弟子无不骇然变色，这一剑足以秒杀同阶任何对手。然而林峰只是静静地站着，在那道剑光即将触碰到他皮肤的瞬间，他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没有华丽炫目的招式，他只是拔剑前刺，一个简单到极致的动作，一道光，一道仿佛撕裂了黑夜，带来了黎明的第一缕晨曦之光。叮，一声轻响，仿佛金石交击。豪爽那块若惊鸿的剑光，在那一缕晨曦面前，脆弱的就像是纸糊的一般，瞬间寸寸碎裂。噗！豪爽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倒飞而出，重重地摔在10几米外的地上，将坚硬的石板砸出了一片蛛网般的裂痕。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却发现体内经脉一片混乱，真元涣散，竟是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剑，仅仅一剑，他凌云剑宗的天才弟子，竟然被一个瞎子一剑击败，全场死寂。剩下的几名凌云剑宗弟子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一幕，握着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林峰缓缓收剑入鞘，背着云瑶一步步从豪爽身边走过。当他走到豪爽面前时，脚步微微一顿。在我林峰面前，你也配算天才？冰冷的声音像是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豪爽的心口，将他所有的骄傲与自信击得粉碎。说完，林峰不再停留，背着云瑶头也不回地朝着秘境出口走去。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那几名凌云剑宗弟子才如梦初醒，惊恐地对视一眼，连滚带爬地跑过去扶起豪爽，狼狈地逃离了此地。迷雾山脉一处隐蔽的山洞内，林峰升起一堆篝火，将洞口用巨石堵住，这才小心翼翼地将云瑶瓶放在铺着干草的地面上。他从怀中取出那3枚生命灵果，果实一出现，整个山洞瞬间被柔和的蓝色光晕笼罩，一股磅礴浩瀚的生命气息弥漫开来，
就连篝火的火焰都跳动得更加旺盛了几分。云瑶，醒醒！林峰轻声呼唤，将一枚生命灵果凑到云瑶的唇边。果实中蕴含的精纯生命力似乎唤醒了云瑶一丝残存的意识，她艰难地睁开双眼，苍白的嘴唇微微翕动。瞎子，她的声音虚弱得如同文瑞。别说话，把它吃了。林峰柔声说道，将果实中的汁液一滴滴地喂入她的口中。磅礴的生命能量入口即化，如同一股温暖的洪流，瞬间涌入云瑶四肢百骸，修复着她那几近崩溃的身体。云瑶苍白如纸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血色，那流逝的生机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着。一枚生命灵果下肚，云瑶的气息已经平稳了许多，虽然依旧虚弱，但已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剩下磅礴的灵力还在不断冲刷着身体，修复她的暗伤。云瑶看着林峰手中剩下的2枚果实，眼神中充满了坚定。林峰，你也受伤了。他伸出颤抖的手指向那2枚果实。你都吃了吧？林峰摇了摇头，我没事，或者说我的情况很严重，此物无用。他与4大高手一战时突然气息萎靡，并非因为对手，而是因为旧伤加深。林峰不知道自己怎么受的伤，只知道伤很重，重的他即使想从头修炼都根本无法修炼。战斗唯靠强横不灭的剑意维持。你服用试试吧，万一能好呢？我也不想你死。云瑶固执地摇头，眼中泛起了泪光。死不了，至少现在又死不了了。林峰顿了顿，伸手摸索着抓住了云瑶的下巴，微微用力，就是霸道瞎子强制喂灵果。他懒得再听对方废话了，治好了再从重收拾，女人真烦人。林峰的手指精准而有力地捏住了云瑶小巧的下颌，迫使她微微张开了那苍白的唇。另一枚生命灵果被他毫不犹豫地送了进去。云瑶本能地想要抗拒，但果实在入口的瞬间便化作一股更为磅礴的生命洪流，顺着她的喉咙奔涌而下，让她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林峰松开手，将最后1枚果实也塞入进去。做完这一切，他才将云瑶轻轻地平放在干草上，自己则盘膝坐在一旁，默默地调息，感知着她的变化。3枚生命灵果的能量何其恐怖！狂暴的生命能量在云瑶体内横冲直撞，修复着她受损的经脉，补充着她亏空的生机。然而过犹不及，云瑶的身体就像一个干涸了太久的池塘，突然涌入了滔天洪水，根本无法承载。她的体温开始急剧升高，肌肤变得滚烫，甚至有淡淡的青烟从她身上蒸腾而起。她原本修炼的功法属至阴至寒，此刻与这至阳至纯的生命能量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冰与火的交锋在她体内掀起了毁灭性的风暴，云瑶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俏脸之上满是痛苦之色，眉头紧紧蹙起，身体在干草上无意识的蜷缩颤抖。她像一个被置于火炉上炙烤的病人，口中发出无意识的痛苦的呻吟。热，好热，瞎子爱我。她的身体本能地寻找着清凉的源头，在昏沉的感知中，身边那个男人的气息就像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是酷暑中的一汪清泉。她无意识地朝着林峰的方向挪动，最终滚烫的身躯紧紧地贴了上来。林峰的身体意识一僵，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股灼热的气息正透过衣物疯狂地涌向自己。他想推开他，可当他的手掌触碰到他那滚烫的肌肤时，却迟疑了。他能感觉到云瑶体内的能量已经狂暴到了失控的边缘，再这样下去，对方会有爆体风险。而当云瑶的身体贴近自己时，那股狂暴的能量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开始缓缓地、有序地流入自己体内。林峰沉默了，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情况，只知道他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任何能量进入其中都会被那诡异的旧伤吞噬得一干二净。女人真麻烦。林峰抱怨了一句，不再犹豫，伸出手臂，将那滚烫的娇躯揽入怀中，任由那股灼热的能量涌入。这是一个不好形容的过程，但他只是咬着牙，一声不吭。时间就在这寂静而诡异的疗伤中缓缓流逝。1天，2天，7天7夜。当第8天的晨曦透过洞口的缝隙照进来时，山洞内的灼热终于缓缓退去，云瑶滚烫的身体恢复了正常的温度，呼吸也变得平稳悠长。她静静地躺在林峰的怀中，绝美的脸庞上恢复了红润的光泽，肌肤如玉，吹弹可破。3枚生命灵果的能量终于被她尽数吸收，她的伤势不仅尽复旧观，修为也急速恢复，只是依旧没有醒来。林峰缓缓睁开眼，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气息也变得更加羸弱。7天对他而言是比跟4大高手死战还要巨大的消耗。他轻轻地将云瑶平放好，为他盖上一件外衣，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了洞口。然而当他搬开堵住洞口的巨石时，一股冰冷的杀意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山洞之外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清一色的黑色铁甲
手持寒光闪闪的制式长刀，肃杀之气冲天而起。足足800名青州府铁甲卫将这片山谷围得水泄不通。在队伍的最前方站着4道身影：无情、冷血、夺魄、追命。青州府主座下4大统领，而在他们身旁，一个俏丽的身影正怨毒地盯着林峰，正是豪爽。臭瞎子，你居然躲在这里！豪爽的声音尖锐而刻薄，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快意。他指着林峰对4大统领说道：就是他，秘境中的机缘全被他一人夺走，你们通缉的那个贱女人一直被他带着，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林峰带给他的耻辱，所以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青州府的人，将林峰的踪迹泄露了出去。他要看着这个瞎子死，要看着他身边那个女人落入比死还凄惨的境地。冷血向前一步，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峰：瞎子，看你剑法不错，劝你一句，束手就擒吧。冷血的声音如同万年寒冰，府主有令，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林峰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地将洞口的巨石重新堵上，将背后那个沉睡的人儿与这满室的杀机隔绝开来，然后才缓缓转过身，面向那800铁甲4大统领领：想要活捉我？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就凭你们这些土鸡瓦狗吗？放肆！夺魄厉喝一声，杀意暴涨，全军听令，结阵，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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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铁甲卫齐声怒吼，声震山林。他们同时举起手中的战刀，一股由杀气和气血凝聚而成的血色煞气，在他们头顶汇聚成一头狰狞的猛虎，朝着林峰咆哮扑来。这是军阵之威，联手之下，武王可战。豪爽的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林峰被这股煞气碾成肉泥的场景。然而林峰依旧站着一动不动，他的手握着剑柄，他的心却沉静如水。脑海中那破碎的记忆再次浮现，那个清秀的青年站在棋盘中央，挥出了那精彩绝艳的一剑。斩天13剑，第2剑御级，驾驭万物，我为军级。剑来！林峰口中轻轻吐出2个字，声音不大，却仿佛带着某种言出法随的魔力。嗡！一阵清越的剑鸣陡然响起，不是1声，而是800声。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800名铁甲卫手中紧握的战刀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怎么回事？我的刀控制不住了，他要飞走！惊呼声此起彼伏。下一瞬，800柄战刀齐齐脱手飞出，化作一片密集的钢铁洪流，倒卷而回。他们在空中盘旋汇聚，如同一条由刀剑组成的银色巨龙，将林峰拱卫在中央。每一柄刀的刀尖都调转方向，遥遥指向他们曾经的主人。御级！林峰轻声呢喃，缓缓抬起了手臂。随着他的手臂抬起，那800柄战刀组成的银色巨龙也随之昂起了高傲的头颅。一股君临天下的霸道剑意从林峰身上冲天而起。此刻的他便是万剑之主，百兵帝王。不可能！豪爽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和难以置信。这是什么剑法？竟然能夺人兵刃，反杀其主！4大统领也是瞳孔骤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神色。杀！林峰的手臂轻轻向下一挥，一个字便是审判！咻咻咻咻咻！那条由800柄战刀组成的银色巨龙瞬间解体，化作800道撕裂空气的流光，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朝着那800名铁甲卫爆射而去。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那些铁甲卫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扑哧扑哧扑哧，利刃入肉的声音密集的仿佛一场暴雨，鲜血染红了山谷。惨叫声只持续了短短1瞬便戛然而止。当最后一道流光定在一名铁甲卫的眉心，整个世界都安静了。800铁甲全军覆没，静，死一般的寂静。山风吹过，卷起一阵浓郁的血腥味。豪爽呆呆地看着眼前这片人间地狱，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身体抖如筛糠。他看到了什么？一言夺800兵刃，一剑斩800铁甲，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这是魔鬼！这个瞎子，他就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林峰缓缓收回手，那800柄战刀仿佛失去了所有力量，叮叮当当地掉落在地。他依旧站在原地，白衣胜雪，纤尘不染，仿佛刚才那场血腥的屠杀与他毫无关系。林峰缓缓面向前方，那4个气息依旧强盛的身影，淡淡道：现在轮到你们了，现在轮到你们了。这句话很轻，轻的仿佛山间的微风拂过血流成河的山谷，但落在4大统领的耳中却重如雷霆。
无情、冷血、夺魄、追命四人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们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忌惮。一剑斩800铁甲，瞎子的恐怖的实力，他们之前也见识过。可对方之前明明已经强弩之末，为何此刻又好像什么伤势都没有，简直诡异至极。一起上！夺魄发出一声低吼，他身形一晃，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道没有实体的鬼影，飘忽不定地朝着林峰掠去。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柄漆黑的匕首，无声无息，宛如毒蛇的獠牙，直刺林峰的咽喉。夺魄最擅长的便是隐匿与刺杀，他自信在如此近的距离下，没有人能躲过他这夺魂一击。另外3名统领也同时动了，他们从3个不同的方向成合围之势，封死了林峰所有的退路。一时间杀机如网，笼罩而下。然而林峰依旧没有动，他甚至没有去看那道袭来的鬼影。他的耳朵微微动了一下，听到了风的变化，听到了空气被利刃切开的那一丝微不可察的哀鸣。就是现在，在夺魄的匕首距离他咽喉只剩3尺的刹那，林峰的剑出鞘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剑光，也没有霸道绝伦的剑意，只有一抹快到极致的寒芒。后发而先至，扑哧一声轻响，夺魄的身形在林峰面前戛然而止。他保持着前刺的姿势，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他低头看去，一节剑尖从他的心脏位置透体而出，不带一丝血迹。怎么可能？夺魄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生机迅速消散。他到死都不明白，一个瞎子是如何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他的位置，并刺出这必杀一剑的。林峰缓缓抽回长剑，夺魄的尸体软软地倒了下去。夺魄！追命发出一声悲愤的怒吼，他与夺魄情同手足，此刻见他身死，双目瞬间赤红。我杀了你！追命的速度陡然暴涨，手中2柄弯刀化作一道死亡旋风，朝着林峰疯狂绞杀而来。刀光森然，密不透风。面对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林峰的脚步终于动了。他没有后退，反而向前踏出了一步。他手中的剑仿佛化作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叮叮当当，一连串密集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追命所有的攻击都被林峰轻描淡写的尽数挡下。追命越打越心惊，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一座由剑组成的无法翻越的大山。无论他的刀法如何刁钻狠辣，都无法撼动对方分毫。你的刀太慢了，林峰冰冷的声音在追命的耳边响起。追命心中警兆大声，想也不想便要抽身后退，可惜晚了。一道剑光仿佛穿透了空间的阻隔，瞬间出现在他的胸前。死了！追命身上的铠甲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轻易撕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从他的左肩一直延伸到右腹，鲜血狂喷而出。追命发出一声闷哼，手中的弯刀再也握不住，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他踉跄着后退几步，最终无力地跪倒在地，气息断绝。转瞬之间，4大统领已去其二，剩下的无情和冷血终于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恐惧。他们停下了前冲的脚步，一脸骇然地看着那个白发胜雪的瞎子。太强了，强得令人绝望。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和合击之术，在这个瞎子面前就像是孩童的玩闹。逃！这个念头同时在2人心中升起，没有任何犹豫，无情和冷血转身就跑，化作2道流光，朝着不同的方向亡命飞奔。想走，经过我允许了吗？林峰缓缓举起手中的长剑，对准了无情逃离的方向。一股比之前更加璀璨、更加凌厉的剑意在他身上凝聚。破晓！嗡！一道刺目的白光自剑间迸发，他仿佛撕裂了黎明前的黑暗，带着净化一切的力量，瞬间追上了无情的身影。无情感受到了身后的死亡威胁，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回身劈出全力一刀。然而他的刀芒在那道白光面前脆弱得如同萤火，瞬间被吞噬湮灭。白光一穿而过，无情的身影在半空中猛地一僵，随即从中断为2截，血洒长空。做完这一切，林峰的身体微微晃了晃，他的气息再次衰弱了许多。连续催动斩天13剑，对他本就虚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负荷。另一边，冷血已经逃出了数百米，回头便看到无情惨死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疯狂地催动体内灵力，速度又快了几分。冷血看到林峰身体摇晃，气息衰弱，眼中顿时爆发出狂喜之色。他要活下来了，只要逃回青州府，他就能活下来。然而就在他的念头刚刚升起的瞬间，一道冰冷的声音仿佛死神的宣判在他身后响起：你是逃不掉的。冷血的身体
瞬间僵硬。他艰难地回过头，只见林峰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笑容。你……冷血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一柄长剑便已经洞穿了他的心脏。四大统领全灭。瘫软在远处的豪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的瞳孔已经因为极致的恐惧而缩成了针尖大小。死了，都死了。青州府主座下最强的四大统领，在一个瞎子面前连一炷香的时间都没撑到。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人，他是魔鬼啊！豪爽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精神彻底崩溃。他嘴唇哆嗦，口中胡乱地喊着：别杀我，别杀我，我知道错了。林峰没有立马动手，因为此时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同天倾一般从天而降。轰隆，整个山谷都为之剧烈一震。林峰只感觉一座无形的大山狠狠地压在了自己身上，双腿一弯，险些跪倒在地，体内的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林峰猛地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一道中年身影不知何时已经悬浮在半空之中。来人身穿一袭紫色褐袍，面容威严，不怒自威，一双眼眸如同深邃的星空，俯瞰着下方的一切，仿佛在看蝼蚁。武王，而且是武王后期的至强者。来人，青州府主陈天雄。陈天雄的目光冷漠地扫过满地的尸体，没有丝毫波动，仿佛死的不是他最精锐的部下，而是一群无关紧要的草芥。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林峰的身上。是你杀了本府主的手下。陈天雄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言出法随的威严，在整个山谷间回荡。是我又如何？林峰紧紧握着剑，疯狂地调动体内全部能调动的力量，抵抗着那股恐怖的威压。林峰紧紧握着剑，疯狂地调动体内全部能调动的力量，抵抗着那股恐怖的威压。双腿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力量的绝对差距。骨骼在哀鸣，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这无形的巨山压成齑粉。哦，陈天雄眉毛微微一挑，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他没想到一个区区瞎子居然能在自己的武王威压下站得笔直。这只蝼蚁似乎比想象中要坚韧一些，有点意思。陈天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可惜在本府主面前，再坚韧的蝼蚁也终究是蝼蚁。他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对着林峰的方向虚虚一握，跪下。轰，仿佛言出法随，整个山谷的压力陡然暴增了10倍，空气凝固成了铁板，整个山谷的草木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扭曲声。咔嚓，林峰脚下的地面瞬间皲裂开蛛网般的缝隙，丝丝鲜血从他的嘴角溢出，整个人仿佛要被硬生生按进地里。让我林峰跪下，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林峰怒吼一声，体内仅存的剑意轰然爆发，化作一道冲天剑柱，硬生生将那如山的威压顶开了一丝缝隙。他依旧站着，笔直如剑。找死！陈天雄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蝼蚁的挑衅让他感到了被冒犯的愤怒，心里不再有任何戏耍的心思，手掌轻轻向下一压，一只由天地元气凝聚而成的紫色巨掌凭空出现在林峰头顶，遮天蔽日，带着碾碎一切的恐怖力量轰然拍下。武王一击，山河破碎。面对这无可抵挡的一击，林峰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惧色。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意志都灌注到了手中的长剑之中。这一刻，心中唯有一剑，斩天！林峰用尽最后的力气，迎着那落下的巨掌，挥出了此生最决绝的一剑。剑光冲霄，如流星逆行，璀璨而悲壮。轰隆！剑光与巨掌碰撞的瞬间，爆破蔓延整个山谷，四处草木化作灰飞。林峰的身影依旧挺拔，只是气息已然越发混乱，就伤汹涌，嘴角溢出了丝丝鲜血。武王后期的强者实在太过恐怖，即使他剑意无双，可终究是没有修为，没有真元力支撑。陈天雄冷漠地看着深坑中的林峰，如同在看一个死人。他缓缓抬起手，准备彻底抹去这个胆敢忤逆他的蝼蚁。就在这时，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气息毫无征兆地从林峰身后的山洞中冲天而起。那股气息尊贵、浩瀚且霸道。他出现的刹那，陈天雄那引以为傲的武王威压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被瞬间冲得支离破碎。整个山谷，不是方圆百里的天地元气，都在这一刻疯狂暴动，仿佛在朝拜他们的君王。这是什么？陈天雄脸上的冷漠瞬间被惊骇所取代，他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叶扁舟，置身于狂涛骇浪的无尽汪洋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这股气息远超武王，是武皇，绝对是武皇境的大强者。怎么可能？这小小的青州秘境怎么会有武皇强者存在？
唯一的可能便是那位恢复了。恐惧瞬间在陈天雄心里蔓延，后背汗毛顷刻炸起，一道冰冷、高傲、蕴含着无尽杀意的声音从山洞中传出，响彻天地。谁敢动本皇的男人？话音未落，一道绝美的身影缓缓从山洞中走出，她一袭白裙，纤尘不染，青丝如瀑，随风而舞，容颜绝世，眉宇间却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帝王之气，正是云瑶。此刻的她伤势尽复，修为重回巅峰，一双凤眸开合间，仿佛有日月星辰在其中幻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变成了这方天地的唯一中心。陈天雄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他看着云瑶，如同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景象。你不是？他指着云瑶，话都说不完整了。已经半死不活的昔日女皇，竟恢复了当年风采。云瑶的目光先是落在了林峰身上，当他看到林峰嘴角丝丝鲜血时，那双美丽的凤眸中瞬间被冰冷的杀意所填满。他缓缓抬起眼，看向了半空中已经吓得魂不附体的陈天雄。是你伤了他？云瑶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陈天雄的心脏上。不是我，陛下，都是云溪陛下，这其中有误会。陈天雄惊恐地想要解释，然而云瑶已经不准备再听他多说一个字。他抬起一根白皙如玉的手指，对着陈天雄轻轻一点，惊天动地的声势响起，华丽炫目的光彩晃眼，简简单单的一指破空。陈天雄脸上的惊恐表情瞬间凝固，下一刻他的身体从头到脚开始寸寸湮灭，化作了最精纯的天地粒子，消散在风中，连一丝血迹、一声惨叫都没能留下。堂堂青州府主、武王后期的强者，就这么被一指点杀，形神俱灭。远处已经彻底吓傻的豪爽看到这一幕，身体一软，一股骚臭的液体从他身下流出，竟是直接被吓尿了。云瑶的目光如同两道利剑落在了他的身上。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豪爽反应过来，不顾一切的开始磕头求饶，额头都磕出了鲜血，哪里还有什么天才的骄傲？我是凌云剑宗弟子，并无意冒犯，我再也不敢了，求您饶我一命。听到求饶，云瑶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片刻才给出回答，下辈子再说。话音落下，他屈指一弹，一道无形的劲气射出，噗嗤，豪爽的眉心出现了一个血洞，他求饶的声音戛然而止，眼中带着无尽的悔恨与恐惧，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解决了所有杂鱼，山谷终于恢复了宁静。云瑶身上那股君临天下的帝王威压也如潮水般退去，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林峰身边，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住，眼中的心疼与自责几乎要溢出来，轻轻为林峰擦去嘴角的血迹，柔声道：对不起，我醒晚了。林峰靠在柔软怀里，感受着那熟悉而温暖的气息，淡淡的笑了笑，不晚，刚刚好。云瑶看着他，好像又没什么事情了，忽然想到什么，他俏脸微微一红，噗呲一声笑了出来。我昏迷的时候你干嘛了？林峰一愣，有些不明所以。没干嘛，你当时……他想解释当时情况危急，他只是为了救他，可话还没说完，就被云瑶伸出玉指，轻轻点在了他的嘴唇上。我不听。云瑶的凤眸中带着一丝狡黠和促狭，反正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外套乱糟糟的。你要给我补上。林峰的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补上什么？他下意识地问道。现在。云瑶的俏脸更红了，却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大胆而火热，吐气如兰的在他耳边轻语：对，我有些迫不及待了。温热的气息拂过林峰的耳畔，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霸道与渴望。林峰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在这一刻漏了半拍。他并非不解风情的木头，怀中女子的心意又怎会不懂？伸手勾住修长美腿，直接朝着山洞走去。山洞之内春意盎然，云瑶主动献上了自己的唇，带着一丝生涩，却又无比的炙热。林峰所有的言语都被堵了回去，他能感受得到云瑶那微微颤抖的身体，以及那颗正在为他而剧烈跳动的心。这一刻，什么女皇，什么瞎子，唯有孤男寡女。几日后，当林峰再次醒来时，山洞中已是空无一人，身旁的位置冰冷一片，只余下一缕淡淡的幽香，证明着那个妩媚女人曾经真实存在过。他伸出手在身旁摸索着，却只触碰到冰冷的石床，心中没来由的一空。走了吗？林峰低声喃喃，脸上没有太多意外，只是有些失落。他知道云瑶不属于这里，她是一只翱翔9天的凤凰，小小的山谷困不住她。忽然，他的指尖处碰到了一片冰凉而粗糙的痕迹，是字，有人在石壁上刻了字。
林峰伸出手指，顺着那一道道刻痕，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读着：“瞎子，我走了。相信你也能大概知道，我不是一般女人。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开心，但我失去的东西，我必须亲手拿回来。若我成功，定会回来娶你。等我……”读到最后一句，林峰的手指停顿了许久。娶我？他失笑地摇了摇头，脸上那淡淡的失落被一抹温暖的笑意所取代。这个女人还真是霸道的可爱。他摸了摸自己的怀中，那里静静地躺着一枚温润的玉牌，是云瑶留下的传讯令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的体温。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林峰轻叹一声，缓缓站起身。虽然孤单，但他并不迷茫。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要找回自己的记忆，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要知道究竟是谁把自己弄成了这般模样。阿银的话在他脑海中回响。埋骨渊。林峰握紧了手中的剑，朝着山洞外走去。阳光洒落，虽然看不见，却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他辨明了方向，沿着山脉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埋骨渊的方向走去。数日后，一座名为望龙城的巨城出现在林峰的感知中。城中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充满了烟火气息。林峰走进城中，找了一家酒楼，点了一壶最烈的酒，拿着离开。就在他刚离开没多久，酒楼中便响起了食客的议论声。听说了吗？出大事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大汉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前暴君女皇云瑶居然没死！”什么？同桌的几人全都大惊失色。她不是3月前就被云溪女皇推翻，不知所踪了吗？络腮胡大汉嘿嘿一笑，显得很是得意。不知所踪？那是你们消息不灵通。就在前几天，那暴君云瑶单枪匹马杀入了皇宫，想要夺回皇位。我的天，他疯了吗？可不是嘛！现在的云溪女皇陛下手握大夏皇朝100万雄师，更有护国大阵困龙阵，他一个人去不是找死吗？结果呢？有人迫不及待地追问。结果，络腮胡大汉灌了一口酒，咂了咂嘴。结果自然是被云溪女皇陛下以困龙阵当场擒拿。现在皇榜已经贴出来了，7天之后，也就是7月初7 53刻，在皇城午门将那暴君斩首示众。酒楼内的喧嚣，林峰恰好错过，并未听见。他提着酒壶，凭借着超凡的感知，独自一人走出了望龙城。城外古道，人烟渐稀。他寻了一位赶路的老者，略一拱手，声音平静地问道：“老丈，请问你可知埋骨渊在何方？”老者见他双目无神，竟是个瞎子，却又背负长剑，气质孤冷，不由心生几分戒。于是小心回道：“小老儿也不太清楚，不过据传说是一直往西走。”多谢。林峰道了声谢，没有丝毫迟疑，转身便朝着西方大步走去。他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异常稳健，仿佛脚下的路不是用眼看，而是用心在丈量。埋骨渊，传说中亘古久远的战场，此地位于大夏皇朝边境，与其他6国接壤，形成了一片三不管的混乱地带。据说每隔1000年，此方天地的某种气运便会汇聚于埋骨渊，届时7国天骄，无数宗门妖孽都会汇聚于此，争夺那虚无缥缈的无敌武王机缘。当林峰踏入这片土地时，一股苍凉古老的杀伐之气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仿佛有无数冤魂在此地低吼咆哮。他看不见，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片大地之下埋葬了太多的枯骨，也承载了太多的不甘。就是这里了。林峰喃喃自语，握着剑柄的手不由得紧了几分。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似乎在与这片土地产生某种共鸣，隐隐有些沸腾。吼！就在此时，一声兽吼打破了沉寂。一头身形似狼却长着独角的妖兽从一旁的乱石堆中猛地窜出，张开血盆大口，带着腥风扑向林峰。林峰没有动，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直到那妖兽的利爪即将触碰到他衣衫的刹那，铮！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荒野，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如惊鸿一瞥，瞬间划破长空。噗嗤，鲜血飞溅。那头凶猛的独角妖狼身体在半空中骤然僵住，随即从眉心处裂开一道血线，轰然摔落在地，已然气绝。一剑毙命。林峰缓缓收剑入鞘，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脸上古井无波。不远处2道身影从一块巨石后走出，恰好将这一幕尽收眼底。是2名女子。为首的女子身着一袭淡蓝色长裙，身姿窈窕，容貌秀美，气质温婉如水。她身后的少女则要活泼许多，一身火红劲装，扎着高高的马尾，显得英姿飒爽。只是此刻看着林峰的眼神充满了惊疑。好快的剑！蓝裙女子轻声赞叹，美眸中异彩连连。她迈开莲步，主动朝着林峰走了过去。
这位公子有礼了。林峰循声而去，他紧闭的双眼让蓝裙女子心中微微一颤。瞎子，一个瞎子竟有如此恐怖的剑术。有事。林峰的声音很冷淡，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疏离。他能感觉到眼前的2个女人修为不弱，在这危险的埋骨渊，他不想与任何人有过多交集。姐姐，你理他做什么？那红衣少女快步跟了上来，拉了拉蓝裙女子的衣袖，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一个瞎子而已，刚才那头独角狼不过是50初期的妖兽，杀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肯定是运气好罢了。他上下打量着林峰，见他衣衫普通，又是个瞎子，眼中的轻视更浓了。小花，不得无礼。蓝裙女子爱吹箫秀眉微蹙，轻声呵斥了妹妹一句。她能看得出刚才那一剑绝非运气，那份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那份果决与狠厉，分明是千锤百炼的剑道高手才能拥有。爱吹箫转过身，对着林峰歉意地笑了笑。公子莫怪，我妹妹爱小花年纪小，不懂事。小女子爱吹箫，来自西楚皇朝爱家。她报上家门，既是表示尊重，也是一种试探。西楚皇朝爱家，那可是足以与7国皇室比肩的顶尖世家。然而林峰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波澜。西楚爱家不认识。他的回答让艾小花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你！艾小花气得跺脚，还想说什么，却被艾吹箫用眼神制止了。艾吹箫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林峰更加好奇了。他看着林峰孤身一人，又双目失明，在这危机四伏的埋骨渊中，处境定然十分艰难。一抹怜惜与不忍从心底悄然升起。公子，这埋骨渊凶险万分，你一人独行，多有不便。艾吹箫的声音温柔如水，带着真诚的善意。若不嫌弃，不如与我们姐妹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林峰感受到了女子话语中的真诚，没有半分虚假。跟着对方，他也免得走错。沉默片刻，便微微点头。好，一个字，简单而冷淡。艾吹箫却露出了温柔的笑意，仿佛冰山融化。太好了，公子，我们走吧。然而他身后的艾小花却一脸的不情愿，嘀咕道：姐姐，你干嘛要带个累赘？艾小花不满地嘟囔着，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林峰听见。他看着林峰那紧闭的双眼，心中满是鄙夷。一个瞎子能有什么用？只会拖慢他们的脚步。小花，住口！艾吹箫秀眉紧蹙，回头瞪了妹妹一眼。他压低声音，郑重地警告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位公子的剑，你看懂了吗？艾小花撇了撇嘴，不以为然道：不就是杀了一头50初期的妖兽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挺起胸膛，一股属于武王初期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继续道：我可是武王初期的强者，放眼整个7国年轻一辈，也算得上是天才了，比一个瞎子绰绰有余。艾吹箫无奈地摇了摇头，知道自己这个妹妹从小被宠坏了，心高气傲。他悄悄提醒道：小花，切莫小看了天下人，这位公子不简单。对于姐妹2人的谈话，林峰听得一清二楚，但他面无表情，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只是默默地跟在2人身后，脚步沉稳，气息内敛，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2天后，3人一路向西，终于抵达了埋骨渊的最深处。眼前的景象让艾小花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只见一片巨大的盆地中央，一座恢宏的擂台拔地而起。擂台由不知名的黑色巨石铸成，上面刻满了古老而玄奥的符文，一道道光华流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沟通天地。擂台旁边矗立着一块高达100丈的巨大石碑，石碑上龙飞凤舞的刻着3个血色大字：无敌星。姐姐，这是什么地方？艾小花震撼地问道。艾吹箫的美眸中也充满了凝重，她缓缓开口：这里就是埋骨渊的核心，7国天骄争锋的最终战场。传说这座擂台上的阵法极为玄妙，能够沟通天地，凝聚此地的无尽杀伐之气与玄妙灵气。若有天骄能在这擂台上战无不胜，他那股无敌的战意便会与大阵产生共鸣，越聚越强，最终战意凝练，化虚为实，在武道之心中形成一颗真正的无敌心。一旦拥有无敌心，便意味着拥有了有我无敌的信念，日后修行之路将再无瓶颈。艾小花听得心潮澎湃，双眼放光，有我无敌，好霸气。此时擂台周围已经聚集了上百名气息强大的年轻武者，他们来自7国各地，每一个都是名动一方的天才，眼神中充满了野心与战意。就在此时，一道狂傲霸道的身影如流星般从天而降，重重地落在了擂台中央。轰！整个擂台都为之一震。来人身穿金色蟒袍，面容俊朗，眼神却锐利如刀，浑身散发着一股睥睨天下的王者之气。大韩皇朝太子姬无命。人群中有人惊呼出声：
姬无命环视四周，目光中充满了不屑与轻蔑。他扬起手中长刀，直指苍穹。我姬无命，今日便在此处就无敌心，谁若不服，上来领死！狂，太狂了！他嚣张的态度瞬间点燃了场中所有天骄的怒火。好大的口气！我来会会你！有名手持巨斧的壮汉怒吼一声，纵身跃上擂台。姬无命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冷笑。废物！话音未落，刀光一闪，噗嗤！那壮汉甚至没能看清对方如何出刀，头颅便已冲天而起，鲜血染红了黑石擂台。全场死寂，一招，仅仅一招就秒杀了一位武王初期的天才。还有谁？姬无命的刀尖滴着血，声音冰冷地问道。我来，我来！接连又有2名天骄不信邪冲了上去，但结果毫无二致。刀光闪过，人头落地。姬无命手持长刀连斩3人，他身上的气势也随之攀升到了顶点。他目光如电，扫过台下每一个人，再次发出了霸道的质问。还有谁？这一次场中无人敢应，所有人都被姬无命的强大与狠给震慑住了。艾小花更是吓得俏脸发白，紧紧抓着姐姐的衣袖。她引以为傲的武王初期修为，在姬无命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连上台的勇气都没有。就在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个清冷的女声响起：我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艾吹箫一袭蓝裙飘然跃上擂台，是西楚艾家的艾吹箫。他可是与姬无命齐名的天骄，同为武王中期。这下有好戏看了。台下众人精神一振，艾小花紧张地喊道：姐姐小心！艾吹箫对着妹妹微微一笑，示意她安心，随即转身看向姬无命，眼神凝重。姬无命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冰冷杀意，倒是个美人胚子，可惜了，今天就要香消玉殒。废话少说，出招吧！艾吹箫娇斥一声，手中长剑出鞘，挽起一道道绚烂的剑花，如水波般荡漾开来，攻向姬无命。叮叮当当，两人瞬间战作一团。艾吹箫的剑法灵动飘逸，而姬无命的刀法则大开大合，霸道绝伦。两人都是武王中期的修为，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姬无命的根基更扎实，力量也更强。艾吹箫明显落入了下风，他被姬无命的刀法压制得节节败退，险象环生。给我败！姬无命抓住一个破绽，猛然一声暴喝，手中长刀携万钧之势狠狠劈下。当艾吹箫横剑格挡，却被那股巨大的力量震得虎口开裂，长剑脱手飞出。噗！他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摔落在擂台之下。姐姐！艾小花惊呼一声，连忙冲上去扶住姐姐。艾吹箫脸色惨白，气息萎靡，显然受了不轻的内伤。他看着擂台上那不可一世的身影，美眸中充满了不甘与苦涩。艾小花被姐姐的失败打击得体无完肤，在她心中，姐姐就是最强的天才，可现在却败得如此彻底。擂台上，姬无命仰天大笑，声震四野。不堪一击，还有谁敢与我一战？一群废物！7国天骄不过如此。他的声音充满了嘲讽，刺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可无人敢反驳，因为他真的太强了。就在这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姬无命气焰压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一个低沉而平淡的声音在角落里轻轻响起：弱，太弱。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众人愕然，纷纷循声望去。只见人群的角落，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瞎子缓缓地抬起了头，林峰俊冷的面容面着擂台的方向，用一种仿佛在追忆往昔的语气，低声开口道：我好像记得以前这里武王后期只配为官，巅峰者才配登台。话音落下，全场死寂。短暂的死寂之后，是轰然的爆笑。我听到了什么？一个瞎子竟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他以为他是谁？上古大能吗？嘲讽声、讥笑声如同潮水般涌来。在这些天才眼中，林峰的话是他们听过最可笑的笑话。艾小花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她感觉周围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他们身上，充满了鄙夷和嘲弄。跟这种人站在一起，简直是奇耻大辱。她猛地转身，伸出手指，几乎要戳到林峰的鼻子上。你一个只会胡吹大气的瞎子！艾小花气得浑身发抖，声音尖锐道：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跟你在一起我都觉得丢脸。林峰却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仿佛一尊雕塑，对外界的一切羞辱都充耳不闻。擂台上，姬无命的狂笑声最为刺耳，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手中的长刀都有些握不稳。瞎子！他止住笑，眼神中的轻蔑化为实质的杀意，横刀一指：有种就上来受死！
姬无命的语气充满了施舍，仿佛让林峰上台是对他天大的恩赐。在所有人看好戏的目光中，林峰动了。他没有理会身旁气急败坏的艾小花，也没有回应台上姬无命的挑衅，他只是迈开了脚步，一步一步，脚步不快，却沉稳的可怕。林峰走向擂台，嘈杂的人群竟不自觉地为他分开了一条道路，所有人都愣住了。他真的赶上去？一个瞎子真的敢去挑战连斩4名天骄的姬无命？疯了！这家伙绝对是疯了！他这是去送死啊！艾小花彻底呆住了，他看着林峰的背影，大脑一片空白。艾吹箫的美眸中则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他紧紧盯着那个萧索而孤高的身影，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林峰的脚落在了黑石擂台之上，他静静地站着，与浑身金芒四射、霸气冲天的姬无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如深渊，内敛无光；一个如骄阳，锋芒毕露。很好，你很有勇气。姬无命残忍地舔了舔嘴唇。为了奖励你的勇气，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话音未落，他动了，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刀，快到极致。刀光化作一道劈链，撕裂空气，直取林峰的咽喉。台下众人甚至来不及惊呼，艾小花更是吓得闭上了眼睛。然而预想中仙血飞溅的场面并未出现，林峰只是微微侧了侧头，就那么简单的一个动作，锋利的刀锋擦着他的脖颈皮肤，险之又险地划过，一根白发悄然飘落。姬无命瞳孔骤然一缩，怎么可能？他这一刀蕴含了他全部的速度与力量，就算是同阶的艾吹箫都无法躲过，这个瞎子是怎么做到的？就这点实力，确实很一般。林峰终于开口，声音依旧平淡，不带一丝波澜。轰！姬无命的怒火被彻底点燃，这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你找死！他发出一声震天怒吼，身上的气势毫无保留的爆发，金色的真元冲天而起，在他身后凝聚成一条狰狞的狂龙虚影。能死在这一招之下，是你的荣幸。姬家绝学狂龙霸刀斩。随着他一声暴喝，那条狂龙虚影咆哮着融入他手中的长刀，整柄长刀瞬间化作一条金色的怒龙，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林峰当头斩下。是姬家的黄级武技，这一刀足以开山裂石。台下众人骇然变色，纷纷后退，生怕被那恐怖的刀势波及。艾吹箫的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刀，林峰终于有了动作。他缓缓抬起右手，握住了腰间那柄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铁剑剑柄，然后拔剑。没有今天的气势，也没有绚烂的光华，只有一道光，一道仿佛从无尽黑夜中亮起的第一缕晨曦之光。那光芒很淡，很微弱，却带着一种斩破一切黑暗的决绝。斩天第一剑。林峰的唇间吐出5个字：破晓。赤。那一道晨曦剑光与咆哮而来的金色怒龙轰然相撞，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甚至没有丝毫声音。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道看似无坚不摧的金色怒龙，就像是烈日下的冰雪，被那道微弱的剑光悄无声息地洞穿、融化、消散。剑光一闪而逝，林峰收剑入鞘，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擂台上，姬无命保持着挥刀的姿势，僵在了原地。咔嚓一声脆响，他手中的长刀从中间断裂开来，紧接着他胸前的金色蟒袍也裂开了一道笔直的口子，一道细微的血线从他额头浮现，一路蔓延至下颚。扑通！姬无命双膝一软，重重地跪在了地上。他没有死，但他的眼神却变得空洞无神，仿佛灵魂都被刚才那一剑斩灭了。他败了，败得如此彻底，如此干脆。他引以为傲的绝学，在对方面前竟如孩童的玩物般可笑。失魂落魄的他嘴里不断喃喃自语：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全场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呆呆地看着擂台上那个持剑而立的瞎子。一剑，仅仅一剑，就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姬无命。艾小花张大了嘴巴，美眸中写满了难以置信。那个被他一路鄙夷、嘲讽的累赘，那个他认为只会吹牛的瞎子，竟然强大到了如此地步。这一刻，擂台上的阵法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嗡！古老的符文尽数亮起，一道道玄奥的光华冲天而起，将整个擂台笼罩。埋骨渊积蓄了千年的杀伐之气与天地灵气，化作一道道洪流，疯狂地涌入林峰体内。他那古井无波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武师、武王、武王中期、武王后期，一股有我无敌的霸道意志开始在他身上凝聚。他
即将铸就无敌心。然而就在此时，跪在地上的姬无命眼中猛然闪过一丝疯狂的怨毒。我输了，他嘶吼着，声音沙哑。但我们姬家永远不会输。他从怀中掏出一块血红色的玉佩，毫不犹豫地一把捏碎。咔嚓，玉佩碎裂的瞬间，风云变色，整个埋骨院的天空瞬间被无尽的血云笼罩。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在擂台上方凭空出现，一股苍茫、古老、恐怖到令人窒息的威压从裂缝中轰然降临。扑通，扑通，台下上百名天骄在这股威压之下，竟连站立都做不到，齐刷刷地跪倒在地，浑身颤抖，如同蝼蚁仰望神明。一道伟岸的身影缓缓从血色裂缝中踏出，他周身血气环绕，双眸开合间仿佛有日月沉沦。那身影扫视全场，声音如同9天惊雷，响彻整个埋骨渊。我姬霸昌在此，哪个敢言无敌？我姬霸昌在此，哪个敢言无敌？声音如万古雷霆，在埋骨渊的每一寸角落炸响，恐怖的威压如同天穹倾塌，镇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擂台下上百名天骄无一例外尽数跪服，他们身体颤抖，面色惨白，连头都不敢抬起。在这股力量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赋都成了一个笑话。这就是武王巅峰的强者，这是从哪个时代封印至今的老怪物。那道伟岸的身影姬霸昌缓缓从空间裂缝中走出，落在了擂台之上。他环顾四周，看着一张张年轻而惊恐的面孔，眼中露出一丝迷茫。多少年了？究竟多少年了？他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岁月的沧桑。我被封印在这不见天日的鬼地方，到底过了多少年？没有人敢回答。死寂的场中，只有众人粗重的喘息声。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前辈！”人群中，一名身穿4爪蛟龙袍的青年强撑着威压，勉力站了起来。他脸色涨红，额头青筋暴起，显然已是极限。晚辈乃大周皇朝太子周显。周显昂着头，眼中带着一丝属于皇室的骄傲。他深吸一口气，朗声道：“前辈不知是何年代的盖世天骄，如今脱困而出，自是可喜可贺。但以前辈的身份在此欺压我等后辈，未免有失风度，也不合规矩。”他以为搬出身份，讲出道理，能让对方有所忌惮。然而他错了，错得离谱。姬霸昌闻言，缓缓转过头，目光落在了周显身上。那目光淡漠的如同在看一只蝼蚁。规矩。姬霸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一道血色的刀罡凭空出现，一闪而逝。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噗嗤，周显脸上的骄傲瞬间凝固，他的头颅冲天而起，无头的尸身晃了晃，轰然倒地，鲜血染红了地面。姬霸昌收回手，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虫子。他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在这里，我就是规矩。今日在此地，我便是无敌。”他目光如电，扫过全场跪服的众人，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还有哪个不服？全场噤若寒蝉。大周太子说杀就杀，这是何等的凶残，何等的霸道！再也没有人敢有丝毫的异议。他们将头埋得更深，生怕被这个喜怒无常的老魔头盯上。艾小花吓得浑身瘫软，几乎要晕厥过去。艾吹箫也是俏脸煞白，紧咬着嘴唇，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姬霸昌很满意这种效果，他享受着这种主宰一切的感觉。他的目光一一扫过那些瑟瑟发抖的天才，最后定格在了场中唯一还站着的身影上。林峰。在那毁天灭地般的威压下，林峰的身躯依旧挺拔如松，成为了全场最特殊的存在。哦，姬霸昌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一个瞎子竟能挡住我的威压。他饶有兴致地瞥了一眼林峰，仿佛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玩具。那个瞎子。姬霸昌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你可服？”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林峰身上，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连大周太子都死了，这个瞎子难道还敢说个不字？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林峰缓缓开口，他只说了一个字：不服。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轰！人群瞬间炸开了锅。他疯了，他竟然敢说不服？他难道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艾小花更是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心中暗骂林峰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姬霸昌脸上的笑容也瞬间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森然的杀意。很好，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他怒极反笑，身上的威压毫无保留的爆发，如同一座太古神山，朝着林峰一个人狠狠压了下去。既然不服，那便跪下。咔嚓咔嚓，林峰脚下的黑石擂台寸寸皲裂，
他身上的衣衫瞬间被冷汗浸透，骨骼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他的双腿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膝盖一点一点的弯曲。他要跪下了吗？台下的艾吹箫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不能跪。林峰的脑海中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地咆哮：剑修，宁折不弯。他林峰可死不可辱。然而那股威压实在太恐怖了，如同天威，根本无法抗衡。就在他的膝盖即将触碰到地面的瞬间，轰！林峰的脑海中仿佛有亿万道雷霆同时炸开，一幅尘封已久的画面骤然浮现。还是这埋骨渊，还是这黑石擂台。一个白衣胜雪的俊朗少年手持一柄古朴长剑，傲然而立。他的眼眸比星辰还要璀璨，他的风采盖过了日月的光辉。擂台下是7道气息同样强大的身影，那7人每一个都如同天上的神子，气吞山河。画面中那俊朗少年笑了，他环视7人，声音不大，却响彻云霄。我林峰在此，哪个敢称无敌？话音落下，7大天骄同时出手，刀光剑影，拳印掌风，7种毁天灭地的武技化作绚烂的洪流，似乎要将整个天空都撕裂。面对这绝杀之局，画面中的林峰只是缓缓抬起了手中的剑，他的口中吐出几个冰冷的字节：斩天第3剑，鹿神。嗡！一剑斩出，一股无形的冰冷到极致的杀意瞬间扩散开来。那杀意仿佛来自九幽地狱，无视了肉身，无视了真元，直击神魂。噗噗噗！漫天绚烂的武技在这一刻尽数消散。那7位不可一世的天骄同时身体一震，齐齐喷出一口鲜血，他们的眼神瞬间变得暗淡无光，仿佛灵魂被生生斩去了一块。一剑败7大天骄。画面到此为止。斩天第3剑，鹿神。现实中林峰的口中无意识的喃喃自语，一股冰冷锋锐仿佛要屠戮神魔的恐怖剑意开始从他体内疯狂涌出，那股压在他身上的如同山岳般的威压竟在这股剑意之下被寸寸撕裂。他那弯曲的膝盖缓缓的却无比坚定地重新挺直。姬霸昌脸色巨变，他感受到了那股让他灵魂都为之战栗的剑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种剑意怎么会出现在一个瞎子身上？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林峰抬起了头，他面长那头仿佛直视着姬霸昌。林峰缓缓抬起手中那柄平平无奇的铁剑，他重复着记忆中那个白衣少年说过的话，声音沙哑，却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我林峰在此，哪个敢称无敌？话音落下的瞬间，他一剑刺出，斩天第3剑，鹿神。无形的剑意破空而出。看到这一剑，听到这个名字，姬霸昌脸上的狂傲与残忍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仿佛看到了世间最可怕的天敌。那段被他刻意遗忘，被他封印在记忆最深处的噩梦再次浮现。当年也是同样的话，当年也是同样的一剑，他被斩碎道心，从此一蹶不振。姬霸昌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白衣身影，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名字，林峰。姬霸昌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恐惧而变得尖锐扭曲，他像是疯了一样，语无伦次地嘶吼着，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暴退。不可能，你不是林峰，不，林峰，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林峰，不，林峰，不可能。姬霸昌的声音尖利刺耳，充满了无法置信的惊骇。他像是见到从地狱深处爬出的魔神，那个曾在他道心上留下永恒裂痕的梦魇。然而那无形的剑意不会因他的恐惧而有丝毫停滞。鹿神一出，神魂皆斩。噗！一声闷响，并非来自肉身，而是从姬霸昌的神魂深处传来。他体外那层由武王巅峰真元凝聚而成的血色罡气，如同阳光下的泡沫，无声无息地破碎了。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绚烂夺目的光华，有的只是极致的死寂。姬霸昌身体剧烈的一颤，双目中的神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下去，他脸上的狂傲、霸道、残忍尽数褪去，只剩下如死灰般的绝望。他败了，在这一剑之下，如当年一般，一股源自灵魂最深处的臣服之意油然而生。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白衣少年一剑败尽天下敌的时代，而他只是台下那7个败者之一。咚！姬霸昌双膝一软，竟是直挺挺地跪在了林峰面前。那个不可一世，视众生为蝼蚁，言出法随，自称规矩的老怪物跪下了。就在他跪下的瞬间，异变陡生，嗡！
整个黑石擂台发出一声悠远的嗡鸣，一道道古老而玄奥的符文在擂台表面亮起，如同沉睡了万古的星辰，在此刻被唤醒。一股磅礴、浩瀚、带着无敌意蕴的奇特力量从擂台中升腾而起，化作一道肉眼不可见的光柱，尽数涌入了林峰的体内。这是埋骨渊的核心，是这座擂台历经无数岁月，吸收了无数天骄战役与不屈意志后所凝聚出的无敌之势。他在等待他的主人。此刻，林峰以鹿神一剑重现当年风采，终于再次引动了他的共鸣。轰！林峰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个无底的黑洞，那股玄妙的力量在他体内疯狂流转，修复着他残破的经脉，滋养着他干涸的气海。一股无敌的信念在他的心中重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无敌心，一颗真正的无敌之心正在重塑。林峰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武师、宗师、武王，那气息没有丝毫停顿，一路冲破桎梏，疯狂暴涨。武王初期，武王中期，武王后期，最终稳稳地停在了武王巅峰。一步无敌武王，一股比之前击霸昌还要恐怖100倍的威压从林峰身上扩散开来，笼罩全场。但这股威压却并不让人感到恐惧，反而带着一股堂皇正大、睥睨天下的王者之气。台下众人早已被这神迹般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连呼吸都忘记了。前一刻还是任人宰割的瞎子，下一刻却成了一步登天的无敌武王。这到底是什么怪物？林峰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以及旧伤被修复些许的舒畅感。他淡漠地面向跪在身前的击霸昌：“你认识我？”林峰声音淡漠，不带丝毫情感，仿佛再问一个再寻常不过的问题。可这平淡的问话落入击霸昌耳中，却不啻于9天惊雷。击霸昌猛地抬起头，涣散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林峰，脸上肌肉扭曲，突然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林峰，哈哈哈哈！你居然会变成这副模样，天才如你，怎会如此？他笑声凄厉，状若疯魔，伸出颤抖的手指，指着林峰那双毫无神采的眼睛：“你败了，连你也败了吗？那里到底有什么？”击霸昌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仿佛在质问苍天，又像是在宣泄着无尽的恐惧。“不，我不相信，你是林峰，你怎么可以败？你当年的无敌心被谁摘走？你的眼睛为何会消失？”他疯狂地嘶吼着，每一个字都如同炸雷，在众人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中州到底有什么？击霸昌发出了最后一声绝望的咆哮，双眼一翻，眼中的清明消失，笑容变得痴痴呆呆。他疯了。在埋骨渊这暗无天日的秘境中被困了不知多少年，他都保持着清醒。可现在在得知眼前这个瞎子就是当年那个让他无法直视的妖孽居然落得如此下场之后，他坚守了无数年的道心彻底破碎了，一个无敌的神话居然陨落了。这对击霸昌的打击比杀了他还要残忍。全场死寂，真落可闻。所有人都被击霸昌吼出的信息震得头皮发麻，心神俱裂。这个瞎子到底是谁？从刚才的只言片语中不难分辨，其曾经或许横压了一个时代，是让所有天骄都黯然失色的传奇人物。咕咚，艾小花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只觉得双腿发软，一股热流不受控制的涌动，险些当场失禁。他之前竟然还骂过这种传说中的人物是蠢货。艾吹箫更是美眸圆睁，用手捂住红唇，心中翻江倒海。他看着台上那道孤傲挺拔的身影，一时间百感交集。难怪他有如此风骨，难怪他面对武王巅峰的威压宁折不弯。原来他曾有着不凡的过往。林峰静静地站着，任由那些震惊、敬畏、恐惧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击霸昌的风言风语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尘封记忆的一角。中州，陌生的词汇在他的脑海中回响，让他感到一阵阵钻心的疼痛。林峰探查明白，击霸昌道心破碎，已然成了一个疯子，从一个疯子口中再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讯息了。林峰缓缓转身，面向台下那头匍匐在地的姬无命，淡淡吩咐道：“你可知你家老祖是什么时候来的埋骨渊？”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姬无命身体一颤，连忙磕头道：“不知，只是祖宗典籍有记载，而我恰好符合唤醒老祖的条件。我本想着何须唤醒老祖，我亦能超越老祖，今日一见前辈风采，方知自己不过蝼蚁观天罢了。”点头。林峰没有多废话什么，只是轻轻点头吩咐道：“不日，我林峰会亲自登门拜访。”那姬无命闻言连忙恭敬回答：“前辈放心，姬家上下定然知无不言。”林峰不再多言，只是微微颔首，那是一种无声的默许，也是一种无形的威压。姬无命如蒙大赦，他不敢有丝毫耽搁，
小心翼翼地搀扶起已经神志不清的姬霸昌。曾经的老祖一代天骄，此刻却像一个痴傻的孩童。看着这一幕，姬无命心中百味杂陈，但更多的是对林峰的畏惧。他背起姬霸昌，对着林峰深深一躬，而后头也不回地化作一道流光，狼狈地逃离了这片带给他无尽震撼与恐惧的是非之地。随着姬霸昌的离开，场中那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稍稍缓解，瞬间擂台之下的人群骚动起来。前辈，在下西楚王家王腾，家父乃是林前辈，小女子是流云宗宗主之女，可否有幸结识前辈？无数人眼中闪烁着狂热与敬畏，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向着林峰涌来，想要攀上这根一步登天的通天巨擘。然而林峰只是静静地站着，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一股无形的气场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温和却又带着不容侵犯的距离感，让那些狂热的人群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他3尺之内。他无视了所有人，缓缓转身朝着一个方向走去。那里艾家姐妹正呆呆地站着，看到林峰走来，艾小花吓得一个机灵，俏脸瞬间涨得通红，连连摆手，结结巴巴地开口：前辈，我错了，我之前不该骂你，我不该说你是蠢货，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肠子都悔青了。谁能想到这个被他一路鄙夷的瞎子，竟是这样一尊连武王巅峰都能一剑斩灭的绝世凶人。林峰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径直从他身边走过，仿佛他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艾吹箫看着这一幕，心中轻叹一声，莲步轻移，主动迎了上去。他对着林峰盈盈一拜，声音清脆悦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恭敬。林公子。他取出一枚通体晶莹的玉牌，双手奉上，玉牌上刻着一个古朴的爱字，散发着淡淡的空间波动。西楚艾家，公子如果有空路过，一定来看看小女子。艾吹箫的美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好奇，有敬佩，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仰慕。林峰停下脚步，终于有了回应。他伸出手接过了那枚传讯令牌。好，1个字，简单干脆。他没有多余的客套，也没有丝毫的留恋，收好令牌后便转身离去。那孤傲的背影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埋骨院的灰暗雾气之中。望龙城一家普通的酒楼内，林峰独自一人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摆着一壶最烈的烧刀子。他没有动用真元去化解酒力，只是任由那辛辣的液体顺着喉咙滑入腹中，感受着那火烧火燎的感觉。从黑石擂台得到的那股无敌之势已经彻底与他融为一体。武王巅峰的修为稳固无比，体内经脉也被修复了七七八八，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恢复，之上已经可以修炼了，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武者。可他的记忆依旧是一片空白，只有中州2个字像是魔咒一般，时不时的在脑海中响起，带来阵阵刺痛。他需要线索，而酒楼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哎，你们听说了吗？3天后午时3刻，前女皇陛下要被问斩了。邻桌几个武者的交谈声清晰地传入林峰耳中。什么？是之前那个云瑶女皇要被问斩？具体怎么回事？谁知道呢？皇家的事情，咱们这些小人物还是少议论为妙。云瑶，当这个名字钻入耳中的刹那，林峰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僵。轰！山洞中，月光之下，那清冷如仙的女子依偎在他怀中，声如梦呓。瞎子，跟你在一起好开心。瞎子，你还能努力一次吗？云瑶。林峰猛地站起身，一声压抑的轻喃从他喉间发出。要问斩我的女人。咔嚓，他手中的酒杯连同半张桌子瞬间化为齑粉，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杀意如火山喷发，冲天而起，瞬间笼罩了整座酒楼。酒楼内所有人都被这股杀意害得面无人色，浑身颤抖，仿佛被一头苏醒的远古凶兽死死盯住，连呼吸都停滞了。林峰没有理会任何人，他丢下一块金锭，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原地。3日后，大夏皇城南门，一道孤傲的身影正缓步朝着城门口走来。他一袭黑衣，手持长剑，满头银发。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落下都仿佛踩在了所有人的心跳之上，让天地都为之寂静。皇城禁卫军怒喝着上前阻拦。来者何人？今日皇城斩龙，南门不开，还不快滚！林峰作为一个瞎子，主打目中无人，他没有理会呵斥，缓缓停下了脚步。冰冷蕴含着滔天杀意的声音从口中发出，骤然响彻整个皇城上空。大夏的皇听着，放了我的女人云瑶，否则今日我林峰血洗皇城。大夏的皇听着，放了我的女人云瑶，否则今日
我林峰血洗皇城。声音如九幽寒冰，又似惊雷炸响，瞬间压过了皇城内外所有的喧嚣。皇城南门，守城将士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哈哈！我听到了什么？一个瞎子要血洗皇城，他疯了吧？还你的女人云瑶，那可是前女皇陛下，他也配？快滚快滚！别在这脏了地方，不然一刀劈了你！嘲讽和讥笑声此起彼伏，没有人将这个满头银发的瞎子放在眼里。在大夏皇城的铁壁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何其渺小，哪来的瞎子也敢在此撒野？一名将领模样的壮汉排众而出，脸上满是轻蔑与不屑。他手按腰间佩刀，一步步逼近林峰，浑身武王初期的气势毫无保留地压了过去。给你3息时间，自己滚，否则你的命就留在这里。林峰没有动，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他只是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剑，没有华丽的招式，没有绚烂的真元，只是一个简单的举剑动作。林峰口中轻轻吐出一个字，不知死活的东西。那将领勃然大怒，正欲拔刀，然而就在下一个瞬间，一股属于武王巅峰的恐怖气息从林峰那看似单薄的身体里轰然爆发。这股气息如苏醒的远古凶兽，狂暴霸道，充满了毁灭一切的意志轰隆，空气仿佛凝固成了铁块。所有嘲笑声戛然而止，那名将领脸上的狞笑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骇然与恐惧。他的双腿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连站都站不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整个城门之前，数千禁卫军在这一刻如坠冰窟，肝胆俱裂。武王，巅峰武王，这怎么可能？这个瞎子竟然是一尊武王巅峰的盖世强者。林峰的剑轻轻向前一挥，一道看似平平无奇的灰色剑气脱离剑尖，迎风变长。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惊人的光芒，但他所过之处，空间都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扭曲。不，那名将领发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声绝望的嘶吼。下一刻，剑气掠过，他和他身后数十名禁卫军，连同那坚不可摧、高达100丈的皇城南门，都在这道剑气之下化为了齑粉。轰隆隆，巨大的城门化作漫天烟尘，轰然倒塌。一个巨大的缺口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阳光透过浓浓的尘埃，照在林峰那孤傲的身影上，宛如一尊从地狱走出的杀神。他踏着脚下厚厚的尘埃，一步步走进了皇城，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和无数双因恐惧而扭曲的眼睛。与此同时，皇城中心广场高高的问斩台上，云瑶被粗大的玄铁囚笼捆缚着，一身囚服，长发散乱。曾经风华绝代的女皇此刻脸色苍白如纸，但那双美丽的凤眸中依旧燃烧着不屈的火焰。在她的对面，新任女皇云溪身着华丽的龙凤袍，头戴帝冠，居高临下的看着她。云溪的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扭曲的快意。啧，我亲爱的好姐姐，没想到高贵如你，居然在外面还有野男人。云溪掩嘴轻笑，声音尖锐而刻薄。你说，如果我派人把他抓来，在你面前将他一刀刀活剐，你的表情会不会很有趣？不要，放过他。云瑶的身躯剧烈的颤抖起来，眼中第一次露出了哀求之色。他可以死，但他不能连累那个瞎子，那个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给了他一丝温暖的瞎子。哈哈哈哈！看到云瑶的反应，云溪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癫狂的大笑起来。放过他？凭什么？他的笑声戛然而止，眼神变得无比怨毒和疯狂。所有属于你的都应该是我的，你的皇位是我的，你的男人我不要，那就必须亲手毁掉。就在这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南方的城门方向传来，整个皇城都随之剧烈的一震。怎么回事？云溪脸色一变，厉声喝问。广场上的人群也陷入了一片骚动，惊疑不定地望向南方。只见那边的天空升腾起一股巨大的烟尘，一名禁卫军统领连滚带爬地冲上高台，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变了调。陛下，不好了，有个瞎子一剑摧毁了南城门，朝着皇宫方向杀进来了。什么？云溪瞳孔骤缩。也就在此时，一道冰冷不含任何感情的声音穿透了层层人群，清晰地传入了广场上每一个人的耳中。小浪蹄子，你男人来接你了。这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魔力。问斩台上，云瑶猛地抬起头，布满绝望的眼眸中瞬间被难以置信的光芒填满。是他怎么会来？他怎么敢来？人群自动向两边分开，仿佛在迎接一位君王。一道孤傲的身影自街道尽头踏着浓浓尘烟缓步而来，一袭黑衣，一头银发，一柄长剑。
他明明双目紧闭，却仿佛能看穿世间一切。那冲天的杀意让整个广场的温度都骤降到了冰点。是你，埋骨渊的神秘瞎子。云溪看清来人，低声念道：他见过林峰的画像，那是探子从埋骨渊传回来的。据说出现了一个离奇之人，他还没来及多打探，对方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保护陛下！数名气息深沉的老者瞬间出现在云溪身前，他们是皇室供奉，每一位都是成名已久的强者。他们神情凝重地盯着林峰，如临大敌。一个瞎子也敢闯我大夏皇城？其中一名供奉踏身影如风而出，武王中期的气势勃然爆发。蝼蚁！林峰的回应只有冰冷的2个字。话音未落，他的人已经动了，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一剑刺出。这一剑快到了极致，仿佛跨越了空间的距离。不好！那名武王中期的供奉脸色巨变，他只看到一道剑光在眼前一闪而逝。他想要抵挡，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跟不上思维的速度。噗嗤！一捧鲜血在高空中绽放。那名不可一世的皇室供奉眉心出现一个细小的血洞，眼神中的生机迅速消散，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一剑秒杀一名武王中期，全场死寂。场中所有人都被这霸道绝伦的一剑给震慑住了一瞬。再说一次，放开我的女人！瞎子不想多做杀孽。林峰淡淡开口，主打一个先礼后兵。林峰平静的声音在死寂的广场上回荡，却比最狂妄的叫嚣更具压迫感。狂妄！找死！杀了他！劫4象屠魔阵！怒喝声自云溪身前炸响，立马有4名皇室供奉再也无法保持镇定。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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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丝毫不亚于先前那人的恐怖气息冲天而起。4名老者皆是武王巅峰，他们分立4方，瞬间将林峰包围在中央，气机勾连，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杀阵。整个广场的空气在这一刻仿佛被抽干，化作了沉重如山的压力，尽数倾压在林峰一人身上。姐姐，看到了吗？这就是你那野男人的下场。云溪的脸上重新浮现出狰狞的笑容。他不信这世上有人能以1敌4对抗4位同阶巅峰的强者。问斩台上，云瑶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瞬间被浇上了一盆刺骨的冰水，他的心再一次沉入了谷底。林峰，快走，不要管我！云瑶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嘶哑的哀鸣。然而林峰仿佛没有听到，他只是缓缓地再次举起了手中的剑。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不冷意。聒噪！林峰轻轻吐出2个字，下一瞬他动了。死！东方的供奉手持一柄开山巨斧，当头劈下。斧刃位置，那狂暴的劲风已将地面压出一道深深的沟壑。林峰不闪不避，他只是手腕一抖，长剑向上一点。叮！一声轻响，那足以开山裂石的巨斧竟被那纤细的剑尖稳稳挡住，再也无法寸进分毫。怎么可？那供奉瞳孔暴缩，话未说完，林峰的剑动了，一道灰色的剑气自剑尖喷薄而出，瞬间洞穿了巨斧，而后贯穿了他的眉心。老三！南方的供奉目眦欲裂，他双手化作鹰爪，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抓向林峰的头颅。林峰反手一剑，没有招式，只是简单的一记横削。噗！那足以捏碎金刚的鹰爪连同那供奉的双臂被齐齐斩断，鲜血狂喷。啊！惨叫声中，林峰一步踏前，剑光再闪，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魔鬼！他是魔鬼！剩下的2名供奉彻底胆寒了。他们引以为傲的4象杀阵在对方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这根本不是战斗，这是屠杀。2人对视一眼，再无战意，转身便要化作2道流光逃离。我让你们走了吗？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催命符。林峰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们身后，他双手持剑，而后一剑斩落，一道长达数十丈的灰色剑芒横贯长空，他仿佛将整个天空都劈成了2半。那2名亡命奔逃的武王巅峰身体在空中一僵，下一刻他们的身体连同他们逃跑路线上的一切建筑都被整齐的一分为2，鲜血染红了地面。寂静，死一般的寂静。从4名武王巅峰出手到他们全部身死，整个过程不超过10息。广场上数万禁卫军大脑一片空白，他们看到了什么？神话吗？那是4尊活生生的武王巅峰强者啊，是大夏皇朝高高在上的供奉，就这么被一个瞎子砍瓜切菜一般全都杀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云溪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愤怒。他疯狂地摇着头，无法接受眼前这颠覆他认知的一幕。
而问斩台上，云瑶怔怔地看着那道孤傲的背影，他看着他一剑秒武王，看着他挥剑间屠尽4尊巅峰强者，这个在他面前需要扶着才行的瞎子，原来他竟是如此的强大。不过对方确实够傻的，自己堂堂武皇都被擒拿，再强的武王也不过是来送死。2行清泪无声地划过云瑶苍白的脸颊。废物，一群废物！云溪威严怒目，指着林峰厉道：禁卫军都死了吗？给我杀了他，杀了他！然而周围的禁卫军却在不住的后退，一时间没有人敢上前，连皇室供奉都死了，他们上去和送死有什么区别？废物，一群废物！云溪怒转身，大手一挥，命令的浩瀚声音瞬间响起：大雪龙旗何在？声音穿透云霄，在整个皇城上空回荡。大雪龙旗何在？轰隆隆，大地开始震动。起初只是轻微的颤抖，很快这颤抖变得越来越剧烈，如同地龙翻身。皇城四方的街道尽头传来了整齐划一、宛如雷鸣般的马蹄声，那声音仿佛踩踏在每一个人的心脏之上。是大雪龙旗！天哪，陛下竟然动用了大雪龙旗！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惊呼，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敬畏与狂热之色。大雪龙旗，大夏皇朝最精锐的王牌。传闻中，他们每一位骑士都拥有50巅峰以上的修为，他们身披玄铁重甲，坐下是日行千里的异兽雪云驹。3000大雪龙旗可敌10万大军，他们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争机器。踏，整齐划一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终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抹耀眼的银白出现在街道的尽头，紧接着是第2抹、第3抹。很快，银白色的洪流从4面8方涌入中心广场，将整个广场包围得水泄不通。3000名身披银白重甲的骑士静静地坐在高大的雪云驹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如同一座冰冷的雕塑，他们的脸上覆盖着狰狞的面甲，只露出一双双毫无感情的眼睛。肃杀之气，一股难以言喻的肃杀之气瞬间笼罩了整个天地。3000人的气息通过一种玄奥的阵法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那股凝结成实质的恐怖气势如同一座神山镇压而下，其威势竟比之前4名武王巅峰联手还要强横数倍。在这股气势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参见陛下！一名身材魁梧、气息远超他人的将领翻身下马，单膝跪地。他的修为赫然已是半步武皇。平身。云溪看着这支属于自己的无敌之师，脸上的愤怒一扫而空，重新恢复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他伸出纤纤玉指，遥遥指向场中那道孤傲的身影。蒙恬将军，给朕将此辽碾碎成泥。末将遵旨。名为蒙恬的将领缓缓起身，他抽出腰间那柄比门板还宽的巨剑，剑尖直指林峰冰冷的声音响彻全场。大雪龙旗，举枪！唰！3000杆闪烁着寒芒的龙胆亮银枪被齐刷刷地举起，枪尖朝天，寒光凛冽，仿佛要将这天都捅出一个窟窿。结阵！风！大风！3000骑士同时发出震天的怒吼，一股狂风以他们为中心凭空而起，他们的气势在这一刻再度攀升。林峰立于风暴的中心，他一袭黑衣，满头银发，在狂风中猎猎作响。面对这支足以踏平山河的无敌铁骑，林峰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他将剑缓缓插在地面，淡淡问道：是非要血流成河吗？是非要血流成河吗？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云溪闻言先是一怔，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他捂着嘴发出了咯咯的娇笑声，笑得花枝乱颤，凤袍下的身躯都随之抖动。血流成河！云溪笑声一收，绝美的脸上满是轻蔑与嘲弄。瞎子，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你以为你杀掉几个废物供奉就有资格在本皇面前叫嚣了？云溪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脚下那由白玉铺就的广场，又指了指周围那3000名铁血骑士，看看他们，这是大夏皇朝最强的矛，他们是本皇手中足以荡平天下的无敌之师，而你不过是一个人一把剑。现在你告诉本皇，谁的血会流成河？云溪的声音充满了无上的威严与自信，仿佛他就是这片天地的主宰，言出法随。蒙恬将军冰冷的目光锁定了林峰，他没有丝毫动摇，只是将手中的巨剑高高举起。大雪龙旗，冲锋！一声令下，再无半句废话。杀！3000骑士同时发出了震天的咆哮。轰隆隆！3000雪云驹同时迈动了铁蹄，
整个皇城都在这股力量下剧烈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塌。这不是简单的冲锋，在他们启动的瞬间，每一个骑士身上的气息都通过脚下的坐骑与大地相连，又通过手中的龙胆亮银枪与天空共鸣。3000股杀伐之气冲天而起，在空中汇聚成一道银白色的洪流。啊！一声高亢的龙吟响彻九霄，那银白色的杀气洪流在空中急速凝聚变形，最终化作了一条长达100丈的巨大冰霜巨龙。巨龙通体由最纯粹的杀气与寒冰玄气构成，龙鳞清晰可见，龙目中闪烁着毁灭一切的凶光。它盘踞在广场上空，庞大的身躯遮蔽了天日，头下的阴影将林峰完全笼罩。一股远超武王巅峰，已经触碰到武皇门槛的恐怖威压，如天倾般轰然落下。广场边缘的禁卫军和围观百姓在这股威压下连站立都做不到，纷纷跪倒在地，身体瑟瑟发抖，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敬畏。这就是军阵之力，汇聚3000强者之力，可逆天伐皇。结束了。云溪轻声呢喃，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仿佛已经看到林峰在那冰霜巨龙的冲击下被碾成齑粉的画面。问斩台上，云瑶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太强了，这种力量已经远远不是武王能够抗衡的了。然而在那毁灭性的威压中心，林峰的表情依旧平静，他甚至没有抬头去看那条遮天蔽日的冰霜巨龙，他只是伸出了一只手，一只干净修长的手。他摊开手掌，对着天空五指轻轻一握，嗡！一声奇异的剑鸣自他脚下插入地面的长剑中响起，紧接着仿佛是连锁反应，整个广场上那些战死的禁卫军、皇室供奉掉落在地的兵刃开始剧烈的颤抖。枪！枪！枪！一柄柄长剑不受控制地脱离了地面，冲天而起。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颤抖在蔓延，从中心广场到整个皇宫，从皇宫到四方城门，从内城到外城。这一刻，整个大夏皇城之内，所有带剑之物，无论是神兵利器还是凡铁俗兵，无论是悬于墙上的装饰还是藏于鞘中的宝剑，无论是士兵腰间的佩剑还是铁匠铺里未开封的剑胚，全都发出了清越的剑鸣。万剑齐鸣，无数百姓惊骇地看着自己家中的佩剑、菜刀挣脱了束缚，破窗而出。无数士兵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腰间的佩剑，仿佛拥有了生命，自行出鞘。皇宫深处，兵器库内，成千上万柄制式长剑化作一道道流光，冲破了库房的屋顶。嗖嗖嗖嗖，成千上万道流光从皇城的四面八方每一个角落汇聚而来，他们在中心广场的上空形成了一条由无数刀剑组成的浩瀚星河。那场景壮观到了极致，那剑气凌厉到了极致，所有人都看呆了，他们的大脑已经无法思考，只能怔怔地仰望着天空，看着这神迹般的一幕。这是什么？云溪脸上的笑容彻底僵硬，声音都在发颤，就连那天空中的冰霜巨龙在这片剑之星河面前似乎都显得渺小了起来。林峰缓缓抬起头，紧闭的双眼仿佛穿透了虚空，倒映出万千剑影斩天第20。玉极！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虚握的右手猛然向下一挥，仿佛帝王下达了不容置疑的敕令。枪！天空之上，那条由万千刀剑组成的星河瞬间响应，所有的剑光，所有的剑气，所有的剑意，在这一刻向着同一点疯狂凝聚，他们最终汇聚成了一柄剑，一柄长达数百丈，仿佛能撑开天地的灰色巨剑。巨剑之上没有任何华丽的纹路，只有最古朴、最纯粹的毁灭气息。他锁定了下方的冰霜巨龙，而后一剑斩落。这一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没有撕裂空气的音爆，它只是那么安安静静的落下，无声，却又蕴含着世间最极致的锋芒。啊！冰霜巨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致命威胁，它发出了不甘的咆哮，携带着3000大雪龙旗的全部力量悍然迎上。然而在灰色巨剑面前，它那足以冰封天地的寒气瞬间消融，它那足以撞碎山岳的身躯脆弱得如同薄冰。噗！一声轻响，灰色巨剑从冰霜巨龙的头顶一穿而过，没有丝毫的停滞。冰霜巨龙那庞大的身躯在空中僵住，而后寸寸碎裂，化作漫天冰晶，消散于无形。灰色巨剑于是不减，继续向下，他的剑锋掠过了下方那3000名结成军阵、一往无前的大雪龙旗。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那3000名身披玄铁重甲的骑士脸上的表情从狂热到惊愕，再到最后的茫然。
他们的冲锋之势戛然而止。下一瞬，扑通扑通扑通，整齐划一的声音响起，3000名大雪龙骑连人带马，身体从中间被整齐的切开，鲜血与内脏染红了身下的雪云居，没有一声惨叫，没有一丝挣扎，3000个生命就在这无声无息的一剑之下被瞬间抹杀，生机断绝。当最后一名骑士倒下，整个广场化作了一片血色的修罗场，唯有那半部武皇的蒙恬，因为站在阵前指挥，侥幸没有被巨剑的锋芒直接扫中，但他此刻却比死了还要难受。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自己身后那3000具被一分为二的尸体，浑身抖得如同筛糠。完了，大雪龙骑全军覆没，他引以为傲的无敌之师被人一剑给斩尽了。不，蒙恬发出了绝望的嘶吼，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双目赤红地看向林峰。魔鬼，你这个魔鬼，我杀了。他的话没能说完，林峰只是随意地抬了抬手，一剑光寒，噗！蒙恬的头颅带着不敢置信的表情抛飞旋转，扑通！无头的尸身重重跪倒，而后砸在血泊之中，溅起一朵妖异的血花。整个白玉广场死寂一片，真落可闻，风似乎都停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3000大雪龙骑全军覆没，半部武皇蒙恬身首异处，所有人都傻了，呆滞地看着那片由尸体和鲜血构成的地狱，又看看那地狱中央唯一站立的身影，那个瞎子。他手持长剑，衣衫未染半点血迹，平静得像是一尊没有感情的石雕。可正是这份平静，才让所有人从骨子里感到战栗。啊！一声尖锐到极致的咆哮撕裂了这片死寂。云溪那张绝美的脸庞，此刻已经因为极致的愤怒与怨毒而扭曲。他死死地盯着林峰，双目赤红，仿佛要滴出血来。你该死，你真该死！轰！一股远比刚才军阵之威恐怖10倍不止的气息，从云溪那娇小的身躯中轰然爆发。金色的气焰冲天而起，化作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虚影，在他身后展翅提鸣。武皇之威席卷天地，天空风云变色，广场地动山摇。那由白玉铺就的地面在这股威压下寸寸皲裂，以他为中心，蛛网般的裂痕疯狂蔓延。区区一个瞎子武王，本皇不屑降低身份与你一般见识，你还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云溪的声音充满了无尽的冰冷与杀意，他缓缓抬起手，一道金色的凤炎在掌心凝聚，散发着焚毁万物的恐怖高温。问斩台上，云瑶的脸色煞白如纸，心脏揪紧，紧张的快要无法呼吸，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妹妹有多强。林峰，快走，不要管我！云瑶无声的呢喃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就在此时，云溪动了，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龙椅之上。下一刻，他鬼魅般出现在林峰面前，快到极致，给本皇去死！那凝聚着凤炎的手掌带着焚山逐海之威，狠狠拍向林峰的胸膛。林峰似乎早有预料，眼虽不能视，但心眼早已锁定了对方的动作。他横剑于胸，格挡。当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林峰脚下的地面轰然塌陷，一个数丈方圆的深坑瞬间成型。他整个人如同被一座神山撞中，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飞出去，双脚在地面上离出了2条深深的沟壑。武王与武皇之间的差距宛如天堑。蝼蚁！云溪一击得手，脸上浮现出狰狞的快意。他得势不饶人，身影再次化作一道金色流光，追杀而至。凤舞9天，他双掌齐出，漫天掌影瞬间将林峰笼罩。每一道掌影都蕴含着一道凝练到极致的凤炎，足以轻易重创一名武王巅峰的强者。林峰身处掌影中心，神色却依旧不见慌乱。他手中的长剑舞成了一团密不透风的光幕。叮叮当当，一连串密集的碰撞声响起，火星四溅。林峰凭借着远超常人的战斗直觉和神鬼莫测的剑法，竟硬生生挡下了这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然而他每接下一掌，身形便会剧烈一颤，向后退开一步。掌影散去，林峰已退至广场边缘，他握剑的手在微微颤抖，还在挣扎。云溪悬浮于半空，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林峰，眼神如同在看一只垂死挣扎的虫子。本皇倒要看看你这只蝼蚁能撑到几时。他双手缓缓举过头顶，天地间的火属性玄气开始疯狂地向他掌心汇聚。一轮刺目的金色骄阳在他手中缓缓成型，那骄阳之中仿佛有一只神鸟凤凰在孕育，恐怖的能量波动让整个空间都开始扭曲哀鸣。这是武皇的全力一击。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云瑶的脸色苍白无比，眼泪不受控制的滴落。然而就在那金色骄阳
即将脱手而出的瞬间，林峰缓缓抬起了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穿透了时空，直视着云溪的神魂。他身上的气息在这一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轰然之间踏入玄妙的半步皇者境界。手中剑不再是锋芒毕露，不再是剑意冲霄，而是一种死寂，一种仿佛能吞噬世间一切生机的纯粹的杀气。斩天第三式，不带丝毫感情的语调轻轻吐出了5个字：鹿神。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身上那股凝如实质的杀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一剑而出，一势而立的惊艳斩过空气，无视了空间，无视了距离，呼哧一声没入了半空中云溪的眉心。快到极致，诡异到极致，云溪甚至都没能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他掌中的金色骄阳已经带着焚灭一切的威势轰然落下。可就在此时，云溪的身体猛地一僵，他那双充满了怨毒与杀意的凤眸瞬间被无边的恐惧所取代。啊！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从他口中发出，他感觉自己的灵魂像是被一柄无形的绝世凶剑狠狠地刺穿、绞碎，那种来自神魂深处的剧痛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轰隆！失去了控制的金色骄阳擦着林峰的身体落在了他身后的宫墙之上，整片宫墙连同后面的数十座宫殿在无声无息之间化作了飞灰。但此刻已经没有人去关心这个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天空。只见那位不可一世的女皇陛下抱着头在空中痛苦地翻滚嘶吼，身上的金色凤颜忽明忽暗，气息以一个骇人的速度衰弱下去。最后她像是一只折翼的凤凰从空中直直地坠落下来。砰！她重重地摔回了那张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龙椅上，将坚硬的宝座砸出了一片裂纹。云溪披头散发，嘴角挂着血迹，脸色惨白如鬼，浑身不住地颤抖。他看向林峰的眼神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蔑与高傲，只剩下浓浓的畏惧与惊骇。他败了，身为武皇，他竟然败给了一个瞎子武王，而且还是败得如此彻底，如此诡异。那一剑究竟是什么？全场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如果说之前林峰一剑斩3000带给他们的是震撼，那么此刻一招重创武皇带给他们的就是颠覆认知的恐惧。这个瞎子根本不是人，他是魔鬼。就在这气氛压抑到极点的时刻，呵呵，希儿，今日何事如此热闹？一个带着几分轻佻与威严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天际传来。众人骇然抬头，只见东方的天空中5道身影正踏空而来，为首一人是一名身穿青色云纹长袍的中年男子，他背负一柄古朴长剑，面容俊朗，眼神却锐利如鹰，仿佛能洞穿人心。在他身后是4名气息同样深不可测的灰袍老者，他们5人每一步踏出，脚下都仿佛有无形的阶梯，虚空在他们脚下如履平地。武皇，又是5名武皇强者，是凌云剑宗的宗主。凌云剑主来了！人群中有见多识广之人认出了为首那人的身份，失声惊呼：凌云剑宗，大夏第一宗！大夏皇朝的人谁不知凌云剑宗的威名？那可是真正的顶尖宗门，俯瞰整个大夏，其实力甚至还在皇室之上。而凌云剑主李天涯更是传说中的人物，成名已久，剑法通神。他竟然亲自来了，还带了4位宗门长老，这可是5尊活生生的武皇啊！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皇宫之人，眼中瞬间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救星来了，大夏有救了！瘫软在龙椅上的云溪更是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脸上的恐惧和惊骇瞬间被狂喜与怨毒所取代。他挣扎着伸出颤抖的手，指向广场中央那道孤高的身影。天涯哥！云溪的声音嘶哑而尖利，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无尽的恨意。那个瞎子是云瑶那贱人的帮手，你快帮我杀了他！杀了他！云溪状若疯魔，再无半点女皇的威仪。他只想看到林峰死，看到那瞎子被碎尸万段。李天涯一行5人身形飘然落下，他看都未看地上的尸山血海，目光只是在云溪那狼狈却依旧诱人的身段上扫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行。李天涯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的磁性，仿佛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希儿，你可得想好晚上怎么报答我。他言语轻佻，眼神中的占有欲毫不掩饰，仿佛这皇宫这天下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说罢，他随意的一挥手，对着身后一名灰袍老者淡淡吩咐：4长老，去把那瞎子的脑袋给本座提来。是，宗主。那名被称为4长老的老者躬身领命。他一步踏出，身上武皇初期的气息轰然爆发，一股凌厉的剑压瞬间锁定了林峰。
他看着林峰，眼神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蔑视，仿佛在看一只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一个瞎子也敢在皇城放肆？四长老的声音冷漠如冰，充满了不屑。不知死活的东西！他缓缓抽出自己的长剑，剑身清明，寒光四射。本皇只出一剑，能死在本皇剑下，是你的荣幸。话音未落，剑已出，一道璀璨夺目的剑光，宛如银河倒挂，撕裂长空，带着斩灭一切的威势，朝着林峰当头劈下。这一剑蕴含着武皇强者的武道之力，剑光所过之处，空间都隐隐扭曲。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仿佛已经看到了林峰被一剑劈成两半的血腥场面。然而林峰依旧静静地站着，他甚至没有抬头。就在那毁天灭地的剑光即将临身的刹那，他动了，颔首拔剑，惊艳剑光骤然浮现。斩天第一式，破晓。一抹微光，一抹仿佛从无尽黑夜中诞生的第一缕晨曦之光。这道光芒很淡很轻，甚至有些微不足道，但它却拥有着刺穿一切黑暗的锋锐。一闪而逝，扑哧，那不可一世的四长老前冲的身形猛地僵在了原地，他脸上的狞笑和轻蔑瞬间凝固。他低下头，难以置信地低头看了看，又茫然地抬起头看向林峰。你……他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一个沙哑的音节。一道细微的血线悄无声息地从他的脖颈处浮现，而后迅速扩大。咕噜，一颗大好头颅瞬间滚落，鲜血如喷泉般从他断裂的脖颈中狂涌而出，无头的尸身轰然倒地。武皇陨落，轰隆隆，天空之上风云变色，千云汇聚，仿佛连苍天都在为一尊皇者的逝去而哀鸣。整个白玉广场死寂，所有人都懵了。那可是武皇啊，凌云剑宗的四长老，就这么一剑被杀了。李天涯脸上的笑容彻底僵硬了，他身后的另外3名长老更是目眦欲裂。老四，庶子敢尔，竟敢杀我四师弟！杀了他，为四师弟报仇！3声怒吼同时炸响，轰轰轰，3股远比刚才那位四长老更加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3名武皇强者怒了，他们不再有任何轻视，瞬间便使出了自己的最强绝招：天剑诀、陨星、怒涛掌、覆海、封神腿、裂天。3道蕴含着武皇之力的恐怖攻击化作一道剑光流星，一只遮天巨掌，一道撕裂苍穹的腿影，从3个方向成品字形将林峰所有的退路全部封死。3位武皇联手一击，其威势足以将一座山脉夷为平地。狂暴的能量瞬间将林峰的身影淹没，在广场中央爆发出一个刺目至极的光团。轰隆，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整个皇城都在剧烈摇晃。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将周围的宫殿成片成片的摧毁。广场之上烟尘弥漫，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出现在众人眼前。死了吧，这下总该死了吧。3位武皇长老联手，就算他是武皇强者也必死无疑。众人心惊胆战地议论着，死死盯着那烟尘的中心，云溪的脸上再次浮现出狰狞而快意的笑容。他不信这样还不死。烟尘缓缓散去，巨坑的中心一道身影依旧笔直地站立着，衣衫有些破碎，却依旧毫发无伤。他的周身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剑气薄膜，正是这层薄膜将所有攻击都挡在了外面。什么？3名长老瞳孔骤缩，脸上写满了骇然。该我了。林峰冰冷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的寒风吹入3人的耳中。他的身影动了，快到极致，仿佛一道黑色的闪电。不好！其中1名长老心中警铃大作，刚要做出反应，一柄冰冷的长剑已经无声无息地从他的后心穿透而出。他艰难地低下头，看着胸前透出的剑尖，眼中充满了不甘与绝望。生机迅速流逝。老3，剩下的2名长老肝胆俱裂，转身就想逃。他们怕了，这个瞎子根本不是人，是魔鬼。然而他们逃得掉吗？林峰的身影如影随形，手中长剑划出2道玄奥而致命的轨迹，剑光闪过，2名正在亡命奔逃的长老身体同时一僵，而后他们的身体从腰间被整齐地斩成了2段，鲜血与内脏洒满了一地。3尊武皇长老尽数伏诛。当最后1名长老的半截身体摔落在地时，李天涯的怒吼才堪堪传来：瞎子，你敢！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边的震怒与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惊惧。然而林峰的长剑没有丝毫的停顿，他用行动回答了李天涯：他敢！全场
实话，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立当场，大脑一片空白。死了，都死了！凌云剑宗的4位长老，4位武皇强者，就这么在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全部变成了冰冷的尸体。这是在做梦吗？这一定是幻觉。李天涯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英俊的面容因为极致的愤怒而扭曲，怒火攻心，一股前所未有的杀意从他体内疯狂涌出。他带来的4位长老是他宗门的支柱，是他横行青州的底气，现在全死了，死在了这个他根本没放在眼里的瞎子手上。这是奇耻大辱，是无法洗刷的血海深仇。李天涯仰天咆哮，声震云霄，一股远超之前4位长老的恐怖剑意冲天而起，搅动9天风云。他死死地盯着林峰，一字一句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一般。今日本座便让你这个瞎子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剑修。话音落下的瞬间，李天涯的身上一股比之前4位长老加起来还要恐怖10倍的气息如火山般喷发。轰！武皇中期，这才是凌云剑主真正的实力。恐怖的剑压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岳从天而降，狠狠地压在广场之上。实力稍弱的禁卫军连站立都做不到，瞬间被压得跪倒在地，口鼻溢血，更有甚者直接被这股威压碾碎了5脏6腑，当场暴毙整个皇城。在这股剑压之下瑟瑟发抖。天涯哥瘫软在地的云溪感受到这股熟悉而强大的力量，脸上再次浮现出病态的狂喜。他就知道李天涯才是最强的，那个臭瞎子死定了。李天涯缓缓抬起了手，一柄通体湛蓝，仿佛由万载玄冰铸就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此剑名曰听潮，乃天外云铁所铸，随我300年，斩皇者1时有3。他的声音不再暴怒，反而变得异常平静，但这份平静之下却蕴含着足以冰封天地的杀意。能死在此剑之下，是你此生最大的荣耀。李天涯的目光如同2柄绝世神剑，锁定了林峰。他不再有丝毫的轻视，将林峰视作了平生仅遇的对手。他双手握剑，高高举过头顶，周身剑气疯狂汇聚，在他身后竟隐隐形成了一片剑气汪洋，惊涛骇浪。凌云9剑第8式沧海，一剑斩落，没有惊天动地的光芒，也没有撕裂长空的剑气。这一剑斩出，那片由剑气汇聚的汪洋大海便铺天盖地般朝着林峰席卷而去。这不是单纯的剑招，而是剑意，是李天涯身为武皇中期强者对剑道领悟的极致体现。在这片沧海面前，任何有形的防御都显得苍白无力，他将吞噬一切，淹没一切，磨灭一切。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面对这仿佛天倾地覆的一剑，那个瞎子还能抵挡吗？林峰依旧尽力，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手中的剑。那柄剑很普通，普通到就像是路边铁匠铺随意打造的凡铁。可当他握住这柄剑时，他就是这片天地间唯一的主宰。斩天第一剑，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仿佛带着一种言出法随的魔力。破晓，一剑刺出，平平无奇的一刺，没有剑光，没有剑气，甚至没有带起一丝风声。然而就在他剑尖刺出的那一刹那，整个世界仿佛都失去了色彩，唯有惊艳一剑。无论是李天涯那惊天动地的剑意沧海，还是周围人惊骇欲绝的表情，亦或是天空中翻滚的千云，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黑白2色，唯一的色彩便是林峰的剑尖，那一点极致的白，那一点比烈日核心还要璀璨，还要灼热的光。这一点光与那片剑意沧海轰然相撞，轰隆隆，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定格。众人只看到那足以淹没山川的剑意汪洋，在触碰到那一点光芒的瞬间绚丽爆破而来。一个呼吸，2个呼吸，3个呼吸，当众人再次眨眼时，那片恐怖的剑意沧海已经消失成无数细小碎片坠落，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而那一点极致的光却于是不减，一闪而逝，瞬间洞穿了李天涯的眉心。李天涯脸上的自信与冷傲彻底凝固，他手中的听潮剑寸寸断裂，化作凡铁坠落在地。他身上的生机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疯狂地流逝。这是什么剑法？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了沙哑而不甘的疑问。斩天剑，想学？下辈子教你。林峰缓缓收剑，归于鞘中。随着长剑入鞘的轻响，李天涯的身体轰然倒地。转瞬之间，一代剑主，凌云剑宗的宗主，威震大夏的武皇中期强者李天涯就此陨落。风轻轻吹过，广场之上一片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如同被人扼住了喉咙，
发不出半点声音。他们看到了什么？凌云剑竹里天涯施展出惊天动地的一剑，然后就这么没了，被那个瞎子一剑击杀。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颠覆了他们的三观。不可能！一道尖利到变调的嘶吼打破了这片死寂。云溪状若疯魔，连滚带爬地冲到李天涯消失的地方，双手疯狂地在空气中抓挠着，似乎想要抓住什么。天涯哥，你起来啊！你不是最强的吗？你快起来，杀了这个瞎子，杀了他！他哭喊着，嘶吼着，脸上涕泪横流，妆容尽毁，再无半点女皇的仪态，活脱脱像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疯婆子。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冷风，希望彻底破灭了。云溪的哭喊声戛然而止，他猛地转过头，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林峰，那眼神中的怨毒与疯狂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林峰却连看都未看他一眼，他双目紧闭，主打一个目中无人，径直朝着远处那个巨大的玄铁囚笼迈开脚步，缓缓走了过去。枪！一声轻响，一道剑光闪过，那由万年玄铁铸造，足以困住五皇强者的囚笼应声而断，如同豆腐般被切开。囚笼中，一道身穿凤袍、容颜绝世的身影怔怔地看着他。云瑶的眼眶早已湿润，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他斩尽一切敌的男人，千言万语都化作了哽咽。瞎子，你……他嘴唇翕动，泪水终于决堤。你好棒！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难得的温柔弧度，意味隽永地笑道：留着，晚上再说。你……云瑶的绝美俏脸上瞬间飞起两抹动人的红霞，连耳根都变得滚烫。他伸出粉拳，带着一丝娇嗔，轻轻地捶在了林峰的胸口。这一刻的温馨与周围的尸山血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就在这时，异变陡生。哈哈哈哈！不远处，云溪突然发出了一阵癫狂的大笑。你们以为你们赢了吗？他的笑声凄厉而怨毒，充满了同归于尽的疯狂。朕才是大夏的女皇，朕就算是死，也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云溪猛地咬破舌尖，一口心血喷在了一方古朴的玉玺之上。那玉玺正是大夏皇朝的传国玉玺。嗡！随着云溪心血的融入，那方玉玺瞬间爆发出璀璨夺目的金光。整座皇城，不是整个大夏皇朝的疆域，都在这一刻剧烈地颤动起来。啊！一声仿佛从亘古传来，充满了无上威严的龙吟，从皇宫地底深处响起，震彻云霄。一道肉眼可见的由磅礴国运汇聚而成的金色龙脉之气从地底冲天而起，盘旋在皇宫上空，形成了一条长达100丈的狰狞巨龙。那巨龙的眼眸冷漠无情，俯瞰众生，仿佛天地神明。一股凌驾于这方天地之上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一阵之血，奉江山龙脉。云溪的声音如同最恶毒的诅咒，响彻天际。给朕杀！给朕杀！那咆哮声在国运金龙的龙吟之下，显得尖锐而渺小，却蕴含着燃尽一切的疯狂与决绝。啊！100丈金龙得到了指令，那双漠然的龙眸瞬间锁定了林峰与云瑶，龙口大张，一股足以焚山煮海的金色龙炎便要喷薄而出。整个皇城广场的温度骤然升高，空气被灼烧的扭曲，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林峰眉头微皱，握着剑柄的手指轻轻动了动。国运龙脉的力量确实触及到了另一层天地之理，但于他的斩天剑而言还差着鸿沟。只不过就在他准备出剑的刹那，一只温润柔软的玉手轻轻按在了他的手背上，一道清冷而坚定的声音在他身侧响起：我来。林峰侧过头，尽管双目紧闭，却仿佛能看到云瑶此刻脸上的决然。大夏谁为女帝，该由我们两姐妹自己做个了断。云瑶一步踏出，将林峰护在身后，身上那件染血的凤袍无风自动，一股与云溪截然不同却同样尊贵浩瀚的皇者之气冲天而起。林峰沉默了片刻，淡淡问道：你行吗？云瑶没有回头，只是嘴角勾起一抹动人的弧度，语气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戏谑与调侃。我一直都行。他顿了顿，话锋一转，悠悠地模仿着某种抱怨的腔调。倒是有些人，女人真是麻烦。哎呀，我要休息一会儿。噗呲，是你吧？林峰的脸瞬间黑了下去，这女人大白天的什么都往外面说。云瑶感受到身后男人那略显窘迫的气息，心情莫名好了几分。她转过身，直面那条盘踞天际的狰狞金龙，以及金龙之下面容扭曲的云溪。她的目光里带着一丝痛心，一丝怜悯。希儿，姐姐自问待你不薄，这皇位即便你要，我也不会有半分不舍。你为何非要害我？她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广场，带着一股令人心碎的悲凉。切！
云溪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那张因疯狂而扭曲的脸上充满了刻骨的嫉妒。从小到大，你都比我优秀，比我好运，父皇的赞许是你的，宗门的资源是你的，就连天涯阁的目光也是你的。他尖声嘶吼起来，状若疯魔。你给我的全都是你用过的，玩腻了的，那是施舍，你懂吗？是施舍。你明明只是一个贱婢之女，凭什么获得如此多殊荣？云瑶的娇躯微微一颤，眼中最后一丝温情也化作了冰冷的哀伤，道：不是那样，我只是想着把我觉得最好的都给你。闭嘴吧，你这个惺惺作态的臭婆娘！云溪歇斯底里地打断了他，高高举起手中的传国玉玺，仿佛举起了整个天下的权柄。大夏的江山是朕的，朕手持玉玺，可调动皇族龙脉。你一个阶下之囚，拿什么跟朕斗？杀了他！啊！金龙咆哮，震动九霄。那酝酿已久的金色龙炎化作一道毁灭天地的光柱，朝着云瑶轰然落下。龙炎位置，广场的地面已经开始融化，化作滚滚的岩浆。云瑶的眼神在这一刻彻底冰冷了下来。他缓缓抬起右手，一头冰蓝色的凤凰虚影在他身后悄然浮现，展开遮天蔽日的双翼。凤鸣，冰封，立！一声高亢清越的凤鸣响彻天地。与云溪那暴力疯狂的气息不同，云瑶的力量带着一种源自血脉深处的圣洁与高贵。无穷无尽的冰蓝色寒气以他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咔嚓咔嚓咔嚓，滚烫的岩浆瞬间被冻结，扭曲的空气被凝固，就连那道毁天灭地的金色龙炎在接触到这股极致寒气的刹那，速度也为之一致。冰与火在半空中展开了最原始最激烈的碰撞，整个天空被泾渭分明地分割成了两半，一半是金龙盘踞龙焰滔天的赤金之色，一半是冰皇展翅霜寒彻骨的冰蓝之境。口口声声说我是贱婢之女，可我的天赋却强于你。云瑶的声音如同九天之上的神谕，冰冷而威严。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不留情的姐姐到底是什么实力。话音落下，云瑶身后的冰皇虚影猛然振翅，漫天冰蓝色的神辉化作亿万片晶莹剔透的冰雨，每一片冰雨都蕴含着冻结灵魂的力量，铺天盖地般朝着国运金龙传射而去。不，朕才是正统，朕才是女皇。云溪感受到了来自内心的恐惧，发出了更加疯狂的嘶吼。他不顾一切地催动着自己的精血灌入玉玺之中，那国运金龙身上的金光愈发炽盛，龙炎的威力也节节攀升，试图将那些冰雨尽数融化。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冰雨所过之处，龙炎寸寸熄灭，金光层层冻结。那条威严的国运金龙在这股冰封的力量面前竟发出了痛苦的哀鸣，庞大的龙躯之上开始凝结出一层厚厚的冰晶，它在挣扎，它在咆哮，却无法挣脱那冰封万物的宿命。怎么会这样？云溪呆呆地望着天空，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国运龙脉之间的联系正在被那股寒气一点点地斩断冻结。他赖以翻盘的最大底牌正在离他而去。不！伴随着他绝望的嘶吼，天空中的冰皇虚影猛地探出利爪，精准无比地抓住了国运金龙的逆鳞。啊！金龙发出一声痛苦到极点的悲鸣，庞大的身躯轰然一颤，彻底放弃了抵抗。他身上的金色光芒迅速褪去，重新化作一道磅礴的龙脉之气，但这一次他没有回归地底，而是盘旋着朝着云瑶俯首，发出了臣服的低吟。大夏的天命已然易主。噗！云溪如遭雷击，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手中的传国玉玺咔嚓一声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光芒彻底暗淡下去。汹涌的反噬力量立马袭来，云溪身上的气息如同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瞬间从武皇境界跌落，变得比一个普通人还要虚弱。他的头发在短短几个呼吸间由青丝化作了白雪，他的容颜迅速的衰老，皮肤上布满了褶皱，眼中充满了死寂。希望、权柄、力量、青春，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离他而去。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云瑶缓缓从空中落下，那冰魄玄黄的虚影也随之敛入他的体内。他走到云溪面前，看着这个曾经与自己最亲的妹妹，如今却变成这副模样，眼中闪过一抹不忍。他伸出手，想要去拿那方已经皲裂的玉玺，这是大夏皇权的象征，必须由他执掌。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玉玺的瞬间，一道苍老、沙哑却蕴含着无上威严的声音，如同九天惊雷，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轰然炸响。住手！轰隆！一股比恐怖的威压从皇宫禁地的最深处铺天盖地而来。在这股威压之下，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要被碾碎，连思维都陷入了停滞。就连一直淡然的林峰也猛地面向了那个方向，
握剑的手第一次不自觉地紧了紧。一道身穿陈旧灰袍、须发皆白，仿佛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枯槁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广场中央。他一出现，头顶上空风云变幻。这位皇族的老怪物，浑浊的眼珠死死地盯着云瑶，那眼神没有半分亲情，只有刻骨的冰冷与厌恶。云瑶，老夫已经通知朕，荒宗的大人剥夺了你大夏女皇的身份，现在你所做的一切是想造反吗？云瑶，老夫已经通知朕，荒宗的大人剥夺了你大夏女皇的身份，现在你所做的一切是想造反吗？声音如同万古寒冰，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与审判的意味。云瑶抬起头，迎上那双浑浊却锐利如鹰隼的眼眸，那其中毫不掩饰的厌恶像一根尖刺扎进了他的心里。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刺痛，朝着那枯槁的身影微微躬身，抱拳行了一礼，声音清冷而不失恭敬：老祖虽而不敢，只是妹妹云溪，她联合外敌凌云剑宗，设下毒计暗害于我，又窃取玉玺，篡夺皇位。我今日所为不过是拨乱反正，拿回本就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他的语气不卑不亢，将事实娓娓道来，没有丝毫添油加醋，却字字泣血。然而那被称为老祖的枯槁老者，大夏皇朝的定海神针云南天，却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放肆！一声怒喝如同平地惊雷，震得整个广场嗡嗡作响。云南天枯瘦的手指指向云瑶，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失望与怒火。八荒大地，诸国林立，各国君主之位的更迭，从来都是上禀朕荒宗，由宗门大人裁决报备，岂能由你在此胡乱争抢？是国祚如儿戏。他向前踏出一步，那看似随时会倒下的身躯，却爆发出山岳般沉重的威压，死死地压在云瑶的身上。云溪手持玉玺，便是得了国运龙脉的承认，是名正言顺的帝皇。云瑶的娇躯在威压下微微颤抖，脸色也变得苍白了几分，但他的脊梁却依旧挺得笔直。老祖，您不分青红皂白吗？他的声音里带着最后一丝期望与悲凉。我才是父皇钦定的继承人，我才是大夏子民拥戴的女皇。云南天发出一声冷哼，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耐，道：够了，既然云溪已经登基，此事就不得再争抢什么，皇位不是玩具，抢来抢去成何体统？他根本不愿再与云瑶多言，直接搬出了自己作为皇族老祖的无上威严，要将云瑶彻底镇压。就在这股威压攀升到极致，云瑶几乎要支撑不住的瞬间，一道带着几分戏谑的轻笑声突兀地响了起来。哼，老不死的，明明你就是跟那云溪一伙的，在这里装什么大义凛然呢？这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瞬间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林峰，那个一直静静站在一旁的瞎子，缓缓抬起了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穿透了虚空，精准地锁定了云南天。他转过头，对着身旁脸色苍白的云瑶，语气里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意味，道：白痴女人，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他如果不是跟你那个好妹妹一伙的，你被人下毒暗害的时候，他这个皇族老祖怎么不出现？云瑶娇躯一震，猛地看向云南天。云南天脸色一沉，干枯的嘴唇开合，声音冰冷地吐出几个字：老夫当时正在闭关，潜心修炼，并不知晓外界之事。他的解释听起来天衣无缝，充满了强者的淡漠与疏离。林峰嘴角的弧度却更大了，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哦，闭关，那他被抓进天牢，要被当众斩首的时候，你这个老祖又在哪里？你不会告诉我，你还在闭关吧？一连串的质问，如同一柄柄重锤，狠狠地敲击在云南天那张伪装的面具上。云南天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眼中的杀机几乎要凝为实质。老夫当时正在冲击境界的紧要关头，闭的是死关，自然不知外界发生了何等变故。云南天强行辩解着，身上的气息也因为心绪的波动而变得有些不稳。林峰脸上的笑容在这一刻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森然的冷意。那你现在怎么不去闭你的死关了？这最后一个问题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剑，瞬间刺穿了云南天所有的谎言与伪装。是啊，为什么偏偏在云溪兵败如山倒，国运被剥夺，皇位即将易主的时候，你这位闭着死关的老祖就这妖巧的出关了？你……云南天的胸膛剧烈起伏，一股滔天的怒火从心底直冲天灵盖，他那张布满褶皱的老脸涨得一片紫红。他死死地盯着林峰，那眼神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呵斥道：放肆！这里哪有你一个外人说话的份？咆哮声回荡，属于武皇强者的恐怖气息如同海啸般朝着林峰席卷而去。云南天试图用绝对的力量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闭嘴，然而林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那狂暴的气浪吹拂着他的衣衫和黑发，身形却纹丝不动，仿佛中流砥柱。他面向云南天，语气平淡：
却带着一种足以让天地失色的狂傲，不屑冷笑道：“我说了，你能拿林某如何？找死！”云南天彻底被激怒了，他活了数百年，身为大夏皇朝的守护神，何曾被人如此当面羞辱过？轰！一股浩瀚磅礴的气息从他那枯槁的身躯中轰然爆发，直冲云霄。武皇初期，这股气息一出，整个皇城广场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仿佛有一座太古神山压在了心头，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云南天须发皆张，双目赤红，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林峰，声音如同寒冬的惊雷。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瞎子，区区武王境的修为，也敢在老夫面前盈盈狂吠。在老夫眼中，你不过是一只可以随手碾死的蝼蚁。云南天高高的抬起了自己那只干枯的手掌，掌心之中恐怖的能量正在汇聚，仿佛下一秒就要拍出一掌，将林峰连同他脚下的大地一同碾为齑粉。然而下一瞬，所有人都只觉得眼前一花，原本站在云瑶身旁的林峰身影就那么毫无征兆的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鬼魅般的来到了云南天的面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空间也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云南天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老脸瞬间被无尽的惊骇与恐惧所取代，他那双浑浊的眼珠子瞪得滚圆，几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死死地盯着近在咫尺的那张平静的脸。一只手，一只看起来并不如何强壮，甚至有些修长的手，就那么轻描淡写地捏住了他的咽喉。那只手上传来的力量仿佛一座无法撼动的神域，将他全身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气息都死死地锁在了体内，动弹不得分毫。林峰依旧双目紧闭，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将头微微一偏，用那平静到令人心悸的声音轻轻地问道：“来，再说一遍，谁才是蝼蚁？谁才是蝼蚁？”林峰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柄无形的巨锤，狠狠地砸在广场上每一个人的心脏上。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彻底静止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死死地盯着那匪夷所思的一幕。大夏皇朝的定海神针，活了数百年的武皇老祖云南天，此刻就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小鸡，双脚离地，无力地蹬踹着。他那张布满褶皱的老脸因为窒息而长成了猪肝色，眼中充满了无尽的骇然与恐惧。他想挣扎，却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武皇修为，在那只看似修长的手掌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的一般，被死死地禁锢在体内，连一丝一毫都调动不起来。你，云南天的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响，浑浊的眼珠里哪里还有半分刚才的威严与怒火，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恐惧与乞求。他终于明白自己招惹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这不是武王，这绝对不是一般武王，就算是武皇中期，也不可能如此轻描淡写地将他制住。前辈，饶命！断断续续的求饶声从云南天的喉咙缝隙里挤了出来，充满了卑微与悔恨。林峰没有理会他的求饶，他只是微微侧过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看向了身后的云瑶。他没有说话，但意思已经无比明确，此人的生死由你来定。云瑶的娇躯微微一颤，他看着那个曾经被他视为家族脊梁，此刻却丑态毕露的老祖，心中最后的一丝亲情与期望也随之彻底湮灭。他想起了自己被下毒时的孤立无援，想起了被打入天牢时的绝望，想起了父皇临终前的殷切嘱托，一幕幕一桩桩都化作了此刻无声的决绝。云瑶缓缓的轻轻的闭上了他那双噙着泪光的美眸，他不忍再看，也不愿再看，这个动作便是最终的审判。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懂了。咔嚓，一声清脆的令人牙酸的骨裂声突兀的响起，林峰的手掌只是轻轻一握，云南天那蹬踹的双腿瞬间僵直，眼中最后的神采迅速暗淡下去，脑袋无力地垂落到一旁。大夏皇朝的定海神针，武皇强者云南天死。林峰随手一甩，那具枯槁的尸体便如同一袋破烂的垃圾，被轻飘飘地扔在了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整个皇城广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雷霆万钧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啊！一声尖利到极致的嘶吼划破了这片死寂。云溪披头散发，状若疯魔，他看着云南天那已经失去生机的尸体，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怨毒地盯着云瑶和林峰。云瑶，你这个贱人，你竟敢勾结外人，是杀老祖，你不得好死！他的声音充满了最恶毒的诅咒，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怨鬼在咆哮。还有你这个瞎子，你们这对狗男女一定会遭天谴的，我诅咒你们永生永世堕入无间地狱，受尽万火焚身之苦。云瑶的脸色愈发苍白，面对妹妹如此恶毒的诅咒，
他的心仿佛被刀割一般。就在这时，一只温暖的手掌握住了他冰冷的小手。林峰没有回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用自己的体温传递着无声的安慰与力量。云瑶的身体一僵，随即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去看云溪那张扭曲的脸。林峰这才缓缓转过身，面向那个疯狂咆哮的女人，语气平淡的没有一丝波澜。你看不到我不得好死的时候。他顿了顿，嘴角的弧度带着一丝残忍的意味。我却能够亲手让你不得好死。话音落下，林峰迈开了脚步，一步一步朝着云溪走去。他的步伐不快，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所有人的心跳上，沉重而压抑。云溪的咒骂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他看着那个如同死神般走来的瞎子，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哆嗦起来，双腿一软，竟是直接瘫倒在地，不住的向后挪动着。不要过来，别杀我，姐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让他住手啊！他涕泪横流，哪里还有半分女皇的威严，只剩下一个祈求活命的可怜虫。然而无论是林峰还是云瑶，都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背叛与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林峰停在了他的面前，一柄古朴的长剑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噗嗤，没有丝毫犹豫，长剑挥落，一道血线飙射而出，剑锋精准地穿透了云溪的心脏，将他死死地钉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云溪的眼中，生命的光彩如同退潮般迅速消散，只剩下无尽的怨毒与不甘。然而就在他彻底咽气的瞬间，他怀中一枚不起眼的玉佩骤然碎裂翁，一股浩瀚无边的恐怖威压猛然从天而降。整个大夏皇城的上空风云变色，黑云汇聚，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缓缓成型，其中电闪雷鸣，仿佛末日降临。一道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如同天神之怒，从漩涡的中心滚滚传出，响彻天地。何人胆敢杀我镇荒宗弟子？这声音蕴含着无上的法则之力，仅仅是听在耳中，就让广场上无数修为低下的武者口喷鲜血，瘫软在地。紧接着，一道由光影汇聚而成的虚幻身影缓缓从漩涡中降下。那是一名身穿金色长袍的老者，面容古拙，双目开合间仿佛有日月星辰在轮转，威严到了极点。要明白，八荒大地所有国度的君主在登基之后都必须前往镇荒宗拜师，获得一个外门弟子的身份，以示臣服。而云溪当时气运极佳，便是认得太上长老为师，虽然只是一记名弟子，但其身份已经不言而喻。云瑶脸色一白，强忍着那股威压，上前一步，躬身行礼：晚辈大夏皇朝云瑶，拜见镇荒宗长老。方才被诛杀之人，乃是篡夺我皇位的叛逆云溪，他勾结外敌，谋害手足，罪不容诛，还请长老明察。然而那被称为长老的虚影却连看都未看他一眼，目光如电，死死地锁定在林峰的身上。本座不管你们有何恩怨，镇荒宗的弟子只有镇荒宗能罚，何时轮到外人来动手了？他的声音冰冷而不容置疑，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漠视，看向林峰道：难得自裁，至于那女的乃是宗门叛徒，则自废修为，跪下伏法，随本座分身去往宗门，自有定论。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镇荒宗的威严果然恐怖如斯。云瑶更是急声道：长老，此事……他的话还未说完，一道平淡中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林峰缓缓抬起头，面向那道威严的虚影，嘴角一撇：区区分身而已，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此话一出，天地间仿佛都安静了一瞬。那金袍老者的虚影明显的愣了一下，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他怒极反笑：好，好，好。他一连说了3个好字，那虚幻的面容上杀机毕露。区区一个武王境的蝼蚁，也配在本座面前造次？看来是本座太久没有行走世间，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忘了我镇荒宗的威严了。话音未落，他猛然抬手，一只由无尽光芒汇聚而成的擎天巨手撕裂云层，带着毁天灭地之势，朝着林峰当头拍下。这一掌尚未落下，整个皇城广场的地面便已经开始寸寸皲裂。然而面对这足以抹平山川的一击，林峰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惧色，他只是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剑。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锋锐剑意冲天而起，那股剑意霸道凌厉，充满了对神灵的蔑视与杀戮。斩天第3剑。林峰的声音在这一刻仿佛成了天地间的唯一。陆神，嗡！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血色剑芒自剑间一闪而逝，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波动，那道血色剑芒就那么轻飘飘地划过长空，悄无声息地斩在了那只擎天巨手上。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那只足以毁灭一切的能量巨手从中间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隙，然后如同被风化的沙雕一般寸寸消散。而那道血色剑芒去势不减，瞬间便穿透了金袍老者的虚影。你！金袍老者只来得及吐出一个字，他那由能量构成的身体便如同被戳破的气球一般，砰的一声炸成了漫天的光点，消散于无形。一剑斩灭长老分身。然而万里之外，八荒大地真正的霸主镇荒宗，一座直插云霄的山峰之巅，一名盘膝而坐的金袍老者猛然睁开了双眼。庶子，安敢如此？滔天的怒火让整座山峰都为之颤抖。此人正是镇荒宗太上长老苍占山。他眼中杀机爆闪，双手闪电般结印，口中念念有词：黄道天威，听吾号令，天悲震煞。轰隆隆，镇荒宗深处，一块高达1000丈、刻满玄奥符文的古老石碑猛然震动起来，一道无比凝实的金色虚影从石碑上冲天而起，撕裂虚空，跨越万里而去。与此同时，苍占山并指如剑，朝着大夏皇朝的方向遥遥一点。大囚龙术，缉拿！另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空间，化作一张天罗地网，铺天盖地。此刻的大夏皇城，攻击尚未落下，天空却已经彻底变得暗沉，浓墨般的云层在上空翻涌。云瑶抬起头，感受着那股无法抗衡的绝望气息，心中反而一片释然。仇已经报了，最大的心愿也已经了。纵使今日身死，又有何憾？唯一的遗憾，或许就是与身边这个男人相识太晚。他转过头，看着林峰那平静的侧脸，眼中流露出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柔与决然。在劫难逃，那便在毁灭来临之前尽情绽放。云瑶主动牵起了林峰的手，十指紧扣，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却又无比坚定。林峰，随我来。他拉着他转身走向那金碧辉煌的皇宫深处。云瑶只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自己最美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这个为他撑起了一片天的男人面前，让其细细品味。林峰没有问为什么，只是任由他温润的小手牵引着自己穿过死寂的广场，踏上那沾染着雪与尘的999级白玉阶梯。身后的喧嚣与恐惧，头顶的末日天威，在这一刻仿佛都已远去。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他微乱的呼吸和那紧紧相扣的食指传来的温度。皇宫深处，承天殿，这里是大夏皇朝权力的中心，是历代帝王接受文武百官朝拜的至高殿堂。云瑶松开了林峰的手，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他的声音轻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林峰静静地站在原地，耳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衣物摩挲声。片刻之后，一个带着几分庄严又夹杂着无尽魅惑的声音响起。好了。林峰缓缓转过身，尽管双目不能视物，但他强大的神识却能清晰地看到眼前的景象。此刻的云瑶已经换下了一身素雅的长裙，取而代之的是一袭用金丝银线绣着9爪金龙的龙袍。龙袍加身，衬得她本就白皙的肌肤愈发晶莹如玉，绝美的容颜上褪去了少女的青涩，多了一份君临天下的威严与神圣。头上是象征着至高皇权的12绺冕冠，垂下的珠帘遮住了她半张脸颊，却遮不住那双明眸中此刻满意的柔情与决绝。神圣威严，却又带着一丝令人心碎的凄美。她就像一朵在末日黄昏中选择尽情绽放的玫瑰，美得惊心动魄。瞎子，你摸摸。云瑶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主动上前拉起林峰的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穿着龙袍的胸前。现在的我是最美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着这个味道。她的吐气如兰，带着一丝致命的诱惑，整个人如同一只无骨的灵蛇，缓缓地紧紧地贴进了林峰的怀里。冰冷的龙袍隔不断那炙热的娇躯，林峰能感受到她剧烈的心跳，能闻到她发丝间传来的淡淡清香。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双臂，将这个将一切都托付给自己的女人紧紧地拥入怀中。半个小时后，承天殿的大门缓缓打开，云瑶与林峰手牵着手并肩走了出来。她脸上带着一抹动人心魄的潮红，眉宇间却再无半分遗憾。云瑶抬起头，看着天空中那愈发恐怖的威压，那大法力凝聚的天罗地网已经清晰可见。林峰，保重。云瑶深深地看了林峰一眼，仿佛要将他的轮廓永远地刻在灵魂深处。话音落下，他猛地挣脱了林峰的手掌。立！一声高亢嘹亮的凤鸣响彻云霄，云瑶的背后骤然浮现出一只一展百丈的冰晶凤凰虚影。那凤凰通体晶莹，散发着刺骨的寒意，双翼一震便卷起漫天风雪，载着云瑶的身体义无反顾地朝着天空中的囚笼冲去。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为林峰挡下这来自镇荒宗强者的雷霆怒火。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在那张由太上长老亲自施展的大囚龙术面前，
武皇初期的力量依旧渺小的如同尘埃。冰凤虚影刚刚触碰到那张无形的大网，便如同骄阳下的冰雪，发出一阵嗤嗤的声响，瞬间消融云瑶的娇躯，连一丝反抗都做不到，便被那张大网彻底束缚，光芒一闪，顷刻间消失在了虚空之中，不知被传送到了何处。云瑶！林峰发出一声怒吼，几乎在同时，他手中的古朴长剑已经化作一道血色闪电，冲天而起。鹿神之剑再现尘寰，可是这一次他的剑却没能展开那片天穹。轰隆隆，一块高达1000丈的金色天碑虚影，携带着镇压万古的黄道龙气，撕裂云层，从天而降。那碑还未落下，恐怖的威压已经将林峰的剑芒寸寸碾碎。整座皇宫在这股力量下，如同沙堡一般开始崩溃，化作虚无。林峰的身体被那股无可匹敌的力量死死压制，双腿不受控制的弯曲，脚下的地面瞬间化为齑粉。哈哈哈哈！苍占山那充满无尽嘲讽与威严的笑声在天际回荡。区区蝼蚁，现在可明白何为煌煌天威？声音中充满了猫戏老鼠般的快意与残忍。然而，就在那黄道天碑即将落下，将林峰彻底碾成飞灰的刹那，林峰的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碎裂了，一股远比之前强大100倍、1000倍的气息，如同火山喷发一般，从他体内轰然爆发。武王巅峰的桎梏在这一刻被悍然冲破。武皇境成，随着境界的突破，一缕尘封的记忆碎片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脑海。那是一片尸山血海的古老战场，一个模糊的身影指天踏地，睥睨神魔。林峰的双眸依旧紧闭，但他的嘴角却勾起了一抹森然的弧度。他缓缓抬起手，伸出一根手指，遥遥指向虚空。2个古老而沙哑的音节从他口中吐出：关来。嗡！虚空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道漆黑的缝隙，一口9丈青铜古棺缓缓从裂缝中浮现而出。那棺材样式古朴，上面刻满了日月星辰、鸟兽鱼虫的图案，充满了蛮荒与苍凉的气息。在棺盖之上，2个用上古神文书写的血色大字，散发着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怖气息。葬神！哈哈哈！天际苍占山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声音中充满了惊疑不定。林峰没有理会他，只是并指如剑，对着那口青铜古棺轻轻一点。破！一声令下，葬神棺猛然一震，一股无法形容的寂灭之力从棺身上席卷而出，迎上了那当头震下的黄道天碑虚影。惊天动地的碰撞荡开，那不可一世，仿佛能镇压万物的黄道天碑虚影，在接触到那股寂灭之力的瞬间，就如同一个脆弱的幻影，从下至上寸寸消融，顷刻间便化为了漫天金光，消散得无影无踪。天地间一片死寂，只剩下那口青铜古棺静静地悬浮在林峰的头顶，散发着让日月无光的恐怖气息。林峰缓缓抬起头，那张清秀的脸上此刻布满了冰冷的杀意。他的声音不大，却蕴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意志，穿透了万里虚空，清晰地回荡在整个八荒大地的上空。镇荒宗的人听着，我的女人云瑶，若有半点差错，我林峰定血炼你宗万万人。话音落下，天地震动，整个八荒大地的天空风云变色，无数道金色的法则神链凭空浮现，交织成一张覆盖了整个天穹的巨大金榜。黄道天碑，亦称黄极榜，此乃八荒之地天地法则所化，唯有无双强者正到武皇，其名讳才有资格显化其上。此刻，那金榜的最正中一个崭新的名字，正用一种霸道无匹的方式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硬生生地挤了上去。虾皇林峰，在其名讳之后，还有一行由天地法则亲自书写的评语：剑之无双，可斩上苍。这一刻，整个八荒大地无数个隐世不出的古老存在全都从闭关中惊醒。东海之滨，一座万丈火山的内部，岩浆翻滚，一名盘膝于火莲之上的红发老者猛然睁开了双眼，射出2道骇人的神光。北境雪原冰封的神殿王座之上，一位风华绝代的女皇，美眸中流露出一丝惊异。西域佛国古老的菩提树下，一位枯瘦的老僧停止了敲击木鱼的手，所有人的目光都跨越了无尽的空间，骇然地望向了天空中的黄道金榜。刚正到成皇，便能位列黄极榜正中。虾皇林峰，此人到底是谁？一道道充满震惊与疑惑的神念在天地间交错回响。一个前所未有的名字，在这一天以一种最为强势的姿态闯入了八荒所有顶尖强者的视野之中。天穹之上，那张覆盖了整个八荒半数天穹的黄道金榜光芒再次暴涨，一行行更加璀璨夺目的金色古字再次缓缓浮现。3月之后，中州考核，考核之地镇荒宗，邀榜上所有皇者共赴盛会，唯考核优胜者
可得中州令，或准入中州修行。短短几行字，却像是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整个八荒大地掀起了滔天巨浪。中州，那是传说中的武道圣地，是八荒所有武者梦寐以求的终极殿堂。无数年来，八荒与中州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形的天堑，唯有那些精彩绝艳、气运加深之辈，才有机会得到中州使者的接引，踏上那片传奇的土地。而现在，机会就摆在所有黄级榜强者的面前，只要通过考核，就能获得进入中州的资格。这怎能不让那些成名已久的皇者们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大夏皇宫废墟之上，林峰抬起头，用神识看着天穹上的讯息。那股笼罩天地的威压已经散去，只剩下那口青铜古棺静静地悬浮在他的身前，散发着亘古苍凉的气息。中州。林峰眉头微微皱起，当这两个字映入他脑海的瞬间，一抹熟悉的刺痛感闪过，仿佛有什么被尘封已久的记忆，想要挣脱枷锁，却又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死死禁锢。他摇了摇头，将那转瞬即逝的感觉压下，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中州的门槛可真高啊！他淡淡的自语，声音中听不出喜怒，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弄。话音落下，他伸手一招，那口藏神古棺便化作一道青光，没入了他的丹田，消失不见。他没有在此地过多停留，身形一闪，便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方天际掠去。云瑶被镇荒宗的人抓走，即使没有3个月后的考核，他也必须去一趟。与此同时，青州镇荒宗宗门主峰大殿之内，气氛压抑的仿佛要凝固。噗！苍占山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他那撕裂虚空降临在大夏黄都的黄道天碑虚影，动用了他的一缕本命黄气，如今被那口诡异的青铜古棺轻易击碎，连带着他的本体也受到了不轻的反噬。虾皇林峰，苍占山死死地盯着虚空中那依旧金光璀璨的黄级榜，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眼神中的怨毒与杀意几乎要化为实质。他堂堂镇荒宗太上长老，俯瞰整个八荒的至强者，今日竟在一个刚刚晋升武皇的瞎子手中吃了如此大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传我法令！苍占山压下翻腾的气血，发出一声震彻整个宗门的怒吼。他威严而冰冷的声音回荡在镇荒宗的每一个角落。凡八荒修士不论势力，谁能斩杀新晋虾皇林峰，并提其头颅来见，本座赏赐上品黄气一件。此言一出，整个镇荒宗瞬间哗然，紧接着这道悬赏令如同一场12级的风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八荒大地。上品黄气，那可是连许多老牌武皇都梦寐以求的至宝。一时间，无数强者为之沸腾了，无数道或贪婪、或觊觎、或凝重的目光开始在八荒的土地上搜寻那个名为林峰的瞎子剑修。一场针对新晋武皇的猎杀即将拉开序幕。对于外界的风起云涌，林峰并未理会，他此刻已经来到了灵丹谷。药潇潇看着眼前这个气息比之前强大了不知多少倍的男人，美眸中写满了复杂与震惊。黄级榜上的惊天变故，他自然也看到了。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不久前毫无真元力波动的瞎子，转眼间竟已是名震八荒的无上皇者。为何选择我？药潇潇听完林峰的请求，忍不住诧异地问道。他竟想让自己暂代大夏皇朝的女皇之位，处理后续一切事宜。因为除了他，这里我只认识你。林峰的回答简单而直接，他平静地站在那里，虽然双目紧闭，却仿佛能洞悉人心。药潇潇闻言，心中莫名一颤。这句看似不带任何感情的话语，却让他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信任。他沉默片刻，最终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但是你一定要把云瑶姐姐安然无恙地带回来。一定。林峰留下2个字，转身便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将大夏皇朝的后事托付给药潇潇，他便再无后顾之忧。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没有去闭关稳固境界，而是根据脑海中那零星的记忆碎片，一路向北，踏入了大韩皇朝的疆域。他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关于自己身世，自己到底是谁。而线索就指向大韩皇朝的皇族姬家，只要了解到姬霸昌是哪一年踏入的埋骨渊，那一切的问题说不定都会有答案。大韩皇朝皇宫深处，暖玉阁，殿内温暖如春，熏香袅袅。大韩皇太子姬无命正衣衫半解地搂着一名美艳的侍女，上下其手，肆意摸索。就在他准备进行下一步时，一道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大殿中央。那人一袭黑衣，白发如雪，双目紧闭，浑身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冰冷气息。什么人？胆敢擅闯！姬无命被吓了一跳，瞬间酒醒了大半，正要厉声呵斥，可当他看清来人的模样时，后面的话硬生生地卡在了喉咙里。他脸上的怒容瞬间凝固，随即被一种极度的惊恐与谄媚所取代。啊！姬无命怪叫一声，连滚带爬地从软榻上翻了下来，
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自己的衣袍。原来是虾前辈。晚辈姬无命，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前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前辈恕罪。他弓着身子，姿态放得极低，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冷汗。当时在埋骨渊，对方一剑的风采仿佛还在脑海中回荡。您是来了解那位老祖是何时进入埋骨渊的，对吗？姬无命眼珠一转，瞬间猜到了林峰的来意，脸上的笑容愈发谦卑恭敬。老祖他老人家已然神志疯癫，回来后疗伤也不见任何好转。他一边说着，一边做出痛心疾首的表情。前辈您这边请，您先歇息一下，晚辈这就立刻去为您调阅皇族秘库中的相关卷宗。姬无命点头哈腰的在前面引路，恭敬到了极点。然而在他转过身背对林峰的那一刹那，他眼底深处却悄然划过一抹怨毒与阴冷，那张谄媚的脸上也随之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残忍笑意。穿过几条雕龙画凤的长廊，姬无命将林峰引至一座名为听雪阁的雅致阁楼。阁楼内早已备好了山珍海味，玉液琼浆，数十名貌美的侍女垂手立于两侧，噤若寒蝉。前辈，您一路风尘仆仆，定是辛苦了。姬无命亲自为林峰斟满一杯酒，脸上的笑容谦卑到了骨子里。他小心翼翼地将酒杯推到林峰手边，说道：这是我们大韩皇朝千年窖藏的冰魄酒，有凝神静气之效，您先在此稍作歇息，品尝一番。晚辈已经派人去皇族秘库调阅卷宗，一有消息立刻就来禀报。林峰面无表情，既未点头也未言语，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一尊没有生命的冰雕。姬无命见状，心中冷笑更甚，但表面上依旧恭敬万分。他再次深深一揖道：那晚辈就不打扰前辈雅兴了，先行告退。说完，他便一步步躬身后退，直到退出阁楼大门，才缓缓直起身子。转身的刹那，他脸上的谦卑与恭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狰狞与快意。他对着阁楼的方向无声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眼中的杀机毫不掩饰。阁楼内，林峰端坐不动，他虽然双目不能视物，但强大的神识早已将周围的一切笼罩。在姬无命退出的瞬间，两股隐晦而强大的气息便如同毒蛇般从阁楼的两个角落悄然浮现，将他牢牢锁定。武皇初期，2个。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端起桌上的酒杯，却并未饮下，只是放在鼻尖轻轻一嗅。酒是好酒，可惜被不该有的东西玷污了。他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阁楼外姬无命的耳中。姬无命的脚步猛地一顿，脸色骤变。被发现了？不可能，这可是连武皇强者都难以察觉的奇毒黄陨散。既然如此，索性不再伪装。哈哈哈哈！姬无命猖狂的大笑声猛然响起，他转身大步走回阁楼门口，双手负后，居高临下的看着林峰，脸上充满了戏谑与残忍。瞎子，你真愚蠢！姬无命的眼神中充满了鄙夷和快意，仿佛在看一个即将被踩死的蝼蚁。他伸手指着林峰，一字一句地说道：在埋骨渊中，你是无敌的武王，我自然要对你客客气气。可现在，你看看你在哪里？这里是大韩皇朝的皇宫，是我的地盘，你一个瞎子也敢孤身闯入，简直是自寻死路。姬无命越说越是得意，仿佛已经看到了林峰跪地求饶的凄惨模样。他享受着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尤其是掌控一个曾经让他感到恐惧的强者的生死。林峰依旧是那副淡漠的表情，他缓缓放下酒杯，平静地问道：说完了？他这副波澜不惊的模样，让姬无命准备好的一大堆羞辱之词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就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说不出的憋屈。你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姬无命怒极反笑，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微微抽搐。他猛地一挥手，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两位供奉，还等什么？给本宫将他碎尸万段！遵命，太子殿下。两道冰冷的声音同时响起，话音未落，一左一右，两道身影鬼魅般从阴影中扑出。一人手持淬毒的黑色匕首，化作一道幽影，直刺林峰的后心；另一人双手成爪，指尖弹出寸许长的青色利刃，带着撕裂空气的锐啸，抓向林峰的头颅。两位武皇强者同时出手，杀机瞬间笼罩了整个听雪阁。那恐怖的黄道威压，让周围的桌椅摆设寸寸皲裂，化为齑粉。然而，面对这雷霆万钧的绝杀，林峰只是缓缓地抬起了右手。他的动作不快，但剑却异常的快。嗡！一声轻微的剑鸣在所有杀伐之音中清晰地响起，一道快到极致的青色剑光以林峰的指尖为中心骤然绽放。那剑光并不璀璨，却锋利到了极点，仿佛能切割世间万物。剑光一闪而逝，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那2名气势汹汹的武皇供奉身形僵硬在了半空中，脸上的狰狞表情瞬间凝固。下一刻，噗嗤，2道血线同时从他们的脖颈处喷涌而出，他们的头颅冲天而起，无头的尸身在惯性的作用下又向前冲出几步，才轰然倒地，鲜血染红了华丽的地毯。从林峰出剑到2位武皇身死，整个过程不过一息之间，干脆利落，一人一剑。阁楼外，姬无命脸上的狞笑还未完全散去，便彻底僵住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大的倚仗，2位货真价实的武皇强者，如同2只脆弱的鸡仔，被那个瞎子随手一剑便斩下了头颅。一股极致的冰寒从他的脚底板瞬间窜到了天灵带。皇者，你居然也是武皇！姬无命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剧烈颤抖，牙齿上下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扑通，姬无命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一屁股瘫倒在地，裤裆处迅速蔓延开一片深色的水渍，散发出难闻的骚臭，脸上涕泪横流，再也没有了半分皇朝太子的威严。饶命！前辈饶命啊！他一边爬一边疯狂地磕头求饶。是晚辈有眼无珠，是晚辈狗胆包天，求前辈看在我父皇的面子上，饶我一条狗命。我愿意做牛做马。林峰缓缓站起身，一步步朝他走去。他的脚步很轻，落在姬无命的耳中，却如同死神的催命鼓点。我言，你今日必死。林峰的声音依旧淡漠，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意志。话音落下，他并指为剑，一道凌厉的剑气就要洞穿姬无命的眉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庶子！嘎尔！一声雷霆般的怒吼从皇宫深处炸响，一股比之前那2位武皇强大了数倍不止的恐怖威压从天而降，化作一只金色的龙爪，狠狠地抓向林峰的剑指来人，正是大韩皇朝的皇帝姬天雄。在朕的皇宫，在姬家的地盘上妄想杀朕的儿子，你好大的口气！姬天雄的身影出现在阁楼上空，他身穿9绒黄袍，头戴平天冠，面容威严，双目如电，浑身散发着君临天下的霸道气息。瘫倒在地的姬无命看到自己的父亲降临，绝望的眼中瞬间燃起了希望的火光。他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疯狂地嘶吼起来：爹，快杀了他，快杀了他啊爹！他指着林峰，面目狰狞地尖叫着，声音中充满了怨毒与劫后余生的快意。然而林峰的动作比他的嘶吼更快，也比姬天雄的龙爪更快。面对那从天而降的恐怖威压，林峰不闪不避，甚至连看都未看一眼。他的指尖那道原本射向姬无命的剑气只是微微一偏，嗤，一道微不可闻的轻响，一道细微的青光如同一道跨越了空间的闪电，瞬间出现在了天空之上，姬天雄的面前。姬天雄瞳孔骤然一缩，脸上的暴怒与威严瞬间被一股难以置信的惊恐所取代。他想躲，想防御，可那道剑光太快了，快到他的神念刚刚生出反应，剑光便已经穿透了他的咽喉。姬天雄的身体僵在了半空，他低下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脖子上那一道细微的血痕。他想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呵呵的漏风声，生命力正以惊人的速度流逝。下一秒，这位大韩皇朝的君主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空中直挺挺地坠落下来，砰的一声砸在了姬无命的面前。死不瞑目！大韩皇帝死！姬无命的嘶吼声戛然而止，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父亲的尸体，大脑一片空白。也就在这一刻，天穹之上再次浮现黄道金榜，金光再度暴涨。所有关注着金榜的武者都看到了那惊人的一幕。原本位列第100位的名字光芒大盛，黄级榜第100位虾皇林峰，这个名字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向上攀升，99、95、90，最终定格在了第88位。而在他的战绩一栏，一行崭新的金色古字缓缓浮现，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战绩1日之内连斩3皇，整个八荒再度失声。阁楼前，林峰缓缓收回手指，冰冷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已经彻底吓傻的姬无命身上。就在他准备送这位太子上路，与他父亲团聚之时，一股苍老凶悍的气息瞬间涌上天穹。阁下，在我大韩皇朝如此行事，是当老夫不存在吗？声音如同洪钟大吕，震得整个皇宫都嗡嗡作响。随着话音落下，一名身穿灰色麻衣的独臂老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听雪阁的屋檐之上，他须发皆白，面容枯槁，唯独那一只独眼却闪烁着骇人的金光，仿佛能洞穿人心。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股武皇中期的恐怖威压便如山崩海啸般席卷开来，比之刚才的姬天雄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此乃是大韩皇朝真正的定海神针，活了近千年的老怪物姬成龙。瘫软在地的姬无命看到自家老祖宗现身，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狂喜与希望。他连滚带爬地扑到老者脚下，抱着他的腿，涕泪横流地哭嚎道：“老祖宗，救我！救救我！这个瞎子，他杀了父皇，他要灭我姬家满门。”姬无命的脸上充满了怨毒与劫后余生的庆幸，他仿佛已经看到林峰被老祖宗撕成碎片的场景。姬成龙低头看了一眼不成器的后背，又将目光投向地面上的尸体，独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痛，但更多的是滔天怒火。他俯视着林峰，声音冰冷如九幽寒铁：“年轻人，你很强，但你不该来我大韩皇朝撒野，更不该杀我姬家的人。现在自断双臂，跪下领死，老夫可以给你留个全尸。”他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霸道，仿佛他说的就是天理，就是法则。林峰却并没有理会老者的话，他连头都未曾抬起，只是将目光重新落在了姬无命的身上。“我言你今日必死，求谁也没用。”冰冷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却清晰地宣告了姬无命的最终命运。姬成龙闻言大怒，独眼中杀机爆射：“放肆！”他怒吼一声，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那只仅存的右臂猛然探出，枯瘦的手掌迎风暴涨，化作一只覆盖了半个天空的苍龙巨爪，爪锋撕裂空气，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朝着林峰当头抓下。这一爪蕴含着武皇中期的全部力量，足以将一座山峰都捏成粉末。姬无命的脸上已经露出了狰狞而残忍的笑容。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林峰的动作依旧简单，他只是颔首出剑，一势而立的剑光骤然浮现，斩天一剑破晓。一剑出，仿佛是无尽黑夜中亮起的第一缕晨曦，蕴含着撕裂一切黑暗的无上意志。剑光冲天而起，与那苍龙巨爪悍然相撞，哧啦，攻击交错，不可一世的苍龙巨爪被那道剑光被从中一分为二，瞬间崩碎。剑光去势不减，一闪而逝，没入了姬成龙的身体。你！姬成龙脸上的暴怒与自信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骇与茫然。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胸口处出现的一道细细的血线，血线迅速扩大，鲜血狂喷而出。在我面前狂吠，放肆的是你！林峰冰冷的声音如同最后的审判，敲响了他的丧钟。扑通！姬成龙的身体从屋檐上直挺挺地摔了下来，砸在姬无命的面前，溅起一片尘埃，独眼瞪得滚圆，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他想不明白，自己堂堂武皇中期的强者，为何连对方一剑都接不住。姬无命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他呆呆地看着自己老祖宗的尸体，大脑一片空白，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断了。极致的恐惧让他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一股恶臭再次从他身下传来。不要杀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他疯狂地对着林峰磕头，将地面都磕出了血印，声音凄厉而绝望：“我把太子之位给你，不，我把整个大韩皇朝都给你，求求你饶我一命，我愿意当你的狗，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林峰缓缓走到他的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聒噪！他屈指一弹，一道剑气洞穿了姬无命的眉心，终结了他所有的哀嚎。做完这一切，林峰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蚂蚁，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他强大的神识瞬间笼罩了整个皇宫，轻易的便找到了皇族密库的所在。身形一闪，他便消失在了原地。密库之中尘封着大韩皇朝数千年的底蕴。林峰对那些功法秘籍、神兵利器毫无兴趣，他的神识如同最精密的仪器，飞快地扫过一排排书架。最终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那里放着一张残破不堪的古老羊皮卷。他伸手一招，羊皮卷便飞入他的手中。展开羊皮卷，神识感知一行行古老的文字映入他的脑海。姬家有天骄，生于大征之势，唤名霸苍，其天赋妖孽，有武帝之姿。林峰的手指抚过大征之势几个字，心中泛起一丝莫名的波澜。他继续翻阅羊皮卷上的信息，断断续续，只记载了这位名为姬霸苍的天骄生于一个被称为大征之势的辉煌年代。至于大征之势具体是哪一年，却没有任何记载。大征之势，林峰喃喃自语。虽然信息不多，但他冥冥之中有种感觉，自己就属于那个年代。可为什么自己会失去记忆，双目失明，沦落至此？想不通，脑海中一片混沌，或许答案在中州可见。林峰摇了摇头，将纷乱的思绪压下，收起羊皮卷，转身走出了密库。刚一出门，皇宫上空受到强横的气息便冲天而起。贼子休走！杀我皇族，今日定要你血债血偿。5道身影从5个不同的方向将林峰团团围住。他们是大韩皇朝最后的力量，5位常年闭关的武皇初期太上长老。
五股黄道威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天罗地网，封锁了林峰所有的退路。林峰静静地悬浮在空中，面无表情。找死吗？他缓缓抬起手中的剑，冰冷的声音响彻天际。我允许了。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手中的剑动了，一道360度无死角的圆形剑光，以之为中心，骤然向外扩散。那剑光并不快，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仿佛所过之处，一切都要被抹平。五位太上长老瞳孔猛缩，脸上露出惊骇欲绝的神情。他们疯狂地催动全身灵力，想要抵挡，想要逃离，但是来不及了。剑光掠过了他们的身体，一瞬间，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下一刻，噗噗噗噗噗，5颗头颅同时冲天而起，5具无头的尸身如同下饺子一般从空中坠落。一剑斩五皇，天空之上黄鸡榜再次浮现，剧烈震动起来。所有关注着金榜的武者都看到了那让他们毕生难忘的一幕。黄鸡榜第88位，虾皇林峰。这个名字再次爆发出刺目的金光，以一种更加狂暴的姿态疯狂向上攀升。80、79，最终稳稳地定格在了第77位。而在他称号下方的战绩一栏，金色古字再次变换，战绩1日之内连斩9皇。整个八荒大陆彻底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无数强者看着金榜上的那行字，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头梁到脚。昔日30-50年都难得陨落一人的五皇强者，被其1日斩9皇，这是何等恐怖的战绩！那名为虾皇林峰的神秘强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半个多月后，青州镇荒宗，连绵的山脉之下，一座古朴的山门巍然屹立。一个身穿青衫的瞎子以一柄古朴的长剑为拐杖，一步一步缓缓来到了山门脚下。镇荒宗的人听着，我林峰来了。不大的声音却带着难以言喻的自信，震得整个空间都在微微颤抖。林峰，是虾皇林峰来了。浩瀚的山巅之上，无数前来参加中州考核的武皇纷纷朝着那头投去了目光。一时间，镇荒宗山门之前原本喧闹的氛围骤然一静，所有人的视线都聚焦在了那个以剑为杖的瞎子身上。他的身影并不高大，甚至因为眼盲而显得有些孤寂，可他站在那里，却仿佛成了这片天地的中心。虾皇林峰，就是他吗？黄鸡榜第77位，1日连斩9皇的那个狠人，撕他来考核，挑衅镇荒宗做什么？人群中响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无数道目光中充满了忌惮、好奇与贪婪。黄鸡榜上的强者每一个都是传说，而林峰的崛起太过突然，太过血腥，如同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却带着毁灭一切的煞气。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不敢轻举妄动之时，一道粗犷如雷鸣的笑声骤然炸响。哈哈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头聚集的人群中，一个身高近丈、肌肉虬结如同铁塔的彪形大汉跃众而出。他肩上扛着一柄门板大小的开山巨斧，每走一步，地面都随之震颤。一股狂暴的武皇中期气息肆无忌惮地释放开来，他一双铜铃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林峰，仿佛在看一件稀世珍宝，贪婪之色毫不掩饰。虾皇林峰，我可听说你的脑袋执镇荒宗太上长老苍占山许诺的一柄上品皇器，正好老子这柄斧头也该换了。彪形大汉放声狂笑，声浪滚滚，充满了对上品皇器的渴望与对林峰的轻蔑。在他看来，一个瞎子就算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面对这赤裸裸的挑衅与杀意，林峰只是静静地站着，连头都没有转向大汉的方向。他那紧闭的眼眸仿佛能穿透虚空，锁定对方的灵魂。脑袋就在我脖子上，来拿。淡淡的声音没有丝毫波澜，却比最刺骨的寒风还要冰冷。那是一种源于绝对自信的漠视，仿佛眼前的五皇强者与路边的蝼蚁并无区别。找死！彪形大汉被林峰的态度彻底激怒，他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他怒吼一声，体内灵力轰然爆发，手中那柄开山巨斧之上瞬间燃起熊熊的赤色烈焰，将周围的空气都灼烧得扭曲起来。看我劈了你的狗头！大汉双腿猛地一蹬，大地皲裂，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般冲天而起，双手高举巨斧，携带着开山裂石之威，朝着林峰的头顶猛然劈下。这一斧势大力沉，威猛绝伦，斧刃位置，炽热的斧锋已经将地面离出了一道深深的焦黑沟壑。在场许多武皇都瞳孔一缩，自问在这一斧之下，就算能接住，也必然要手忙脚乱。然而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击，林峰的动作依然简单到了极致。他甚至没有移动脚步，只是在巨斧即将临头的那一刹那，以剑为杖的右手轻轻向上抬起，动作很慢很轻，仿佛只是拂去肩头的尘埃。一道细若游丝的剑光
自古朴的剑鞘中一闪而逝，那道剑光就像是黑夜中的一缕微风，轻柔地掠过。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彪形大汉前冲的身体，连同他手中那柄燃烧着烈焰的巨斧，突兀地凝固在了半空中。他脸上的狰狞与残忍还未散去，眼中却已经充满了茫然与不解。嗤，一声轻响，一道细细的血线从他的眉心开始，一路向下，划过鼻梁、嘴唇、脖颈。下一瞬，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同那柄巨斧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整整齐齐地从中分成了两半，鲜血与内脏爆洒而出，两片尸身无力地坠落在地，发出了沉闷的声响。一剑两半，全场死寂，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停滞了。他们惊骇欲绝地看着地上的两片尸体，又看了看那个依旧持剑而立、神色淡漠的瞎子，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太快，太强！此人虽然眼盲，但其剑绝不盲。一名货真价实的武皇中期强者，连他一剑都接不住，就这么死了。那些原本也心怀贪念的武皇，此刻只觉得后背发凉，冷汗瞬间浸湿了衣衫。他们疯狂地庆幸自己没有被上品皇气冲昏头脑，没有第一个跳出来，否则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他们了。林峰没有理会周围那些惊惧的目光，他仿佛真的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拄着剑一步一步朝着镇荒宗那巍峨的山门走去。他的步伐不快，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韵律和压迫感。其所过之处，人群如同潮水般向两侧分开，主动为他让出了一条通路，没有人敢阻拦，甚至没有人敢与他对视。林峰就这样如同一尊巡视自己领地的君王，闲庭信步般来到了山门之前。两名守着山门的镇荒宗弟子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双腿抖得如同筛糠。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林峰斩杀武皇，看着对方一步步走来，那股无形的杀气几乎让他们窒息。其中一名弟子鼓起了毕生最大的勇气，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你可有入宗的通行令牌？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一道冰冷的剑光打断。林峰抬手随意一挥，轰隆一声惊天巨响，刻满了防御阵纹，号称能抵挡武皇后期强者全力一击的巨大山门，竟被这一剑直接斩得四分五裂，轰然倒塌，碎石穿空，烟尘弥漫。林峰收剑，依旧拄在身前，冰冷而霸道的声音在所有人的耳边清晰响起：瞎子带剑而来，何须什么令牌？话音未落，他猛然抬头望向镇荒宗深处，道：云瑶，你男人来接你了。声音如同滚滚天雷，蕴含着无上的剑意，瞬间传遍了镇荒宗的每一个角落，震得无数山峰嗡嗡作响，无数修为低微的弟子更是被震得气血翻涌，险些当场昏厥。这一声长啸，是宣告，是战书。放肆！何人敢在我镇荒宗撒野？杀了他！下一刻，镇荒宗内数十道强横无比的气息冲天而起，一道道流光从宗门深处激射而出，呼吸之间便将林峰团团围住。这些人无一不是镇荒宗的长老，最弱的也是武皇中期，其中更有7、8位是货真价实的武皇后期强者。他们一个个面色铁青，杀气腾腾，恐怖的威压交织成一张天罗地网，将林峰所有的退路都彻底封死。然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道更加苍老、更加恐怖的气息，如同苏醒的远古巨兽，从镇荒宗最深处的禁地之中缓缓升起。都退下！平淡的3个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所有长老闻言，神色一凛，恭敬地退到了一旁。只见一名须发皆张、面容威严的老者踏空而来，每一步落下，虚空都为之震颤。他的眼神如同鹰隼般锐利，死死地锁定在林峰身上。那股威压强大的可怕来者，正是镇荒宗的太上长老苍占山。死瞎子居然来此处撒野，你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苍占山的声音冰冷刺骨，充满了滔天的怒火与杀意。林峰感受着对方身上那如渊似海的恐怖气息，眉头第一次微微皱了起来。巅峰武皇，这股气息已经无限接近于传说中的武尊之境了。然而那紧锁的眉头仅仅持续了一瞬，便缓缓舒展开来，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浅浅笑容。他缓缓抬起手中的剑，遥遥指向苍占山，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可斩，可斩。轻描淡写2个字，却仿佛是9天惊雷，在每个人的耳边炸响。狂，太狂了！面对一尊屹立于武皇之巅、半只脚踏入武尊之境的恐怖存在，这个瞎子竟敢延展！轰！就在众人以为自己听错的时候，一股强横无匹的气息猛然从林峰那并不魁梧的身躯中冲天而起。那股气息凌厉如剑，锋芒毕露，赫然是武皇中期的修为。武皇中期，他竟然突破了！难怪他敢如此嚣张。
人群再次哗然。谁也没想到，这个1日连斩9皇的狠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为竟然又精进了。苍占山那阴损般的眸子微微一眯，闪过一丝诧异，但旋即便被浓浓的讥讽所取代。原来是突破了，这便是你不知死活寻上门的底气吗？苍占山冷笑一声，他甚至懒得再与林峰废话，只是随意地朝着身侧的虚空一挥手，空间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一座由纯粹能量构成的透明囚笼凭空浮现。囚笼之中，一名身穿宫装、容颜绝世的女子被无数道符文锁链捆缚着，她面色苍白，气息萎靡，正是大夏女帝云瑶。林峰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云瑶绝美的脸庞上瞬间充满了激动与担忧，她奋力挣扎，可身上的锁链却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将她死死地禁锢在原地。别怕，你男人来接你回家的。林峰面向囚笼的方向，一股难以抑制的杀意从他身上逐渐地弥漫开来。你是来找这个丫头对吗？苍占山玩味地看着林峰，语气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戏谑。他本是我镇荒宗弟子，却勾结你个外人残杀同门，违反宗门规矩，自然要按宗门规矩处置。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了点虚空囚笼，不屑地笑道：你若当时跪下磕头求饶，老夫兴许会大发慈悲，看在事出有因的份上饶过于他。苍占山的眼神陡然变得森寒无比，声音如同万年玄冰。但你区区一个瞎子，竟敢斩杀老夫分身，实在是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老夫就非得杀你，以儆效尤。话音未落，他猛然出手。哼，米粒之珠也敢与皓月争辉？苍占山一掌拍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只有一只朴实无华的凌厉手掌。然而就是这只手掌却仿佛蕴含了天地之威，所过之处，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瞬间将林峰彻底锁定。半步武尊之威，恐怖如斯。瞎子，你快走，不要管我！囚笼中的云瑶发出绝望的嘶喊，泪水夺眶而出。他宁愿自己死，也不愿看到林峰为了他而陷入绝境。林峰没有退，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掌，他单手握剑，将一身剑意与修为催动到了极致，朝着那只巨掌悍然迎了上去。璀璨的剑光照亮了整片天地。然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轰！剑光与掌印相撞，仅仅坚持了不到一息的时间，便寸寸碎裂。那只遮天巨掌余威不减，狠狠地印在了林峰的胸膛之上。噗！林峰如遭雷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身体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凄厉的血线。砰！一声巨响，他的身体不偏不倚，正好砸落在了半空之中悬浮的那座古老而巨大的石台上。那石台正是中州用来考核皇者所用，通过考核者则可获得中州令去往中州修行。比擂台每次开启死伤5皇强者无数，故而又名斩黄台。嗡！随着林峰的落下，斩黄台上的古老阵纹瞬间被激活，一道道璀璨的光幕冲天而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结界，将整个石台笼罩其中。一股无形的排斥之力从阵法中散发出来。苍占山正欲追击，将林峰彻底碾杀，却被那股力量硬生生地挡在了结界之外。斩黄台只登5皇，他半步武尊的修为已经超出了5皇的范畴，被这上古大阵所排斥，根本无法踏上台半步。该死！苍占山气急败坏，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疯狂地朝着结界轰击了一拳，却只能激起阵阵涟漪，根本无法撼动分毫，才猛地转过身，布满血丝的双眼扫视着周围那些被吓得噤若寒蝉的5皇们，发出了震天的怒吼。今日谁能登上此台，杀了这个瞎子，老夫便赠他极品黄气一件。轰！此言一出，全场沸腾。极品黄气，那可是无数5皇梦寐以求的至宝，足以让一个皇者的战力凭空提升数个档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来！一声暴喝，一名手持9环大刀、浑身煞气冲天的5皇强者第一个跃上了斩黄台，是狂刀皇赵无极，皇级榜上排名第63位的强者。有人惊呼出声：瞎子，受死！狂刀皇没有丝毫废话，一身5皇后期修为轰然爆发，手中9环刀卷起漫天刀影，如同一场血色风暴，朝着林峰席卷而去。林峰缓缓从地上站起，擦去嘴角的血迹，他面对那漫天刀光，只是平静地递出了一剑，很慢很轻，这一剑仿佛穿透了时间的阻隔，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点在了那重重刀影的核心。叮！一声脆响，漫天刀影烟消云散，狂刀皇脸上的狰狞之色瞬间凝固，他低头看着自己胸口处那个细小的血洞，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好快的剑！话音未落，他体内的生机便被那一道剑气彻底搅碎，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一剑秒杀！
就在此时，山门外那块巨大的黄级榜石碑之上光芒一闪，属于虾皇林峰的名字赫然从第77位一跃而上，取代了狂刀皇的位置，定格在了第63位。全场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来试试。又一名身法诡异如鬼魅的武皇冲上台去，他正是以速度和幻术闻名的幻影皇，黄级榜第51位。杀一个瞎子，有趣，也不知道我的幻影杀对上瞎子会如何。幻影皇狞笑着，身影瞬间化作数十道残影，从四面八方攻向林峰，真假难辨。林峰只是静静地站着，闭着眼，侧耳倾听。一剑可变虚妄，他手中的剑动了，一道道剑光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精准无误地刺穿了每一道虚假的幻影。当最后一道剑光闪过，幻影皇的本体在距离林峰不到3尺的地方僵住了，他的眉心多了一个血洞。黄级榜石碑再次闪耀，虾皇林峰的名字飙升至第51位。极品皇器，今日我势在必得。一名面色阴沉、食指发黑的武皇登台，他是用毒高手毒手皇，黄级榜第42位。他没有近身，而是弹指间撒出漫天毒雾，毒雾过处，连斩黄台的坚硬石板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林峰只是深吸一口气，随即猛然吐出，破！一道蕴含着无上剑意的气息从他口中喷薄而出，如同一阵狂风，瞬间将所有毒雾吹散。紧接着，一道剑光横贯长空，毒手皇的头颅冲天而起。黄级榜上，林峰的名字最终定格在了第42位，连斩3皇，排名一路飙升。整个镇荒宗山门外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这血腥而霸道的一幕彻底镇住了。那些原本蠢蠢欲动的武皇，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再也不敢有丝毫贪念。林峰持剑而立，鲜血顺着剑尖滴落，他面向台下，面向那些惊惧的面孔，压抑着心中滔天的怒火，一字一句道：我只是想带走我的女人，今日还有谁非要上来送死？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撕裂一切的锋芒，震慑着在场每一个人的灵魂。非要逼瞎子大开杀戒吗？全场死寂，无人敢应。就在这压抑的气氛达到顶点之时，一道淡然的声音却如同春风拂柳，轻轻地在众人耳边响起：黄级榜第一，无极剑皇前来讨教。我倒是不稀罕什么皇器，只不过我不喜欢你的剑。话音落下，一道白衣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斩黄台上。他风神俊朗，气质超凡，手中握着一柄3尺清风，整个人就仿佛是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神剑，虽未出鞘，其锋芒却已让天地为之失色。话音还在回荡，剑皇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斩黄台上。他手中握着一柄3尺清风，整个人就仿佛是一柄藏于鞘中的绝世神剑，虽未出鞘，其锋芒却已让周围天地为之失色。是无极剑皇，黄级榜第一的那个怪物。天啊，他竟然也出手了！传闻他的剑在皇者境内已是无敌，这下那个瞎子死定了。无极剑皇可是真正的武皇巅峰，距离半步武尊也只差临门一脚。台下的武皇们瞬间炸开了锅，看向无极剑皇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与狂热。这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皇者巅峰，是他们仰望的存在。无极剑皇的出现让原本死寂的气氛瞬间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他没有理会台下的喧嚣，一双锐利如鹰隼的眸子死死地锁定了林峰，一股磅礴浩瀚的剑意如同山岳般轰然压下。武皇巅峰，这股气息比之前那3个武皇加起来还要恐怖数倍。无极剑皇神情淡漠，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你的剑杀气太重，戾气太盛，不配为剑。他缓缓抬起手中的3尺清风，剑尖斜指地面，不屑笑道：出剑吧，让我看看你凭什么本事，胆敢在镇荒宗山门前放肆。林峰没有说话，只是将手中的剑握得更紧了。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人是他踏入武皇境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嗡，剑鸣升起，无极剑皇动了。第一剑平平无奇，只是简单的一击直刺，却快到了极致，仿佛无视了空间的距离，瞬间便出现在林峰的面前。林峰心头一凛，反手一剑格挡。当，金铁交鸣之声响彻云霄，火星四溅，一股沛然巨力顺着剑身传来。林峰只觉得虎口一麻，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退了3步。好强的力量！不等林峰稳住身形，无极剑皇的第2剑已然杀到。这一剑，剑势陡然一变，变得飘忽不定，如同鬼魅，从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刺向林峰的咽喉。林峰只能凭借着对危险的本能感知，狼狈地侧身躲避，剑锋擦着他的脖颈划过，带起一串血珠。当，第3剑接踵而至，剑光如瀑，势大力沉，仿佛要将整座斩黄台都劈成2半。林峰举剑硬汉，却被这一剑中蕴含的恐怖力量直接震得倒飞出去，
双脚在坚硬的石台上划出2道深深的沟壑，一直退到了斩黄台的边缘，才堪堪停下。3剑，仅仅3剑，林峰便被逼退到了擂台角落，险象环生。无极剑皇收剑而立，白衣飘飘，脸上带着一丝轻蔑的傲然。他看着角落里略显狼狈的林峰，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黄级榜上形容你剑称无双，在我剑皇的面前，我不喜欢谁的剑无双。他语气平淡，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他才是剑中皇者，剑中无双这个名号，旁人不配拥有。无极剑皇眼中的杀意在这一刻攀升到了顶点，他手中的清风剑发出了渴望饮血的嗡鸣。我这一剑名字不复杂，唤名朱皇死。话音落下的瞬间，他整个人与手中的剑仿佛融为了一体，化作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芒，朝着林峰轰然斩下。这一剑仿佛抽干了周围天地间所有的光芒，剑芒所过之处，斩黄台上的上古阵纹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一股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太强了，这真的是武皇能斩出的一剑吗？台下的武皇们骇然失色，在这股剑威之下，他们只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在战栗。林峰，囚笼中的云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悲鸣，他眼睁睁地看着那道毁天灭地的剑光斩向林峰，心如刀绞，绝望地闭上了双眼。结界之外，苍占山那张老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残忍而快意的冷笑。在他看来，这一剑之下，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必将神魂俱灭。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间仿佛静止了，所有人的动作都定格在了这一瞬。那道足以诛灭皇者的剑光停在了林峰的头顶3尺之处，再难寸进。一股比无极剑皇更加凶悍、更加霸道的剑意，如同苏醒的远古凶兽，从林峰的体内轰然荡开。林峰的脑海中一幅幅残缺的记忆画面如潮水般涌现。那是同样的斩黄擂台，一位同样白衣胜雪的青年持剑傲立尸体中央，他的对手斩出一剑，剑气纵横从4面8方冲杀而来，每一道剑气都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强大剑技。但那眉宇桀骜的白衣青年只是颔首出剑，惊艳剑光骤然浮现，一剑万古皆空。一个充满无尽孤傲与自信的声音在他的灵魂深处轰然炸响：我林峰持剑起，同级未有败。这第4剑就唤名斩天。一股冲霄的剑意仿佛要撕裂这片苍穹。我林峰曾是无敌武王，今日的无敌武皇，未来的无敌武尊，任天骄奇焰，有我林峰皆无敌。最后的声音还在脑海中回荡。擂台上的林峰紧闭的双眸仿佛穿透了无尽的时空，他手中那柄普通的铁剑微微侧动，铿锵一声，一势而立的惊焰一剑直斩苍穹，剑若开天，一冲云霄。斩天！轰隆隆，爆破传荡八方，那道不可一世的朱黄剑芒在林峰这一剑面前被轰然破碎。紧接着，一道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的剑光一闪而逝，无极剑皇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他脸上的自信与傲然彻底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与茫然。他颤抖着伸出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一丝丝鲜血从他的指缝间不断渗出。你才是剑中之皇。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悔恨与不甘，但更多的却是对刚才那一剑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那一剑不该属于人间的。话音未落，他的头颅冲天而起，眼中还残留着那份极致的恐惧。黄级榜第1，无极剑皇云。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这颠覆认知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而就在这时，林峰身上的气息猛然开始疯狂攀升。武皇中期，瓶颈破，轰！一股更加强横的气息从他体内冲天而起，赫然是武皇后期。整个镇荒宗山门内外再一次陷入了极致的震惊之中。战斗中临阵突破，一剑秒杀黄级榜第1，还顺势突破了。这还是人吗？囚笼之中的云瑶早已泪流满面，他捂着自己的嘴，震惊的心跳都在加速。他呆呆地望着那道屹立于斩黄台之上的身影，心中不断地问着自己到底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男人。林峰缓缓转过身，从斩黄台一步步踏出，他无视了黄级榜上自己那高悬于第1的名字，也无视了周围那些惊骇欲绝的目光。他抬起手，手中那柄依旧在滴血的长剑遥遥指向脸色早已变得铁青的苍占山。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瞬间锁定了对方。欲欺我林峰者，今日必死。冷峻的话音如九幽寒冰，响彻在镇荒宗山范围的每一寸空间。林峰持剑而立，身上那刚刚突破至武皇后期的气息竟如渊似海，深不可测。那股冰冷的杀意更是让在场所有武皇都感到一阵灵魂上的战栗。他一步踏出，身形便已离开斩黄台，悬浮于半空之中，
与那脸色铁青的苍占山遥遥对峙。苍占山看着林峰，眼中的杀机几乎要凝为实质，但他更多的却是身为半步武尊的傲慢与不屑。一个刚刚突破的瞎子，侥幸斩了剑皇，便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苍占山的声音苍老而宏大，带着一种俯瞰蝼蚁般的漠然。老夫今日便让你明白，武皇与武尊之间，即使半步区别，隔着的也是一道你永生永世也无法跨越的天堑。他缓缓抬起右手，一只由磅礴元力凝聚而成的擎天巨掌瞬间在林峰头顶成型，掌纹清晰可见，仿佛一座真正的山岳，带着镇压一切的气势轰然拍下。这一掌封锁了林峰周身所有的退路，其中蕴含的威能足以将一座千丈山峰都夷为平地。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掌，林峰的神情没有丝毫变化，他甚至没有拔剑。在那巨掌即将临身的刹那，他只是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拳，没有华丽的招式，没有璀璨的光芒，只有一往无前，仿佛要将这天都打出一个窟窿的无上拳意。轰！拳掌相交的瞬间，一道肉眼可见的冲击波如同狂涛骇浪般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斩黄台周围的防护结界在这股冲击之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咔咔声，裂开了无数蛛网般的缝隙。台下的武皇们被这股气浪冲得东倒西歪，一个个骇然失色的抬头望向天空。只见半空之中，那只擎天巨掌竟被林峰一拳硬生生的轰得寸寸碎裂，化作漫天光点。而苍占山本人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闷哼一声，不受控制的向后倒飞出数十丈，才狼狈的稳住身形。全场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拳，仅仅一拳就将位于八荒最巅峰的半步武尊给震退了。这怎么可能？天啊，我不是在做梦吧？武皇后期硬汉半步武尊还占了上风，这个瞎子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不可置信的惊呼声此起彼伏，人们看向林峰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轻视变成了此刻的惊骇与恐惧。囚笼之中，云瑶那双噙着泪水的美眸此刻正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异彩，她紧紧地捂着嘴，生怕自己会因为激动而惊呼出声。她的男人好像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死瞎子，你真的该死！被一拳震退，苍占山只觉得颜面尽失，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怒吼一声，周身的气息毫无保留地彻底爆发。八荒镇山指，他并指朝着林峰猛然点出，一道蕴含着恐怖洞穿之力的灰色指芒撕裂云端，仿佛要将天空都戳出一个窟窿。然而林峰只是冷漠地抬起了手中的剑。聒噪，惊艳剑光一闪，那道足以秒杀任何武皇巅峰的恐怖指芒在林峰的剑下被轰然从中剖开，化作两半，擦着他的身体两侧飞向了远方，一剑便破了半步武尊的杀招。苍占山瞳孔骤缩，心中第一次生出了一丝寒意。就在这时，三股同样浩瀚磅礴的气息自天边三个不同的方向席卷而来。哼，镇荒宗的山门今日还真是热闹非凡啊！一道带着炽热气息的笑声传来，只见东方天际一朵巨大的火莲横空而来，一名身穿赤红长袍的红发老者正盘膝于火莲之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与此同时，北方天空风雪大作，一位身披银色凤袍、面容冷艳高贵的绝美女子踏雪而来，她周身寒气弥漫，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彻底冰封。西方天际则响起一声佛号，一位身穿破旧僧袍、身形枯瘦，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老僧，脚踏一朵金色莲台缓缓出现。烈火谷主、北境雪皇，还有苦陀寺的了陈大法僧。台下有人认出了这三人的身份，顿时爆发出一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这三人无一不是与苍占山齐名，屹立于这片八荒大陆最顶点的存在，真正的半步武尊。八荒无尊，这四人东南西北四大半步武尊，即使其中之一也在此间号称无敌。苍占山见到三人，眼中先是一愣，随即闪过一抹狂喜之色。他自知单打独斗恐怕真的奈何不了眼前这个诡异的瞎子，立刻高声喊道：三位道友，此子身怀惊天秘宝，今日若能助我镇杀此寮，咱们共享其秘密，老夫做主将镇荒宗院将镇宗龙脉分3成气运于三位，祝三位共参武尊大道。此言一出，三位半步武尊的眼中同时闪过一抹炽热的金光。镇宗龙脉，那可是镇荒宗的立宗之本，苍占山竟然舍得下如此血本。阿弥陀佛，降妖除魔，本是我辈分内之事。了陈法僧双手合十，宝相庄严。哥哥，苍宗主言重了，都是朋友，那就一言为定。北境雪皇冷艳的脸上勾起一抹动人心魄的笑容。焚天谷主更是直接，他挥手之间，双手结出印法，浩瀚的真元力便已经在手中规矩。随着其徐徐落下一掌，烈火缭绕虚空，空气荡开滚滚热浪。轰隆隆，
乐尘跟北境血皇几乎同时出手，霎时间，半部尊者的可怖展露得淋漓尽致。大慈大悲掌，乐尘背后浮现出数十丈佛陀金身虚影，宛若山岳的纯金大手印镇压而下。寒冰永不腐朽。北境血皇双手结印，随着他手指轻绕，一指落，数十里鹅毛大雪，寒冰顷刻冻结蔓延。轰隆隆，3道攻击落下，即使强如凌风横剑向天，也未能够苦苦支撑，身躯朝着地面一点点被镇压，而下身影还未落下，其下方的大地已被震得皲裂蔓延。哼！苍战山见战斗局面扭转，原本还有些惊惧的表情瞬间恢复正常，威严呵斥道：“尊者之威，岂能容你区武皇冒犯？今日老夫必要你死！”黄道天碑现，话音还在回荡，苍战山挥手之间打出无数玄妙印法。就在此刻，震荒宗境地深渊，宛若山岳的黄道天碑散发出莫大镇压之力，随着其徐徐升上天穹，整个八荒的大地仿佛都在颤抖。噗呲，号称能泯灭一切黄道的黄道天碑浮现，本就硬扛着3位半部尊者攻击的凌风，嘴角溢出了丝丝鲜血，但他气势依旧不弱丝毫。不要！那头囚笼中的云瑶见此一幕，本能呼喊的声音显得格外歇斯底里，几乎瞬间7星点命数毫不顾忌地施展。他的气息节节攀升，背后浮现巨大的冰凤虚影，昂首悲愤啼鸣。啾！不属于人间的笑声响起，冰凤震碎囚笼枷锁，双翼卷起狂风，义无反顾地朝着黄道天碑冲去。啾！冰凤啼鸣，带着决绝与守护的意志，在空中划过一道绚烂的冰蓝轨迹，悍不畏死地撞向那镇压天地的黄道天碑。轰隆！撞击的瞬间，余波席卷天地万物，在此刻失声。恐怖的能量风暴以撞击点为中心，疯狂地撕扯着空间，一道道扭曲的空间波纹如狰狞的伤疤遍布天穹。黄道天碑那无可匹敌的镇压之势，竟被这决绝的一撞硬生生地指在了半空，碑体剧烈震颤，其上的黄道气息都紊乱了起来。然而代价亦是惨烈的，那由云瑶生命精元所化的冰凤虚影，在撞击之后发出一声哀鸣，寸寸崩裂，化作漫天冰晶，消散于天地之间。噗！冰凤破碎，云瑶的身影从中跌出，一口鲜血喷洒长空。他本就因施展秘术而苍白的脸色，此刻更是没有了一丝血色。他的气息宛若风中残烛，迅速衰弱下去，身体如断线的风筝，无力地从高空坠落。不！林峰感受着那急速流逝的生命气息，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咆哮。他身上的剑意与杀气在这一刻轰然暴涨，竟硬生生将烈火谷主3人的联手压制震开了一瞬。就是这一瞬，林峰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闪电，瞬间跨越了空间的距离，出现在云瑶坠落的下方，将那柔软而冰冷的娇躯紧紧地揽入怀中。小浪提子，林峰的声音在颤抖，抱着怀中气若游丝的女人，他那颗万古不惊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难受莫名。瞎子，我真没用，我想帮你的，可是我真的很没用。云瑶虚弱地睁开眼，眸中满是自责的泪水，她艰难地抬起手，冰凉的指尖在林峰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一点点划过，似乎想要将他的模样永远刻在灵魂深处。他想帮他，却好像又成了他的拖累。不，怪我是我林峰还太过于仁慈。林峰的声音骤然变得冰冷，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那是一种源自九幽地狱的森寒，磅礴无边的杀意如同实质的血色浪潮，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疯狂涌荡。就在此刻，一幕幕残破而血腥的画面如同绝地的洪水，猛然冲击着他的神魂识海。那是一个孤寂的背影，一人一关，立于尸山血海之巅，天地为之哀鸣，万灵为之俯首。那股睥睨天下，是神魔为蝼蚁的无上意志，瞬间与林峰此刻的心境重合。哈哈，臭瞎子，死到临头你们倒还恩爱得紧。苍战山见状，脸上没有丝毫怜悯，反而充满了快意的狰狞。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唤醒一头何等恐怖的洪荒凶兽。如此恩恩爱爱，就让老夫送你们做一对亡命的夫妻，哈哈哈，给老夫死来！苍战山放肆大笑，再次催动法诀，那被暂时阻滞的黄道天碑光芒再度大盛，携着更加凶悍的镇压之力，朝着相拥的2人轰然落下。这一次，他要将2人连同他们脚下的大地一同碾为齑粉。面对这必杀一击，林峰缓缓抬起了头，轻吐出2个字：关来。那声音不似人言，更像是来自远古神魔的咆哮，蕴含着无上的威严与律令。随着他声音落下的瞬间，整个震荒宗上方的天穹毫无征兆地猛然暗了下来，不是乌云蔽日，而是一种更加深邃、更加令人心悸的漆黑，仿佛有一张吞噬万物的巨口正在苍穹之上缓缓张开。轰隆隆，空间在剧烈的破碎，
一道深不见底的虚空裂缝凭空出现在黄道天碑的正上方。紧接着，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口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骨棺从那虚空裂缝中缓缓探出，9丈长，5丈宽，其形制古朴，不知由何种神物铸就，非金非木，通体呈现出一种死寂的暗沉之色，其上镌刻着无数晦涩难懂的古老神文，每一个字符都仿佛蕴含着大道至理，散发着镇压万古、白葬诸天的恐怖气息。暗合天地95之势，这口古棺出现的刹那，时间与空间都仿佛陷入了凝滞，风停了，云散了，就连天地间的灵气都停止了流动。那不可一世，号称能泯灭一切黄道的黄道天碑，在与这口青铜古棺撞击的瞬间，好似如孩童的玩具一般。它碑体上的光芒瞬间暗淡，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竟不受苍战山的控制，瑟瑟发抖，仿佛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克星。那是什么东西？烈火谷主脸上的戏谑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惊恐，他的声音都在发颤，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在那口古棺散发出的气息下站立。阿弥陀佛，此物不祥，乃大凶之兆。了陈法僧脸上的宝相庄严也维持不住了，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手中的念珠都险些捏碎。他背后的佛陀金身虚影，在这股气息的冲击下，竟出现了道道裂痕，仿佛随时都会崩碎。北境雪皇那张冷艳高贵的脸上，更是写满了骇然与难以置信。他周身的万里冰封，在这口古棺出现之后，竟开始悄然融化。那不是被热量融化，而是被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则直接从本源上抹去。至于首当其冲的苍战山，此刻更是如坠冰窟，亡魂皆冒。他与黄道天碑心神相连，最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口古棺带来的恐惧，那是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绝对压制，仿佛蝼蚁仰望神龙，凡人窥见天道。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苍战山疯狂地摇头，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一个武皇后期的瞎子，怎么可能召唤出如此毁天灭地的东西？林峰放下怀中重伤的云瑶，缓缓站直了身体。轰隆隆，爆破的余波席卷天地，黄道天碑被这一关压得寸寸皲裂。自然代价是有的，也就是这一关落下之时，黄道天碑破碎，林峰的气息也萎靡了许多。噗呲一口鲜血吐出，藏神棺化作流光，再次没入其体内。噗呲，苍战山因为黄道天碑破碎，被震得鲜血狂喷，眼中满是畏惧，后背已经溢出汗液。可当那股恐怖力量消失后，见到林峰气息虚弱下去，他的恐惧瞬间变成了癫狂的大笑声。哈哈，死瞎子，空有宝物你却无法催动，是这天要灭你。三位还愣着干嘛？此人妖孽如斯，万万不可留，一举将之斩杀，以绝后患。三位还愣着干嘛？此人妖孽如斯，万万不可留，一举将之斩杀，以绝后患。苍战山强忍着神魂传来的撕裂剧痛，癫狂地对着另外3人喊道。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贪婪与杀意。那口古棺虽然恐怖，但消耗也显而易见巨大。此刻正是这瞎子最虚弱的时候，此等逆天宝物，若是能从对方身上夺来，自己岂不是能一步登天？烈火谷主3人闻言，也是瞬间反应过来。恐惧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是被刚才那无上神物勾起的贪念。苍宗主所言极是，此子不死，我等寝食难安。烈火谷主眼中凶光一闪，周身烈焰再度熊熊燃起。这一次，火焰的颜色竟化作了诡异的幽蓝色，仿佛能焚烧神魂。他双手结印，一尊由幽蓝火焰凝聚而成的3足火鸦在他头顶凝聚成型，散发出焚天逐海的可怕高温。阿弥陀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此等魔物，留之不得。了陈法僧口诵佛号，但脸上却再无半点慈悲，只剩下森然杀机。他背后的佛陀金身虚影竟开始燃烧，化作最精纯的佛门愿力，尽数灌入他手中的降魔杵中。降魔杵金光万丈，其上梵文流转，仿佛有一尊怒目金刚即将降世，镇压一切邪魔。北境雪皇更是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洒在身前的冰晶长剑之上。以我之血，祭我冰魂，绝天之剑，万里斩妖。他那冷艳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病态的潮红，气息也随之暴涨，整个人仿佛与天地间的冰雪法则融为了一体。一剑斩出，天地失色，一道横贯天际的冰蓝色剑芒，仿佛要将整个苍穹都冻结斩裂。4大半步尊者在这一刻尽皆施展出了压箱底的搏命绝学。幽蓝火鸦、怒目金刚、绝天冰剑，再加上苍战山强行压榨精血催动的黄道龙气，4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从4个方向封死了林峰所有的退路，朝着他悍然轰杀而来。空间在这4股力量的挤压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面对如此必死之局，林峰却异常的平静。他甚至没有理会那4道足以毁灭山河的攻击，只是低头温柔地为怀中的云瑶拭去嘴角的血迹。
而后他缓缓地抬起了头。就在这一刻，他那一直紧闭的双眼骤然睁开。他不是瞎子。苍占山四人与那双眼睛对视的刹那，他们的神魂却仿佛被亿万座太古神山同时撞击。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漆黑的眼眸深处竟还有一个小上1号的瞳孔在缓缓转动，瞳中藏瞳，是为众瞳。左眼之中混沌气流转，仿佛在开天辟地，演化万物生灭。右眼之内大道符文沉浮，似乎在终结纪元，埋葬古今未来。其有一种视万物为刍狗，视神魔为尘埃的绝对漠然，仿佛高悬于9天之上的天道，冷眼俯瞰着人间沧桑，世事变迁。在这双眼睛睁开的瞬间，整个天地都静止了。轰！震荒宗上方的天穹猛然炸开，一双巨大到无法形容的眼眸虚影取代了天与地，浮现在9天之上，骤然朝着那4道毁天灭地的攻击看了一眼。空间顷刻破碎出裂痕，毁灭天地的威势刹那在整个八荒上空翻涌。整个天穹上雷霆开始翻涌，雷龙盘天，却是哀鸣。瞬间的感觉，末世来了。4位半步武尊的全力绝招，在这一眼之下轰然爆破淹没。一眼，天地清明。噗噗噗噗，4道吐血之声不分先后的响起。苍占山4人如遭雷击，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倒飞而出，人在半空，肉身便开始皲裂，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痕遍布全身，鲜血狂飙。他们眼中的贪婪与疯狂早已被无尽的恐惧所取代。眼睛，那是什么眼睛？烈火谷主声音嘶哑，充满了不敢置信。不知道。北境血皇面如金纸，气息萎靡到了极点。恐惧不止在4位半步尊者心里涌起，更在整个八荒缭绕。也就在此时，那悬挂于天穹之上的黄级榜突然剧烈的闪烁起来。金色的榜单之上，原本位列第1的虾皇凌风4个大字开始变得模糊。虾皇2字缓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2个散发着无尽妖异与不祥气息的古字妖童。然而就在妖童2字将要彻底凝实的刹那，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彻整个八荒四海。那号称由八荒天道法则凝聚永恒不朽的黄级榜，竟从妖童2字开始浮现出了一道道裂痕。轰隆！在无数强者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黄级榜碎了，化作漫天金光，消散于天地之间。一瞬间，八荒法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浩瀚中州，无数闭关的老怪物被惊醒，齐齐望向天穹。只见苍穹之上，风云变色，3000尊模糊不清的神魔虚影横跨太古洪荒浮现天穹，竟朝着一个方向齐齐跪伏，顶礼膜拜。3000神魔皆叩首。这是天机圣地，那座从不示人的观星楼顶端，一位白发苍苍、行将就木的老者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手中的天机盘4分5裂。他望着那神魔叩首的异象，浑浊的老眼中流露出无尽的震撼与恐惧，声音颤抖着响彻整个圣地。众同现，地路开，大征之时来了。这一次不知又要堆砌成怎样的尸山血海，铸就怎样的无上神作。一时间，各大不朽圣地、无上神朝尽皆震动。快去查！那异象的源头似乎从八荒域传来，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那个引动天地异变的人。八荒圣地之内更是一片沸腾。一位宗门宿老激动的老泪纵横，对着宗主咆哮道：“大征现世，荒出妖孽！快，立刻派遣长老前往八荒域，就算把八荒域翻个底朝天，也必须将此人带回中州。”然而，在一些更为古老、早已不问世事的禁忌之地，苏醒的存在们却发出了源自灵魂深处的战栗。这个气息是他回来了，不可能是他。可为什么他的气息会再次出现？快，封锁禁地，开启万古天命阵，务必推演出到底是谁引得3000神魔皆叩拜。此刻，震荒宗外，4位半步尊重伤苟延，身躯在恐惧中颤抖后退。林峰再次缓缓闭上了眼睛，冰冷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在死寂的天地间响起：“现在轮到我了。”正片开始。冷峻的声音仿佛是9幽深处吹来的寒风，让本就重伤濒死的4人心神为之剧颤。了陈法僧脸上再无一丝宝相庄严，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看着一点点靠近的男人，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悔恨与恐惧。施主，是老衲有眼无珠，是老衲被贪念蒙蔽了心智，还请饶我一命。老衲愿散尽修为，青灯古佛，了此残生。他双手合十，对着林峰的方向深深拜下。那降魔杵早已脱手，掉落在尘埃里，失去了所有灵光。林峰没有回答，只是抬起了脚步，缓缓向前。一步，天地间的杀意便浓郁了一分。
了陈法僧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的死亡气息，脸上的恐惧化作了最后的疯狂。魔头，你这魔头，我佛是不会放过你的。他嘶吼着，将体内残存的所有佛缘尽数逼出，背后那燃烧殆尽的佛陀金身竟回光返照般亮了一下，化作一道最后的佛光掌印，拍向林峰。林峰没有丝毫停顿，只是并指如剑，随意地向前一划，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剑气悄无声息地掠过。那看似威猛的佛光掌印，如同被戳破的泡沫，瞬间消散。而了陈法僧的眉心则多出了一道细细的血线，他脸上的疯狂凝固了，眼中神采迅速暗淡下去，生机断绝。扑通，乐陈的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再无声息。不远处的北境血皇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他不顾一切地燃烧精血，化作一道冰蓝色的流光，朝着天边疯狂逃遁。他发誓，只要今日能活下来，他将永远封锁北境，此生再不出世半步。然而世上最无用的事情就是后悔。林峰骤然抬手，对着北境血皇逃离的方向虚虚一握，轰卡！数千丈之外，正在急速飞遁的北境血皇身体周围的空气化作实质，猛然向内塌陷挤压。他那引以为傲的护体冰晶，在那恐怖的巨力下，连一息都未能坚持，便寸寸碎裂。不，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的悲鸣，整个身体连同神魂便被那无形巨力碾成了一片虚无。天地间只余下一缕冰蓝色的本源之气随风飘散。那头本也想逃跑的烈火谷主双腿一软，竟是直接瘫倒在地，裤裆处传来一阵骚臭。这位纵横八荒的枭雄竟被活活吓尿了。饶命！他语无伦次地求饶着，声音里带着哭腔。林峰的身影却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烈火谷主惊恐地抬起头，看到的是林峰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杀人者，人恒杀之。林峰淡淡地说道，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烈火谷主的眉心。铮！一抹剑芒晃眼而过，烈火谷主的身体却猛地一颤，头颅出现一个血洞，双眼中的生机顷刻涣散。转瞬间，三大半步尊者尽数陨落，唯剩下最后一个苍战山。苍战山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身体抖得如同筛糠。死了，都死了！烈火谷主、了陈法僧、北境血皇，这些与他齐名、威震八荒的顶尖强者，在这个男人面前，此刻竟如同蝼蚁一般被随意的碾死。林峰，老夫错了，千错万错都是老夫的错，你杀我一人可以，能否放过镇山宗其他弟子？苍战山声音嘶哑，老泪纵横，身躯在微微颤抖，不是在剧烈颤抖。他此刻心中再无半点贪念与恨意，只剩下对宗门传承的担忧，那是他身为太上长老最后的执念。林峰静静地听着，脸上依旧古井无波。回道：你跪下求我，我便考虑一下。他的声音很轻，却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了苍战山的心头。苍战山身体猛地一僵，想他苍战山镇荒宗太上长老，半步尊者境的无上存在，何曾受过此等屈辱？可是看着眼前这个如同神魔般的男人，看着宗门内那些惊恐万状的长老与弟子，他心中的最后一丝傲骨也彻底断了。砰砰砰！苍战山弯下了他高傲的脊梁，将头颅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了沉闷的响声。这是极致的憋屈，是尊严被彻底践踏的耻辱。他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哀嚎。林峰戏谑一笑，考虑结果是我不同意。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却如同一道9天神雷，狠狠劈在了苍战山的天灵盖上。他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不要！林峰，你滥杀无辜，十恶不赦，必受天谴！苍战山绝望地嘶吼着，声音中充满了怨毒与疯狂。是非对错，我此刻无心分辨。林峰回答一声，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柄古朴的铁剑。他缓缓举剑，而后落下。第一剑，一道通天彻地的剑光横贯长空，将镇荒宗那高耸入云的山门，连同后方的数百座宫殿齐齐斩为两半。第二剑，剑气纵横激荡，化作一片剑气海洋，将镇荒宗的护山大阵连同无数亭台楼阁尽数搅成了齑粉。第三剑，林峰猛然虚空一剑刺入大地，轰隆隆，整个镇荒宗所在的万里山脉开始剧烈的颤抖、崩塌、下陷。那传承了万年的宗门基业，在这三剑之下被彻底从大地上抹去，化作了一片深不见底的废墟深渊。苍战山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万年传承毁于一旦。是他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念，为宗门招来了这灭顶之灾啊！苍战山仰天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咆哮，老泪纵横，无尽的悔恨与痛苦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只后悔因为自己的狂妄自大，断送了这万年传承。林峰，老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在一声怨毒的诅咒中，苍占山的身体猛然膨胀起来，一股狂暴到极点的能量轰然爆发，灵魂破碎，做鬼你都没机会。林峰只是轻轻一挥袖，一股无形的力量便将那自爆的余波尽数挡下，连他衣角都未曾吹动。做完这一切，他转身飘然落在那道静静躺在地上的倩影，轻轻地将云瑶抱入怀中。怀中的人儿缓缓睁开了疲惫的美眸，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气息微弱。瞎子，我快不行了。云瑶的声音细若蚊蝇，但他的眼中却闪过一丝狡黠与依恋。咱们还能再一次吗？林峰闻言，那万年冰山般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无奈的温柔。都这样了，身体好了再说。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救你。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真的？云瑶的眼中亮起了一丝希冀的光芒，他努力挤出一抹虚弱却动人的笑容。那好了，多来几次。他说完便安心地将脑袋依偎在其怀里，沉沉地睡了过去。林峰低头看着怀中女子那安详的睡颜，苍白的嘴唇微微上扬，似乎正在做一个甜美的梦。他没有再看那片已成废墟的镇荒宗一眼，也没有理会周围那些噤若寒蝉、惊恐万状的围观者。抱着云瑶，他一步踏出，身形便如一道流光，瞬间消失在了天际。来时杀气冲天，搅动万里风云；去时悄无声息，仿佛从未出现。直到那道背影彻底消失在视线尽头，压在众人心头的恐怖威压才缓缓散去。呼呼，劫后余生的众人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溺水之人重回岸边，每个人眼中都残留着无法磨灭的惊骇。镇荒宗这片屹立了万年的武道大宗就这么没了，四位威震八荒，如同神明般俯瞰众生的半步尊者就这么死了。而这一切都只因那个抱着女人的瞎子。人群的一处不起眼角落里，艾家两姐妹依偎在一起，同样是满脸的震撼。艾小花用力地咽了咽口水，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姐姐，是那个瞎子，他简直太神了。她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林峰那随意挥洒的三剑，每一剑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深深地烙印在了她的灵魂深处。艾吹箫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美眸中情绪复杂。他凝望着林峰消失的方向，久久无法回神。他本想在事情结束后打个招呼的，可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自己与他之间的差距宛如萤火与皓月，是两个截然不同世界的人。那份少女心中刚刚萌芽的情愫，此刻化作了一缕淡淡的忧伤，随风而逝。就在这时，天穹之上风云突变，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被一股无上伟力强行撕开，形成了一座闪烁着璀璨光芒的虚空门户。几个身影从门户中缓缓走出，他们明明只是站在那里，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却比之前的苍占山等人加起来还要恐怖100倍。整个天地的灵气都仿佛在他们面前凝固。沉浮为首的是一名身穿星辰道袍的老者，他面容古拙，双眸开合间却仿佛有山岳在其中轮转生灭。他淡漠的目光扫过下方化为深渊的镇荒宗，眉头微皱，随即一股浩瀚如海的神念瞬间笼罩了方圆万里。封锁此地，今日之事若有半个字外传，杀无赦。冰冷无情的声音如同天道谕令，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炸响，让众人刚刚放下的心又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这是中州来的大人物，八荒圣地的人。众人噤若寒蝉，连头都不敢抬。就在此时，那为首的老者周无极目光忽然一顿，落在了人群中的艾吹箫身上。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玄阴道体，倒是个不错的苗子。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艾吹箫耳中。女娃子，你可愿随我前往中州，入我八荒圣地修行？突如其来的天大机缘让艾吹箫瞬间懵住了，随即一股狂喜涌上心头。中州，那是所有八荒武者梦寐以求的修行圣堂。愿意，晚辈愿意。艾吹箫欣喜若狂，连忙跪倒在地，恭敬的行礼。他激动的俏脸通红，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又鼓起勇气，抬头看向老者。前辈，晚辈能否带我妹妹一同前往？他紧紧拉着身旁艾小花的手，眼中满是期盼。然而周无极的目光淡淡的瞥了一眼旁边资质平庸的艾小花，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随即缓缓摇头，声音没有丝毫波澜。八荒圣地不收废物。与此同时，青州一道流光划破天际，落入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之中。林峰抱着云瑶，轻缓地将她放在一片柔软的青草地上。这里是他当初获得生命灵果的地方，山谷中弥漫着浓郁的生命气息，沁人心脾。随着他的到来，一根深藏于地底的青色藤蔓悄然探出，藤蔓的顶端一片晶莹剔透的绿叶微微摇曳，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听林峰说完来龙去脉后，一道温和而带着些许无奈的声音在林峰的耳畔响起：风，我也想帮你救他。
青色藤蔓微微摇曳，光晕轻轻拂过云瑶苍白的脸颊，似乎在为他检查伤势。但他的生命之火实在太过于羸弱，体内的冰凤血脉本源几乎被燃烧一空。以我现在的力量，只能帮你保住他半年性命。林峰闻言沉默了片刻，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云瑶冰凉的脸颊，感受着他那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呼吸。多谢了，阿银。他对着藤蔓轻声说道。半年就半年，我再去想其他办法。林峰的语气平静，却蕴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心，仿佛无论前路有多少荆棘，他都能一一踏平。你说过的，朋友之间不需要说闲。阿银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暖意。风，如果你真的想救他，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去往中州，寻一处顶尖的圣地，借助他们的血脉圣池，以无上神力逆转造化，才有可能为他重塑血脉，再造生机。阿银的声音顿了顿，又带上了一丝担忧。不过中州那地方尊者遍地，圣者如云，对目前的你来说挺危险的。林峰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怀中的云瑶，答案已不言而喻。阿银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决心，便不再多言。藤蔓之上，那片最璀璨的叶子缓缓脱落，化作一道精纯无比的生命本源，如同一条绿色的溪流，缓缓注入云瑶的体内。肉眼可见的，云瑶那苍白如纸的脸色多了一丝微弱的红润，原本若有若无的气息也终于平稳了下来。做完这一切，阿银分出另一片小巧玲珑的叶子，叶片碧绿通透，仿佛是世间最完美的翡翠。它飘到林峰面前，悬浮不动。这片叶子你带在身上，它能够帮你凝神安心，或许能让你早日记起我是谁。阿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林峰伸出手接过了那片叶子，叶片入手温润，一股清凉的气息顺着指尖流入四肢百骸，让他那因失忆而时常混乱的脑海都感到一阵清明。他用一根红绳将叶子串起，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贴身存放。会的。林峰郑重地点了点头。就算记不起来，咱们也永远是朋友。他站起身，再次将云瑶小心翼翼地抱入怀中，告别后离开。就在离开秘境的刹那，阿银那带着一丝飘渺与祝福的声音在他耳畔悠悠响起：愿你千帆过尽，归来仍是少年。无人知道，在林峰走后，那根原本温和的青色藤蔓周身散发出的生命气息骤然一变，变得肃杀。一道冰冷到足以冻结灵魂的声音在整个秘境中回荡，充满了无尽的戾气与杀意。当年一别，到底是谁害他成了这般模样？他此去中州，若叶片燃血，是非对错我亦无心分辨。秘境之外，天高云淡。林峰抱着云瑶，感受着怀中那微弱却平稳的生命气息，心中稍安。伸手抚过脖子那片温润的绿叶，一股清凉之意瞬间流遍全身，让他因连番大战而紧绷的精神也为之舒缓了些许。中州血脉圣池，这6个字便是他前行的唯一方向。林峰心念一动，一枚古朴的令牌出现在手中。这令牌通体漆黑，正面刻着一个苍劲有力的中字，乃是之前在斩黄台上击杀剑皇后获得的中州令。没有丝毫犹豫，林峰指尖微一用力，咔嚓，令牌应声而碎，化作点点黑光。下一刻，一股无法抗拒的宏大牵引之力自虚空中猛然爆发，将他与怀中的云瑶瞬间吞噬。空间剧烈扭曲，光怪陆离的景象在眼前飞速掠过，仿佛穿行于一条由星辰与混沌构筑的古老隧道。林峰下意识地将云瑶抱得更紧。不知过了多久，当那股撕扯感骤然消失，双脚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土地时，一股浓郁到近乎化为实质的天地灵气扑面而来。仅仅是呼吸了一口，林峰便感觉体内真元力都活跃了几分。此地便是中州。他虽目不能视，但强大的神念却能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的一切。入目所及，是一片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浩瀚景象。一座座万仞神峰悬浮于天穹之上，山峰之间有银河般的瀑布垂落，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云雾缭绕处，仙宫楼阁若隐若现，瑞彩千条，霞光万道。而在它的正前方，是一座巨大到无法想象的山门。山门高达万丈，有整块的星辰神铁铸就，上书4个龙飞凤舞的烫金大字“八荒圣地”。仅仅是这4个字，便透着一股镇压万古、唯我独尊的无上霸气。山门之前，人山人海，无数来自各地的年轻武者正满脸敬畏与激动地仰望着山门后那一条仿佛通往天宫的白玉阶梯。阶梯共3000阶，每一阶都缭绕着淡淡的云雾，散发着玄奥的道韵。这便是八荒圣地招收弟子的入门考核3000云台，登上1000阶便可为圣地外门弟子。这是何等的荣耀！听说此次圣地招新，连圣子周战师兄都亲自前来观礼了。快看，那就是周战圣子！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只见不远处，
一名身穿锦绣华服、气宇轩昂的青年，在一众长老和弟子的簇拥下，正负手而立，神情倨傲地俯瞰着下方。他便是八荒圣地的圣子周战。他的目光随意扫过人群，忽然眉头微微一皱，落在了抱着女子的林峰身上。一个瞎子也来拜宗？我八荒圣地什么时候收废物了？周战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天生的高高在上，语气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他身旁的一位张长老闻言，立刻心领神会，连忙躬身附和。圣子说的是。张长老满脸谄媚的笑容，随即转身，脸色瞬间变得冰冷无比，目光如刀般射向林峰。身体残缺者无登台资格，还不快滚！冰冷的声音充满了驱赶与厌恶，仿佛林峰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片威严圣地的玷污。林峰的身躯微微一僵，强压下心头升腾的怒火，抱着云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微微躬身道：我朋友生命之火羸弱，需要借贵圣地的血脉圣池重塑根基。林峰的声音平静而诚恳，没有丝毫的卑微，只有最纯粹的请求。似乎感觉这样还不够，林峰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只要能救他，我林峰愿意拜入八荒圣地，此生此世绝无二心。他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将自己的未来作为筹码，只为换取一个救治云瑶的机会。然而一番诚恳的求救，换来的却是一阵阵毫不掩饰的疯狂嘲讽。哈哈哈哈！我听到了什么？他想借血脉圣池？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也敢觊觎我圣地的至宝，拜入圣地？他以为他是谁？他有那个资格吗？周围的嘲笑声如同潮水般涌来，刺耳无比。林峰抱着云瑶的手臂青筋暴起，身躯在微微颤抖。他胸前的叶片散发出丝丝清凉，勉强压制住他即将爆发的杀意。他再次开口，声音已经带上了一丝压抑的沙哑，希望贵圣地之人能行个方便。方便？周战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林峰，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弧度。你可知血脉圣池是何等珍贵？莫说你一个外人，就算是我八荒圣地的弟子，也唯有能够踏上云台考核2000阶的天才妖孽，才能有资格享用一次。周战伸出一根手指，轻蔑地摇了摇，冷笑道：凭你还不配？带着你的女人滚吧！他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狠狠扎在林峰的心上。周围的嘲笑声更大，在他们看来，这个不自量力的瞎子终于认清了现实。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黯然离去时，林峰却缓缓抬起了头，精准地面向了那条通往云端深处的白玉阶梯。莫说2000、3000阶，我也可以尝试。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全场瞬间一静，紧接着爆发出了比之前更加放肆的大笑声，许多人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疯了，这个瞎子绝对是疯了，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3000阶云台，那可是传说的高度。周战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随即化为一种被人冒犯的恼怒。他冷笑着，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与讥讽。本圣子天赋如妖，冠绝同代，当年也仅仅止步于2500阶。越往后，那股威压便越是恐怖，考验的不仅仅是修为，更是天赋与道心。莫说你区区一个瞎子，即使放眼整个中州，也鲜有人能踏上3000阶。周战的话语充满了绝对的自信，也道出了3000云台的恐怖。林峰没有理会他的吹嘘，只是平静地再次发问：我若可以呢？血脉造化池可否一用？简单的问题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周战的脸上。周战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他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他怒极反笑，指着林峰，声音响彻全场：哈哈哈哈！好一个狂妄的瞎子！3000阶，你若能上，本圣子今日便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给你磕头。但若上不去，耽搁本圣子的时间，你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你可敢登台？周战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绝。他绝不相信此间会有人能做到连他都做不到的事情，更何况还是一个瞎子。周战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所有人的面前彻底沦为一个笑柄。林峰不再言语，只是默默地调整了一下姿势，拖着云瑶的翘臀往背上送了送，确保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滑落后，才从容回道：我林峰登台。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不再理会任何人，背着云瑶一步踏出，脚步稳稳地落在了第一阶白玉云台之上。嗡！一股沉重如山岳的威压瞬间降临，这威压不仅仅作用于肉身，更直冲神魂，考验着登台者的每一寸筋骨与意志。然而林峰的身躯只是微微一沉，便挺得笔直，宛如一杆刺破青天的长枪。哼，不自量力！第一阶的威压就如此沉重，他还背着一个人，我倒要看看他能走几步。我看10步之内，
他必定滚落下来，摔个狗吃屎。一个瞎子也敢来我八荒圣地，简直是自取其辱。山门前，嘲讽之声再次响起，无数双眼睛都带着戏谑与轻蔑，等待着看林峰的笑话。然而，他们预想中的狼狈景象并未出现。林峰稳稳抬起脚步，踏上了第2阶云台，然后是第3阶、第4阶、第5阶。他的步子不快，却带着一种恒定的韵律，每一步都踏得无比坚实。100阶，林峰的身影没有丝毫停顿，依旧平稳。山门前的嘲笑声渐渐小了下去，许多人脸上的戏谑开始转变为一丝惊异。500阶，林峰的额头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呼吸也变得粗重了些许，但他的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山门前已经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那道孤独而决绝的背影。1000阶，当林峰的脚踏上第1000阶云台时，整个广场爆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1000阶，他竟然真的登上了1000阶，这怎么可能？他已经拥有了成为外门弟子的资格。背着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怪物？人群彻底沸腾，之前的轻蔑与嘲讽，此刻尽数化为了震撼与不解。高台之上，周战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他身旁的张长老更是额头冒汗，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他们谁都没想到，这个被他们视为废物的瞎子，竟然真的有几分本事。周战冷哼一声，强自镇定道：“不过是刚入门槛罢了，后面的威压会成倍增长，他撑不了多久。”然而，林峰并未如他所愿地停下。短暂的调息之后，他再次迈开了脚步，向着更高处走去。1500阶，威压已经如同惊涛骇浪，疯狂地拍打着他的身躯。林峰的脚步开始变得沉重，每一步落下，脚下的白玉阶梯都会发出一声轻微的闷响。2000阶，当林峰踏上这一阶时，他身后的云雾都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搅动，发出阵阵呼啸。2000阶，他踏上了2000阶。天啊，这已经是有资格享用血脉圣池的天才标准了。人群中，一名弟子失声惊呼，他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周战的脸上。周战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双拳不自觉地攥紧，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之前他亲口说过，唯有踏上2000阶的天才才有资格享用血脉圣池，而现在那个被他讥讽为不配的瞎子就如此堂而皇之地达到了标准，这已经不是挑衅，更像是赤裸裸的打脸。林峰没有回头，也无心理会下方众人的惊骇，他只是继续向上，目标唯有那云端之上的第3000阶、2100阶、2300阶、2499阶，距离周战当年的记录只差一步之遥。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周战的眼神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死死地盯着那道身影，心中在疯狂地咆哮：停下，给本圣子停下！林峰抬起脚，重重落下。2500阶，轰！一股比之前恐怖数倍的威压，如同天塌地陷般轰然降临。噗！林峰的身躯一震，一丝鲜血险些从嘴角溢出，被他强行咽了回去。他的身躯微微颤抖，显然已不如刚才那般平稳。背着云瑶，他所承受的压力是通常考核者的2倍不止。就在此时，他背上一直昏迷的云瑶，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看着林峰因为承受巨大压力而微微佝偻的脊背，感受着他那因为用力而绷紧的肌肉，清澈的眼眸中充满了心疼与不忍。瞎子，算了吧。云瑶的声音很虚弱，带着一丝哀求。咱们回八荒，回大夏，回青州，就在那个山洞里陪你开心余下时光。我也不愿意你为了我这样受尽委屈。他宁愿自己生命之火耗尽，也不想看到林峰为他如此拼命。林峰的身躯一顿，只是淡淡的回道：男人的决定，女人别多嘴。他喘了口粗气，调整了一下呼吸，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回去最多玩半年，治好你可以玩一辈子。一时吃饱跟10时吃饱，我还是分得清哪个更划算。话语粗俗直白，却像一股暖流，瞬间涌入了云瑶的心田。说的挺厉害的，待会儿我就要完。云瑶的话语带着一丝娇嗔，后面的话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感觉心里暖洋洋的。他轻轻地调整了一下姿势，将脸颊贴在林峰宽阔而坚实的后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仿佛只要靠着这个男人，哪怕天塌下来也不用害怕。感受到背后的动静，林峰的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深吸一口气，原本微颤的双腿再一次变得稳定。他缓缓直起腰杆，承受着那足以压垮山岳的恐怖威压，再次抬起了脚步。2501阶，他超越了八荒圣子周战。不！周战看到这一幕，再也无法保持圣子的风度，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他的记录，他引以为傲的资本，被一个他看不起的瞎子
已背负着另一个人的考核方式无情地碾压了。广场上所有人都已经麻木了，他们的思维已经跟不上眼前这梦幻般的一幕，而林峰的脚步却并未因此停下。2600阶，2800阶，2999阶。当林峰站在这里时，他距离那传说中的巅峰只剩下最后一步。此刻的他，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他的身躯在剧烈的颤抖，仿佛下一秒就会崩溃，但他那只准备踏出的脚却依旧悬在半空，稳如泰山。山门之下，死一般的寂静。周战的脸上一片煞白，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与慌乱。他怕了，他真的怕了。他不敢相信，更不愿接受，这个瞎子真的能创造那种奇迹。死瞎子，快下来！周战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得尖锐，他色厉内荏地嘶吼道：第3000阶蕴含着中州的黄道法则，踏上去会顷刻要了你的命，你是上不去的，快滚下来！他试图用死亡来恐吓林峰，让对方放弃这最后一步。然而林峰只是缓缓抬起头，仿佛穿透了无尽虚空，与天穹对视。我林峰的命区区一个考核，还不配拿走？淡漠的声音带着睥睨天下的无上霸气，响彻云霄。话音落，脚步踏，他一步踏上了3000云台的最高处。就在他脚掌落下的那一刹那，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轰隆隆，9天之上，风云倒卷，乾坤变色，道道粗壮如神龙的金色雷霆撕裂了苍穹，自无尽的云端之上而来，盘踞在八荒圣地的上空。整片中州大地都在此刻剧烈地颤动起来，一股古老浩瀚的黄道法则之力自天地间降临，镇压的万物苍生机遇匍匐。轰隆隆，黄道法则化作惊雷落下，林峰傲然而立，衣角无风自动，任由法则贯体，他的修为气息开始节节攀升。脚下的3000云台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开始出现龟裂。无敌之姿！不知是场中哪个长老颤抖的惊呼出声，话音如同惊雷，炸响在每个人的心头。周战双眼茫然，呆呆地看着那道对峙黄道法则的身影，眼神从惊恐到畏惧。而他身旁的张长老更是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上，面如死灰，浑身抖如筛糠。无敌之姿，怠慢如此妖孽，圣主必将处罚。就在张长老颤抖话音响起的瞬间，那自9天之上灌入林峰体内的黄道法则之力变得愈发狂暴，林峰的身体仿佛化作了一个无底的黑洞，疯狂地吞噬着这股磅礴的力量。他的气息如同坐上了云霄飞车，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暴涨。轰咔一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浪自林峰体内爆发，席卷四方。他那原本就已经达到武皇后期的修为，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竟是硬生生冲破了层层壁垒，直达巅峰。武皇巅峰！整个八荒圣地无数闭关的强者在这一刻猛然睁开双眼，骇然地望向山门的方向。那股霸道绝伦的皇者气息让他们这些老怪物都感到一阵心悸。也就在修为登顶巅峰的那一刻，林峰的脑海中一幅尘封的画面轰然炸开。画面之中同样是3000云台之巅，一个身着白衣的青年，身形与他一般无二，同样傲然而立。那青年手持一柄古朴长剑，剑锋遥指苍穹，发出震动万古的豪迈宣言：我林峰，无敌的武皇！记忆的碎片如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快得让他无法捕捉。但那股深入骨髓的孤高与霸气，却已然与他此刻的身躯彻底重合。铮！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天地，一柄看似普通的铁剑缓缓在林峰手中浮现。他遵循着脑海中那道身影的指引，徐徐抬起手臂，将剑尖对准了天穹之上那翻滚的雷海。我林峰，无敌的武皇！他开口声音平静，却仿佛蕴含着某种言出法随的无上伟力，每一个字都如同天线，在天地间落下烙印。轰隆隆！此言一出，天穹之上那盘踞的万千雷龙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发了疯似的朝着林峰手中的剑尖汇聚而来。顷刻之间，以他剑尖为中心，无数道粗壮的金色雷霆如蛛网般蔓延开来，挂满了整个苍穹。原本看似普通的剑，顷刻之间绽放锋锐光芒，极品黄道之兵的气息震慑人心。这一刻，林峰一人一剑便如执掌天罚的神明。同一时间，遥远的天际，另外3大与八荒圣地齐名的不朽传承之地，皆有惊天动地的气息复苏。邀月圣地，一尊沉睡在血池中的庞大身影缓缓睁开了黄金般的树瞳，喃喃自语：好霸道的黄道法则，又有人登顶无敌皇者。雷音圣地，宏伟庙堂中央，敲击木鱼的小僧眉头忍不住皱了皱。阿弥陀佛，杀伐之气如此之重，看来本次的尊者气运之争将多一位强横的敌人了。听雪圣地，最高的摘星台上，一位白衣胜雪的女子凭栏而立，
他望着天边方向，清冷的眸子里泛起一丝波澜，又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无敌皇登顶巅峰。本次尊者气运之争，此人必是异变。八荒圣地山门前，随着天穹异象的缓缓消散，那股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的威压也随之退去。林峰的身影从云台之巅一步踏出，身形飘然若仙，轻飘飘地落在了地面上，正好停在了周战的面前。他背上的云瑶不知何时已经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裹，安稳地悬浮在他身侧。磕头。林峰面向周战的方向，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随即他顿了顿，又补充了道：还有，我要用血脉圣池。两句简单的话，却像两记最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周战的脸上，也抽在了八荒圣地所有人的脸上。周战被林峰那深不可测的气息锁定，身体不受控制地打了一个哆嗦，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几乎就要当场跪下。但他也并非弱手，猛地咬了一下舌尖，剧烈的疼痛让自己瞬间清醒过来。周战感受到了周围无数道目光，感受到了那些目光中从敬畏到质疑的转变。他知道今天如果真的认怂，就将彻底沦为整个中州的笑柄。他周战的一切荣耀与尊严都将被这个瞎子踩在脚下，碾得粉碎。一个念头如同毒蛇般在他心中疯狂滋生，此瞎绝不能留，放任他加入圣地或者离开，以他今日展露的无敌之资，将来自己甚至可能会被清算。想到这里，周战眼中的恐惧被一丝疯狂的杀意所取代，眼神逐渐变得冷冽异常。不过是有点天赋罢了，也不知实力如何。周战强行挺直了腰杆，脸上挤出一抹狰狞的笑容。本圣子倒是想考考你，看你是否真的有资格享用我圣地的资源。他这是要将私怨强行扭转为对新晋弟子的考验，占据大义的名分其实没什么用处，但有身份的人都喜欢有个好听的名声。话音未落，周战猛然出手，轰！凶悍绝伦的武皇巅峰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他五指成爪，一道蕴含着恐怖撕裂之力的金色爪印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直取林峰的心脏。这一击是他含怒而发，更是必杀一击。周战要趁着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将面前这巨大的威胁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面对这雷霆万钧的必杀一击，林峰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波澜，他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后退半分，只是伸手抚上了剑柄。斩天第三剑，鹿神。铿锵一声，惊艳剑光骤然晃眼，一势而立的凶悍展露无遗。剑芒斩过周战那凶悍的金色爪印，被轰咔一声破碎。周战瞳孔骤然一缩，一股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笼罩心头。他想躲，可那剑气纵横之中有一抹诡异的剑光宛若瞬间而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诡异剑光在眼中放大，没入眉心。噗！没有血花飞溅，没有伤口出现，但周战的身体却如遭雷击，猛地一颤，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地摔在10几丈开外。啊！下一秒，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从周战的口中发出，他双手抱着脑袋，在地上疯狂地翻滚、抽搐，状若癫狂。他的肉身完好无损，但他的神魂却仿佛被亿万柄钢刀同时切割、凌迟。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痛苦，远比任何肉体上的折磨要恐怖千万倍。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一剑，仅仅一剑，八荒圣地的圣子，同为武皇巅峰的周战，竟然连对方的一招都接不下来，就变成了一个在地上打滚的疯子。一剑斩出神魂攻击，这个瞎子究竟是什么怪物？杀了他！就在众人惊骇欲绝之时，在地上翻滚的周战用尽最后一丝理智，发出了怨毒无比的咆哮。张长老，立马出手杀了他，给本圣子杀了他！周战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林峰，声音因极度的痛苦和恐惧而变得扭曲尖锐。立马杀了他！出了任何事情，本圣子一力担着。周战那因神魂剧痛而扭曲的嘶吼，如同一道惊雷在周围空间炸响。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那位身穿长老服饰，一直站在周战身后的老者身上。张长老，八荒圣地外门长老，尊者初期的修为，在整个八荒圣地，尊者境已然是中流砥柱，远非武皇境可比。此刻，张长老的脸色阴晴不定，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冷汗，他的内心正在天人交战。理智告诉他，眼前这个瞎子深不可测，一剑重创同为巅峰，此人绝对是万年不遇的妖孽，若是引入圣地，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可他之前已经得罪林峰，周战的命令又不能不听。周战不仅是圣子，其背后更是站着圣地中权势滔天的一脉，得罪了他，自己未来的日子也绝不好过。张长老，你还在等什么？周战的咆哮再次传来，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命令。此子在山门前重创圣子，藐视我八荒圣地威严，当就地格杀。这番话既是命令，
也是在给张长老找一个动手的理由做台阶。张长老深吸一口气，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抹决然。罢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便由老夫来终结这段还未开始的传奇。小辈，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我八荒圣地门前伤我圣子。张长老的声音变得冰冷而宏大，一步踏出，一股远超武皇巅峰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般朝着林峰碾压而去。尊者境！人群中发出一阵惊呼，这才是真正的强者之威。仅仅是气息，就让在场无数弟子感到呼吸困难，气血翻涌，仿佛随时都会被这股威压碾成齑粉轰。张长老须发皆张，干枯的手掌猛然拍出，刹那间，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汇聚，在他掌心形成了一只足有10丈大小的青色能量巨掌。巨掌之上道则流转，符文闪烁，带着一股磨灭一切的恐怖气息，从天而降，狠狠拍向林峰。这一掌封锁了林峰周身所有的退路，仿佛要将他连同脚下的大地都一同拍成虚无。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林峰的身形却如风中残叶，只是向左侧轻轻一飘，便鬼魅般的脱离了巨掌的锁定范围。轰隆！青色巨掌轰然落地，整个山门广场都剧烈的摇晃了一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掌印赫然出现在原地，边缘光滑如镜，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还不错，张长老瞳孔一缩，显然没想到对方能如此轻易地躲开自己的一击，有点门道，但尊者与皇者之间隔着一道天堑，今日你必死无疑。张长老冷哼一声，双手掐诀，气息再度暴涨。青元指，他并指如剑，朝着林峰遥遥一点，一道青色的流光自他指尖迸发，看似纤细，却在划破虚空的瞬间，引得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那流光之中蕴含的尊敬法则之力，足以洞穿山岳，湮灭江河。这一指比刚才那一掌更加凝聚，也更加致命。可林峰的动作依旧是那样的云淡风轻，他甚至没有回头，只是凭着某种玄之又玄的直觉，身形再次一晃，那道足以秒杀任何武皇巅峰的青色流光便擦着他的衣角，射向了远方的天际，最终消失不见。2次出手皆被对方闲庭信步般躲过。张长老的老脸终于挂不住了，一股被戏耍的怒火涌上心头。就在他准备动用更强杀招之时，林峰那平静的声音悠悠传来：既然咱们有言在先，你们非要如此欺人吗？林峰缓缓转过身，尽管双目紧闭，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一股无形的注视落在了张长老的身上。那注视冰冷淡漠，不带丝毫感情。被这股气息注视，张长老竟是没来由的感到一阵心慌，仿佛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后辈，而是一尊自远古苏醒的杀神。但他很快便将这丝慌乱压了下去，尊者的骄傲让他无法退缩。哼，欺你又如何？张长老强行压下心中的不安，面露不屑的狞笑道：在这八荒圣地，圣子让你死，你就必须死。他将自己的尊者气势催动到了极致，周身青光大盛，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开始在他掌中酝酿。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尊者真正的力量。绝技青山覆灭手。张长老厉喝一声，将毕生修为灌注于双掌之上，一只比先前更加凝实、更加恐怖的青色巨掌再次成型。掌心之中仿佛有一方小世界在生灭，散发着让人绝望的气息，朝着林峰当头压下这一击。他用上了全力，他自信在这一掌之下，别说是一个巅峰武皇，就是同阶的尊者也得重伤当场。林峰静静地听着那呼啸而来的破空声，感受着那足以覆灭一切的威压，他那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泛起了一丝涟漪，那是一抹带着无尽嘲弄的冷笑。他缓缓抬起了手中剑，剑尖斜指地面，嘴角微微上扬一抹戏谑。那就斩尊。最后2个字如同9天神雷，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轰然炸响。斩尊，何等狂妄，何等霸道！自古以来，皇者逆伐尊者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那是神话。可这2个字从林峰口中说出，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魔力，仿佛他不是在说一句狂言，而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话音未落，他手中的剑动了。斩天第4剑，斩天！惊天动地的剑气凭空而来，璀璨夺目的剑光骤然晃眼。铿锵一声，在剑势与巨掌接触的那一刹那，时间仿佛静止，蕴含着尊者全力一击足以覆灭山川的青天覆灭手被轰然斩停滞。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黑色裂缝自剑尖处蔓延开来，瞬间贯穿了整个青色巨掌，并以一种无法理解的速度继续向上延伸。不可能！张长老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骇然与恐惧。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尊者伟力，在那道剑势面前脆弱不堪一击，被轻易的撕裂。他想退，想逃，可一切变故来得太突然。
张长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斩天的剑痕穿过自己覆灭一切的掌印，朝着自己的眉心笔直地斩来。死亡的阴影前所未有地将他笼罩。这一刻，他后悔了，后悔不该听信周战的蛊惑，后悔不该为了那点可笑的尊严去招惹这样一个根本无法用常理揣度的怪物。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他绝对不会踏出那一步。可惜没有如果。铮一声剑鸣，一缕惊艳剑光没入了他的眉心，而后穿体而过，直冲云霄，将天穹之上的云层都斩出了一道恐怖裂谷。张长老的身体僵在了原地，脸上的恐惧与悔恨永远的定格。一阵微风吹过，尸体轰然倒地，一位尊者就此形神俱灭，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如同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呆地看着那持剑而立的白衣身影，大脑一片空白。一剑斩尊，瞎子武皇逆道伐尊，斩杀了一位尊者初期的长老。咕咚，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那声音在这死寂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也正是这一声，将所有人从那无边的震撼中拉了回来。扑通一声闷响，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圣子周战，此刻竟是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了地上。他的脸上早已没了半点血色，只剩下无边的恐惧和绝望，身体筛糠般的颤抖着，因为瞎子那股凶悍的杀意在转瞬间锁定了他。不要乱来！周战的声音颤抖着，带着哭腔，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与怨毒，只剩下卑微的祈求：你可以走，你现在就可以走。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轰轰轰，三股比之前张长老还要恐怖数倍的威压，如同三座太古神山猛然降临此间，笼罩了整个山门。天空瞬间暗了下来，风云倒卷，雷霆咆哮。三道苍老而威严的身影从云端天际而来，悬停于山门上空。他们身着金边长袍，气息深如渊海，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就让天地都为之失色。为首老者冷眉一皱，滚滚声音宛若天雷：何方鼠辈，胆敢在圣地外造次！话音还在回荡，三道身影已然降临，呈品字形将林峰死死围困在中央。他们正是八荒圣地闭关的三位长老，每一位都是货真价实的尊者境大能。吴长老，此子斩杀了张长老。一名弟子颤抖着声音指着林峰，眼中满是恐惧。为首的吴长老目光一凝，落在了不远处张长老那冰冷的尸体上，一股森然的杀机瞬间爆发。武皇逆伐尊者，好一个妖孽！吴长老的声音不带丝毫赞赏，只有冰冷刺骨的杀意。此等妖孽，若不能为我圣地所用，便只能毁掉。另一位长老沉声附和，眼中同样杀机毕露。他们活了数百年，深知这种天才一旦成长起来有多么恐怖，既然已经结下死仇，就绝不能留下任何后患。动手，镇杀此僚！吴长老一声令下，三人不再有任何犹豫，同时出手。轰轰轰！三只由精纯元力与法则之力凝聚而成的擎天巨手，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带着磨灭虚空的恐怖威能，朝着林峰悍然拍下。空间浮现皲裂，大地在剧烈哀鸣。三位尊者联手一击，其威势足以将一座巨城瞬间夷为平地。林峰脸色骤变，他能感受到那股足以将自己碾成齑粉的恐怖压力。他可以躲，甚至可以反击，但他身后是气若游丝的云瑶。切！林峰暴喝一声，体内真元力毫无保留地喷薄而出，一道璀璨的剑气屏障瞬间撑开，将他与云瑶牢牢护在其中。然而那可是三位尊者的全力一击。咔嚓！剑气屏障仅仅支撑了几息的时间，便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轰然破碎。噗！林峰如遭重击，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躯剧烈摇晃，一股易散的冲击波绕过了他的防御，狠狠地撞在了悬浮于他身后的云瑶身上。云瑶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本就苍白的脸色瞬间变得如同金纸，一丝鲜血顺着他的嘴角缓缓滑落，原本刚刚平稳下来的生命气息，此刻如同风中残烛，摇摇欲坠，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熄灭。云瑶！林峰心头一痛，一股前所未有的暴怒如同火山般在他胸中轰然炸开。他猛地抬起头，尽管双目紧闭，但那三位长老却感觉自己仿佛被一头来自九幽地狱的洪荒凶兽死死盯住，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让他们不寒而栗。你们找死！林峰的声音沙哑而低沉，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充满了无尽的戾气与杀意。他手中的剑发出一声震动天地的悲鸣，一股恐怖的剑意冲天而起，搅动了九天风云。斩天第四剑，斩天！惊艳一剑浮现，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来。铿锵！凶悍的剑鸣响彻长空，
当3只擎天巨手接触到这惊艳一剑的时候，摧枯拉朽的爆破骤然荡涤而开。3位太上长老瞳孔骤缩，只感觉一股蕴含着极致斩杀的剑意扑面而来，让他们体内的生机都险些被剥离。3人骇然之下，连忙抽身后退，这才堪堪避开了那一剑的核心范围。一剑荡开3位尊者的联手一击，林峰强行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小心翼翼地将摇摇欲坠的云瑶重新揽入怀中。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怀中人的生命之火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流逝。他抬起头，面向3位太上长老的方向，那张清秀的脸上只剩下无尽的冰冷。今日欺我林峰，来日必踏平你八荒圣地。决绝而霸道的声音如同惊雷，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深深烙印在了他们的灵魂深处。哼，区区一个瞎子也敢口出狂言。短暂的震惊过后，吴长老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他感觉自己身为尊者的威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他再次示意另外2人，眼中杀意更盛。此子已是强弩之末，不要再给他任何机会。杀！3道比之前更加恐怖的攻击再次凝聚，眼看就要轰然落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沁人心脾的香风毫无征兆地吹拂而过，紧接着一道清冷悦耳却又带着不容置疑威严的女子声音悠悠响起：东荒圣地，苏青年，林峰对吗？你可愿入我东荒圣地？话音未落，一道青色的光幕凭空出现，如同一面坚不可摧的神盾，轻而易举地挡在了林峰面前，将那3道毁天灭地的攻击尽数化解。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青色长裙、身姿婀娜、脸上蒙着一层薄薄面纱的女子，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场中。她就那样静静地站着，却仿佛成为了这方天地的中心，连日月星辰都在她面前黯然失色。林峰没有回头，他所有的心神都放在了怀中气息越来越弱的云瑶身上。他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微颤，问道：能救他吗？能，还能保你今日平安。苏青言的声音笃定而自信，仿佛这世间没有任何事能够难得倒他。林峰沉默了片刻，似乎是在权衡。有条件吗？林峰再次轻声问道。他不相信这世上有无缘无故的善意。有，只能待会谈。苏青言的回答依旧干脆利落。好，麻烦了。林峰不再有任何犹豫，干脆地答应了下来。眼下他还能站，但怀中的人儿未必能经得起连续的折腾。得到林峰的答复，苏青言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他缓缓转过身，清冷的目光扫过对面的吴长老3人，淡然道：这个人我东荒圣地要了，3位可有意见？吴长老3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心中又惊又怒。东荒圣地，苏青言这个名字在中州年轻一辈中代表着一个传奇。他们八荒圣地虽然不惧，但为了一个前途未卜的瞎子与东荒圣地彻底交恶，却也得不偿失。关键他们不过是圣地的外门长老，与东荒圣地交恶的主还真就做不了一点。苏仙子，此人杀我圣地长老，重创我圣地圣子，你东荒圣地要保他，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吴长老强压着怒火，沉声说道。说不过去。苏青言轻笑一声，声音中带着一丝嘲弄。若非你八荒圣地仗势欺人，又何至于此？技不如人，死了也是活该。他的话语毫不客气，如同一个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3位长老的脸上。你！吴长老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从反驳。苏青言不再理会他们，玉手轻轻一挥，一股柔和的力量便将林峰和云瑶包裹，缓缓升空。我们走。话音落下，他便带着2人化作一道青色流光，瞬间消失在了天际。从始至终，八荒圣地的3位尊者竟是无人敢再出手阻拦。就在苏青言带着林峰离开后不久，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在八荒圣地上空撕开，周无极那身穿星辰道袍的身影带着10数位圣地长老从中缓缓走出。他感受着此地残留的黄道法，则与今天见异，古拙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看来自己没有猜错，那个引发3000神魔叩拜异象的绝世妖孽，果然已经通过中州令来到了八荒圣地。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下方一片狼藉的山门，看到那死不瞑目的张长老以及跪在地上失魂落魄、神魂受创的亲孙子周战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周战面前，浩瀚的神念瞬间笼罩全场，将在场发生的一切都尽数探知。片刻之后，周无极的脸色已经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猛地抬起手，用尽全身力气，狠狠一巴掌抽在了周战的脸上。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响彻全场，周战直接被这一巴掌抽飞出去10几米远，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肿起，嘴角溢出鲜血。你那废物爹，当初怎么不把你射在墙上？废物东西！周无极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周战破口大骂，丝毫没有了之前那仙风道骨的太上长老模样。爷爷，孙儿错了，孙儿知道错了。周战捂着脸，连滚带爬的跪到周无极面前，吓得魂飞魄散，涕泪横流。你知道个屁！周无极又是一脚将他踹翻在地，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失望与愤怒。狂妄自大是愚蠢，更愚蠢的是得罪天才妖孽，就必须在他成长起来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斩草除根。你懂吗？是，孙儿明白。周战颤抖着回答。周无极闭上眼睛，深吸了几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杀意。杀了这个废物孙子也于事无补，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处理眼前的烂摊子。引发3000神魔叩拜的绝世妖孽，被自家圣子逼得投入了死对头东荒圣地的怀抱。这件事若是如实上报给圣主，别说他这个孙子，就连他这个太上长老都要受到难以想象的重罚。周无极的眼神急速闪烁，一个疯狂而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缓缓成型。他缓缓睁开眼，目光扫过全场噤若寒蝉的弟子和围观者，冰冷的声音如同天道谕令，在每个人脑海中响起。今日之事到此为止。那个瞎子估计是东荒圣的派来捣乱的奸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目光落在了人群中那个因为天降机缘而一直处于狂喜与忐忑中的艾吹箫身上。引发3000神魔虚影叩拜异象的天才老夫不辱使命迎接回来了，乃是此女艾吹箫。周无极的声音宏大而威严，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意味。她身负玄阴道体，将是我八荒圣地万年不遇的绝世天骄，未来的圣地圣女。此言一出，全场皆惊，所有人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周无极。跟他同行去过八荒的长老都明白，周无极这是要偷天换日，移花接木。而被他点名的艾吹箫更是当场懵住了，巨大的惊喜如同浪潮般将他淹没，让他感觉自己仿佛在做梦一般。周无极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只是冷冷地看着自己的孙子周战以及那些长老，用只有他们几人能听到的声音传音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谁敢泄露半个字，杀无赦。冰冷的杀意让数十位长老齐齐打了个寒战，连忙低下头，不敢有丝毫异议。周无极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再次看向那茫然无措的艾吹箫，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光。传音道：从今天起，你就是那个万众瞩目的天骄，但你也要记住，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切莫泄露半个字。而那个真正的妖孽，周无极的目光望向了东荒圣地的方向，眼中杀机一闪而逝。既然已经得罪，那就只能不死不休了。东荒圣地与八荒圣地那股霸道凌厉的气息截然不同，这里仙雾缭绕，古木参天，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的液滴在空中凝结成甘露，滋养着山间的奇花异草。仙鹤在云端引颈长鸣，灵鹿在林间悠然漫步，一派祥和安宁的仙家景象。苏清言驾驭着一道柔和的清光，带着林峰与云瑶二人在一处幽静雅致的庭院前缓缓落下。庭院内竹林摇曳，清泉叮咚，一草一木都蕴含着淡淡的道韵。这里是我以前居住清修的小筑，已经空闲许久，二位暂且在此歇歇。苏清言为两人推开房门，一股清新的竹香扑面而来。他简单为两人安顿好，随即正色道：明日我便会向圣主禀明情况，为云瑶姑娘申请开启血脉圣池，重塑本源。云瑶闻言，美眸中闪过一丝激动与感激。林峰却始终平静如水，他虽然双目不能视物，但心却比任何人都要通透。为何帮我们？条件是什么？他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直指核心。苏清言微微一怔，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眼前这个看似平凡的盲眼青年绝非一语之辈，便收起了客套，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大罗秘境，成尊契机。每隔500年，大罗秘境便会开启，其中蕴含着突破黄境、成就尊者之位的无上契机。各圣地都需要有一位无敌的武皇，带领圣地内的巅峰皇者进入其中争夺。争夺到的成尊契机越多，则圣地的未来便会越强大，这关乎着整个圣地的气运与传承。说到这里，他清丽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其他4大圣地都有坐镇的无敌武皇，而我东荒圣地已经300年没有诞生过这等人物了。呵，林峰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了然的笑容。没想到我一个眼盲之人还有如此用处。他的语气中听不出喜怒，仿佛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也是我去得早，若其他圣地先一步遇到你，兴许会开出比我更好的条件。苏清言坦然承认，话语中带着几分庆幸。他看着林峰那张古井无波的脸，不知为何心中一动，语气竟带上了些许女儿家的俏皮，笑道：不过你已经答应我了，可就不许反悔哦。说话间他眨了眨眼，清澈的眸子里仿佛有星光在闪烁。嗨，一直安静站在林峰身旁的云瑶
突然俏脸微寒，轻轻咳嗽了2声，心中警铃大作，一个声音在疯狂呐喊：我的男人，瞎子，是我的男人，你在这里发什么了？苏清言瞬间察觉到了云瑶眼神中的敌意，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有些失态，脸上不由泛起一抹尴尬的红晕。具体的，咱们明天面见圣主再说吧。林公子，云瑶姑娘，我先告辞了。他略显仓促地行了一礼，转身便化作一道青光，消失在了庭院之外。回见。林峰嘴角依旧挂着那抹礼貌的笑容，他侧耳听着苏清言远去，才缓缓关上房门。他转过身，面向云瑶的方向，随口闲聊道：这位苏姑娘，人还挺和善。话音未落，他便被一具温软的娇躯温柔如水的拥入怀中。云瑶将脸颊轻轻贴在他的后背，吐气如兰，在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呢喃：待会儿由我主导，明天瑶儿保证，你不会再觉得他有半点和善。耳畔传来温热呼吸，林峰的身体微微一僵，能清晰地感受到背后传来的惊人柔软与温热，鼻尖萦绕着云瑶身上独有的如兰似麝的淡雅香气，让他那颗古井无波的心也泛起了一丝涟漪。云瑶见他没有推开自己，胆子更大了几分，关闭房门，氛围暖色。几分钟后，瞎子，你看看我好吗？我这会儿可漂亮了。床榻边的云瑶微微偏过头，一双凤眸中水波流转，满怀希冀地凝视着林峰。他想让他看到自己此刻动人的模样。林峰沉默了片刻，感受着他的心跳，最终还是轻轻摇了摇头，声音带着一丝无奈的沙哑：我的眼睛坏了，睁不开。这并非谎言，自从失忆醒来，他的世界便是一片永恒的黑暗。云瑶闻言，眸中的光彩暗淡了几分，但他随即想起了什么，微微嘟起了红唇，语气中带着一丝委屈和不解：上次在镇荒宗，你明明睁开过的。那一日，林峰为了救他，双眸曾短暂的睁开，那道瞳光如同神罚降世，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云瑶的灵魂深处。提到此事，林峰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无比，周身那份淡然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冰冷刺骨的凛然杀意。我目前不能控制。他一字一顿，声音低沉而严肃，仿佛在陈述一个不容置喙的铁律开眼必杀。这4个字如同九幽寒冰，瞬间让房间的温度都下降了数分。云瑶清晰地感觉到环抱着的身躯在那一刻绷紧如铁，散发出的气息让他都感到一阵心悸。云瑶明白了，那不是林峰想隐藏，而是不能，那双眼睛里蕴藏着对方自己都无法掌控的恐怖力量。好吧。云瑶有些失望，又突然的脸颊微微泛红，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嘀咕道：偏了。一夜无话。翌日清晨，天光破晓，仙雾弥漫，苏清言的身影准时出现在了庭院之外。她今日换上了一身淡青色的长裙，更显清丽脱俗，宛如折尘仙子。林公子，云瑶姑娘，圣主与诸位长老已在东荒殿等候。他的声音清脆悦耳，打破了小筑的宁静。林峰与云瑶早已收拾妥当，推门而出。在苏清言的带领下，3人化作流光，向着东荒圣地的主峰之巅飞去。东荒殿乃是东荒圣地的议事核心，建立在一座被削平的山峰之上。整座大殿以万年青玉铸就，宏伟壮观，气势磅礴。殿前广场上刻画着玄奥的阵纹，吞吐着海量的天地灵气。当林峰3人抵达时，殿内早已站满了人。高居首位的是一名面容威严、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他身穿紫金长袍，头戴玉冠，周身道韵流转，气息深不可测，正是东荒圣地当代圣主陆长河。其下2侧则分列着数十位气息强大的长老，一个个目光如电，神威凛凛，皆是恐怖强者。当他们的目光落在林峰身上时，不少人都露出了诧异和审视的神情。苏清言上前一步，对着圣主陆长河恭敬地行了一礼：启禀圣主，弟子幸不辱命，偶然遇到那位最近登顶3000云台的天骄，将之带回了圣地。林峰拥有无敌武皇实力，可领队本次去往大罗秘境的队伍。他的话语清晰有力，回荡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之中。圣主陆长河微微颔首，目光温和地落在林峰身上，正欲开口，然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抢先响了起来：胡闹！说话的是站在长老首位的一名灰袍老者，他面容枯槁，眼神锐利如鹰，正是东荒圣地的大长老萧山。苏清言，你身为圣地大圣女，怎能如此儿戏？区区一个瞎子，如何能是什么天骄？又怎能带领我东荒圣地的武皇去那大罗秘境之中争夺成尊契机？萧山的声音严厉无比，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瞬间让大殿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他的话也立刻引起了其他几位长老的附和。大长老所言极是，一个盲人行动尚且不便，如何与中州那些妖孽争锋？圣女殿下，此事关乎我圣地未来几百年的气运，万万不可草率啊！不错，
我东荒圣地虽然300年未出无敌武皇，但也不能病急乱投医。一道道质疑的声音响起，如同浪潮般向着苏青岩和林峰涌来。面对众长老的压力，苏青岩的脸色却依旧平静，清澈的眸子中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充满了坚定。他再次躬身，朗声解释道：圣主，诸位长老，林公子虽双目不能视武，但其天赋却是我亲眼所见。他踏上八荒圣地的3000阶云台，引动黄道法则，以武皇修为逆道伐尊。此等战力，此等天赋，足以证明他绝非凡人。我苏青岩愿以大圣女之位力保，他此次定能带领我东荒圣地，在大罗秘境中夺得契机，扬我圣地神威。苏青岩的声音斩钉截铁，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显示出了他不惜一切的决心。大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被苏青岩这番话给镇住了。以大圣女之位作保，这赌注太大了。大长老萧山锐利的双眼死死盯着苏青岩，仿佛要将他看穿。他沉默了片刻，才冷冷地开口：说得好听，大罗秘境中生死只在一线，他一个外人如何带领我东荒圣地诸多巅峰武皇？他话锋一转，声音愈发冰冷：若失败呢？这个问题如同一柄利剑，直指核心。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苏青岩的身上。苏青岩挺直了脊背，绝美的脸庞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他迎着大长老的目光，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回道：那我便不做这个圣女，以死谢罪。轰！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就连一直稳坐高台的圣主陆长河眼中都闪过一丝动容。为了一个初见的盲眼青年，苏青岩竟然愿意赌上自己的性命和地位。大长老萧山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没想到苏青岩竟然如此决绝。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个平淡的声音忽然在大殿中响起，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何必如此呢？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盲眼青年缓缓向前踏出了一步。林峰的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面向众长老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弧度。诸位都是东荒圣地的大人物，高高在上，瞎子一介无名之辈，自然入不得各位的法眼。不过我确实需要借贵圣地的血脉圣池一用。林峰的语气不卑不亢，却带着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有没有资格？诸位放马过来，一试便知。有没有资格？诸位放马过来，一试便知。此言一出，整个东荒殿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狂，太狂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竟敢在东荒圣地的议事核心，当着圣主与满殿长老的面，说出如此挑衅的话语。大长老萧山气得须发皆张，枯槁的面容上涌起一抹怒红，一股属于恐怖威压瞬间爆发，如山洪海啸般朝着林峰碾压而去，放肆！圣地殿堂议事，岂容你大放厥词？然而那足以压垮山岳的威压落在林峰身上，却如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半分波澜。林峰依旧静静地站着，身形笔直如剑，脸上那份淡然自若的表情。且慢，大长老！就在此时，高居首位的圣主陆长河终于开口了。他声音平淡，却蕴含着不容置喙的威严，瞬间便将萧山那狂暴的气势抚平。陆长河的目光从始至终都落在林峰身上，那双深邃的眼眸中闪烁着浓厚的兴趣与审视。既然林公子有如此自信，本圣主自然要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陆长河缓缓站起身，他身材高大，紫金长袍无风自动，一股君临天下的霸道气概油然而生。他手掌一翻，一枚流光溢彩的金色玉简凭空出现，悬浮于大殿中央。玉简之上，无数玄奥的符文生灭不定，散发着一股厚重、不朽、坚不可摧的道韵。此乃我东荒圣的珍藏的皇级极品武技太乙金钟罩。陆长河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此法一学难精，若能修至大成，可凭此恒击圣尊而不败。无数年来，我圣地天骄无数，却无一人能在1日之内将其入门。他的目光灼灼地盯着林峰。本座给你3个时辰，只要你能将此法初步领悟，催动一丝金钟神韵，这领队之位便是你的。此话一出，众皆哗然。3个时辰领悟皇级极品武技，即使堪堪入门，也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长老萧山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在他看来，圣主这分明是给了苏青岩一个台阶下，同时也是为了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彻底死心。苏青岩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虽然相信林峰的天赋，但3个时辰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然而林峰的反应却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他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向那枚悬浮的金色玉简，伸出了修长的手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开始耗费心神，全力参悟之时，林峰的手指仅仅只是在玉简上轻轻触碰了一下，1秒、2秒、3秒，然后他便收回了手，转过身，面向圣主陆长河，平静地点了点头。会了。
简简单单的2个字，却如同惊雷一般，在死寂的大殿中轰然炸响。会了？开什么玩笑？触碰3秒就学会了一门皇级极品武技，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派胡言！大长老萧山再也忍不住，厉声喝道：“庶子狂妄！你以为皇级武技是什么？街边的大白菜吗？圣主，此人分明是在戏耍我等！”他怒不可遏，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就连圣主陆长河的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天赋异禀可以，但如此狂妄无知之人，终究难成大器，也难堪大用。既然你们不信，林峰的语气依旧平淡，轻声继续道：“那便请哪位亲自来试一试，这太乙金钟罩的成色如何？”好，好，好！萧山怒极反笑，连说3个好字。老夫今日便要亲手拆穿你这骗子的把戏，让你知道欺瞒我东荒圣地的下场。话音未落，他一步踏出，整个东荒殿都为之剧烈一震。他只使用了武皇巅峰的修为，但却毫无保留的爆发，恐怖的真元力在他右拳之上汇聚，化作一轮璀璨夺目的烈阳，带着焚山逐海的恐怖威势，朝着林峰的胸膛悍然轰去。这一拳，他用上了武皇巅峰能够发出的全力，没有丝毫留手。面对这石破天惊的一拳，林峰却依旧站在原地，不闪不避，甚至连一丝真元力波动的迹象都没有。就在那毁灭性的拳劲即将触及其身体的刹那，他周身才绽放出一抹金光。嗡！一声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钟鸣骤然响彻天地，一口璀璨夺目的金色巨钟虚影瞬间在林峰周身凝聚而成。巨钟之上，神纹流转，道运天成，一股镇压万古、永恒不朽的气息轰然扩散，正是太乙金钟罩。而且这绝非初步领悟，那股圆融无瑕的道运分明已有大成标志。不可能！萧山瞳孔骤缩，心中掀起了滔天骇浪，但他的拳头已然轰出，再无收回的可能。轰！震耳欲聋的巨响响彻了整座主峰之巅。萧山那足以轰碎山岳的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了金色巨钟之上。然而预想中金钟破碎，林峰吐血倒飞的场面并未出现。那口金色巨钟仅仅是微微震颤了一下，其上的神光甚至都没有暗淡分毫。下一刻，一股强悍无匹的反震之力顺着萧山的拳头疯狂倒卷而回。砰！萧山整个人狼狈地倒飞出去，接连撞碎了数根殿内玉柱，最终狠狠地砸在了几十丈外的大殿墙壁上，直到他扛不住释放出超越武皇境的修为，才缓缓滑落下来。一击，仅仅一击，东荒圣地大长老使用武皇巅峰修为全力出手，竟被对方以刚刚才学会的防御武技直接震得倒退飞出。死寂！整个东荒殿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长老都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苏清言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取而代之的是无与伦比的激动与自豪。他就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高台之上，圣主陆长河猛地站起身来，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金光，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妖孽？不，这已经不能用妖孽来形容，妖孽无法形容面前男人的妖孽。他死死地盯着林峰，仿佛在看一件稀世珍宝，再也没有半分怀疑，只有无尽的震撼与狂喜。好好啊！陆长河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他快步走下高台，亲自来到林峰面前，态度与之前判若两人，充满了热情与郑重。林公子天纵神姿，陆某佩服。之前是我东荒圣地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公子海涵。他深深地对着林峰抱拳一礼。林峰神色淡然，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圣主客气了，现在我有资格了吗？有，自然是有资格。陆长河连忙点头，随即语气诚恳地说道：只要你替我东荒圣地出战，带领我宗弟子进入大罗秘境，夺取成尊契机，本圣主在此立誓，事成之后定将为你开启血脉圣池，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你身旁这位姑娘的伤势。你若愿意留下，老夫甚至可承诺，你若成就武尊归来，东荒圣地可许诺大圣子之位于你。林峰闻言略微摆了摆手，古井无波的脸上面向云瑶时露出了一丝笑意。圣子什么的不必，治好瑶儿，我们也就回去了。3天后，东荒圣地山门前，云瑶为林峰整理着衣襟，眼眶微红。万事小心。他知道林峰此行全是为了自己，心中既是甜蜜又是担忧。林峰伸出手轻轻抚了抚他的脸颊，温声道：等我回来。说完，他毅然转身。很快，一道神虹冲天而起，林峰带着东荒圣地的队伍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去往了那传说中的大罗秘境。秘境之内自成一方天地，古木参天，凶兽横行，空气中弥漫着苍茫古老的气息。数日后，
队伍抵达了秘境中央地带的一片广阔平原。林峰忽然停下脚步，他闭着双眼，仔细地感知着周围的天地法则波动。片刻后，他淡淡地开口吩咐道：“所有人就在此处停下休整。”他顿了顿，语气笃定地补充道：“我察觉到了，成尊的契机就在这附近。”东荒圣地的武皇们闻言，没有丝毫异议，立刻遵从命令，开始安营扎寨，调养生息。然而，就在此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哼，真是笑话！你说在这里就在这里，你一个瞎子，凭什么对我们发号施令？”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锦衣、面容倨傲的青年站了出来。他叫赵乾，乃是大长老萧山的亲传弟子，对林峰夺走领队之位本就心怀不满。赵乾一脸讥讽地看着林峰，言语恶毒道：“装神弄鬼的，一个连路都看不清的废物，也配带领我们？真不知道圣主是怎么想的。”他的话音刚落，立刻便有3人从队伍中站了出来，与之并肩而立。赵师兄说的没错。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弟子瓮声瓮气地附和道：“我等皆是圣地精英，凭什么要听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指挥？”另一名贼眉鼠眼的瘦小弟子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道：“就是别耽搁了咱们争夺成尊。”反对的声音一出，队伍中顿时响起一阵骚动，不少人都面露迟疑之色。毕竟大罗秘境危机四伏，将性命交托给一个看不见的陌生人，确实让人难以心安。面对4人的公然挑衅和众人的质疑，林峰的神情却无丝毫变化，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只是缓缓地转过头面向赵乾的方向，平静地开口问道：“你们不服我？”平淡的询问声不带丝毫烟火气，却像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东荒圣地弟子的心头。赵乾脸上的讥讽之色一僵，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夸张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我没听错吧？一个瞎子竟然还敢质问我们！”他身旁那名身材魁梧的弟子也瓮声瓮气地附和道：“赵师兄，跟一个废物废什么话？他要是不识相，咱们就先把他手脚打断，打服为止。”另一名贼眉鼠眼的瘦小弟子更是阴阳怪气地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就是他身上肯定有不少宝贝，咱们替他保管一下，也算为了他好吗？”第4人虽然没有说话，但那不屑的眼神和抱胸而立的姿态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队伍中顿时骚动起来，不少人虽然不敢公然附和，但看向林峰的眼神也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道轻柔如水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从人群中响起：“赵师兄，各位师兄，请不要这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水绿色罗裙的女子快步走出，她身姿婀娜，容貌清丽，一双杏眼含着水汽，正是东荒圣地中颇有名气的女弟子青霜。青霜对着赵乾等人盈盈一礼，柔声劝道：“林公子是圣主与大圣女亲自选定的领队，他的实力必然不弱，我们应该相信他。如今秘境之内危机四伏，我们更应该团结一心，切莫内讧啊！”他的声音真诚而恳切，让一些摇摆不定的弟子都暗自点头。然而赵乾听到这番话，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了。他冷笑着上下打量了一番青霜，语气轻佻地说道：“哟，青师妹，这么快就护上这个臭瞎子了？他给了你什么好处？你是喜欢瞎子吗？”一番污言秽语，气得青霜俏脸通红。赵乾，你无耻！我无耻！赵乾脸上的笑容愈发狰狞。瞎子你是怕了吧？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要靠女人出来求情。他身后的3人也跟着哄笑起来，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在他们看来，青霜的劝说无疑是林峰心虚的表现，怕不至于，那就攘外先安内。就在此时，林峰那淡漠的声音再度响起，他缓缓地转过身，面向赵乾4人的方向，声音里没有半分情绪波动：“你们一起上吧。”平淡的6个字，却蕴含着令人心悸的森然与霸道。此言一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林峰这石破天惊的话语给镇住了。赵乾4人也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找死！狂妄的东西！既然你急着投胎，我们就成全你。”那名魁梧弟子最先按捺不住，怒吼一声，全身肌肉焚起，真元力狂涌，一拳轰出，空气中发出一连串的音爆之声，拳风化作一头咆哮的猛虎，直扑林峰面门。轰！与此同时，那名贼眉鼠眼的瘦小弟子身形一晃，竟如鬼魅般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一道淬着剧毒的幽绿匕首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林峰的后心要害。而最后一名弟子则是双手结印，口中念念有词，一道道凌厉的锋刃凭空出现，铺天盖地般朝着林峰绞杀而去。3名武皇巅峰强者在同一时间从3个不同的方向对林峰发动了绝杀一击，他们配合默契，攻势狠辣，显然是想一击便将林峰置于死地。林公子小心！
青霜儿害得花容失色，失声惊呼。其他弟子也都是心头一紧，面对如此恐怖的围攻，换做他们任何一人都必死无疑。然而面对这足以撕裂山河的恐怖攻势，林峰却依旧站在原地，不闪不避。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右手，一柄样式古朴的长剑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他手中。随即他手腕轻抖，铮，一道清越的剑鸣响彻天地，一道快到极致亮到极致的剑光，如同一道划破永夜的闪电，骤然绽放。没有人能看清这一剑的轨迹。当众人回过神来时，剑光已经敛去，林峰依旧站在原地，持剑而立，仿佛从未动过。而那名魁梧弟子、贼眉鼠眼的瘦小弟子以及那名操控锋刃的弟子，三个人全都僵在了原地，脸上的表情凝固在出手的最后一刻。扑哧扑哧扑哧，三道血线同时从他们的脖颈处浮现。下一秒，三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温热的鲜血如同喷泉般狂涌而出，三具无头的尸体轰然倒地。一剑杀三皇，死寂。整个平原陷入了一片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东荒圣地的弟子全都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这血腥而震撼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他们感觉自己的心脏都漏跳了半拍，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那可是三位武皇巅峰的强者啊，竟然连对方一剑都接不住。青霜儿那双美丽的杏眼瞪得滚圆，她用纤纤玉手死捂住自己的嘴巴，才没有让自己尖叫出声。那张清丽的俏脸上写满了无与伦比的震惊与骇然。咕咚，赵钱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双腿一软，整个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脸上的嚣张与狰狞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与悔恨，整个人抖得如同筛糠一般。饶命，林公子饶命啊！他一边疯狂地磕头，一边涕泪横流地求饶，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求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这一刻他肠子都悔青了。赵钱才终于明白自己招惹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恐怖的存在。林峰没有说话，只是迈开脚步缓缓向他走去，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赵钱的心脏上，让他感到窒息般的恐惧。眼看求饶无用，赵钱眼中的恐惧瞬间化为了疯狂的怨毒。他猛地抬起头，色厉内荏地嘶吼道：林峰，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我师尊是圣地大长老萧山，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他试图用自己最大的靠山来换取一线生机，然而回应他的是林峰一声冰冷的轻笑，那笑声里充满了不屑与漠然。在我面前，天大的背景也不过是替你收尸罢了。话音落下的瞬间，一道冰冷的剑光在他眼前一闪而逝。扑哧，赵钱的头颅高高飞起，脸上还残留着惊愕与不甘的表情，在空中翻滚了几圈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林峰收剑而立，古井无波的脸上没有丝毫变化，仿佛只是随手碾死了一只聒噪的蝼蚁。全场弟子看着那四具尚在抽搐的尸体，一个个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有半分不敬之心，看向林峰的眼神中只剩下深深的敬畏与恐惧。然而就在赵钱的鲜血尚未冷却的这一刻，轰隆隆，整片大地毫无征兆地剧烈颤抖起来，一股苍茫、浩瀚、古老到极致的气息仿佛从沉睡了亿万年的地心深处苏醒，猛然爆发开来。轰隆隆，平原中央的土地猛然向上拱起，无数道粗壮如龙的法则神链自地底冲出，交织缠绕，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一座巨大无比、通体由不知名神域铸就的古老道台，在一阵地动山摇中缓缓升起。道台共约有3000丈，上方缭绕着肉眼可见的尊道法则，越往中央，法则之力便越是浓郁。而在那最顶端的中央，一道道法则神链更是凝聚成了液态，化作一汪拳头大小的五彩神池，散发着让所有武皇都为之疯狂的无上道运。成尊台，巅峰武皇凝聚尊者法相，一步登天，成就武道之尊的无上契机。是成尊台，成尊契机出现了。东荒圣地的弟子们瞬间沸腾了，一个个呼吸急促，眼中充满了狂热与激动，瞬间便将刚才几人的死抛在了脑后，全然没人注意林峰颇为持家的将几人的遗物一一收取。也就在这一刻，远处的天际4道颜色各异的恐怖流光正以惊人的速度划破长空，朝着此地呼啸而来。每一道流光之中都裹挟着一股恐怖无比的武皇之威，远远不同于一般巅峰武皇，带着以一种皇中之皇的霸道震慑。显然其他圣地的队伍也到了，而那几股恐怖无比的武皇气息就是他们的无敌武皇所散发，是其他圣地的人。青霜儿俏脸微变，连忙提醒道。林峰却只是静静地面对着那座拔地而起的成尊台，
古井无波的脸上终于泛起了一丝涟漪。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座道台之上蕴含着的五尊法则，若能凝聚出尊者法相，他的实力也必然再踏一步。自己到底是谁？林峰一直都想知道，而现在唯一能够触摸到真相的途径，唯有恢复实力，一步步变强。嗖嗖嗖嗖，四道流光几乎在同一时间降临，落在平原的4个方位，与东荒圣地遥遥对峙。为首的正是另外4大圣地此次派出的无敌五皇。八荒圣地，一名身穿金袍，面容与周战有7分相似，但气息却沉稳如渊的青年周如龙。他负手而立，眼神睥睨，自有一股镇压同代的无上霸气。在他身后，神魂受创，脸色苍白的周战，在看到林峰的那一刻，双目瞬间赤红，怨毒与恐惧交织在一起，让他整个人都扭曲了起来。妖月圣地，一名身材魁梧，浑身散发着滔天妖气的壮汉，他赤着上身，肌肉虬结，皮肤上布满了玄奥的妖纹，嘴角咧着一抹嗜血的狂笑。雷音圣地，一名身披朴素袈裟，手持一串佛珠的小和尚，他宝相庄严，双目开合间却仿佛有雷霆生灭，气息在慈悲与霸道之间诡异的转换。听雪圣地，一名白衣胜雪，身背古剑，容颜绝美却冷若冰霜的女子，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周遭的空气都仿佛要被冻结。五大圣地的精锐齐聚于此，气氛瞬间凝固到了冰点。哥，就是他，就是那个瞎子。周战落地的瞬间，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恨意，指着林峰，声音尖锐地嘶吼道：他杀了张长老，伤了我，你一定要杀了他，把他碎尸万段。他状若癫狂，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自己这位不喜名誉、天赋妖孽的大哥身上。然而周如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淡淡地瞥了自己那不成器的弟弟一眼，声音冰冷，不带丝毫感情。你在叫我做事吗？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周战所有的疯狂。周战身体一僵，如坠冰窟，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低下头，不敢再多言半句，只是那怨毒的眼神依旧死死地锁定着林峰。周如龙不再理会他，深邃的目光缓缓扫过其他3位无敌五皇，最后落在了那个让他都感到一丝奇异的盲眼青年身上。瞎子，倒是有点意思。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就在此时，妖月圣地的妖异壮汉狂笑一声，打破了宁静。哈哈，诸位废话少说，这成尊台最中央的位置，老子妖月圣的要了。话音未落，他脚下大地轰然炸裂，整个人如同一颗出膛的炮弹，带着滔天妖气，第一个冲向了成尊台。阿弥陀佛，贫僧也想去中央坐坐。雷音圣地的小和尚宣了声佛号，脚下步步生莲，身形飘忽，竟是后发先至，紧随其后。听雪圣地的冰山女子没有说话，只是锵的一声拔出了背后的古剑，一道璀璨的剑光亮起，人与剑合二为一，化作一道惊天长虹，直指道台之巅。周如龙冷哼一声，周身金光大放，宛如一尊少年神王，一步踏出，虚空震颤，同样冲了上去。4大无敌五皇在这一刻同时出手，目标尽皆是那唯一的中央区域。恐怖的气息在半空中激烈碰撞，法则之力互相倾轧，发出阵阵轰鸣，整个天空都为之色变。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登上道台的那一刹那，一道身影却比他们所有人都快。那道身影仿佛无视了空间的距离，也无视了4人碰撞的恐怖威压，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步迈出，便鬼魅般的出现在了成尊台的最中央的位置，傲然而立。林峰一袭白衣，背负双手，静静地站在那汪五彩神池之旁，衣袂飘飘，宛如一尊亘古长存的谪仙。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正激烈争夺的周如龙4人身形猛然一顿，齐齐停在了半空中，全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骇然地看着那道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的背影。怎么可能？他是什么时候上去的？这家伙，妖月圣地的壮汉收起了狂笑，眼神变得凝重无比。好快的身法！听雪圣地的女子清冷的眸子里也闪过一丝惊讶。周如龙的瞳孔更是骤然一缩，他刚才甚至没有捕捉到对方的半点移动轨迹。就在4人惊疑不定之际，林峰缓缓转过身，尽管双目紧闭，但那张清秀的脸庞却精准地面向了他们4人，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淡漠而霸道的弧度，平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有我林峰在此，你们只配落作四方。有我林峰在此，你们只配落作四方。淡漠而霸道的声音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轰然炸响，整个平原死寂一瞬。下一刻，冲在最前方的4大无敌五皇脸色齐齐巨变。狂妄！妖月圣地那妖异壮汉雷刚勃然大怒，他本就性情暴烈，此刻被一个瞎子如此蔑视，滔天妖气瞬间化作一头狰狞的血色巨狼，张开血盆大口，
带着腐蚀天地的腥风，朝着林峰悍然咬去。阿弥陀佛，施主戾气太重，当入我佛门，镇压魔力。雷音圣地的小和尚妙选宝相庄严，但眼中却迸射出骇人的雷光。他单手立于胸前，另一只手掌猛然拍出，一尊由万千雷霆凝聚而成的金色怒目金刚，咆哮着挥动巨拳，轰向到台中央。枪！听雪圣地的冰山女子柳如烟更是直接，没有一句废话，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一道足以冰封百里的森寒剑气，如同一道自九幽而来的劈炼，撕裂虚空，直刺林峰眉心。周如龙眼神冰冷到了极点，他一言不发，周身却涌现金色神息，化作一方镇压万古的黄道龙印，携带着君临天下、碾压一切的无上霸威，朝着林峰当头压下。轰隆隆，4位最顶尖的无敌武皇，在这一刻竟是心有灵犀般同时出手。4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恐怖到极致的法则之力在半空中交汇，瞬间将那片空间打得寸寸崩裂，化作一片混乱地带。那股威压足以让任何一位寻常的武皇巅峰强者在瞬间形神俱灭。东荒圣地的弟子们一个个害得面无人色，连连后退，青霜更是紧张地攥紧了粉拳，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般的联手一击，立于道台之巅的林峰依旧背负双手，连衣角都未曾飘动分毫。就在那4股力量即将触及他身体的刹那，铮！一声剑鸣，并非来自他手中的剑，而是自他体内，自他神魂深处骤然响彻天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无上剑意冲霄而起，那剑意孤高霸道，凌驾于万道之上，仿佛是天地间一切剑道的源头与君王。他无形无质，却又锋锐到了极致，斧一出现，便将那片狂暴的混沌地带一分为二。咔嚓咔嚓，邀月圣地的血色巨狼发出一声哀鸣，被从中斩断，寸寸消散。雷音圣地的怒目金刚拳头尚未落下，便被剑意洞穿，轰然爆碎成漫天雷光。听雪圣地的森寒剑气在这股无上剑意面前，宛如冰雪遇到了烈阳，瞬间消融殆尽。周如龙那霸道绝伦的黄道龙印更是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其上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随即砰的一声炸成了漫天金光。噗噗噗噗，半空中4道身影如遭雷击，齐齐闷哼一声，身形狼狈地倒飞出去数十丈，才堪堪稳住身形。周如龙、邀月圣地壮汉、雷音圣地小和尚、听雪圣地女子，4位无敌武皇，此刻脸上全都写满了骇然与难以置信。他们死死地盯着道台中央那道白衣身影，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那是什么剑意？仅仅是意念的碰撞，便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4人的联手。这已经不是同级别的较量，更像是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碾压。此人目前不可力敌。听雪圣地的女子清冷的声线中第一次带上了一丝凝重。好霸道的剑，好霸道的人。邀月圣地的壮汉收起了所有狂傲，眼神忌惮无比。周如龙的脸色更是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峰，感受着那股依旧盘踞在天地间让他心悸不已的剑意，最终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中央的位置送你了。说罢，他身形一晃，落在了东方位的道台之上。其余3人见状也心知肚明，今日想从这个神秘的瞎子手中抢夺最佳位置已是绝无可能。他们互相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忌惮，随即也心不甘情不愿地各自占据了南、西、北3个方位。5大圣地5位无敌武皇，终以林峰为尊，分作5方。全场一片死寂，所有圣地的弟子，无论是东荒的还是其他4方的，此刻全都像看神明一样看着林峰，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一己之力震退4大同皆无敌者，这是何等风采，何等霸道！东荒圣地的弟子们此刻只觉得热血沸腾，与有荣焉。青霜儿那双美丽的杏眼中更是异彩连连，那道白衣瞎眼的身影此刻在他心中变得无比高大伟岸。来我身后入座。林峰平淡的声音响起，打破了寂静。东荒圣地的弟子们如梦初醒，连忙压下心中的激动，紧随其后在林峰身后的区域盘膝坐下。其他圣地的弟子也纷纷落座，整个成尊台瞬间被一股玄之又玄的悟道氛围所笼罩。林峰盘膝坐于最中央的五彩神池旁，心神沉入。嗡！几乎在他坐下的瞬间，那汪由液态法则凝聚而成的神池便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般，化作一道五彩斑斓的精纯能量，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其余4方的无敌武皇见状，瞳孔皆是一缩，心中充满了不甘与嫉妒，但却无可奈何，只能抓紧时间疯狂吸收着自己区域的法则之力。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所有人都沉浸在对尊者大道的感悟之中，整个平原安静的落针可闻。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第一个突破的必然是占据了最佳位置的林峰，或是其他4位无敌武皇之一时，
异变，陡升，轰！一股与五皇截然不同的、充满了威严与压迫感的恐怖气息，毫无征兆的从八荒圣地的人群中轰然爆发。无数道天地法则如同乳燕归巢般疯狂地朝着一个方向汇聚而去。众人骇然望去，只见在那里，周战的身体正不受控制地悬浮而起，他的身后，一尊高达100丈、浑身燃烧着黑色魔焰、双脚狰狞的蛮牛虚影正在飞速凝聚成型。法相，那是唯有5尊强者才能凝聚的尊者法相。怎么可能？是周战，他怎么会先一步突破？他神魂不是受创了吗？这感悟5尊大道，果然与以往的突破截然不同。所有人瞬间都懵了。周战的神魂之伤，在成尊台磅礴的法则之力冲刷下，非但没有成为阻碍，反而像是破而后立，让他阴差阳错地第一个触碰到了尊者之境的门槛。吼！蛮牛法相彻底凝实，仰天发出一声震慑神魂的咆哮，一股属于初阶5尊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般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在场的五皇弟子们在这股威压之下，一个个脸色惨白，呼吸困难，感觉自己的神魂都在颤抖，哈哈哈哈哈哈！周战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感受着那俯瞰众生的尊者之威，他忍不住仰天狂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压抑许久的怨毒与扬眉吐气的快感。他猛地转过头，那双赤红色的眼睛如同一条最怨毒的毒蛇，死死地锁定了道台中央那道依旧闭目盘坐的白衣身影。对方给过的所有恐惧、羞辱、不甘，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滔天的杀意与狰狞的快意。哈哈，死瞎子，你屡次三番欺我，今日便让你见见尊者之威！怨毒到极致的狂笑声化作滚滚音浪，席卷整个成尊台。周战状若癫狂，他身后那尊100丈高的黑色魔牛法相仿佛与他心意相通，仰天发出一声震慑神魂的咆哮。吼！一股远超五皇巅峰的恐怖威压如山崩海啸轰然降临。在这股威压之下，所有五皇境的弟子无论来自哪个圣地，都感觉自己的神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攥住，呼吸困难，脸色惨白如纸。这就是5尊，一念之间便可凭威压镇杀皇者。瞎子，死来！周战眼中杀意沸腾，他猛地抬手朝着道台中央的林峰遥遥一指。轰隆！他身后的魔牛法相随之而动，一只燃烧着熊熊黑色魔焰的巨大牛蹄，仿佛能踏碎山河，携带着崩灭万物的恐怖气势，朝着林峰的头顶悍然踩下。这一蹄锁定了空间，封死了所有退路，法则在哀鸣。林公子，清瘦而俏脸瞬间血色尽退，失声惊呼。如此一击的威势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那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力量。然而就在那魔焰牛蹄即将落下的刹那，一直闭目盘坐的林峰终于有了动作。唉，一声轻叹，带着一丝被打扰的无奈与一丝被打断了机缘的冰冷。他迫不得已放弃了继续吸收那五彩神池的能量，缓缓站起身。面对那足以踏平山岳的恐怖一蹄，林峰只是随意地抬起了右手，并指如剑，对着虚空轻轻一点。铮！一道凝练到极致的灰色剑气自他指尖迸射而出，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那道渺小的剑气与遮天蔽日的魔焰牛蹄轰然相撞，轰隆隆的爆破传开。那足以震杀任何巅峰五皇的恐怖牛蹄，竟被那道看似不起眼的灰色剑气从中间干脆利落的一分为二。狂暴的魔焰与法则之力瞬间失控，化作混乱的能量乱流，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却在靠近林峰周身3尺时，便被一股无形的剑意尽数搅碎。什么？周战脸上的狂喜与狰狞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错愕与难以置信。自己晋升5尊后，全力催动法相的一击，竟然被瞎子如此风轻云淡的一指破去，这怎么可能？我不信你会强大如斯！巨大的落差让周战的心态彻底失衡，他双目赤红，不顾一切地燃烧起自身精血，将所有力量都灌注到了法相之中。5尊法相，给我杀！他疯狂地咆哮着，那尊魔牛法相的双脚之上瞬间凝聚出2点极致的乌光，仿佛2颗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朝着林峰轰然撞去。这是他赌上一切的至强一击。面对如此孤注一掷的疯狂攻势，林峰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些许凝重。嗡！一口金光璀璨、布满古老道纹的巨大神钟虚影骤然在他身周浮现，将他整个人笼罩其中。太乙金钟罩！当！下一瞬，那2道足以洞穿神魂的乌光狠狠地撞在了金色神钟之上，发出一声震动九霄的洪亮钟鸣。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如同海啸般扩散开来，将成尊台边缘的不少弟子都掀飞了出去。然而在那能量风暴的中心，金色神钟巍然不动，其上道纹流转，神光熠熠，竟是连一丝裂纹都未曾出现。不可能！
我的最强一击，竟然连你的防御都破不开！周战如遭雷击，喷出一大口鲜血，整个人气息瞬间萎靡下去。他看着那口毫发无损的金色神钟，眼中充满了绝望与恐惧。他终于明白，自己和这个瞎子之间的差距，并不会因为他侥幸突破了一个境界，而有丝毫的拉近。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林峰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判，在周战耳边响起，下辈子别活在自己的愚蠢认知中。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手中那柄古朴的长剑发出一声渴望饮血的欢快剑鸣，一股凌驾于天地万道之上的恐怖剑意轰然爆发。整个世界在这一刻仿佛都失去了声音与色彩，所有人的眼中心中都只剩下那一道即将出鞘的绝世剑光。斩天第四剑，斩天！一剑挥出，一道仿佛要将这天、这地、这众生、这万古法则都一并斩灭的寂灭剑意。轰隆隆，那尊不可一世的百丈魔牛法相，在这道剑光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一般爆破。自眉心开始，一道清晰的裂痕飞速蔓延至全身，随即轰的一声彻底崩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法相被破，周战神魂遭受重创，再次狂喷鲜血，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然而那道凶悍的剑光依旧于事不减，如影随形，直指他惊恐万状的眉心。不，哥，救我！死亡的阴影彻底笼罩，周战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惊恐尖叫。就在那剑光即将洞穿他头颅的千钧一发之际，哼，废物！一声冰冷的轻哼自东方的道台上传来。盘膝而坐的周如龙骤然睁开了双眼，在他睁眼的瞬间，一股比周战强大了不知多少倍的威压冲天而起，他身后一尊长达数百丈、通体由黄金浇筑、威严霸道的黄道金龙法相凝聚成型。他也突破了。只见周如龙看都未看那致命的剑光一眼，只是随意的抬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挥，嗡！一道金色的法则涟漪荡漾开来，那足以斩灭5尊法相的剑光，在触碰到这道涟漪的瞬间，竟如同冰雪遇到了烈阳，悄无声息的消融殆尽。好弟弟！周如龙缓缓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狼狈不堪的周战，嘴角勾起一抹浅笑的弧度。你让他没能成功突破，回头给你记大功一件。哥，快杀了他！杀了这个瞎子！劫后余生的周战瞬间从地狱升到天堂，他连滚带爬地躲到周如龙身后，指着林峰，脸上充满了劫后余生的狂喜与怨毒。周如龙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林峰身上，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充满了君临天下的霸道与一丝毫不掩饰的杀机。能逼得我动用5尊之力化解刚才的一剑，你足以自傲了。他声音平淡，却仿佛是神王在做出裁决。现在你可以去死了。话音未落，他身后那尊黄道金龙法相猛然咆哮，一只覆盖着金色龙鳞的巨爪撕裂长空，带着镇压万古、碾碎一切的无上龙威，朝着林峰悍然抓下。这一爪之威比之前周战的全力一击强了10倍不止，整个成尊台都在剧烈震颤，仿佛随时都会崩塌。铿锵！林峰横剑于胸，挡住了这惊天一爪。巨大的力量让他脚下的神域道台都皲裂开来，但他挺拔的身影却依旧傲立不倒。他抬起头，那张清秀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惧色，反而勾起一抹淡漠的弧度，道：你突破后确实很强，但好像还杀不了我。周如龙双眼微眯，正欲再次催动力量，将这个胆敢挑衅自己的瞎子彻底碾碎。就在这时，那如果加上我们呢？3道截然不同的声音，却蕴含着同样恐怖的威压，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南、西、北3个方向悠悠传来。轰轰轰！3股丝毫不弱于周如龙的5尊气息轰然爆发，邀月圣地的雷罡身后浮现出一尊浑身缠绕着紫色雷霆、肌肉虬结的百丈雷翼魔猿法相，凶力滔天。雷音圣地的妙玄身后则是一尊宝相庄严却怒目圆睁、手持降魔杵的竟是雷音菩萨法相，佛威与霸意并存。而听雪圣地的柳如烟在他身后，一头通体由万载玄冰构成、身躯遮天蔽日的雪熊法相，正缓缓睁开他那漠视众生的眼眸。4大无敌5皇尽皆突破，4尊气息恐怖的5尊法相从4个方向将到台中央的林峰死死锁定。天地在这一刻彻底失声，4尊顶天立地的5尊法相散发着足以让天地失色的恐怖威压，从4个方位将中央那道孤高的白衣身影死死锁定。黄道金龙、雷翼魔猿、净世菩萨、玄冰雪熊，任何一尊都代表着5道一途的全新天地，是5尊之下不可逾越的天堑。而现在4尊齐出，目标只有一个。所有圣地的弟子在这4股尊者威压的交织下，连灵魂都在战栗。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身处威压风暴最中心的林峰正在承受着何等恐怖的压力。青霜儿的俏脸早已煞白，美眸中写满了绝望。
他紧紧捂住嘴，才没让自己惊呼出声。完了，这次或许是真的完了。然而，在那足以压他青天的恐怖威压中，林峰的身影依旧挺拔如松，渊庭月至。他缓缓抬头，那张清秀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恐惧与慌乱，反而嘴角勾起一抹淡漠的弧度。4位要一起上吗？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丝玩味。林某，道不见得会吧？一言出，满场皆惊。这是何等的狂妄！面对4位刚刚突破、气势正盛的武道尊者，他一个尚未凝聚法相成尊的武皇，竟敢说出这等话语。哼！听雪圣地的柳如烟清冷的眸子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身后那尊玄冰雪雄法相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森寒之气让周围的空气都凝结出冰晶。你很强，之前那股剑意让我很不舒服。柳如烟的声音依旧冷若冰霜。我想跟你打，但还不屑于联手他人。话音落下，他竟是缓缓向后退出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得好！邀月圣地的雷刚放声狂笑，他身后的雷翼魔猿捶打着胸膛，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老子要拜你，也要堂堂正正的把你撕碎。跟人联手算什么英雄好汉？阿弥陀佛！雷音圣地的妙玄单手立于胸前，宣了声佛号。他身后的净世菩萨宝相庄严，低眉垂目，仿佛默认了这一说法。他们都是各自圣地的同代天骄，有着自己的骄傲。镇压一个尚未突破的巅峰武皇，何须4人联手？传出去只会成为他们武道生涯中的污点。一时间，场上的局势变得微妙起来。哥，别管他们，快杀了那个瞎子！躲在周如龙身后的周战见状急得跳脚，尖声嘶吼。他已经被林峰吓破了胆，只想亲眼看着这个瞎子被碎尸万段，根本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周如龙的脸色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他自然也有自己的骄傲，但林峰带给他的威胁感实在太强了，尤其是刚才对方破掉自己一爪的姿态，让他心中警铃大作。然而就在他犹豫之际，林峰那淡漠的声音再次响起，如同一把尖刀，狠狠刺进了他最骄傲的心脏。你若不敢出手，就退下认输吧。轰！这句话如同一颗炸雷，在周如龙的脑海中轰然引爆。他所有的理智，所有的骄傲，在这一刻尽数被无尽的怒火所吞噬。狂徒，你在找死！周如龙彻底暴怒，一声怒吼响彻云霄。他不再有任何保留，一身尊者之力毫无保留地催动到极致，身后的黄道金龙法相仿佛活了过来。吼！一声惊天动地的龙吟响彻九霄，那数百丈长的黄道金龙猛然自他身后冲天而起，金色的龙鳞在法则神光的映照下闪烁着不朽的光辉，那双巨大的龙目之中充满了君临天下的无上霸威。金龙之威，震煞！周如龙并指如剑，对着林峰遥遥一指，金龙法相瞬间俯冲而下，一只比山岳还要庞大的龙爪撕裂长空，封锁了上下四方所有空间，带着一股碾碎万物的恐怖龙威，朝着林峰当头抓下。这一击是他晋升武尊后毫无保留的至强一击，整个成尊台都在这一爪之下剧烈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塌。面对如此毁天灭地的一击，林峰的眉头微微皱起。在那股霸道绝伦的龙威压迫下，他尘封的记忆深处某个被遗忘的角落忽然被触动了。一幕破碎的画面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那是在一片碧蓝的天穹，一尊比眼前这金龙强大了何止100倍的妖龙，正对着一个白衣少年咆哮，龙威震碎了周遭的空间。只听那少年面对滔天龙威却是仰天狂笑，笑声中充满了睥睨万古的豪情与霸道。龙，哈哈，此间原来有龙，今日我林峰屠龙！轰！记忆的碎片与现实的龙威在这一刻轰然重合。林峰猛然睁开了双眼，那一刹那，他体内那股孤高霸道的无上剑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疯狂暴涨。斩天第5剑，他口中无意识地吐出了记忆中那个白衣少年所说的话语，手中的古朴长剑随之缓缓抬起。藏星，惊艳剑光骤然浮现，剑光如星河倾泻，带着泯灭万物的威势冲霄。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星河剑光与那遮天蔽日的金龙巨爪轰然相撞，轰隆隆的爆破席卷八方，震得整个山谷都在颤抖动荡。只见那足以碾碎山河的金色龙爪，在触碰到星河剑光的瞬间，便如同沙雕般轰然破碎，化作最原始的金色光点，消散于天地之间。而那道剑光于是不减，势如破竹，扑哧，剑光逆流而上，在那不可一世的黄道金龙法相龙手处一闪而过。吼！黄道金龙那霸道威严的龙目瞬间凝固，随即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恐惧。庞大的身躯自眉心开始浮现出一道纤细的灰色裂痕。下一瞬，
裂痕如蛛网般，瞬间遍布全身，轰隆隆。数百丈长的黄道金龙法相，这尊刚刚诞生，还未来得及真正展现其尊者神威的恐怖存在，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轰然爆碎，化作漫天璀璨的金光，如同下了一场盛大的流星雨，洒落长空。噗！法相被毁，周如龙如遭雷击，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张口便喷出一道血剑，整个人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如同断线的风筝般狼狈地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远处的平原之上。一剑屠龙，全场死寂。无论是柳如烟、雷刚，还是那宝相庄严的小和尚妙玄，此刻脸上全都写满了无尽的骇然与惊恐。他们死死地盯着道台中央那道持剑而立的白衣身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林峰收剑而立，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方才那股源自记忆深处的霸道渐渐平息。他没有再看周如龙一眼，因为突破的契机在刚才一战中已经明显感觉到。武道一途大境界的突破尤为困难，一旦感悟到契机必须立马突破，若不然又将等待漫长的岁月，甚至有人一生都不会再感悟到第二次，所以由不得分心其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林峰身形一晃，再次落回了成尊台最中央，在那汪五彩神池之旁盘膝坐下。武尊或许也不算复杂，呢喃细语一声，心神沉入体内，开始引导那磅礴的法则之力，凝聚属于自己的武尊法相。嗡！五彩神池仿佛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化作一道五彩洪流，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然而就在林峰心神完全沉入，即将凝聚法相的刹那，异变陡声，阿弥陀佛，一声悲天悯人的佛号悠悠响起。只见一直静立不动的雷音圣地小和尚妙玄，眼中骤然迸射出毫不掩饰的杀机。施主杀性太重，与我佛有缘，不若此时入灭，方为大自在。话音未落，他身后那尊尽是雷音菩萨法相猛然睁开了双眼，那不再是慈悲，而是充满了无尽霸道与毁灭之意的雷霆怒目。轰！一只由万千雷霆凝聚而成的降魔巨杵，带着净化世间一切异端的恐怖佛威，朝着正在突破关键时刻的林峰当头砸下。突如其来的一击，阴险毒辣，且恰好选在了林峰突破的最关键时刻。妙玄那张宝相庄严的脸上，此刻写满了狰狞与快意。他仿佛已经看到林峰在自己这汇聚了佛门怒火与雷霆霸威的降魔杵下，被一同轰成齑粉的场景。然而就在那雷光万丈的降魔巨杵即将触碰到林峰头顶的刹那，嗡！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玄奥气息自林峰体内骤然扩散开来。那并非任何一种已知的法则，而是一种仿佛能包容万象的虚无。只见林峰的身后并未如周如龙等人一般凝聚出威风凛凛的实体法相，取而代之的是一团深邃的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漆黑虚无。那团虚无没有任何固定的形态，又仿佛蕴含着天地间所有的形态，它静静悬浮在那里，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三位新晋武尊，都感到一阵源自灵魂深处的悸动与恐惧。那是什么法相？邀月圣地的雷刚失声惊呼，满脸的难以置信。柳如烟那双冰冷的眸子也在此刻剧烈收缩，死死地盯着那团诡异的虚无。轰！降魔巨杵终究还是落下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所有人毕生难忘。那足以轰碎山岳、净化万魔的恐怖一击，在触碰到那团漆黑虚无的瞬间，竟如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半点波澜，便被悄无声息地吞噬了进去。万千雷光，无尽佛威，尽数消弭于无形。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妙玄脸上的狰狞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骇与恐惧。你出其不意是想杀我吗？林峰的声音平淡如水，听不出喜怒，但那股冰冷刺骨的杀意却让妙玄如坠冰窟，浑身僵硬。林峰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主打一个目中无人。他只是缓缓抬起右手，对着百丈之外重伤的周如龙凌空一抓，那团漆黑的虚无法相随之而动。一只由纯粹的虚无之力凝聚而成的漆黑大手瞬间跨越空间，出现在周如龙的头顶，悍然按下。不要杀我，我认输。我感受到那股足以碾碎身躯的死亡气息，周如龙这位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天骄，此刻脸上写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求饶。砰！然而回答他的只有一声沉闷的爆响，那只虚无大手毫不留情地落下。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八荒圣地的无敌武皇、新晋的武尊周如龙，连同他的神魂，被这一抓直接捏成了一团血雾，形神俱灭。嘶！全场响起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但更令人惊怖的还在后面。只见周如龙爆碎后，一缕璀璨到极致的金色龙形气运之力竟未消散，反而被那只虚无大手一把抓住，猛地扯回。吼！在被扯入那团漆黑虚无的瞬间，一道霸道绝伦的龙吟之声
竟从那虚无法相之中轰然传出。下一刻，在林峰的身后，一尊与周如龙之前一般无二，甚至更加凝实、更加威严的五爪金龙法相凝聚成形。龙首昂起，嘶吼虚空，无相法相，万象之尊。此法相可夺天地万象，为己所用。这是什么妖法？他杀了周如龙，还夺了他的法相。突如一幕，彻底颠覆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柳如烟和雷刚的脸上已经不仅仅是骇然，而是深深的恐惧。现在轮到你了。林峰冰冷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早已被惊得面无人色的小和尚妙玄身上。不要！妙玄肝胆俱裂，想也不想，疯狂催动自己的竟是雷音菩萨法相，撒丫子转身就逃，现在估计你逃不掉了。林峰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心念一动，背后那尊刚刚夺来的金龙法相猛然咆哮，后发先至，瞬间便追上了那尊菩萨法相。轰！没有任何悬念，那尊宝相庄严的菩萨法相，巨龙的撞击之下，脆弱的如同琉璃，被一爪捏得寸寸崩裂，轰然爆碎。噗！妙玄狂喷鲜血，身形一个踉跄，还未稳住，便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地扼住。林峰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住手！死亡的窒息感传来，妙玄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咱们无仇无怨，只是切磋，饶我一命。切磋？林峰笑了，偷袭一个正在突破的人也能叫切磋？他懒得跟一个马上的死人纠结什么，淡淡道：下辈子记得做个光明正大的人。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林峰松开手，妙玄的身体软软地倒了下去，那双惊恐圆睁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无尽的悔恨与不甘。随手击杀2大心境尊者，林峰的脸上却连一丝波澜都无。他缓缓转过身，平静地面向了仅剩的柳如烟和雷刚：你们还要领教吗？平淡的问话却如同一柄九幽寒冰铸就的利剑，抵在了2人的喉咙上。咕嘟！邀月圣地的雷刚，这个狂傲不羁的壮汉，此刻竟是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脸上再无半点战意，只剩下深深的挫败与忌惮。他苦涩地摇了摇头。柳如烟清冷的俏脸上也浮现出一抹复杂至极的神色，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林峰背后那尊威严的金龙法相，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本能地摇了摇头，认输了。他们号称妖孽，可面对此刻的林峰，却连出手的勇气都已然丧尽。见状，林峰不再理会他们，目光一转，落在了不远处那个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屎尿齐流的周战身上。一步一步，林峰的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周战的心脏上，让他感受着无尽的绝望与恐惧。不要杀我！林公子，林大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周战连滚带爬的想要逃离，却发现自己的双腿早已不听使唤，只能一边磕头一边疯狂求饶，都是我哥逼我的，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林峰走到他的面前，缓缓抬起了手掌，脸上没有丝毫怜悯。对于想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他从不手软。然而就在他即将一掌将其拍死，了结这桩恩怨的瞬间，嗡！异变突起，远处周如龙破碎尸体的怀中，一枚古朴的玉符骤然迸发出刺目的光芒，随即砰的一声破碎。下一刻，一道苍老、威严、充满了无尽怒火与滔天杀意的恐怖声音，如同9天神雷，在整个城尊台的上空骤然炸响。是谁？是谁杀了老夫的孙儿？轰隆隆，苍老话音还在四方回荡，玉符破碎的上空，空间骤然被一股无可匹敌的伟力撕开一道巨大的漆黑裂缝。一道身穿星辰道袍，须发皆白，面容古拙，却双目如电的老者身影从中缓缓踏出。他并未刻意释放威压，但仅仅是站在那里，一股远超心境5尊的恐怖气息便如渊如玉，笼罩了整片天地。在这股气息之下，无论是柳如烟的玄冰雪熊，还是雷刚的雷翼魔猿，都发出了不安的低吼，法相之躯竟在微微颤抖，仿佛遇到了天敌。这才是真正的老牌强者，积淀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恐怖存在。周无极，八荒圣地大长老，他的神念分身降临了。周无极的目光第一时间便落在了那片由周如龙血肉所化的金色血雾之上，那双蕴含着星辰幻灭的眼眸瞬间被无尽的血丝所充斥。如龙！一声悲痛到极致的嘶吼自他喉间发出，随即他森然的目光缓缓移动，最终定格在了被吓得屎尿齐流、瘫软在地的周战，以及站在周战面前那道白衣身影之上。杀意，如同实质的杀意，化作了刺骨的寒风，席卷整个城尊台。是你！周无极死死地盯着林峰，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小畜生，不仅杀了如龙，还想对这儿下杀手。好得很。他怒极反笑，声音中充满了毁天灭地的疯狂。老夫今日便要将你抽筋剥皮，
将其神魂点燃天灯，炙烤万年，方解我心头之恨。周无极的怒吼如同天道宣判，震得在场所有人耳膜嗡鸣，气血翻涌。然而面对这尊恐怖强者的滔天怒火，林峰的脸上却连一丝一毫的波澜都无。他甚至都懒得抬眼去看那道威势滔天的分身，只是淡淡的语气，平淡的仿佛在问今天天气如何。你废话完了吗？话音落下，在周无极那瞬间错愕随即化为无尽暴怒的目光中，林峰缓缓抬起的手掌对着脚下已经彻底失神的周战干脆利落地徐徐一掌镇压而下。砰一声闷响，来不及惨叫，来不及挣扎，周战的身躯如同一个被拍碎的西瓜，瞬间爆成了一团血雾。消失的刹那，脸上的表情是激动中带着惊恐。他激动的是自己的爷爷来了，自己的靠山来了，而惊恐的是即使靠山来了，也好像无法左右他被杀的结局。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战心里满是后悔，只可惜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便是后悔。小畜生，你找死！这一幕彻底点燃了周无极所有的理智，他双目赤红，状若癫狂，一声咬牙切齿的怒吼响彻云霄。周无极猛然抬手，一只由浩瀚星光与法则之力凝聚而成的擎天巨手瞬间成型，带着足以拍碎山河、覆灭山岳的恐怖威势，朝着林峰的头顶悍然压下。面对如此毁天灭地的一击，林峰的嘴角终于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区区一具分身也配在本尊面前造次？嗡！太乙金钟照骤然浮现，金光璀璨的神钟虚影将他牢牢护在其中。当！那只星光巨手狠狠拍在金色神钟之上，发出一声震动云霄的洪亮钟鸣。恐怖的能量冲击波将整个成尊台周围的地面都震得寸寸皲裂，可林峰却依旧安然无恙。硬扛对方一掌的同时，他手中那柄古朴长剑骤然出鞘，铮！依旧是那惊艳世间的斩天第五剑藏星，一道比之前斩杀黄道金龙时更加璀璨、更加霸道、更加势不可挡的星河剑光冲霄而起。什么？周无极那张暴怒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惊骇之色，他想躲，却发现自己的这具能量分身已经被那股无上的剑意死死锁定，避无可避。噗嗤，剑光一闪而逝，那道不可一世的星袍身影动作戛然而止。他低着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胸前那道贯穿身体的剑痕，剑痕中星河倾泻般的破灭力量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散全身。你给老夫等着！周无极艰难地抬起头，用尽分身的最后一丝力量嘶吼道，但回答他的只有林峰那张淡漠冰冷的面容勾起不屑冷笑。轰！周无极的能量分身再也无法维持，轰然爆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于风中。一剑斩武圣分身，整个成尊台陷入了一片死寂。与此同时，八荒圣地一座戒备森严、灵气浓郁的长老殿内，盘膝而坐的周无极猛然睁开双眼，张口便喷出一道逆血，脸色瞬间苍白如纸。噗！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眸中此刻充满了无尽的骇然与滔天的怒火。这儿如龙全都死了，死！老夫定要那瞎子血债血偿！周无极浑身发抖，既是气的也是惊的。他的那具分身虽只有本体些许实力，但也足以媲美寻常的武尊中期，可在那瞎子面前竟然连一剑都接不住。此子妖孽断不可留！疯狂的念头在心中滋生，周无极甚至顾不得擦去嘴角的血迹，身形一晃便直接冲向了圣地最深处那座宏伟的圣主大殿。片刻之后，圣主大殿内，听完周无极又惊又怒的叙述，端坐于圣主宝座之上，那位气息深不可测、周身笼罩在神光之中的八荒圣主猛然站起了身。什么？你是说那日登顶云台的瞎子剑客就是引起3000神魔虚影叩拜的妖孽？八荒圣主的声音中充满了震惊与痛心疾首的呵斥。大长老，你糊涂啊！那般的不是妖孽，第一时间就该不惜一切代价的将之请回来，而不是任由周战那个蠢货去得罪。如今人被东荒圣地抢走，你们还与之结下了不死不休的仇怨，这可如何是好？周无极沉默片刻，承受着圣主的怒火，良久才抬起布满血丝的双眼，咬牙道：战儿跟如龙都死在此人手上，仇怨已经不死不休。圣主如何处置老朽都行，可老朽觉得当下最该做的是将之扼杀于摇篮之中。听到这话，八荒圣主在大殿内来回踱步，周身的神光剧烈波动，显示着他内心的极不平静。良久，他才停下脚步，发出一声无奈的长叹。事已至此，也唯有斩草除根了。八荒圣主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冷光，声音变得冰冷刺骨。你带着我的信物亲自去一趟，东荒圣地不知此人的真正价值，必定会给本座一个面子。大长老切记，无论如何绝不能留活口。
万古匆匆无数胜的更替，可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成尊台上，随着周无极那道能量分身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波似乎暂时落下了帷幕。然而，留给在场所有人的却是永生难忘的震撼。林峰收剑而立，那柄刚刚饮过武圣分身之血的古朴长剑被他随意的归鞘，其背后的五爪金龙法相发出一声威严的龙吟，随即缓缓消散，重新化作那团吞噬万象、深邃无比的漆黑虚无。全场无人敢言，无论是哪个圣地的弟子，此刻看向那道白衣瞎眼的身影，眼神中都只剩下最纯粹的敬畏与恐惧，仿佛在仰望一尊行走于人间的神魔。良久，邀月圣地的雷刚，那个浑身散发着狂傲气息的壮汉，深吸一口气，竟是朝着林峰的方向恭恭敬敬的躬身一拜。林兄神威，雷刚心服口服。今日得见天骄真容，才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的声音再无半分狂傲，只剩下由衷的钦佩与挫败。另一边，听雪圣地的柳如烟，那张冷若冰霜的俏脸上也浮现出极为复杂的色彩。他莲步轻移，走到林峰不远处，同样盈盈一礼，清冷的声线中带着一丝叹服。林公子之风采，如烟自愧不如。此番秘境之行，当以公子为尊。若有缘分，我倒是想将来再与公子切磋一二。眼前的一幕彻底奠定了林峰在此次秘境中无可撼动的地位。东荒圣地的弟子们早已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个挺胸抬头，只觉得与有荣焉，仿佛自己也跟着沾了无上荣光。两大号称无敌的天骄当众低头，在他们的心里同时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道身影。此后再称天骄，却心里再也不敢提无敌二字，因为无敌的另有他人，而他们原有的那股无敌信念，也在悄然之间被大道玻璃融入了林峰的无敌心。林峰并未太多理会低头认输的二人，他只是静静地感受着体内那股圆融通达，仿佛能碾碎一切阻碍的无上力量冥冥之中。他感觉到，随着这一场酣畅淋漓的碾压之战，自己那颗本就坚固的道心变得更加凝练通透。任世间有万千天骄，遇到他唯有悲悯，此才是无敌心的成长过程。虽然此刻还无法完全发挥出它的妙用，但林峰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颗无敌心在未来的修行之路上必将成为自己最强大的底牌之一。事情已了，我们该回去了。林峰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东荒圣地弟子的耳中。众人如梦初醒，连忙收敛心神，跟在了林峰身后。回去的途中，青霜儿几次鼓起勇气，挪动脚步来到林峰身侧，那张清丽的俏脸上带着一丝红晕和崇拜。林公子，你真是太厉害了。他的声音细若蚊蝇，一双水汪汪的杏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林峰的侧脸，异彩连连。林峰只是略微偏了偏头，算是回应。一个字，冷淡礼貌，却又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青霜儿脸上的红晕瞬间褪去些许，心中涌起一阵失落，但看着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却又无论如何也生不出一丝怨怼，只能默默地退到了一旁。不多时，众人便回到了东荒圣地最初的营地。抵达东荒圣地山门时，一道熟悉的身影早已在山门前翘首以盼。看到那袭白衣从空中落下，云瑶那双明媚的眼眸瞬间亮起，提着裙摆便如一只翩跹的蝴蝶飞奔而来。林峰，你没事吧？林峰脸上那万年不化的冰霜，在看到他的瞬间便悄然融化。他张开双臂，将那柔软的娇躯紧紧拥入怀中。事情很顺利，大家都很客气，没什么危险，成尊不复杂的。他轻轻嗅着他发间的清香，感受着怀中的温软，一颗因杀戮而躁动的心也随之宁静下来。只要你安全就好，其他的对我来说不重要。云瑶将小脸埋在他的胸膛，声音带着一丝满足的呢喃。两人刚温存片刻，一阵爽朗的大笑声便从不远处传来。哈哈哈哈！林小友果然是人中之龙，此番秘境之行，当真是让我东荒圣地大放异彩啊！只见东荒圣主带着大圣女苏清言以及一众圣地长老，浩浩荡荡地亲自前来迎接。他们早就从弟子的传讯中得知本次的收获，东荒圣地占据最佳位置，突破成5尊的皇者是5大圣地中最多的，收获满满。东荒圣主满面红光，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炽热。林小友，你这等不世出的天骄，若肯留在我东荒圣地，本座愿倾尽全宗之力培养。圣子之位，虚位以待。此言一出，身后众长老皆是心头一震，但随即又觉得理所当然。以林峰展露出的天赋与战力，别说一个圣子，便是将大圣子之位给他，也未尝不可。然而林峰却只是微微用力，握紧了怀中云瑶那白皙柔嫩的小手，神色平静地摇了摇头。不用了，他淡淡地说道。早些开启血脉圣池，替云瑶重塑根基，咱们之间的约定便算两清了。林峰的目光落在云瑶的脸上，带着一丝宠溺与温柔，
浅浅笑道：“等他伤好，我们夫妇也就该回去了。”东荒圣主脸上的笑容一僵，还想再劝说些什么，然而就在此时，轰隆隆，毫无征兆的，整个东荒圣地上空风云突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被无尽的乌云所笼罩，狂风怒嚎，雷蛇乱舞，一股恐怖到极致的威压，如同天倾一般轰然降临。东荒圣地的护山大阵在这股威压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嗡鸣。什么人？东荒圣主脸色巨变，猛然抬头，只见那浓厚的乌云之中，空间被蛮横的撕裂，一道道身穿星辰道袍的身影踏空而出，为首的正是先前被林峰斩灭分身的八荒圣地太上长老周无极。此刻的他周身涌荡着滔天杀意，那双因愤怒而赤红的眼眸穿透层层空间，死死地锁定了下方的林峰，充满了无尽怨毒与疯狂的咆哮声，如同9天神雷在整个东荒圣地骤然炸响。回去，杀了老夫的孙儿，你还想回去？天底下没有那种好事。周无极的声音宛若天雷滚滚，虚空上数十位武圣气势荡漾，好似翻涌海浪频频铺开天地。虚空之上，星辰道袍猎猎作响，一道道气息渊深如海的身影将整片天空都遮蔽得密不透风，那股令人窒息的威压让东荒圣主陆长河都微微变了不悦的脸色。周长老，你这是何意？陆长河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不悦，一步踏出，声音雄浑地质问道：率领如此多强者兵临我东荒圣地山门，是想要挑起2大圣地的战争吗？周无极赤红的双眼死死锁定着护山大阵之内的林峰，伸手抛出八荒圣主的令牌，徐徐落在陆长河面前，他才强压怒火解释道：东荒圣主见谅，老夫并无意冒犯贵圣地，今日老夫只要此子一人的性命，交出他，我八荒圣地立刻退兵。话音落下，他身后那数十位武圣同时向前踏出一步，轰隆隆，整片天地都为之剧烈一震，东荒圣地的护山大阵光芒狂闪，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嗡鸣。陆长河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没想到周无极竟然已经疯狂到了如此地步，八荒圣主的信物代表了整个八荒圣地的态度，一时间倒是让陆长河感觉有些难办。沉默片刻，才沉声询问道：周长老，给本圣主一个面子如何？面子？周无极仰天狂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悲怆与杀意。林峰杀我2个孙儿，断我周家血脉传承，还请东荒圣主今天给老夫一个面子吧。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一道清冷而坚决的声音响起：师尊。苏清言俏脸寒霜，毅然站了出来，对着陆长河躬身一礼，朗声道：5大圣地早有约定，大罗秘境之内，生死各安天命，一切争夺在秘境关闭后便该既往不咎。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天空中的周无极，毫不畏惧地继续道：八荒圣地此举是公然违背5大圣地的盟约，是在挑衅我东荒圣地的威严。林峰是我东荒圣地的人，今日绝不能让他们带走。苏清言的话掷地有声，让部分东荒圣地的长老弟子都暗暗点头，胸中燃起一股同仇敌忾的怒火。然而就在此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大圣女此言差矣。只见大长老萧山慢悠悠地从人群中走出，他先是对着陆长河行了一礼，随即嘴角泛起一丝阴冷的笑意：林峰并非我东荒圣地的人，方才圣主亲自开口邀请，是他自己当众拒绝的，在场诸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萧山浑浊的目光转向苏清言，带着一丝讥讽：再者，此子心狠手辣，在成尊秘境之中不仅杀了八荒圣地的天骄，连我东荒圣地前去历练的几位弟子也惨遭其毒手，他心里可曾有半点将自己当成我东荒圣地的人？萧山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义正言辞地说道：此事是他与八荒圣地的私人恩怨，与我东荒圣的何干？我等又何必为了一个外人，让我宗陷入战火，让门下弟子白白送死？依老夫之见，我东荒圣地就该袖手旁观。萧大长老，你……苏清言气得浑身发抖，俏脸煞白。他没想到在这种时候，萧山竟然会为了私人恩怨说出如此无耻的话来。我怎么了？萧山冷笑一声：老夫句句属实，皆是为了圣地大局着想。大圣女，你如此维护一个外人，莫不是与他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你胡说八道！苏清言怒斥道。眼看圣地内部就要掀起纷争，圣主陆长河终于开口制止了他们的争吵。够了！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据理力争的苏清言，又看了一眼咄咄逼人的萧山，以及天空中那虎视眈眈的八荒圣地众人，最终发出一声无奈至极的长叹。陆长河的目光落在了林峰的身上，那双深邃的眼眸中充满了复杂与歉疚。林峰，你毕竟不是我东荒圣地之人，5大圣地安稳多年，势力间的微妙不可轻易打破，抱歉。一声抱歉，宣判了东荒圣地的最终决定，放弃。
为了宗门的安稳，他们选择了放弃这个刚刚为他们带来无上荣耀的绝世天骄。苏青年的身体晃了晃，脸上血色尽退，满是难以置信。周围的东荒圣地弟子也陷入了一片死寂，许多人甚至羞愧地低下了头。你们怎能如此？用人的时候不说，林峰替东荒圣地出征，得罪其他势力就理应由你们负责。云瑶急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他死死抓着林峰的衣袖，声音显得异常悲戚。瑶儿不跟他们说了。林峰露出浅浅笑容，脸上没有丝毫被背叛的愤怒与失望，他依旧那般平静，那般淡然，仿佛陆长河放弃的只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路人。抱歉就不必了。林峰缓缓拨开云瑶紧抓着自己衣袖的小手，语气平淡地对陆长河说道：我这就出去，只是还请圣主记得咱们之间的约定，云瑶的伤势你们务必治好。林公子放心。苏青言强忍着心中的悲愤与失望，一步上前，斩钉截铁地保证道：青言以性命起誓，必定会遵守约定，倾尽一切治好你妻子云瑶。林峰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他转过身，轻轻拥抱了一下早已泣不成声的云瑶。等我。他在他耳边只说了这2个字，声音温柔，却充满了不容置喙的坚定。不，林峰，不要去，我不要你走。云瑶哭得撕心裂肺，死死地抱着他，不肯松手。林峰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然后不带一丝犹豫地将他推开，交到了苏青言的手中。苏青言死死地抱住不断挣扎的云瑶，雾气同样模糊了他的双眼。在无数道复杂、愧疚、怜悯、幸灾乐祸的目光注视下，林峰一步一步走向了那层将他与外界隔绝的护山大阵光幕。嗡！他没有丝毫停顿，身形直接穿过了光幕。这一刻，林峰彻底脱离了东荒圣地的庇护，独自一人暴露在了八荒圣地那数十位武圣的滔天杀意之下。好一个识时务的瞎子！天空之上，周无极见状，发出了畅快淋漓的大笑。老夫多谢东荒圣主大义。随即他的目光如同看死人一般落在了林峰身上，狞笑道：小畜生，今日老夫定将你抽筋拔骨，以泄心头之恨。数十位武圣的威压如同实质的海啸，朝着林峰一人疯狂碾压而来，欲要将他直接压得跪地求饶。然而林峰的身形却依旧笔直如剑，纹丝不动。他缓缓抬起头，那双紧闭的眼睛仿佛穿透了虚空，看到了周无极那张狰狞得意的脸。林峰笑了，那是一种冰冷到极致、狂傲到极致的笑。一股睥睨天下的无上剑意自他体内冲霄而起，瞬间便将那漫天威压撕得粉碎。他缓缓抬起了手，握住了破空悬浮而来的剑柄。一道平静却让整片天地都为之失声的低语响彻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武圣，不知本尊可否斩胜？话音落下的瞬间，天地间仿佛只剩下那一道孤傲的白衣身影，以及林峰手中那柄嗡鸣不止的古朴长剑。斩武圣，哈哈，真是无知者无畏。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黄口小也敢在此大放厥词。一声充满讥讽与不屑的狂笑自八荒圣地的人群中响起。一名身材干瘦、鹰钩鼻、眼神阴鸷的星袍老者跃众而出，他周身环绕着淡淡的法则之力，赫然是一位初入武圣境的强者。他名为周通，乃是周无极的族弟，此刻看着林峰，就像再看一个跳梁小丑。大哥，何须您亲自出手？对付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我一人足矣。周通对着周无极躬身一礼，随即转过头，用一种猫戏老鼠般的眼神盯着林峰，狞笑道：小杂种，老夫会让你明白，武尊与圣境之间隔着的是天与地的鸿沟。话音未落，他便随意的抬手一指，嗡！虚空震荡，一道由天地法则凝聚而成的灰色指芒瞬间洞穿虚空，以一种无视空间距离的方式直接出现在林峰的眉心之前。这一指看似随意，却蕴含着圣境强者对法则的初步运用，足以轻松碾杀普通武尊巅峰。好快，这就是武圣的攻击吗？根本无法躲避。东荒圣地的弟子们发出一阵惊呼，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然而面对这必杀一击，林峰的神色却依旧平静如水。争，长剑出鞘，快到极致。一道璀璨的星河剑光后发先至，精准无比地斩在了那道灰色指芒之上。藏星，轰卡！一声脆响，灰色指芒应声而碎，但那霸道绝伦的星河剑光也被磨灭了所有威能，消散于空中。咦？周通眼中闪过一丝讶异，显然没想到林峰竟能接下他一指，倒是有几分本事，怪不得敢如此猖狂，但也仅此而已了。周通冷哼一声，不再留手，他猛然一步踏出，苍老的身躯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鬼魅般的出现在林峰的身前，一只干枯的手掌缭绕着浓郁的死亡法则，朝着林峰的天灵盖悍然抓下。死！一爪落下，空间都被禁锢，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这只索命的鬼爪。东荒圣地观战之人，无论是苏青言还是陆长河，心头都是猛地一沉。他们看得分明，这一击林峰避无可避。你也不过如此。林峰不退反进，体内气血轰鸣，无敌心催动到了极致，手中的长剑化作一道道绚烂的剑光，疯狂地朝着周通斩去。铿锵，铿锵，铿锵，密集的金铁交鸣之声如同暴雨般响起。林峰的每一剑都足以斩杀寻常武尊，但在周通那缭绕着法则之力的手掌面前，却显得如此无力，被轻易的一一拍碎蝼蚁撼树，不自量力。周通眼中满是戏谑，他仿佛在享受着将天才踩在脚下的快感，手掌之上法则之力流转，猛然一震，砰！一股无可匹敌的巨力传来，林峰手中的长剑发出一声哀鸣，险些脱手而出，整个人更是被震得倒飞出数10丈，气血一阵翻涌。该结束了。周通狞笑一声，身影再次消失，准备给林峰最后一击。东荒圣地之内，云瑶早已哭得肝肠寸断，苏青言脸色煞白，就连圣主陆长河也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差距太大了。然而就在周通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林峰面前，那只索命鬼爪即将落下之际，林峰那张沾染了些许尘土的脸上却勾起一抹森然的冷笑。关来！轰隆隆，随着林峰一声低喝，一口通体漆黑刻满了古老神魔纹路，散发着无尽死亡与不祥气息的古老石棺猛然从他体内冲出，瞬间放大，如同一座太古魔山横亘于天地之间。这是什么鬼东西？周通的鬼爪距离林峰的头顶只剩3寸，却再也无法寸进分毫。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浑身汗毛倒竖。他骇然地看着眼前这口散发着无尽死气的古棺，只觉得自己的神魂都在颤抖，仿佛随时都会被吸进去，永世不得超生。不好！周通心中警铃大作，想也不想，转身便要逃。然而晚了。开！林峰眼中寒光一闪，全身气血瞬间点燃，真元力逆流爆发。嗡！那口漆黑的藏神棺棺盖猛然向上掀开一道小小缝隙，刹那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吸力自那缝隙中爆发而出。不！周通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惨叫，他拼命地催动全身的圣境法则，想要抵抗那股吸力，可他引以为傲的武圣之力在那股吸力面前却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撕得粉碎。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被那股力量拉扯着，一点一点地朝着那道漆黑的缝隙中飞去。大哥，救我！救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周通惊恐地朝着周无极的方向伸出手，脸上写满了绝望与恐惧。天空之上，原本还带着一丝看戏心态的周无极，脸色早已巨变。庶子敢尔！他怒吼一声，与身后数十位武圣同时出手，一道道毁天灭地的攻击如同流星雨般朝着那口藏神棺轰然砸下。杀！此子妖孽，绝不可留！杀！周无极的声音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骇与疯狂，再也不敢有半分大意。然而他们的攻击终究是慢了一步，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周通那圣境之躯被硬生生地扯进了那道棺材缝隙之中。轰卡！一声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棺材缝隙瞬间闭合一代武圣，连3息都未能撑住，便被当场轰杀，神魂俱灭。轰隆隆！也就在此时，数十位武圣的联手一击终于狠狠地轰击在了藏神棺之上，恐怖的能量风暴席卷了整片天地。藏神棺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剧烈地震颤了一下，那漆黑的棺身光芒瞬间暗淡，化作一道流光，重新没入了林峰的丹田之内。噗！林峰如遭雷击，张口便喷出一道逆血，脸色瞬间苍白如纸。强行催动藏神棺本就拼命而为，又硬扛数十位武圣一击，让他体内的气血倒流，经脉破裂，受到了严重的反噬。死来！周无极双目赤红，杀意沸腾，根本不给林峰任何喘息的机会，又是一道蕴含着滔天怒火的星光大手，朝着林峰当头拍下。嗡！太乙金钟罩！林峰强提最后一丝真元，金钟虚影再次浮现。当！然而这一次，金钟仅仅坚持了半息不到，便在一声哀鸣中轰然爆碎。噗嗤！林峰再次喷出一口鲜血，身体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狠狠地倒飞出去。脖子上那片阿银送给他的碧绿叶片被他溢出的鲜血染红，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翠绿光芒。瞎子！东荒圣地内，云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悲呼，眼前一黑，险些直接晕厥过去。小畜生，给老夫死！距离林峰最近的一名八荒圣地武圣眼中杀机爆闪，身影一晃便出现在林峰坠落的路径之上，一拳轰出，直取他的心脏。这一拳避无可避，这一拳必死无疑。轰隆隆！大夏之地，八荒域，天地法则毫无征兆的动乱，江河开始倒流，
大地疯狂震颤，天空之上无数虚空裂缝宛若蛛网般蔓延，雷龙盘踞天际，宛若末世降临。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息伴随着一道空灵如月却又霸道绝伦的声音从大夏之地响起，瞬间横跨整个八荒域，响彻在东荒圣地的上空，震动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八荒中州，黄泉碧落，今日我倒要看看，有阿银在，哪个敢欺凌风？冰冷的声音还在八方缭绕，那蕴含着圣境法则，足以将山岳都轰成齑粉的一拳，在距离林峰仅有丈许之地时戛然而止。时间与空间在这一刻仿佛陷入了凝固。出拳的那名武圣脸上的狰狞与得意还未散去，眼中却已涌上了无尽的骇然。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拳头被一根不知从何而来的翠绿藤蔓散发的威势气息挡住。藤蔓看起来纤细柔嫩，仿佛轻轻一震便会断裂，却蕴含着一股让他这位武圣都无法抗衡的恐怖力量，任他如何催动胜利，拳头都再也无法突破对方散发的威势，前进分毫。你是谁？他声音颤抖，惊骇地看向藤蔓的来源。只见那翠绿的藤蔓之上光华流转，竟是缓缓凝聚出了一位身着青衣风华绝代的女子。她身姿婀娜，青丝如瀑，容颜绝美的不似凡尘中人，一双眼眸清冷如月，却又带着一丝令人心悸的威严与淡漠。阿银就那样凭空而立，仿佛与这方天地都融为了一体，周身散发出的气息却比周无极等数十位武圣加起来还要恐怖万倍。他没有回答那武圣的问话，只是转过头，目光落在了林峰那苍白如纸的脸上，以及他脖颈间那片被鲜血染红的绿叶上。刹那间，那双明媚的眼眸中涌起了无尽的怜惜与足以冰封整个天地的彻骨杀意。杀你的人！冰冷的声音落下，阿银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虚空一握。轰隆隆，大地疯狂颤抖，无数根粗壮如龙的恐怖藤蔓如同地狱深渊中伸出的触手，猛然从那名武圣的脚下破土而出。不！那武圣发出一声惊恐到极致的尖叫，圣境法则之力疯狂爆发，想要挣脱，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扑哧扑哧，藤蔓瞬间洞穿了他的护体圣力，将他全身上下死死缠绕，疯狂收紧。轰卡！在一声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中，那名不可一世的武圣强者连惨叫都未能再发出一声，便被硬生生搅成了一团血雾，神魂俱灭。全场死寂。无论是天空中的八荒圣地众人，还是护山大阵内的东荒圣地高层与弟子，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震撼性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那可是一位武圣啊，屹立于武道之巅，俯瞰亿万生灵的存在，就这么被一招秒杀了。阁下究竟是何人？周无极脸色铁青，瞳孔剧烈收缩，声音中再无之前的嚣张，反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死死地盯着那道青衣身影，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沉声威胁道：我乃八荒圣地大长老周无极，阁下实力虽强，但为了区区一个瞎子与我八荒圣地为敌，是否想过后果？我劝阁下切莫自误。除了林峰，阿银从不听旁人的劝。阿银淡淡的开口，声音空灵，却带着不容置喙的霸道。随即他缓缓抬起头，那双冰冷彻骨的眸子终于落在了周无极以及他身后那数十位早已噤若寒蝉的武圣身上。今日我就要杀人，今日我就要给林峰出气。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轻衣飘舞，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主动冲入了八荒圣地那数十位武圣的阵营之中。布阵，快布阵！周无极见状发出惊恐的咆哮。然而一切都太晚了，阿银的速度快到了极致，如同一只穿梭于狼群中的蝴蝶，姿态优美，手段却血腥到了极点。铿锵，一名武圣刚刚祭出自己的圣兵，一根翠绿的藤蔓便如神鞭般抽来，后发先至，直接将那圣兵抽得粉碎，于是不减，落在了他的身上。砰！那名武圣的身体如同西瓜般当场炸开，化作漫天血雨。小心，此妖物能化人形，其战力必然恐怖。又一名武圣惊恐大叫。他的话音未落，脚下便升起一片碧绿的藤海，无数藤蔓将他淹没。仅仅一息之后，藤海散去，原地只剩下一具破碎的尸体从空中坠落。屠杀！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单方面屠杀。青衣飘舞，杀戮盛开。阿银的身影在人群中闪烁，每一道藤蔓的抽击，每一次玉手的拍落，都必然伴随着一位武圣强者的陨落。东荒圣地之内，所有人都已经彻底麻木了。他们如同在观看一场神话，看着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如同神明般的武圣强者，在那个青衣女子面前，脆弱的如同草芥，被肆意收割着生命，疯了，彻底疯了。大长老萧山瘫软在地，嘴唇哆嗦，想到他屡次三番对林峰的算计，后悔的眼中涌起无尽的恐惧。圣主陆长河也是满脸骇然，愣愣的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有点后悔。他在想，如果刚才自己果断护下林峰，是否能结一份大善缘呢？太强了，
苏青颜美眸中异彩连连，喃喃自语。而云瑶早已停止了哭泣，她呆呆地看着那道为林峰大杀四方的绝美身影，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短短不过10几息的时间，八荒圣地前来的数十位武圣便已陨落大半。住手！给老夫住手！周无极目眦欲裂，他带来的力量几乎是八荒圣地一半的底蕴，如今却在这里被屠戮殆尽。他怒吼一声，再也顾不得恐惧，拼尽全力催动了自己最强的神通——星辰大手印。轰隆隆，一只由无尽星光汇聚而成，仿佛能摘星拿月的恐怖巨手，遮天蔽日，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朝着阿银狠狠拍下。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阿银终于停下了杀戮的脚步。他缓缓抬头，清冷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屑。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他只是冷哼一声，身后一株通天彻地的翠绿神藤虚影猛然浮现。神藤轻轻一摇，一道看似纤细的藤蔓却迎风暴涨，如同一根撑天之柱，逆势而上，狠狠地抽在了那星辰大手印之上。轰卡！一声巨响，那足以轻易覆灭一座巨城的星辰大手印竟被这一藤抽得当场爆碎，化作漫天星光。噗！周无极如遭雷击，狂喷一口鲜血，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绝望。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那根抽碎了大手印的通天藤蔓去势不减，以一种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速度，瞬间出现在周无极面前。不！在周无极惊恐绝望的嘶吼声中，藤蔓顶端猛然化作一道锋锐无匹的尖刺，扑哧一声，直接洞穿了他的眉心。灭！阿银红唇轻启，吐出一个冰冷的字眼。下一刻，周无极的圣境之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他体内的所有生命精元、气血乃至法则之力都被那根藤蔓疯狂吞噬。不过眨眼之间，他的肉身便寸寸崩解，彻底化作了飞灰，只剩下一道虚幻的金色小人从那飞灰中惊恐万状地窜出，撕裂虚空，便要遁走逃命。那正是周无极的元神。想走？阿银眼中寒芒一闪，正欲出手将其元神彻底磨灭。然而就在此时，轰隆隆，九天之上，风云倒卷，苍穹碎裂。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意志，仿佛是整个世界的天道之眼，带着无上威严与审判的气息轰然降临。这股意志冰冷、浩瀚、无情，瞬间笼罩了整个东荒圣地，方圆万里。在这股意志面前，无论是凡人还是武圣，都渺小得如同尘埃。阿银追击的动作猛然一顿，他缓缓抬起头，望向那深邃无尽的苍穹之顶，清冷绝美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一抹凝重之色。多少年了，贪婪的人类还不死心吗？阿银缓缓抬头，那双清冷的眸子中第一次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与厌恶。他仿佛在与一位看不见的老对手隔空对峙。下一刻，他身后那通天彻地的神藤虚影猛然爆发出万道翠绿神光，化作漫天藤蔓，逆势而上，朝着那无尽苍穹的意志悍然一撞。轰隆隆，雷龙盘天，虚空坍塌，整个东荒圣地的上空仿佛化作了一片毁灭的混沌，法则在哀鸣，空间在破碎。撞击的中心，阿银那青衣身影瞬间变得虚幻，光芒急剧暗淡。哼！一声冷哼自虚空中传来，阿银的身影彻底消散，化作一根小小的翠绿藤蔓从空中飘落，瞬间缠绕在林峰的手臂上。绿光一闪，藤蔓带着重伤昏迷的林峰刹那间消失在了原地，仿佛从未出现过。也就在此刻，中州深处乃至更古老、更神秘的禁区绝地之中，无数渊深如海的恐怖气息被那短暂的交锋所惊醒。冰封的古棺剧烈震颤，其中传出沧桑的声音。一宝榜闪烁，是他出现了，查！不惜一切代价去查。岩浆之海的深处，熔岩般的巨眼缓缓睁开。这股气息不会错的，抓住他，一定要抓住他。与此同时，八荒圣地之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数十位武圣的魂灯在短短一炷香的时间内接连熄灭，这对于任何一个圣地而言都是足以动摇根基的毁灭性打击。八荒圣主仰天发出如同野兽般的咆哮，震得整座圣主大殿都在嗡嗡作响。诛杀令！颁布最高等级的诛杀令！他双目赤红，声音嘶哑而疯狂，悬赏下品圣器1件，附赠圣级功法3部。谁能替林峰人头来见，谁就是我八荒圣地的朋友。消息一出，整个5大圣地区域彻底疯狂。1件圣器，这对于无数武皇、武尊，甚至是一些散修武圣而言，都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时间，无数强者倾巢而出，整个八荒域都掀起了一场追杀林峰的狂潮。东荒圣地血脉圣池之中，云瑶静静地悬浮在池水中央，周身被浓郁的血气与生命精元包裹。突然，一声清越嘹亮的凤鸣响彻九霄，一道无比高贵、
圣洁的冰蓝色凤凰虚影自云瑶体内冲天而起，双翼展开，遮天蔽日，翱翔于9天之上。恐怖的寒气瞬间冰封了方圆百里，天地间飘起了鹅毛大雪，天地震动，雷霆布满，一股丝毫不下于之前凌风登顶3000云台时的无敌之姿再次降临。无敌又见无敌，圣主陆长河与其余几大圣地的圣主望着那道冰凤虚影，眼神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大争之势，大争之势果然来临了。陆长河回过神来，脸上瞬间涌现出狂喜之色，他一步踏出，出现在圣池边，声音带着一丝急切与讨好：云瑶姑娘，恭喜你觉醒冰凤血脉，无敌之姿。我东荒圣地愿许你2圣女之位，地位仅在大圣女苏青言之下，你可愿意？云瑶缓缓睁开双眼，气息骤然变化许多，宛若脱胎换骨。她看了一眼满脸期待的陆长河，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我要做大圣女，可以吗？此言一出，陆长河的脸色顿时一僵，变得有些难看。可以。不等他开口，一旁的苏青言便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他看着云瑶，眼神真诚：我愿将大圣女之位让与云瑶师妹。所有人都以为云瑶会就此同意，然而她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笑容中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讥讽。算了吧，云瑶淡淡地说道，你们如果真的言而有信，我的瞎子就不会被逼出山门，落得个生死未卜的下场。哼！一声冰冷的重哼打断了他的话。大长老萧山脸色阴沉地走了过来，厉声道：牙尖嘴利，小丫头，老夫提醒你一句，妖孽天才若不能为圣地所用，要么臣服，要么死。你好凶哦！一个略显调皮却又带着几分慵懒的女子声音突兀地在众人耳边响起。本姑娘前来接引的人，也有人感动杀心。老头，你胆子很大吗？来，你杀一个我看看。话音未落，啪！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全场。大长老萧山整个人被一股无形的大力抽飞出去，半边脸颊瞬间塌陷，鲜血混着牙齿狂喷而出，狼狈的连连后退了好几十步。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陆长河更是瞳孔骤缩，萧山死死捂着脸颊，身躯却被震惊得微微颤抖。我叫凤九，来自大眼圣地。那道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不容置喙的傲气，蝼蚁般的一心盛地听着。你们的老头我打了，不服的可以去我大眼圣地闯一闯。众人骇然抬头，只见天空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飞鸟虚影，散发着恐怖威压。那声音的主人并未现身。冰凤血脉，跟我回去复命了。声音再次响起，目标直指云瑶。云瑶秀眉一蹙，倔强的摇头：我哪里都不去，我要等瞎子回来寻我。哦，你说那个瞎子啊？凤九的声音顿了顿，用一种稀松平常的语气说道：他死了，我之前路过的时候看见他被几十个老头围攻，打成飞灰了，神魂都没跑掉。死了这2个字如同9天惊雷，狠狠劈在了云瑶的心头。他的表情在瞬间凝固，随即那张绝美的俏脸变得煞白如纸。轰！一股比之前更加冰冷更加狂暴的杀意自他体内冲霄而起，他的目光如2柄绝世冰剑，死死地刺向了八荒圣地的方向。你跟我回去好好修炼，以后想灭了他们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凤九的声音带着一丝诱惑：跟我走吧，在大眼圣地你能得到最好的培养。说罢，也不等云瑶回答，天空中的飞鸟虚影猛然降下一道神光，将云瑶笼罩。不！云瑶只来得及发出一声不甘的呼喊，便被那股不可抗拒的大法力强行卷起，瞬间消失在了天际。东荒圣地再次恢复了死寂，只留下一众面面相觑、心神俱骇的高层。也就在云瑶和凤九刚离开不久，5大圣地最中央的位置，那片终年被无尽剑气笼罩的禁区埋剑山。嗡！一股仿佛要斩破9天10地的无上剑意自埋剑山最深处猛然爆发，直冲云霄。剑气纵横3万里，一剑光寒19州。不知名的大荒山脉之中，一处隐秘的山洞内，盘膝而坐的林峰身体猛然一震，他所受的伤势在阿银那海量的生命精元灌注下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他精准地面向了埋剑山的方向，那双紧闭的眼眸之下仿佛能够看穿一切。手臂上那根翠绿的藤蔓微微发光，阿银虚弱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抱歉风，我本来是想帮你的，可惜自己就是一个麻烦，最近我无法再出手了。你还能站吗？那里有咱们需要的东西。能。林峰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干脆利落，仿佛体内那几乎崩碎的经脉和翻涌的气血只是错觉。他强撑着站起身，精准地面向那股冲天剑意爆发的方向，那张俊朗的脸上露出了些许迷茫。阿银，你到底是谁？我又到底是谁？手臂上的翠绿藤蔓光芒微微闪烁，阿银那虚弱
却依旧温柔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你是林峰，我只知道你是那个地方走出的最强一代天骄之一，你是最强中的最强。”他的声音顿了顿，带着一丝歉意：“其他的，风，你以后会知道的。我只是一根普通的藤蔓，抱歉。”话音落下，藤蔓的光芒彻底暗淡下去，陷入了沉寂。林峰沉默了片刻，不再追问。他紧了紧手中的古朴长剑，身形一晃，便化作一道残影，朝着那剑气肆虐的埋剑山方向疾驰而去。埋剑山，五大圣地中央的禁区，终年被无上剑意笼罩。此地仿佛自成一方天地，蕴含着某种古老的大道法则，天然排斥着武圣级别的强者。一旦有武圣踏入，便会引来无穷剑气的绞杀。此刻埋剑山外围早已是人山人海，五大圣地以及八荒域各大势力的武尊强者几乎倾巢而出，占据了最好的6个方位。每个方位都有一座由剑气天然凝聚而成的云台，古朴而沧桑。根据历代相传的规矩，当埋剑山核心的剑气风暴平息之时，坐于云台之上的人便能第一时间与山中万剑产生感应，从中获得一柄与自己最为契合的宝剑。这是八荒域所有剑修梦寐以求的无上机缘。林峰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散修联盟占据的区域。他一袭白衣，双目紧闭，气息内敛，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瞎眼青年，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然而当他一步步朝着那最近的云台走去时，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云台之上盘坐着一名身穿锦袍、气度不凡的青年，他周身环绕着冰与火2种截然不同的法则气息，赫然是一位踏入了武尊后期的双属性强者。他缓缓睁开眼，目光如电，落在林峰身上，带着一丝高高在上的审视，淡淡开口：“瞎子，你没有登上云台的资格。”“为什么？”“我也是散修。”林峰脚步未停，平静地回答。此言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了一片哄堂大笑。哈哈，这瞎子是疯了吧？他知道台上坐着的是谁吗？杜子龙大哥可是方圆万里散修公认的强者，双绝武尊，岂是阿猫阿狗能挑衅的？听着周围的议论，云台上的青年也就是杜子龙，嘴角勾起一抹冷傲的弧度。就凭这里，我杜子龙说了算。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容置喙的霸道。方圆万里散修，谁不知我双绝武尊之名？滚，否则死！杜大哥，何须您亲自动手？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从人群中跳了出来，一脸谄媚地笑道：“对付这种不知死活的瞎子，我来让他知道什么叫进退。”话音未落，他体内气血轰然爆发，脚下大地龟裂，砂锅大的拳头缭绕着土黄色的光芒，如同一颗陨石朝着林峰的胸口悍然轰来。面对这凶猛一拳，林峰甚至连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他只是随意地抬起手，同样一拳迎了上去。砰！双拳相交，发出一声闷响。那满脸横肉的壮汉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一股无可匹敌的恐怖巨力自林峰那看似消瘦的拳头中爆发而出，摧枯拉朽般的碾碎了他的护体真元。咔嚓，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壮汉整条手臂瞬间扭曲变形，整个人如同破麻袋一般倒飞出去，人在空中便狂喷出一口混杂着内脏碎片的鲜血，落地后抽搐了2下，便再无声息。一拳秒杀一位武尊中期的强者，全场瞬间死寂。杜子龙脸上的冷傲也僵住了，他猛然从云台上站起，眼中闪过一抹森然的杀机。我的手下你也敢杀，找死！轰！他一步踏出，身影瞬间出现在林峰面前，一掌拍出，冰火2气交融，化作一道磨盘大小的太极图印，朝着林峰当头镇压而下。然而林峰的速度比他更快，铮！一道清越的剑鸣响彻天地。没有人看清林峰是如何出剑的，他们只看到一道快到极致，仿佛能斩断时光的璀璨剑光骤然亮起。噗嗤，那冰火太极图印在剑光面前被瞬间一分为2，剑光去势不减，在杜子龙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自他的脖颈间一闪而过，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无头的尸身轰然倒地，鲜血染红了云台。林峰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云台之上，他收剑而立，面朝众人，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现在这里我说了算。咕咚，人群中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一道带着无尽惊恐与颤抖的尖叫声猛然响起。瞎子，剑尊，他是林峰。林峰这个名字如同一个禁忌的魔咒，让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为之巨变。就是这个男人以尊者敬意道斩杀武圣，引来绝世凶妖，屠戮了八荒圣地数十位武圣。如今八荒圣地那件圣器的悬赏正高高挂在众人的头顶之上，杀了他，杀了他，圣器就是我们的了。他身受重伤，
又刚刚经历大战，正是最虚弱的时候。一起上，别给他喘息的机会。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更加疯狂的贪婪。轰，轰，轰！散修阵营中，3名气息最为浑厚的武尊后期强者，眼神交流了一瞬，几乎同时抱起，从3个方向朝着林峰发动了雷霆一击。刀光、剑影、拳罡3道蕴含着法则之力的恐怖攻击，封死了林峰所有的退路。嗡！林峰不闪不避，体内真元鼓荡，太乙金钟罩瞬间催动，一口金光璀璨的古朴大钟虚影将他牢牢护在其中。当，3道攻击狠狠地轰击在金钟之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金钟虚影剧烈震颤，光芒都暗淡了几分，却终究是硬生生地扛了下来。干嘛非要找死呢？林峰双眸紧闭，嘴角却勾起一抹森然的弧度。他反手握剑，身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猛然一旋，一道圆形的璀璨剑光以他为中心横扫而出。藏星，扑哧，扑哧，扑哧，血光迸溅。那3名武尊后期的强者脸上的狞笑还未散去，身体便已经被霸道绝伦的剑光拦腰斩断，残躯无力地从空中坠落。林峰稳稳地落在云台中央，随手一招，杜子龙以及那几名死去强者的储物戒指便尽数飞入了他的手中。他看也不看，直接将里面的灵石、丹药等修行资源全部导了出来，在身前一一摆放好，琳琅满目，灵光四溢。做完这一切，徐徐盘膝而坐，仿佛周围那一道道充满忌惮、贪婪、恐惧的目光都与他无关，其余5大圣地的强者皆是瞳孔猛缩，再也无人敢轻举妄动。然而林峰的眉头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好像在问阿银，又好像在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一丝困惑与焦躁。5大圣地的来人很强，我想修炼，可我的功法记不清了，他只会自主运转，不听使唤，怎么办？我记得林峰，我记得你的功法特别霸道，好像叫轮回不灭绝。阿银虚弱的声音如同跨越了时空，在林峰的识海深处轻轻响起。轮回不灭。林峰低声呢喃着这4个字，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熟悉感如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他尘封的记忆深处，一道尘封的画面被轰然撕开了一角。那是一个炊烟袅袅的小小村落，村口的大槐树下，一个瘦弱的孩童盘膝而坐，正看着头顶的云卷云舒，怔怔出神。在他的周围还有着许多一同修炼的孩童，一位看上去仙风道骨，实则有些邋遢的老头正捋着他那打结了的山羊胡，笑眯眯地看着那个瘦弱孩童。风儿，你来我这里已经有7年，7年时光匆匆过去，你想学些什么呢？老头一脸高深莫测地开口。为师有太古镇妖诀，可镇压天下妖，可困世间魔。小林峰抬起头，用稚嫩的声音认真回答。你打不过村东头的王寡妇。老头的笑容一僵，干咳了2声，换上一副庄严宝相。为师亦有佛门无上典籍大日经，修炼大成，肉身可见如来，金光普照3000界。你打不过王寡妇。老头额头青筋跳了跳，身上陡然散发出一股森然魔气。为师还有魔道经文1卷，唤名九幽路天诀，可炼化苍生，填我意难平。你打不过王寡妇。罢了罢了，不许提寡妇。老头瞬间破功，吹胡子瞪眼。为师会这天下万般法，还是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想学什么吧？小林峰想了想，那双清澈的眼眸中闪烁着一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认真与执着。我不想死，我想一直活着，跟大家一起好好活着。老头闻言一愣，脸上的嬉皮笑脸尽数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前所未有的郑重。他沉默了许久，才长叹一声：好孩子，有志气。可如此不死不灭的功法，世间唯有一本，且从古至今无人修炼成功。那师傅怎么知道此功法可以修炼的？小林峰好奇地问。为师也不知。老头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但既想长生不死，那你愿不愿意赌上一切去试一试呢？我愿意。轰！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无数玄奥繁复的金色符文如同决堤的星河，瞬间涌入林峰的脑海。轮回不灭绝，功法自行运转的滞涩感在这一刻豁然开朗。嗡！在林峰的身后，一道模糊的巨大轮盘虚影缓缓浮现。那轮盘古朴沧桑，生死轮回，散发着一股凌驾于天地万道之上的至高气息。随着功法的主动运转，一股恐怖的吸力骤然爆发。林峰身前那些从杜子龙等人储物界中搜刮来的灵石、丹药，瞬间光芒暗淡，化作最精纯的能量洪流，被他鲸吞入体。他的气息开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暴涨。武尊初期巅峰瓶颈骤然破碎。轰隆！一股更为强横的气息冲天而起。林峰的修为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赫然踏入了武尊中期。也就在他突破的同一时刻，轰隆隆！
埋剑山中央，那股肆虐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恐怖剑意风暴，竟是缓缓平息、消散。下一刻，万丈霞光冲霄而起，只见那山谷深处密密麻麻的插着数之不尽的宝剑，有古朴厚重的巨剑，有轻盈灵动的软剑，有杀气冲天的血剑，每一柄剑都灵光闪烁，剑气冲霄。最次的恐怕都是尊级中品，其中不乏圣级宝兵。万剑齐鸣，如龙吟虎啸，震动天地。机缘现世了。其余5座云台之上，5大圣地的强者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了双眼，目光灼灼地投向了那片剑海。阿弥陀佛！雷音圣地的云台上，一名身披金色袈裟、面容刚毅的中年僧人双手合十，他脑后佛光隐现，气息沉凝如山，目光扫过剑海，宝相庄严。邀月圣地一方，为首的是一名身段妖娆、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的宫装美妇，她掩嘴轻笑，目光却在林峰和剑海之间来回逡巡，充满了危险的探寻意味。听雪圣地则是一名看起来只有17、18岁、白衣胜雪的青年，他气息飘渺，仿佛与天地相合，一双眼眸却沧桑无比，仿佛看透了万古岁月。东荒圣地，苏清言站在云台前方，他望着那道熟悉的白衣身影，感受着他那暴涨后越发深不可测的气息，绝美的脸上神色无比复杂，有担忧，有惊叹，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而当所有人的目光最终汇聚在八荒圣地的云台上时，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已然化作实质。为首之人是一名身形魁梧、满头赤发狂舞的中年，他双目赤红，周身煞气环绕，正是八荒圣地大长老周无极的小儿子周烈。死瞎子，你竟敢出现在这里！周烈死死地盯着林峰，那2个字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充满了无穷的怨毒与仇恨。轰！他那5尊巅峰的恐怖气势如火山般轰然爆发，化作一道血色的洪流，跨越虚空，朝着林峰所在的云台狠狠压了过去。面对这股滔天杀意，刚刚突破的林峰缓缓起身，他身后的轮回虚影一闪而逝，一股同样霸道绝伦，却又带着几分古老不朽神韵的气势冲天而起，与那血色洪流悍然相撞，轰咔，2股气势在半空中交锋，竟是引得空间震荡，发出了不堪重负的悲鸣。平分秋色，周烈瞳孔骤然一缩，心中掀起了滔天骇浪。他可是成名已久的5尊巅峰，可这瞎子不过刚刚突破5尊中期，竟能与他分庭抗礼。瞎子！周烈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声音如同万载寒冰，在天地间轰然炸响。待取剑结束，此地便是你的埋骨之所。我要将你神魂抽出，日夜以圣火灼烧万年，替我2个侄儿报仇，方解我心头之恨。面对他怨毒的威胁，林峰只是缓缓地转过身，面向着对方，那张平静的脸上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无。他只是淡淡的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烂命一条，喜欢来拿。话音落下的瞬间，嗡！下方山谷中数十万柄宝剑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齐齐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剑鸣，开始剧烈的动荡起来。万剑将要择主了！嗡嗡嗡！随着埋剑山核心的剑气风暴彻底平息，那片插满了数十万宝剑的浩瀚山谷骤然沸腾，万千道流光如同被惊动的鱼群，从剑海之中冲天而起，在天际划过绚烂的轨迹，寻找着与自己气息相合的主人。是圣器！快看，那柄赤红色的长剑是下品圣器！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只见一柄通体缭绕着血色煞气的长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径直朝着八荒圣地所在的云台飞去，最终落入了周烈的手中。好一柄血屠圣剑！周烈手握长剑，感受着其中传来的滔天杀意，忍不住仰天狂笑。他看向林峰的眼神愈发森然怨毒。与此同时，雷音圣地的云台上空，一柄造型古朴、剑身刻满佛陀法印的金色长剑盘旋落下，被那中年僧人妙元稳稳接住。阿弥陀佛，镇魔有灵，愿随贫僧降妖除魔。妙元口诵佛号，但那双刚毅的眸子却如同2柄出鞘的利剑，死死地锁定了林峰，杀机毕露。紧接着，邀月圣地、听雪圣地、东荒圣地所在的云台，皆有圣级宝剑择主，引得无数散修武者艳羡不已。唯独林峰所在的云台冷冷清清，没有一柄剑为他而来。即使他后方偶尔有散修获得剑的认可，都是掠过了他，直直绕开，仿佛他被这埋剑山的万千宝剑彻底遗弃。随着最后一柄宝剑择主结束，埋剑山的动荡彻底沉寂了下去。一场机缘似乎就此落幕，没有获得宝剑认可的武者也只得叹息一声，无缘无分。轰！周烈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意，5尊巅峰的恐怖气势毫无保留的爆发，他手持血屠圣剑，步踏虚空，一步步向林峰逼近，每一步落下都让虚空为之震颤。死瞎子，今日我要用你的血祭我2个侄儿的在天之灵。怨毒的声音
响彻天地。阿弥陀佛！雷音圣地的妙缘也同时踏出一步，他手持镇魔圣剑，脑后佛光大盛，声音却冰冷如铁。林施主杀孽太重，已然入魔。我师弟妙玄便是惨死于你手，今日贫僧要替天行道，将你超度。两位手持圣器的武尊巅峰强者一左一右，杀气冲霄，将林峰所有的退路彻底封死。我也来凑凑热闹。听雪圣地的云台上，那白衣胜雪的少年柳晨眼中闪过一丝厉色，似乎也想一同出手。柳晨，你不许去！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他身旁一位同样白衣飘飘、气质如仙的女子轻轻按住了他的肩膀。她正是柳晨的姐姐柳如烟。柳如烟遥望着那道孤傲的白衣身影，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轻声道：大罗秘境之行，林公子对我曾手下留情，不杀之恩如同救命，你不许去掺和。哼，扫兴！柳晨闻言不甘的冷哼一声，收回了迈出的脚步，随即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对着林峰傲然道：看在姐姐的面子上，瞎子，今日我柳晨便饶你一命。咯！邀月圣地那边传来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大圣女软红烛，身姿妖娆，一双桃花眼媚意天成，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林峰，红唇轻启道：我家师弟雷刚可是说了，你是个很可怕的对手呢，有空的话不妨来我邀月圣地玩玩，姐姐就不落井下石了哦。另一边，东荒圣地的苏清言被齿轻咬红唇，望着被两大强者围攻的林峰，脸上写满了担忧与挣扎，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轻叹，默默地带着东荒圣地的弟子退到了更远的地方。一时间，所有人都认定林峰今日必死无疑。然而，面对两大强者的滔天杀意，林峰那张平静的脸上却缓缓勾起了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你们就真的觉得我什么都没有获得？他轻声问道，像是在自言自语。不等众人反应，他又自顾自地笑了起来，那笑声中带着一丝淡淡的讥讽。你们这些根本不懂剑的人都能获得剑的认可，我林峰站在这里又岂会一无所获？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愣，心中不由得浮现了关于瞎子剑尊剑法如神的传言。少在这里装神弄鬼！周烈愤怒上头，发出一声暴喝，再不迟疑！死瞎子，我要你的命！轰！他手中血屠圣剑猛然当头斩下，血色剑光撕裂长空，化作一道长达100丈的恐怖剑罡，带着足以将山岳都劈成2半的毁灭威能，朝着林峰的头顶悍然落下。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霸道绝伦的血色剑罡在距离林峰额前3尺之地时竟是戛然而止，剑身颤抖，再也无法落下分毫。什么？周烈瞳孔剧烈收缩，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也就在这一瞬间，嗡，刚刚沉寂下去的埋剑山毫无征兆地再次疯狂颤抖了起来。不，那不是颤抖，那是臣服，是朝拜。山谷之中，那数十万柄插在大地之上的宝剑，无论是有主还是无主，无论是尊级还是圣级，此刻都齐齐发出了惊恐的悲鸣。他们的剑身剧烈地嗡鸣着，剑尖不约而同地缓缓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林峰所在的位置。万剑在此刻朝拜，宛若臣子遇君王。这怎么可能？发生了什么？我的剑不听使唤了！天哪！埋剑山的无数古剑竟然在向他臣服！骇然欲绝的惊呼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神话般的一幕，大脑一片空白。就连周烈手中那柄刚刚择主的下品圣器血屠，此刻也剧烈地颤抖着，发出一声哀鸣，竟是想要脱手而出。混账！给我镇定！周烈又惊又怒，拼命催动圣力，才勉强压制住血屠圣剑的异动。但他看向林峰的眼神，已经从怨毒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惊骇与恐惧。你到底获得了什么？林峰没有回答他，他只是缓缓地抬起手，将手中的古朴铁剑朝着那片万剑朝拜的剑海轻轻一抛。铮！一声仿佛从太古洪荒传来的剑鸣，骤然响彻9天10地。那声音古老沧桑，却又带着一股凌驾于万道之上，唯我独尊的无上之威。下一刻，在所有人惊骇到麻木的目光中，以他落剑位置，一股剑意从铁剑中宛若海浪般席卷而开，所有接触到那股剑意的剑纷纷破碎，化作一缕最精纯的剑意。整个埋剑山的大地开始层层皲裂。嗡！一声万剑齐鸣，并非择主，而是哀鸣。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中，林峰手中的那柄古朴长剑傲立于剑海中央，它仿佛化作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一股吞噬天地的恐怖吸力骤然爆发。那是什么？天哪！所有宝剑的剑意好像都在被那柄剑强行剥离吞噬。只见那山谷之中，一道道璀璨夺目的剑意化作了实质性的光流，如百川归海，疯狂地涌入林峰那柄剑中。吭！
失去了剑意，那些原本灵光闪烁的尊级乃至圣级宝兵，竟是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剑身之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裂纹，随即寸寸崩解，化作了漫天齑粉。万剑在朝拜，亦是在毁灭。林峰的剑在汲取了万剑之意后，品质开始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节节攀升剑身之上，古老的纹路不断交织重组，散发出的锋芒让在场所有武尊都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轰隆隆，9天之上，风云倒卷，无尽的雷云以埋剑山为中心疯狂汇聚，一道道粗壮如龙的紫色雷霆在云层中穿梭咆哮，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恐怖天威。气节，这是尊级武器逆到进阶圣器才会引来的气节。雷音圣地的妙元和尚失声惊呼，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武器不同于人类武者，在锻造诞生的时刻就注定了一生品级，尊级武器进阶成圣器，并不代表多出一柄圣器那般简单，其蕴含代表的是此武器拥有了逆天逆道的可怖潜力。惊呼的话音未落，一道紫色雷龙便撕裂苍穹，带着审判万物的威严，朝着那柄正在蜕变的宝剑悍然劈下。然而那宝剑不闪不避，反而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逆势而上，主动迎向了雷龙。轰卡，剑与雷的碰撞爆发出刺目欲盲的光辉，雷龙被一剑斩碎，化作漫天电弧，而那柄剑在雷霆的淬炼下，剑身愈发晶莹剔透，锋芒更盛。在所有人都被这震撼性的一幕惊得失神时，林峰的脑海中以陈丰的记忆画面再次浮现。风儿，为师亲手替你断一柄剑，你想想叫什么名字好呢？邋遢老头一脸慈祥地看着他。小林峰看着那柄剑，认真地思索着。剑开双刃，生而为杀，就叫他夺命。夺命，好一个夺命！哈哈，孩子你记住，这可是一柄绝世的好剑。师傅，那他有多强？取决于你有多强，剑随其主，愈强则强。记忆收回。天空之上，历经9道雷劫的洗礼，那柄剑光滑内敛，缓缓飘落。其剑柄之上，2个古朴的篆字缓缓浮现：夺命。中品圣器，夺命剑。林峰缓缓伸出手，仿佛跨越了万古时空，再次握住了这柄为他而生的剑。嗡的一声，人与剑在这一刻完美共鸣。死瞎子，拿命来！就在此时，周烈那饱含杀意的咆哮声轰然炸响。他再也无法忍受，手中光华一闪，散发着圣威的赤色长剑已然在手，人剑合一，化作一道血色长虹，朝着林峰当头斩下。面对如此雷霆一击，林峰只是抬起眼，仿佛透过紧闭的眼帘看到了那道血红。他手腕一抖，随手一剑迎了上去。正一声清脆到极致的金铁交鸣之声响彻天地。下一刻，在周烈惊恐欲绝的目光中，他引以为傲的下品圣剑竟轰咔一声被夺命剑一剑斩成了漫天碎片。阿弥陀佛，施主杀性太重，当入我佛门，镇压清修。就在周烈心神俱震的刹那，一声佛号突兀地在林峰身后响起。雷音圣地的妙元和尚不知何时竟出现在林峰背后，他脑后佛光大盛，一指点出，指尖金光璀璨，仿佛一根无坚不摧的金刚杵，直取林峰后心要害，好一个道貌岸然的偷袭。林峰却仿佛背后长了眼睛，头也不回，反手就是一剑。嗡，剑光快到极致，后发先至，精准地斩在了妙元和尚那根金刚指上。不好！妙元和尚脸色巨变，他引以为傲堪比圣兵的肉身神通，在接触到夺命剑锋芒的瞬间，竟是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扑哧一声，他那根金光璀璨的手指竟是被这一剑硬生生斩断。嘶！全场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无论是5大圣地的天骄，还是周围的散修，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彻底震惊了。一剑斩碎八荒圣地周烈的圣剑，反手一剑斩断雷音圣地妙元和尚的金刚指，这是何等霸道，何等恐怖的战力！你该死！周烈从圣兵被毁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他猛地一拍胸口，喷出一口精血，融入周身气焰之中。秘法血煞焚山。轰！他的气息瞬间暴涨1倍有余，整个人化作一尊100丈高的血色魔猿虚影，一拳轰出，天地都为之失色。藏星。林峰一剑刺出，一道看似平平无奇，却蕴含着生死轮转、万物终极之意的灰色剑光凶悍席卷而去。扑哧！那100丈高的血色魔猿虚影被直接一剑斩碎。周烈脸上的疯狂与狰狞瞬间被无尽的恐惧所取代。不，这是什么力量？你怎么会如此强大？询问的声音还在回荡，没来得及等到回答，周烈就被突如而来的剑一剑斩去了头颅。堂堂5尊巅峰的天才被直接一剑斩杀。阿弥陀佛，施主好重的杀心！
断了一指的妙元和尚又惊又怒，他双手猛然合十，周身佛光万丈，一尊巨大的菩萨虚影在他身后缓缓凝聚。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八马空。他口诵真言，身后菩萨虚影合十的双掌缓缓摊开，遮天蔽日的金光大手印徐徐镇压而来，仿佛要净化世间一切邪魔。剑起，没有多余的废话，电光火石之间也来不及废话。林峰手中真元力隔空灌入剑中，原本唯有一柄的夺命剑发出一声剑鸣，满天剑意缭绕，3000剑影以之为中心，频频铺开天地。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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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3000剑影频频铺开天地，每一道剑影都散发着森然的锋芒，它们在虚空中嗡鸣震颤，仿佛组成了一座无上剑阵，将妙元和尚以及他身后那尊宝香庄严的菩萨虚影尽数锁定。装神弄鬼！妙元和尚见状，脸上怒意更甚，他自诩佛法高深，肉身强横，岂会怕这等华而不实的剑阵给我镇压？他口诵真言，身后那尊菩萨虚影的金色巨掌携带着净化万物的无上佛光更盛，虚空在这一掌之下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浮现皲裂蔓延。然而林峰只是冷冷地抬起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看穿了漫天佛光，他薄唇轻启，吐出几个冰冷的字眼：斩天第二剑，御极。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手中的夺命剑骤然爆发出万丈神芒。嗡！悬浮于天际的3000剑影仿佛得到了君王的号令，瞬间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剑气洪流，逆势而上，朝着那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掌悍然冲刷而去。轰隆隆，剑之洪流与佛之巨掌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漫天飞剑宛若蝗虫过境，那看似无坚不摧的金色巨掌在3000剑影组成的洪流面前竟被飞速地洞穿破碎。这怎么可能？妙元和尚哇地吐出一口鲜血，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骇与难以置信。他引以为傲的佛门大神通大威天龙掌竟然连片刻都无法抵挡。扑哧扑哧扑哧，剑气洪流摧枯拉朽，在彻底撕碎了金色巨掌之后，去势不减，瞬间便将那尊100丈高的菩萨虚影绞杀成了漫天金光。输了，没想到和尚我堂堂巅峰武尊居然会败在一个瞎子手上，可叹可悲。妙元和尚见剑气洪流已经将他死死锁定，快到让他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心里已经明白今日的结果。就在无尽剑光即将把他彻底吞噬的刹那，他脸上的些许惊恐骤然消失，化作了一片诡异的平静。妙元缓缓闭目，竟是在半空中盘膝而坐，双手合十，宝相庄严。以我之身，立我之愿，佛光普照，邪魔无踪。他口中发出宏大的禅唱，眉心处骤然裂开，一道金光璀璨，蕴含着无上佛法真意的万字佛印，如同一道闪电，无视了空间的距离，瞬间印在了林峰的眉心之上。林峰只感觉眉心一烫，仿佛被蚊子叮了一下，随即那感觉便消失无踪。也就在佛印离体的瞬间，妙元和尚的肉身便被那势不可挡的剑气洪流彻底淹没。一代武尊巅峰雷音圣地的大佛子就此原地寂灭，化作了漫天金色的光点，随风消散。争，3000剑影合而为一，化作夺命剑，发出一声轻鸣，飞回了林峰的手中。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无论是5大圣地的弟子，还是周围的散修，所有人都被这霸道绝伦的一幕惊得魂飞魄散。2大武尊巅峰的强者，八荒圣地的周烈，雷音圣地的妙元，联手围攻，竟在短短片刻之间被这个瞎子尽数斩杀。这是何等恐怖的战力！咕咚，听雪圣地的云台上，那先前还一脸傲然，声称要饶林峰一命的少年柳晨，此刻脸色煞白，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脸颊火辣辣的，有种被人抽了几10个耳光的感觉。也就在众人出神的时刻，遥远的八荒圣地与雷音圣地深处，咔嚓咔嚓，供奉于魂殿最高处的2盏魂灯几乎在同一时间轰然破碎。立二，妙元失职，2声饱含无尽怒火与杀意的咆哮自2大圣地最深处轰然炸响，震得天地都为之颤抖。轰轰，顷刻之间，数10道冤身如海，仿佛能压塌青天的武圣气息毫无保留地冲天而起，化作恐怖的意志撕裂虚空，无数气息瞬间锁定了埋剑山的方向。小畜生，上次让你侥幸逃跑，今日我定要你神魂俱灭，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凡我雷音圣地弟子皆听令，诛杀此魔，不死不休。圣地之怒，天地变色，整个埋剑山上空风云倒卷，空间都开始扭曲，仿佛随时都会有绝世大恐怖降临。感受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听雪圣地的柳如烟、东荒圣地的苏清言，无不脸色煞白，浑身颤抖。武圣，
那是真正站在5大圣地区域顶点的存在，一念可翻江倒海，一怒可伏尸百万。林峰再妖孽，也绝无可能在众多武圣的手下生还，除非那天的神秘妖女还会再现。但其实也不可能，因为大家都不傻，都明白那位神秘的存在固然强大，但对方从杀意冲天到突然逃遁，显然也顾忌着某种存在。咯！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一阵娇媚入骨的轻笑声突兀地响起，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邀月圣地的大圣女阮红烛莲步轻移，身姿摇曳地从云台上走了下来。她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饶有兴致地在林峰身上打转，仿佛完全没有在乎头顶苍穹四面八方贯穿而来的圣威。林峰公子战力惊人，且底牌众多，不知可否给小女子一个机会，做你的盟友呢？她的声音酥媚入骨，仿佛带着一种天然的魔力，让人心神摇曳。林峰眉头微皱，感受着眉心那若有若无的佛印，以及天际越来越近的恐怖圣威。他转身精准地面向阮红烛，声音平静道：你说话能算数，自然我就能做邀月圣地的主。公子只要点头，我邀月圣地有办法助公子在短时间内突破至5尊巅峰，届时以公子入尊便可战胜的可怖战力，此间还有什么好顾虑的？阮红烛掩嘴轻笑，那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万种风情，足以让任何男人心跳加速。他朝着林峰款款走近，一股醉人的幽香也随之飘来。我邀月圣地跟你有共同的敌人，八荒圣地和雷音圣地那群伪君子，欺我邀月圣地已久，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他停在林峰身前3步之遥，吐气如兰，一双美眸仿佛要滴出水来。作为诚意，阮红烛的目光在林峰那张俊朗的脸上扫过，红唇勾起一抹更加玩味的弧度。我可以把自己也给你，咱们以后结为深入的盟友，将来共同灭了2大圣地如何？不得不说，阮红烛开出的条件极具诱惑力。林峰心动了，并非因为那足以让任何男人都血脉奋张的香艳许诺，而是对方口中那句祝公子在短时间内突破至5尊巅峰。阿银陷入半沉睡，状态极差，必然需要海量的天材地宝才能恢复，而他自己在恢复了轮回不灭绝的记忆后，才真正明白这部功法的霸道与恐怖。想要快速提升，所需要的资源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邀月圣地作为5大圣地之一，其底蕴深不可测，对方若能够给予暂时的庇护，那即将来临的危机必然可以解除。林峰明白，虽刚斩杀2大巅峰5尊，可面对即将降临的成群武圣，他依旧如同蝼蚁。实力，唯有绝对的实力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邀月圣地确实是一个不好拒绝的盟友选择，然而林峰并未立刻答应，他只是缓缓转过身，精准地面向东荒圣地所在的云台，那道熟悉的倩影。苏姑娘，他的声音平静却清晰地传入了苏青年的耳中。如果你们东荒圣地愿意合作，并开出同样的条件，合作的机会我可以优先给你们。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林峰竟会放弃邀月圣地伸出的橄榄枝，转而询问东荒圣地。苏青言娇躯一颤，绝美的脸上写满了挣扎与纠结。他看着那道孤傲的白衣身影，心中五味杂陈。略微犹豫，苏青言贝齿紧咬红唇，只见一枚传讯玉符被他捏得咯咯作响。片刻之后，玉符光芒闪烁，一道威严而冷漠的意念传入他的脑海。良久，苏青言的脸色瞬间变得一片煞白，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悸动，声音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林峰，圣主他拒绝了。他顿了顿，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继续说道：圣主还说云瑶已被大眼圣地的人接走培养，他很好，从此以后你我之间，东荒圣地与你之间再无瓜葛，亦非仇敌。话音落下，苏青言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默默地带着东荒圣地的弟子退到了更远的地方，再也不看林峰一眼。再无瓜葛。林峰静静地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风，大眼圣地以血脉闻名，云瑶的血脉是冰凤，其高贵异常，去了那边绝不会有事情的。似乎是看出了林峰的担忧，阿银的声音在脑海中虚弱解释道：那就好，那就好。林峰长出一口气，在心里回答后，嘴角缓缓的露笑，那是一种卸下了某种无形枷锁的释然。他甚至没有再多跟东荒圣地的人说什么，直接转过身，重新面向那身姿妖娆正饶有兴致看着他的阮红烛。我答应你。林峰的声音恢复了古井无波的平静。我不要你的身子，女人只会耽搁天才成长的速度。不过我如何信你？咯。阮红烛笑得花枝乱颤，胸前波涛汹涌，她一步步走来，风情万种。在这种时候，你除了信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她停在林峰面前，吐气如兰，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几乎要贴到林峰的脸上。不要身子。她的声音愈发酥媚入骨，
带着一丝玩味。难道是姐姐的魅力还不够吗？轰轰！就在此时，埋剑山的上空，空间如同破碎的镜面般轰然炸裂，几十道强大气息降临，为首两道恐怖到极致的身影，裹挟着滔天的怒火与杀意，自虚空裂缝中率先一步踏出。一人身穿星辰道袍，周身环绕着血色煞气，正是八荒圣地大长老周无极；另一人身披金色袈裟，脑后佛光却化作了愤怒的黑色火焰，乃是雷音圣地级强的护法圣僧玄苦。两位前辈，好大的脾气呢！一声娇斥响起，阮红烛俏脸含煞，迈开修长美腿走了2步，便挡在了林峰身前。阮红烛，周无极的攻击被挡下，他看着那道妖娆的身影，怒喝道：“你邀月圣队什么意思？是要为了这个小畜生与我八荒圣地与雷音圣地同时开战吗？”阿弥陀佛！玄苦圣僧丹手立于胸前，声音冰冷如刀：“此子入魔，屠我圣地佛子，罪该万死。阮施主，你若执意庇护，休怪我等辣手无情，将你邀月圣地一同净化。”两大武圣杀意凛然，将阮红烛与林峰死死锁定。哥，好大的口气！阮红烛非但没有畏惧，反而掩嘴娇笑起来。两个老不死的，小辈打不过小的，就想联手欺负我一个弱女子吗？他的目光流转，扫过周无极和玄苦，媚眼中闪过一丝不屑道：“妖女阮红烛，我劝你最好是退下。”雷音圣地为首的老僧声如洪钟，怒视着与林峰站在一起的阮红烛：“此魔头杀我圣地佛子，罪该万死。你邀月圣地是要公然与我两大圣地为敌，庇护此魔吗？”面对数位武圣的滔天怒火与质问，阮红烛却只是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仿佛完全没将他们放在眼里。他玉手轻掩红唇，发出一阵娇媚的轻笑：“哥了，几个老东西，火气这么大做什么？”他斜睨着那些武圣，眼神中充满了轻蔑与挑衅：“什么魔头不魔头的，人家林公子现在可是我的盟友，你们想动他，问过我邀月圣地了吗？放肆！”周无极怒发冲冠，圣威化作实质，引得周遭空间都开始扭曲，区区一个后辈也敢在本圣面前叫嚣。今日谁也保不住这个小畜生，连你邀月圣地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是吗？阮红烛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妖异的冷光。就凭你们也配说让我邀月圣地付出代价？真当我邀月圣地无人吗？气氛瞬间剑拔弩张，整个埋剑山已经被数十位武圣的领域彻底封锁，化作了一座绝地牢笼。林峰感受着那足以压他山岳的恐怖圣威，面色却依旧平静。他侧过头，对着身旁吐气如兰的妖娆女子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既然合作，你打算如何带我脱困？”“如何脱困？”阮红烛听到林峰的问话，非但没有半分紧张，反而掩嘴一笑，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弯成了2道诱人的月牙。“哥喽，我的盟友，当然是姐姐，我带你飞了。”他的声音酥媚入骨，仿佛带着电流，让人浑身发麻。话音未落，只见他玉指翻飞，捏出一道玄奥的法印。嗡！一抹璀璨到极致的青色光华自他掌心骤然绽放。那并非是什么杀伐圣兵，而是一柄通体清脆、造型纤细优雅，宛如一根华丽鸟羽的长剑。此剑一出，并未散发出任何锋锐的杀气，反而是发出一声清悦的凤鸣，一股灵动飘逸的气息瞬间扩散开来。上来！阮红烛一声娇斥，那柄名为飞鸟的圣剑瞬间光芒大作，竟在眨眼之间从一柄3尺清风幻化成了一只一展超过10丈、通体由青色光羽构成的神骏飞鸟。他玉足一点，身形飘然落在飞鸟的背上，随即玉臂一伸，不由分说地将林峰一把拉了上来。柔软温香的娇躯瞬间紧紧贴在了林峰的后背上，他吐气如兰，在他耳边喝着热气，声音带着一丝调侃的魅惑：“报警了，小弟弟，姐姐要加速喽！”啾！一声高亢的鸣叫响彻云霄，那青色飞鸟双翼一震，瞬间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青色流光，无视了那层层叠叠的圣威领域，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朝着天际悍然冲去。什么？是邀月圣地的挪移圣器？飞鸟怎会在他身上？这女人有古怪！杀！周无极与玄苦圣僧脸色同时一变，显然是认出了这件圣器的来历。想走，留下命来！周无极怒吼一声，圣威滔天，一只遮天蔽日的血色大手印裹挟着碾碎虚空的恐怖威能，朝着那道青色流光狠狠拍下。阿弥陀佛，妖女休走！玄苦圣僧意识出手，一串乌金佛珠脱手飞出，迎风暴涨，化作18颗如同山岳般的巨大星辰，组成一座佛门大阵，封锁了前方的整片虚空。轰隆隆！一时间，数十位武圣同时出手，各种毁天灭地的攻击化作了一场绚烂而致命的能量风暴，铺天盖地般朝着那渺小的青色飞鸟席卷而去。一群老不死的，就这点本事也想留下你小娘？
阮红烛的声音从流光中传出，充满了不屑与挑衅。只见那青色飞鸟在他的驾驭之下，仿佛一道穿梭于时空缝隙的幽灵，在枪林弹雨般的攻击中划出一道道不可思议的诡异步伐，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一道道致命的攻击。然而武圣的攻击何其恐怖，即便只是余波也震得青色飞鸟光芒闪烁，阮红烛的俏脸也肉眼可见地苍白了一分。妖女在本圣面前还想逃出升天，痴人说梦。就在此时，周无极的身影鬼魅般地出现在了青色流光的前方，他满脸狞笑，圣威毫无保留地爆发，一拳轰出八荒血龙拳。轰！一条由精纯胜利与滔天煞气凝聚而成的百丈血龙咆哮着撕裂长空，彻底封死了林峰二人所有的退路。这一拳快到了极致，也霸道到了极致。不好！阮红烛银牙紧咬，拼命运转全身灵力灌入飞鸟剑中，试图强行转向。然而就在那毁天灭地的血龙即将吞噬他们的瞬间，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峰动了。他稳稳地站在剧烈颠簸的鸟背上，身形不动如山，那张紧闭双眼的面庞精准地转向了周无极的方向。聒噪！冰冷的2个字吐出。林峰手腕一抖，手中那柄刚刚晋升圣器的夺命剑自下而上，随意的一剑撩出。藏星！剑光如星河倾泻，带着湮灭万物之威轰然斩出。噗嗤！那道不可一世的百丈血龙在接触到灰色剑气的瞬间，竟被暴力从头到尾一分为二，轰然爆碎成漫天血光。而那道灰色剑气在斩碎了血龙之后去势不减，如同一道跨越了空间的死亡射线，瞬间出现在周无极的面前。什么鬼东西？周无极瞳孔骤然收缩，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致命危机感让他浑身汗毛倒竖。他想躲，却发现那道剑气已经锁死了他所有的气机。仓促之间，他只能将胜利凝聚于身前，形成一道临时的血色护盾。咔嚓！然而那看似坚不可摧的胜利护盾在灰色剑气面前却脆弱得如同薄冰，应声而碎。噗嗤一声，一道血线在周无极那张狰狞的老脸上飙射而出，他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一缕染血的头发缓缓飘落，一道从他额角一直延伸到下巴的细微血痕缓缓浮现，一滴滴蕴含着磅礴能量的圣血顺着伤口滴落下来。更让他惊骇的是，一股死寂冰冷的剑意正顺着伤口疯狂地侵入他的体内，磨灭着他的生机啊！短暂的死寂之后，周无极爆发出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咆哮，声音中充满了无尽的屈辱与疯狂的杀意。小畜生，你敢伤我？你竟敢伤到本圣！他堂堂八荒圣地大长老，一位成名1000年的武圣强者，竟然被一个武尊境的瞎眼小辈一剑破防，当众挂彩。伤害固然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在场的所有武圣，包括玄苦在内，全都看傻了眼，纷纷倒吸一口凉气。一个武尊越级伤到了老牌顶尖武圣，这简直是颠覆了众人万古以来的武道常识。哥哥干得漂亮，我的小盟友！阮红烛的美眸中异彩连连，趁着所有人失神的瞬间，驾驭着青色飞鸟，化作一道流光，从周无极身旁一闪而过，彻底冲出了包围圈，向着远方天际亡命飞遁。追，给本圣追！今日若不将此子挫骨扬灰，我周无极誓不为人！身后传来了周无极气急败坏、响彻天地的怒吼。青色飞鸟之上，阮红烛的娇躯忽然微微一颤，嘴角溢出了一丝嫣红的血迹，脸色愈发苍白。该死！强行催动飞鸟剑，又硬抗了那些老不死的几道攻击余波，真元力透支的太厉害了。他身形一晃，柔软的娇躯无力的向后倒去，正好靠在了林峰的怀里，声音变得虚弱而又充满了别样的魅惑。林峰弟弟，姐姐好像有点撑不住了呢，他们的气息已经死死锁定了我们，好像是逃不掉的，接下来该怎么办呀？温香软玉入怀，鼻尖传来一阵混合着血腥与幽兰的奇异体香。阮红烛那娇媚入骨的身体，此刻却如同一块烙铁，紧紧地贴在林峰的后背，隔着衣衫都能感受到那惊心动魄的柔软与惊人弹性。换做任何一个男人，此刻恐怕都已心猿意马，乱了方寸。然而林峰只是眉头微皱，感受着身后那看似无力，实则暗含一丝紧绷的娇躯，声音冰冷地吐出几个字：别装了，没空陪你玩。他毫不怜香惜玉地将怀中的妖女往旁边推了推，语气没有丝毫波澜：你若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倒下的就该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而不是一个还有力气说骚话的女人。阮红烛娇躯一僵，随即咯咯地娇笑起来，笑声却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虚弱与喘息。她顺势直起身子，媚眼如丝地嗔了林峰一眼，风情万种道：林峰弟弟，你可真是不解风情，姐姐我受了这么重的伤，稍微依靠一下都不行吗？有时间调戏男人，不如说说你的后手。林峰转过头，
那紧闭的双眼仿佛能洞穿人心，那些老家伙的气息如枯骨之躯。这只鸟的速度正在变慢，不出10息，我们就会被追上。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阮红烛悠悠一叹，脸上的媚色收敛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后手自然是有的，不过代价有点大。林峰弟弟，你可要坐稳了。话音未落，他猛地一咬舌尖，喷出一口嫣红的本命精血，融入了脚下的青色飞鸟之中。秘法月影天魔盾。嗡！得到精血加持的青色飞鸟发出一声哀鸣，随即整个鸟身轰然炸开，化作亿万道青色光羽，每一片光羽都折射出阮红烛与林峰的身影，朝着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般爆射而去。一瞬间，成千上万个他们同时出现在天际的各个角落。该死，是邀月圣地的幻身秘术。后方正急速追击的周无极等人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得措手不及，神念扫过，竟发现每一个幻身都带着一丝真实的气息，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分辨真伪。分头追，就算将这片天地翻过来，也要把他们给本圣揪出来。周无极发出愤怒的咆哮，率先朝着一个方向追去。而此刻，真正的林峰与阮红烛却被一道极其暗淡的光华包裹着，以一种近乎瞬移的速度，朝着与所有幻身都截然相反的方向撕裂虚空，亡命飞遁。噗！施展完秘术的阮红烛再也支撑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脸色瞬间苍白如纸，气息萎靡到了极点。这次是真的不行了。他娇躯一软，再次无力地倒在了林峰的怀里。这一次是真的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林峰没有再推开他，只是伸出一只手扶住了他柔软的腰肢，同时将一股精纯的真元渡入他的体内，帮其稳住伤势。我们要去哪？林峰沉声问道。去我邀月圣地的禁地万月谷。阮红烛的声音细若蚊蝇，只有那里才能彻底隔绝那些老不死的追踪，也只有那里才有能让我们翻盘的东西。在阮红烛的指引下，那道暗淡的月华在天际划过一道隐秘的轨迹，穿过层层云海，最终一头扎进了一片被无尽黑雾笼罩的巨大山谷之中。轰！两人重重地摔落在地，那道护身的月华也彻底消散。林峰第一时间站起身，警惕地环顾四周，这里便是万月谷，邀月圣地的禁地。谷内死寂一片，没有丝毫生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冷诡谲的气息。最奇特的是，明明是白天，谷内却昏暗如夜，唯有地面上一些散发着清冷光辉的奇特矿石提供了微弱的照明。嗨！阮红烛挣扎着站起身，靠在一块巨石上，指着山谷的最深处，急促地说道：快，就在前面，只要能拿到先祖精血，我便能恢复实力，届时才能给你拖延出成长时间。林峰扶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山谷深处走去，越往里走，空气中那股诡异的气息就越发浓郁，但与此同时，一股截然相反，至刚至阳，惶惶如天威的恐怖气息也渐渐从前方传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在这里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很快，两人便来到了山谷的尽头。眼前的一幕让林峰的瞳孔也不禁微微一缩。只见山谷的中央竟是一个方圆100丈的雷池，池中没有水，而是充满了粘稠如液态的蓝色雷霆。这些雷霆不断的翻涌跳跃，发出噼啪的爆响，每一道电弧都蕴含着足以轻易撕碎武尊的恐怖力量。而在雷池的正中央，赫然悬浮着一滴拳头大小、嫣红如血钻、散发着无尽妖异气息的血液。这滴血仿佛拥有生命一般，在不断的跳动着，每一次跳动都散发出让林峰都感到心悸的恐怖威能。然而，无数道粗壮的蓝色雷霆化作了一道道秩序神链，将这滴妖血死死地捆缚，镇压在雷池中央，让他无法脱困。太清正雷，邀月先祖精血。阮红烛看着眼前这一幕，美眸中充满了激动与渴望。我邀月圣地一位先祖曾妄图吞噬这道天地初开时诞生的太清正雷，结果反被镇压，一身精血精华尽数被困于此。他看向林峰，喘息着解释道：这太清正雷至刚至阳，天生克制我邀月圣地的功法，历代圣主都想取回精血，却都无功而返，但今日我们必须试一试。说罢，他不顾虚弱的身体，双手猛然结印，天妖化月，银血归元。嗡！阮红烛的眉心浮现出一道妖异的弯月印记，他整个人散发出一股纯粹的太阴之力，化作一只无形的大手，朝着雷池中央的那滴妖血遥遥抓去。他想利用血脉之间的共鸣，将那滴先祖精血强行引渡出来。然而，就在他的力量即将触碰到那滴妖血的瞬间，轰隆！整个雷池瞬间暴动，仿佛沉睡的君王被蝼蚁所触怒。那道太清正雷暴发出毁天灭地的恐怖天威，一道比之前任何雷霆都要粗壮100倍的蓝色雷龙，咆哮着从雷池中冲天而起，没有丝毫犹豫，朝着阮红烛悍然劈下。不好！阮红烛脸色巨变，
他能感觉到，在这一道雷龙面前，自己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他想躲，却发现全身的气机都被那黄黄天威死死锁定，根本动弹不得。死亡的阴影瞬间将他笼罩。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林峰动了，他一把将阮红竹拉到身后，自己则往前踏出一步，挡在了那道恐怖的雷龙面前。就在那雷龙出现的刹那，他眉心处那个被妙元和尚临死前种下的万字佛印，竟是骤然一烫，自行浮现而出，散发出了一圈柔和而庄严的金色佛光后，那本是狂暴无比，欲要毁灭一切的蓝色雷龙，在看到林峰眉心的佛印之后，竟是猛地一个急刹，停在了半空中。他那双由雷霆构成的龙目死死地盯着那个万字佛印，狂暴的气息竟是缓缓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于好奇与亲近的情绪。下一刻，在阮红竹见了鬼一般的惊骇目光中，那条体型庞大的蓝色雷龙竟是缓缓缩小，化作一条小蛇般的蓝色电弧，小心翼翼地朝着林峰的眉心探了过去。匪夷所思的一幕让不远处的阮红竹那双本已暗淡的桃花美眸瞬间瞪得滚圆，她红唇微张，俏脸之上写满了颠覆认知的惊骇与茫然。那是什么？那是太清正雷，是天地间至刚至阳，毁灭万物的本源雷霆之一，是困锁了他邀月圣地先祖精血数千年，让历代圣主都束手无策，触之即死的恐怖存在。可现在，这道毁灭雷霆在这瞎子面前，竟温顺的像一只讨好主人的小猫。这怎么可能？你太让姐姐受惊了。阮红竹喃喃自语，感觉自己多年来的认知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化作了齑粉。也就在他失神的刹那，那条小蛇般的蓝色电弧已经轻易地触碰到了林峰眉心处的万字佛印。在触碰到佛印的瞬间，竟是发出一声欢快的清鸣，随即化作一道最纯粹的雷霆本源，顺着佛印径直钻入了林峰的眉心祖窍之中。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剧痛瞬间席卷了林峰的四肢百骸，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轰隆隆，林峰的体内传出了江河奔涌、雷霆咆哮的恐怖巨响。他浑身上下的每一条经脉、每一寸骨骼、每一个细胞都在这股至刚至阳的狂暴能量下被疯狂地撑爆、撕裂，而后又被一股奇异的力量强行重组。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痕，金色的圣血从中渗出，瞬间又被狂暴的蓝色电弧蒸发，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尊即将破碎的瓷器，随时都会彻底崩毁。林峰小弟弟，阮红竹见状花容失色，惊呼出声。他想上前，却被那股从林峰体内溢散出的恐怖雷威逼得连连后退，根本无法靠近。轮回不灭绝，给我练！就在身体即将崩溃的边缘，林峰心中发出一声怒吼。那沉积于丹田气海深处的灰色磨盘骤然开始疯狂旋转，一股霸道绝伦，仿佛能吞噬同化世间万物的恐怖吸力自磨盘中爆发。那道在他体内横冲直撞，机遇将他撑爆的太清正雷，仿佛遇到了天敌一般，竟被那股吸力强行拉扯着，源源不断地涌入灰色磨盘之中。灰色磨盘每转动一圈，便有一部分雷霆本源被碾碎提纯，化作最精纯的能量，反哺回林峰的四肢百骸，修复着他那濒临破碎的肉身。而那道万字佛印此刻也大放光华，散发出的柔和佛光如同一剂镇定剂，不断安抚着太清正雷的暴力之气，让林峰炼化的过程变得顺畅了数倍。此消彼长之下，林峰的气息非但没有因为肉身的重创而衰弱，反而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节节攀升。轰卡！伴随着体内传来的一声清脆的壁垒破碎声，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气势自林峰体内轰然爆发。修为顺利来到5尊后期，在太清正雷这等天地奇物的帮助下，他竟是直接跨越了漫长的积累过程，一举突破到了5尊后期。而且这还不是结束，随着太清正雷被彻底炼化，一道道蓝色的雷霆符文开始在他的骨骼经脉之上缓缓浮现，与他彻底融为一体。自此他已然掌握了这世间最顶尖的雷霆之力。呼！林峰长长地吐出一口带着雷霆电光的浊气，举手投足之间仿佛都有雷霆相随。这就突破了。阮红竹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美眸中的震撼已经无以复加。别人苦修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都难以寸进的境界，他倒好，被雷劈了一下，直接就从中期蹦到了后期。这还是人吗？这简直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怪物。也就在此时，随着镇压之力太清正雷的消失，雷池中央那滴被困了数千年的邀月先祖精血骤然爆发出璀璨的血光，发出一声欢快的嗡鸣，似乎即将破空而去。好机会！阮红竹美眸一亮，顾不得震惊，强行压下体内的伤势，猛地喷出一口精血，再次施展秘法。以我之名，血脉归元。来！他朝着那滴精血遥遥一指，这一次再无阻碍。那滴拳头大小的妖异精血化作一道血色流光，
瞬间没入了阮红烛的眉心。轰！一股磅礴浩瀚的血气之力瞬间在阮红烛体内炸开，她那本已苍白如纸的俏脸迅速恢复了红润，萎靡的气息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虽然远未达到巅峰，但至少恢复了5、6成的战力。咱们走。来不及多说，阮红烛一把抓住还在稳固境界的林峰的手腕，玉手一翻，一枚刻着繁复花纹的银色月牙令牌出现在掌心。他将灵力注入其中，令牌瞬间光华大作，一道银色的空间门户骤然在两人面前撕裂开来。想走？也就在门户出现的瞬间，万月谷的上空空间轰然破碎。周无极那张因为暴怒而扭曲的老脸第一个从中探出。当他看到谷内安然无恙的两人以及那消失的雷池时，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更加疯狂的怒火。狗男女休想逃！他一掌拍出，甚威浩荡，一只血色大手印遮天蔽日，朝着那即将闭合的空间门户狠狠印下。然而终究是晚了一步，在血色手印落下的前一刹那，阮红烛已经拉着林峰一头扎进了空间门户之中。轰隆！恐怖的掌印将整个万月谷都拍得地动山摇，夷为平地，却终究没能留下两人。煞！将妖月圣地一同除名。周无极看着那缓缓愈合的空间裂缝，气得仰天咆哮，声震九霄。与此同时，妖月圣地最核心的圣主寝宫揽月殿前，银光一闪，林峰与阮红烛的身影踉跄着浮现。噗！强行开启圣地挪移阵法，让本就元气大伤的阮红烛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娇躯摇摇欲坠。林峰反手扶住了他柔软的腰肢，沉声道：“到安全地方了。”阮红烛靠在他怀里，虚弱的点了点头，随即挣扎着直起身，玉手飞快的结印，朝着虚空一点。嗡！顷刻之间，整个妖月圣地升起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银色光幕，光幕之上亿万星辰流转，一轮皎洁的弯月高悬，散发出镇压万古的恐怖气息。圣地护山大阵万星揽月阵开启。也就在大阵开启的瞬间，妖月圣地之外的天穹被一股股狂暴的力量粗暴地撕裂开来。周无极、玄苦等数十位武圣的身影带着滔天怒火降临于此。妖月17，今日交出阮红烛跟那个瞎子，可保你圣地平安，否则老夫踏平此处。周无极的怒吼声隔着大阵依旧清晰可闻。然而阮红烛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们一眼，便不再理会。他转过身，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林峰，那张本该虚弱的俏脸上却缓缓勾起了一抹令人心惊肉跳的魅惑笑意。林峰弟弟，你知道我是谁吗？林峰眉头微皱，没有说话。咯，阮红烛娇笑着，莲步轻移，一步步将林峰逼到了揽月殿的殿门前，后背轻轻抵在了冰冷的门扉上。他伸出纤纤玉指，轻轻划过林峰的胸膛，吐气如兰。阮红烛是我的本名，但踏入武圣之后，他们都叫我妖月17。妖月17，妖月圣地的第17位圣主，每一代圣主都会舍弃本名，继承圣地称号。他竟然就是妖月圣地真正的主人。现在来不及多解释，外有强敌环伺，我身受重伤，圣地大阵最多只能支撑3天。阮红烛的身体几乎完全贴在了林峰的身上，那惊人的柔软与滚烫的温度透过衣衫清晰地传递而来。他抬起头，那双仿佛能滴出水来的美眸近在咫尺地凝视着林峰，声音愈发酥媚入骨，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决绝。林峰弟弟，我帮你挡住外面的老狗们，你也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不等林峰回答，他那柔弱无骨的玉手已经搭在了自己腰间的丝带上，随着他指尖轻轻一挑，那件华美的宫装竟是唰的一声应声滑落。我乃玄阴道体，你体质不凡，我能感觉到那股气息对你也有好处，足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冲上武尊巅峰。他赤诚的娇躯在殿前清冷的月光下泛着象牙般诱人的光泽，完美的好似上天最杰出的艺术品。他缓缓闭上眼，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再次睁开时，眼中已是水雾迷蒙，一片决然。来吧，我的盟友，今夜之后，你我生死与共。月华如水，透过揽月殿的琉璃瓦，洒在殿前的白玉阶上，也洒在那一具完美无瑕的绝美娇躯之上。空气中弥漫着阮红烛身上独有的幽兰体香，她的娇躯滚烫，紧紧地贴在林峰的身上，那惊心动魄的曲线隔着薄薄的衣衫，毫无保留地传递而来，仿佛要将人的灵魂都吸进去。揽月殿前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殿外那一声声惊天动地的轰鸣与妖月圣地长老们焦急的呼喊，在不断提醒着两人此刻正身处于何等危急的境地。然而面对这足以让圣人道心失守的绝色诱惑，林峰那俊朗的面庞却依旧平静如古井无波。他没有推开，也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一尊没有感情的石雕。他的沉默让阮红烛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焦躁。他吐气如兰，
温热的气息拂过林峰的耳廓，声音愈发酥媚入骨。林峰弟弟，怎么不说话？是姐姐还不够美吗？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纤纤玉指，带着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轻轻点在林峰的胸膛，缓缓向下滑去。指尖所过之处，仿佛点燃了一串串细密的电流，让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站立。我的玄阴道体是世间最顶级的双修炉鼎之一，能洗涤你的真元，淬炼你的神魂。而你的体质很特殊，姐姐能感觉到那股霸道绝伦的气息对我恢复突破落下的暗示有着天大的好处。她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的蛊惑，身体贴得更紧，那丰盈的柔软几乎要将林峰彻底包裹。我们是天作之合，我助你1日之内冲上5尊巅峰，你助我恢复圣境修为，届时你我联手，何惧外面那群老狗？信我一次，姐姐不会害你。她缓缓抬起头，那张颠倒众生的绝美俏脸近在咫尺，长长的睫毛颤抖着，红润的香唇微微开启，就要朝着林峰的嘴唇印去。就在这香艳到极致、暧昧到顶点的一刻，林峰终于动了。他没有做任何过激的动作，只是微微侧过头，避开了那即将落下的香吻，嘴角勾起了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他那平静无波的声音缓缓响起，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殿前。你这属于是给瞎子抛媚眼了。一句话如同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现场所有旖旎的气氛。阮红竹的身体猛地一僵，他那即将吻下去的动作也硬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中，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眨了眨那双水雾迷蒙的桃花眼，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随即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俏脸上的媚色与决绝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哭笑不得的愕然。啊！他呆呆地看着林峰那张紧闭双眼的脸，喃喃道：还真是给瞎子抛媚眼。轰隆隆！就在此时，邀月圣地之外传来了更加狂暴的轰鸣。只见圣地上空那巨大的万星揽月阵光幕，在数十位武圣不计代价的疯狂攻击下，剧烈的颤抖起来，光幕之上的星辰都开始变得明灭不定。邀月17，你再不将两人交出，休怪我等将你邀月圣地满门屠尽。周无极那充满无尽杀意的咆哮穿透了阵法，响彻在圣地的每一个角落。阿弥陀佛，邀月施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交出那杀我佛门护法的魔头，贫僧可做主，保你圣地传承不灭。玄苦圣僧的声音也随之响起，看似慈悲，实则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压。与此同时，揽月殿之外也传来了一阵阵更加激烈的争吵与哭喊。圣主，求您出关主持大局啊！一道苍老而坚定的女子声音响起，正是邀月圣地的大长老秦月霜。圣地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我等愿与圣主一同死战，誓死捍卫圣地尊严。死战？拿什么死战？另一道阴柔的男子声音立刻反驳道：此人乃是二长老柳寻风。秦月霜，你疯了不成？外面是2大圣地倾巢出动，数十位上百位武圣，我们拿什么去拼？难道要让圣地数万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吗？柳寻风，你这贪生怕死之辈，圣主被辱，圣地被围，你不思如何御敌，反而在此动摇军心，该当何罪？我这是为圣地着想，只要我们交出那2个人，平息了八荒圣地和雷音圣地的怒火，圣地便可保全。圣主，您快下令吧，再晚就来不及了。长老们的争论，弟子们的哭喊，敌人的咆哮，阵法濒临破碎的哀鸣，种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化作一股沉重如山岳的压力，压在了揽月殿前那具赤裸的娇躯之上。阮红竹娇躯微微一颤，脸上的愕然与荒谬终于被无尽的疲惫与绝望所取代。她悠悠一叹，默默地弯腰捡起了滑落在脚边的宫装，重新披在了身上，遮住了那片足以令世间疯狂的春光。虽然衣衫只是随意的披着，依旧露出了大片雪白的香肩与精致的锁骨，但此刻的她却再也没有了半分魅惑之意，只剩下身为一教之主的沉重与无奈。她靠在冰冷的殿门上，那双曾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此刻却写满了挣扎与苦涩。林峰弟弟，姐姐知道你心中定然有喜欢的人，不屑于行此等不明所以的苟且之事。她的声音不再苏媚，而是带着一丝沙哑与自嘲。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万星揽月阵最多还能支撑1天，一旦大阵被破，他们冲进来，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我本突破失败，留下不可磨灭的道伤，刚刚才得到先祖精血，伤势虽有恢复，但一身实力实不存武，根本无法与周无极那等老牌武圣抗衡。甚至不说，一旦我身受到伤，阮红竹就是邀月17的讯息暴露，恐怕邀月圣地内部就得先乱起来。他转过头，那双美丽的眸子定定地看着林峰，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这样吧，邀月深吸一口气，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银牙轻咬红唇，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来做那个坏人，抱歉了弟弟，你忍一下，你忍一下。
阮红竹那带着决绝与颤抖的声音在林峰耳边响起。话音未落，不等林峰做出任何反应，一双冰凉而柔软的红唇便已然精准地印在了他的唇上。轰！呼吸温热交换，两股力量刹那涌荡，阴与阳，生与死交织不断。在揽月殿外漫天炮火与喊杀声中，两人仿佛化作了一幅完美的太极图，形成了一个玄奥的能量循环。很快，林峰的气息在玄阴本源的洗涤与灌注下疯狂地向上攀升，朝着那道最后的壁垒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而阮红竹也在那股霸道的至阳能量滋养下，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萎靡的气息节节攀升。虽然距离巅峰实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那股属于武圣的威压却已然重新变得厚重而凝实。轰卡！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林峰体内传来一声仿佛天堑崩塌的巨响，一股远超之前数倍的恐怖气势，如同苏醒的太古凶兽，自他体内轰然爆发。武尊巅峰，那道能困住无数天骄一生的瓶颈，在玄阴道体与轮回不灭绝的双重夹击之下，被他摧枯拉朽般一举冲破。一时间，整个妖月圣地上空风云变色，无尽的灵气化作肉眼可见的漩涡，朝着揽月殿疯狂汇聚而来。呼！良久，唇分。阮红竹俏脸绯红，媚眼如丝，气息依旧有些紊乱，但那双桃花眼中却已然恢复了摄人心魄的神采。半个小时后，他靠在林峰怀里，感受着他体内那如渊似海般的恐怖力量，美眸中异彩连连。姐姐，这次可是把家底都给你了，你可不能负我。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慵懒与魅惑。我需要立刻闭关，稳固道基，彻底炼化先祖精血与你这股霸道的力量。外面的事。阮红竹喘息着，将一枚通体银白、雕刻着弯月图案的令牌塞进了林峰的手中。这是我的圣主令，持此令，若我亲临外面，只能暂时交给你稳住局面了。准备好迎接战斗，我争取尽快。说罢，他再也支撑不住，身形一晃，推开殿门，闪身进入了揽月殿深处，殿门随之轰然关闭。林峰握着那枚尚有余温的令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缓缓转过身。他整理了一下略显凌乱的衣衫，那紧闭双眼的面庞重新恢复了古井无波的冷漠。一步踏出，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妖月圣地议事大殿，此刻殿内早已乱作一团，以大长老秦月霜为首的主战派和以二长老柳寻风为首的主和派正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当场动手。柳寻风，你这软骨头，圣地都被人堵着门羞辱，你还想着教人求和？我妖月圣地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秦月霜手持长剑，满脸怒容，你休要血口喷人。柳寻风则是一副阴柔的文士打扮，他摇着折扇，冷笑道：我也是为圣地数十万弟子着想，为了区区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就要让我圣地数万年的基业陪葬吗？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就在秦月霜气得说不出话来时，一道冰冷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大殿门口响起：圣主正在修炼的最后时刻，由我代圣主命令前来主持大局。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瞎眼青年正静静地站在殿门之外，身上散发出的恐怖威压竟让在场所有武尊长老都感到一阵心悸。你就是阮圣女带回来的那个瞎子？秦月霜和柳寻风同时惊呼出声，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来得正好，柳寻风最先反应过来，他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与怨毒，厉声喝道：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靠着出卖色相蛊惑大圣女的男宠，也敢在此大放厥词，暂代圣主之权。此言一出，大殿内顿时一片哗然，不少长老都露出了鄙夷和怀疑的神色。林峰没有理会他，只是将手中的银色令牌随手抛给了大长老秦月霜。圣主令。秦月霜接过令牌，感受到上面那股熟悉的气息，顿时神情一肃，朝着林峰恭敬的躬身一礼。没错，东西没错，是圣主令。众多长老立马便有眼尖的认了出来，忍不住惊呼出声。是又如何？柳寻风脸色一变，随即变得更加阴沉，他森然一笑，说道：好一个代圣主，我倒要看看你这小白脸打算如何主持大局？难道是想带着我们出去送死吗？林峰终于将头转向了他，那张紧闭眼睛的面庞却仿佛有两道利剑，刺得柳寻风心头一寒。传圣主命令。林峰的声音冰冷而不容置疑，所有弟子长老各就各位，列阵准备迎战。迎战，简单的两个字却充满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疯了，简直是疯了。柳寻风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指着林峰狂笑道：就凭这摇摇欲坠的破阵，去跟两大圣地的武圣主战，你这是要拉着整个妖月圣地给你陪葬？他猛地收起笑容，眼中杀机毕露。我绝不同意，此人妖言惑众，意图毁我圣地基业。诸位长老，
随我一同拿下此寮，再将他交出去，平息两大圣地的怒火。说罢，他根本不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武圣中期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小子，既然大圣女跟圣主都被你蒙蔽，那就让本长老来替圣地清理门户。呼哧一声，柳寻风身形一闪，鬼魅般的出现在林峰面前，他脸上挂着残忍而自得的冷笑，一掌拍出。黑煞斧星掌，一只由精纯圣力与剧毒煞气凝聚而成的漆黑掌印，带着足以腐蚀万物的恐怖威能，朝着林峰的胸膛狠狠印下。他自信这一掌下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白脸必然会化作一滩脓血。然而面对这雷霆万钧的一击，林峰却连动都未动一下，他只是站在原地，嘴角勾起了一抹极度轻蔑的冷笑。太乙金钟罩，咚！一声仿佛来自亘古洪荒的悠远钟鸣，骤然响彻整个大殿。只见一道巨大的凝如实质的金色钟影瞬间在林峰周身浮现，钟身之上无数玄奥繁复的道家符文流转不休，散发出万法不侵、金刚不坏的恐怖气息。轰隆！柳寻风那志在必得的黑煞斧星掌结结实实地轰在了金色巨钟之上。想象中血肉横飞的场面并未出现，那足以轻易拍碎一座山岳的漆黑掌印，在接触到金钟的时候竟被硬扛住，荡开的能量波动宛若海浪铺开。金色巨钟自始至终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晃动，整个大殿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仿佛看到了神迹。柳寻风那只拍出的手掌还将在半空中，他脸上的狞笑彻底凝固，取而代之的是见了鬼一般的惊骇与茫然。怎么可能？他本能的骇然，喃喃自语：好强的防御。铿锵！林峰没有回答，就在对方愣神的瞬间，他已经悍然出剑。铿锵！一声清越到极致，仿佛能斩断一切的剑鸣骤然响彻长空。在柳寻风那惊骇欲绝的目光中，林峰悍然出剑，斩天第一剑，破晓。刹那间，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璀璨剑光自夺命剑的剑尖迸发而出。那并非是单纯的光，而是一种仿佛能撕裂永夜，带来黎明曙光的破灭法则。剑光所过之处，空间寸寸湮灭，万物尽皆失色。不好！柳寻风亡魂皆冒，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致命危机感让他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武尊巅峰的小辈怎么可能斩出如此恐怖，甚至让他感到绝望的一剑。仓促之间，他疯狂催动全身圣力，在身前布下了层层叠叠的剧毒护盾，同时身形暴退，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噗嗤！破晓剑光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般撕碎了他所有的防御。那看似坚不可摧的胜利护盾，在剑光面前竟然被一斩击碎。啊！柳寻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如遭雷击，倒飞而出，狠狠地撞在了大殿的梁柱之上，将那根需要数人合抱的巨柱撞得皲裂开来。他踉跄落地，胸前浮现一道剑痕，鲜血溢出染红衣上，有丝丝缕缕的破灭剑意正在疯狂地侵蚀着他的生机，阻止着伤口的愈合。一剑，仅仅一剑，邀月圣地堂堂二长老，一位成名已久的武圣中期强者，便被一个武尊巅峰的瞎眼青年当众斩断一臂。嘶！整个议事大殿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唯有道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所有长老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脸上写满了颠覆三观的震撼与恐惧。你竟然敢伤我！柳寻风看着林峰的眼神再无半点轻蔑与自得，只剩下无尽的怨毒与疯狂。他今日当着所有长老的面被一个他口中的小白脸男宠一剑斩伤，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我要你死，臭瞎子，老夫要你死！柳寻风彻底疯狂了，他仰天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残存的胜利毫无保留的爆发。轰！一股浩瀚无垠的水系法则之力自他体内冲天而起，在他的身后，一片广阔无垠的碧色海洋骤然浮现，海浪滔天，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一股足以淹没万物、惊骇众生的恐怖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大殿。法相，碧海潮生！小畜生，给本圣死来！柳寻风面目狰狞，猛地一指林峰，他身后的碧海法相随之而动，卷起一道高达100丈的滔天巨浪，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威能，朝着林峰当头拍下。这一击，他已然拼命，誓要将林峰连同整个议事大殿一同化为齑粉。面对这足以让寻常武圣都为之色变的一击，林峰的脸上却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冷漠。他只是缓缓抬起头，仿佛在看着那片压顶而来的碧海。法相，我好像也有。吼！一声霸道绝伦，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龙吟，骤然自林峰的身后炸响。下一刻，一尊通体由璀璨金光凝聚而成，身长超过100丈，威严到极致的五爪金龙法相破体而出，盘踞于林峰身后。
龙首昂起，金色的龙目睥睨天下，散发出的黄道龙威，竟是硬生生的将那碧海潮生的腐蚀气息压制了下去。金龙法相，五爪金龙，无敌之姿。有长老失声惊呼，话未说完，便被眼前更加震撼的一幕惊得瞠目结舌。只见那尊金龙法相在林峰的意念催动下，猛然咆哮一声，龙尾一摆，竟是主动迎着那滔天巨浪悍然冲了上去。轰隆隆，金龙与碧海在半空中轰然相撞，整个邀月圣地都为之剧烈一震。恐怖的能量风暴在大殿内疯狂肆虐，若非有圣地阵法守护，仅此一击便足以将方圆百里化为废墟。然而就在柳寻风准备不计代价与林峰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候，一道清冷慵懒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的声音悠悠地自殿外传来：二长老，你好大的威风啊！话音未落，一道清冷的月华无声无息地划破虚空，瞬间出现在柳寻风的身后。噗嗤，柳寻风身躯猛地一震，他那本就狂暴的碧海法相竟是如同被戳破的气球一般，发出一声哀鸣，轰然爆碎，化作漫天光点。他本人更是狂喷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他难以置信地缓缓转过头，看向店门口那道不知何时出现的绝美身影。阮红烛，或者说容貌卸下伪装，恢复更妖艳成熟的邀月时期，正斜倚在门框上，俏脸上带着一抹慵懒的笑意，只是那双桃花眼中却是一片刺骨的冰寒。圣主！柳寻风看到他的瞬间，瞳孔骤然收缩，脸上血色尽退，声音都开始颤抖起来。他仿佛看到了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挣扎着用一种悲愤欲绝的语气嘶声喊道：圣主，你多年不出关，出关的第一时间居然是帮着一个外人欺负自己的手下，你让属下寒心了。他的声音充满了委屈与不甘，仿佛自己才是那个为了圣地却被无情背叛的忠臣外人。阮红烛闻言咯咯地娇笑了起来，他莲步轻移，缓缓走到林峰身边，伸出玉臂，自然而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将那柔软的娇躯紧紧地贴了上去。他抬起那张颠倒众生的俏脸，看着柳寻风，一字一顿，声音响彻整个大殿：林峰不是外人，他是我的男人，连我都得听他的。一句话石破天惊，满殿长老无不骇然。阮红烛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看着面如死灰的柳寻风，嘴角的笑意愈发冰冷。而你也并非我的手下，无视本座谕令，公然对本座的男人拔剑相向。柳寻风，你不过是个居住在圣地的叛徒罢了。话音落下，他眼中杀机一闪，玉指轻轻一点，一道纤细的月华一闪而逝，空间仿佛在此刻清了。噗呲一声，柳寻风的眉心骤然出现一个血洞，他脸上的悲愤与不甘彻底凝固，眼神中的生机迅速消散。身躯摇晃，这位邀月圣地的二长老就这么软软地倒了下去，气绝身亡。强势霸道，阮红烛以雷霆手段当众格杀二长老，瞬间震慑了全场所有心怀意念之人。你可以不杀他的，毕竟是你们圣地的自己人。林峰感受着身旁传来的柔软与体香，平静地说道。阮红烛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媚眼如丝，吐气如兰，得罪我的男人必杀。一句充满了无尽占有欲的霸道宣言，让林峰都为之一怔。随即阮红烛缓缓直起身，那慵懒的气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身为一代圣主的无上威严。他猛地一挥手，轰隆隆，笼罩着整个邀月圣地的护宗大阵万星揽月阵，那巨大的光幕竟是主动打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阮红烛身形一动，化作一道流光，直上天穹，悬浮于圣地之上，与外面那数十位武圣遥遥相对。他清冷而威严的声音传遍了圣地的每一个角落，也传到了外面所有敌人的耳中。邀月圣地众弟子听令，明犯我圣地者，不死不休，杀！杀！一个冰冷刺骨的杀字自阮红烛的红唇中吐出，却如同9天神雷轰然炸响在天穹之上。那主动洞开的万星揽月阵缺口，此刻不再是示弱的通道，反而像是一头远古凶兽张开的血盆大口，散发着择人而噬的恐怖气息。哈哈，好一个不死不休！周无极怒极反笑，他那张扭曲的老脸上布满了疯狂的杀意。邀月圣主，你当真以为凭你一个羸弱之地就能与我2大圣地抗衡？今日本圣便让你知晓何为螳臂当车。他话音未落，身形已然化作一道血色闪电，裹挟着滔天圣威，朝着阮红烛悍然杀去。阿弥陀佛！玄苦圣僧宣了一声佛号，脸上最后一丝慈悲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金刚怒目般的森然。邀月施主执迷不悟，甘与魔头为伍，今日贫僧便要替天行道，降妖伏魔。嗡！一尊100丈高的金色怒目金刚法相在他身后骤然浮现，佛光普照，却带着无尽的杀伐之气，一掌拍出，直取阮红烛。面对2大老牌武圣的联手夹击，
阮红烛却是依然不惧，他那张颠倒众生的俏脸上勾起一抹惊心动魄的冷笑。就凭你们两个老废物，也配与本座谈天？轰！一股比之前强横了数倍不止的恐怖气息，自他那玲珑有致的娇躯内轰然爆发。一轮皎洁而妖异的弯月法相在他身后冉冉升起，清冷的月华洒落，竟是硬生生的将周无极的血海与玄苦的金刚佛光都压制了下去。战！阮红烛娇斥一声，玉手翻飞，无尽月华化作漫天神兵，同时迎上了周无极与玄苦二人。轰隆隆，3位武圣强者瞬间在圣地上空战作一团，每一次碰撞都引得虚空崩塌，天地变色。而在下方，林峰依旧静静地站在议事大殿的废墟前，仿佛外界的惊天大战与他毫无关系。哼，一个瞎子也敢如此猖狂，待我等擒下你，看看你身上到底有何秘密。就在此时，3道散发着武圣初期气息的身影自八荒圣地的阵营中跃众而出。他们见圣主级的大战一时难分胜负，便将主意打到了林峰的身上。在他们看来，林峰不过是武尊巅峰，就算战力再强，也绝不可能同时面对3位初期武圣。只要拿下他，便是天大的功劳。小子，乖乖束手就擒，还能少受点皮肉之苦。其中一位鹰钩鼻长老狞笑一声，身形一晃，率先出手。呼哧一声，他一爪抓出，胜利化作一只巨大的鹰爪，撕裂长空，带着刺耳的鹰爆，直取林峰的天灵盖。然而面对这致命一击，林峰的脸上却缓缓勾起了一抹冷笑。找死！冰冷的2个字吐出，林峰的身影骤然在原地消失。剑光一闪，他竟是以后发先至的鬼魅速度，直接出现在了那鹰钩鼻长老的身前。什么？鹰钩鼻长老瞳孔骤然收缩，完全没料到对方的速度会快到如此地步。他想变招，却已然来不及。铿锵，一道璀璨到极致的破晓剑光一闪而逝。噗嗤，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鲜血如喷泉般自那无头的枪子里喷涌而出，一剑秒杀。老三，另外2位武圣长老见状，目眦欲裂，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小畜生，你敢！杀了他，为老三报仇！2人齐齐发出一声怒吼，再不敢有丝毫大意，胜利毫无保留的爆发，一左一右，同时朝着林峰夹击而来，炎龙啸天，冰魄神掌，一火一冰，2种截然不同的法则之力，化作一头咆哮的火龙和一只晶莹的冰掌，封死了林峰所有的退路。面对2位武圣的联手合击，林峰却只是冷哼一声：谁言武尊不可战胜？今日我林峰便与皓月争辉！吼！霸道的龙吟响彻天地，那尊威严到极致的五爪金龙法相再次盘踞于林峰身后。咚！与此同时，太乙金钟罩骤然浮现，将他牢牢护在其中。轰隆！火龙与冰掌结结实实地轰在了金色巨钟之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狂暴的能量风暴席卷四方，却未能撼动那金色巨钟分毫。怎么可能？2位长老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而就在他们失神的刹那，林峰已然再度出剑。惊雷！他将精纯的太清正雷之力尽数灌注于夺命剑中。铮！一道由无数蓝色电弧组成的狂暴雷龙自剑间咆哮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洞穿了那位施展火系功法长老的胸膛。那长老低头看着自己胸前碗口大的窟窿，眼中充满了茫然与不甘，随即整个身体被狂暴的雷霆之力炸成了漫天焦炭。魔鬼，你是魔鬼！仅剩的最后一位长老看到这一幕，彻底被吓破了胆。他再也生不出半点战意，怪叫一声，转身便要化作一道流光，亡命飞逃。想走，晚了！林峰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判。他随手一指，咻！夺命剑脱手而出，化作3000剑影，宛若蝗虫过境，后发先至，瞬间从那逃跑长老的后心穿过。噗！剑气爆发，将其神魂与肉身一同绞杀成虚无。短短数息之间，3位不可一世的武圣初期强者尽数陨落。整个战场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无论是正在激战的阮红烛与周无极等人，还是下方邀月圣地与2大圣地的弟子长老，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道持剑而立的白衣身影，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以武尊巅峰之境连斩3位武圣，这是何等逆天的战绩！这简直是亘古未有的神话！小畜生，你该死啊！正在与阮红烛激战的周无极看到自己圣地的3位长老被屠戮殆尽，气得须发皆张，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然而就在他准备不顾一切先去击杀林峰的瞬间，轰隆！邀月圣地上方的天穹毫无征兆地被2股无比恐怖的力量粗暴地撕裂开来，2道巨大无比的空间裂缝如同天之伤痕，横亘天际。下一刻，
两股足以让日月无光、天地臣服的无上圣威自那裂缝中缓缓降临。一道身影身着八荒龙袍，头戴平天冠，周身黄道龙气缭绕，仿佛一尊执掌万灵生杀大权的无上君王。另一道身影身披万佛袈裟，脑后悬着一轮功德经轮，宝相庄严，却又带着俯瞰众生的冷漠，仿佛一尊行走在人间的在世佛陀。八荒圣地之主万破君，雷音圣地之主法明圣主，此域最顶尖的两大巨擘竟在此时真身降临。大长老，你去拿下那个瞎子，这里交给我们。万破君那漠然的目光扫了一眼狼狈不堪的周无极，冷冷地吐出一句话。随后他那双仿佛蕴含着生灭的眼眸落在了林峰的身上，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机瞬间将林峰死死锁定。好一个逆天妖孽，不过既然得罪，必要你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冰冷无情带着无上意志的审判之音响彻天地。阮红烛的俏脸在这一刻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局势已然彻底失控。妖月圣主，现在你的对手是我们。万破君的声音冰冷而漠然，不带一丝情感，仿佛9天之上的神奇在宣判凡人的命运。他与法明圣主对视一眼，两人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杀意与决绝。此子不死，未来必成心腹大患；此女不除，今日便无法顺利斩杀此僚。轰！下一刻，两位圣地之主同时出手，再无任何保留。黄道龙拳，万破君一拳轰出，他身后的黄道龙气瞬间沸腾，凝聚成一条狰狞咆哮的金色巨龙，裹挟着镇压万古、主宰苍生的无上军威，撕裂长空，直扑阮红烛。大日伏魔掌，法明圣主宝相庄严，脑后功德经轮光芒大放，他单手束于胸前，另一只手掌缓缓推出。嗡！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佛掌凭空浮现，掌心之中仿佛托着一轮煌煌大日，散发出净化世间一切妖邪的恐怖威能，朝着阮红烛当头压下。两大当世巨擘联手，其威势足以让天地失色，日月无光。怕你们不成？阮红烛俏脸凝重到了极点，但那双桃花眼中却燃起了不死不休的疯狂战意。他深吸一口气，将体内刚刚稳固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月神降临，沉沦，皎洁的弯月法相光芒暴涨，竟是在他身后化作了一尊手持月轮、身披清冷月纱的女神虚影。那女神虚影一出现，一股太阴之力瞬间笼罩了整片天穹，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拖入永恒的月之国度。轰隆隆，三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在苍穹之上轰然相撞，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都仿佛失去了声音与色彩。恐怖的能量风暴化作肉眼可见的冲击波，朝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就连那坚不可摧的万星揽月阵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嗡鸣，光芒狂闪。噗嗤，仅仅僵持了不到10息的时间，那尊清冷的月神虚影便在一声哀鸣中轰然破碎。阮红烛娇躯巨震，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他终究是刚刚才恢复伤势，根基未稳，又如何能同时抵挡两位老牌圣主的全力一击呢？结束了。万破天君冷漠的声音响起，黄道龙拳余威不减，狠狠地轰在了阮红烛的身上。咔嚓，骨骼碎裂的清脆声响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阮红烛的身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自高空之中无力地坠落而下。战斗几乎就在同时，下方周无极与玄苦圣僧的攻击也已然降临。小畜生，给我死来！周无极双目赤红，武圣后期的恐怖修为毫无保留地爆发，一片粘稠如墨的血海法相在他身后浮现，发出鬼哭神嚎般的凄厉之音。血海滔天，他一掌拍出，那片血海便卷起惊涛骇浪，带着足以腐蚀神魂的怨毒之力，朝着林峰席卷而去。阿弥陀佛，施主杀孽太重，今日贫僧便送你往生。玄苦圣僧口宣佛号，下手却狠辣至极。他身后的怒目金刚法相猛然挥动一根由佛光凝聚而成的降魔杵，带着镇压地狱、荡尽邪魔的无上伟力，当头砸下。一时间，林峰被两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致命的圣威死死锁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哼！林峰冷哼一声，脸上不见丝毫慌乱。咚！太乙金钟照光芒大放，将他牢牢护住。吼！五爪金龙法相盘踞其上，发出一声震天龙吟，黄道龙威与金钟神光交相辉映，形成了一道看似不可摧毁的绝对防御。轰！轰！血海与降魔杵几乎在同一时间狠狠地轰击在了金色巨钟之上。这一次，那无往不利的太乙金钟罩终于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咔嚓咔嚓，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裂痕在金钟表面疯狂蔓延，其上盘踞的金龙法相更是被那狂暴的力量冲击的光芒暗淡，发出一声悲鸣。哈哈，所谓妖孽也不过如此。周无极见状，发出了畅快淋漓的狂笑。给我破！两人再次加大胜利输出，
那金色巨钟上的裂痕瞬间扩大。然而就在此时，林峰那始终古井无波的脸上神情骤然一变，他猛地抬起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穿透了时空的阻隔，看向了那道正从天穹之上急速坠落的绝美身影。红烛，一股暴怒与杀意如同沉睡了亿万年的火山，自林峰的心底轰然爆发。关来！一声不似人声，充满了无尽暴力与荒古气息的咆哮自林峰的口中炸响。轰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气息骤然自他体内席卷而出。那并非胜利，也非法则，而是一种更加古老、更加本源的气息，仿佛凌驾于生死之上。正在全力攻击的周无极与玄苦，在这股气息出现的瞬间，只感觉灵魂都在战栗，一股源自生命本能的恐惧，让他们手上的动作都为之一致。这是什么力量？玄苦骇然失声。就在他们惊疑不定的瞬间，林峰的身前虚空无声无息的扭曲塌陷，一口通体漆黑，不知由何种材质打造，表面铭刻着无数代表着死亡与归虚的古老符文的青铜棺，缓缓地自那虚空裂缝中浮现而出。葬神棺。此棺一出，天地间的一切光芒与声音仿佛都被其吞噬，一股寂灭、终结、埋葬万物的恐怖意志笼罩了整片战场。陆河葬神，八方寂灭。林峰冰冷的声音如同死神的宣判，他猛地一掌拍在了那口古朴的石棺之上。咚！突兀响起，仿佛敲击在所有人灵魂深处的沉闷丧钟。一道肉眼可见的波纹自葬神棺上扩散开来。首当其冲的周无极和玄苦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们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寂灭之力瞬间侵入了他们的神魂与肉身。那坚不可摧的圣体竟是在这一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衰败腐朽。啊！我的寿元，我的生机！周无极发出一声惊恐到极致的惨叫，他那原本只是略显苍老的面容，在短短一瞬间便布满了老人斑，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花白、干枯、脱落。玄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那宝相庄严的金身，此刻竟是光芒暗淡，浮现出了一道道如同蛛网般的裂痕，仿佛随时都会崩碎。噗！噗！两人齐齐狂喷一口夹杂着生命本源的精血，如同被一座太古神山正面撞中，身形狼狈地倒飞而出，狠狠地砸进了远处的山峦之中，生死不知。一关震伤两大武圣后期，这惊世骇俗的一幕，让天穹之上的万破天君和法明圣主都看得瞳孔骤然收缩。然而林峰却根本没有理会他们，在震飞周无极二人的瞬间，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流光，后发先至，瞬间出现在了那道坠落的娇躯之下。他伸出双臂，稳稳地将那具柔软冰凉却又散发着诱人体香的娇躯一把搂入了怀中。姐姐好像不是他们的对手。阮红烛艰难地睁开那双媚眼如丝的桃花眼，看着近在咫尺的那张为他而暴怒的冷峻面庞，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虚弱而满足的笑意。林峰没有说话，只是将他抱得更紧了一些。他缓缓落地，一只手搂着怀中的绝代尤物，另一只手轻轻抚上了那口悬浮在身侧散发着无尽死寂气息的葬神棺。他抬起头，那双紧闭的眼眸望向了天穹之上那两尊散发着无上圣威的身影，张冷漠的脸上杀意前所未有的沸腾。我林峰自认没有刻意招惹诸位，今日是你们非要不死不休，不死不休！万破君发出一声冷哼，声如金铁交鸣，他周身的黄道龙气愈发凝实，仿佛一尊真正的九五至尊，俯瞰着脚下的蝼蚁，一个连眼睛都睁不开的瞎子，凭着一件不知从何而来的邪门歪道之物，侥幸伤了人，便真以为自己能与日月争辉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蔑视。林峰，本君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交出此棺，再交出你身上所有的秘密，自废修为，本君可看在邀月圣主的面子上，留你一个全尸。法明圣主也宣了一声佛号，他脑后的功德金轮光芒更盛，庄严的佛光之下是一双冷漠到极致的眼眸。阿弥陀佛，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棺乃不祥之物，与你有害无益，不如交由贫僧，让贫僧日夜诵经，为你化解其上的滔天煞气。两人一唱一和，言语间竟是将林峰视为砧板鱼肉的傲慢，仿佛给予林峰选择全尸与否已是天大的恩赐。等我一下。林峰低头，声音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轻轻将阮红烛放在一旁相对完整的石阶上，替他拢了拢凌乱的衣衫。等我。简单的两个字，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安心。阮红烛痴痴地看着他的背影，那双桃花眼水雾迷蒙。林峰缓缓直起身，重新面向天穹之上的两大圣主，他那只抚摸着葬神棺的手动作轻柔，像是在安抚沉睡的伙伴。你们的废话说完了吗？他的声音重新变得冰冷刺骨。找死！万破君彻底失去了耐心，他身为八荒圣地之主，何曾被人如此无视过？
既然你执意求死，本君便成全你。轰！他一步踏出，虚空震荡，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从天而降。八方地灵拳，又是一记龙道神拳，但这一次的威势比之前对付阮红烛时更加恐怖。金色的拳印划破长空，拳位置那股镇压万灵、主宰天下的圣皇意志，便已将林峰周遭100丈的空间彻底封锁。万佛朝宗，法明圣主也同时出手，他双手合十，脑后金轮飞出，化作一轮普照万世的金色烈阳，烈阳之中仿佛有万千佛陀虚影在盘坐诵经。宏大的禅唱之声响彻天地，化作一道道金色的万字佛印，如同天罗地网，朝着林峰当头照下。两人显然是动了真格，要以雷霆之势将这个屡屡创造奇迹的妖孽彻底抹杀。面对这足以让任何武圣都为之绝望的联手一击，林峰却只是抬起了他那只抚在棺椁上的手。动！他屈指轻轻在漆黑的棺盖上弹了一下，一声无比沉闷，仿佛来自九幽地府的声响骤然扩散。嗡！一道肉眼可见的漆黑波纹以藏神棺为中心，如同水面的涟漪，向着四面八方荡漾开来。那波纹所过之处，万破军的黄道拳印竟是如同烈日下的冰雪，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表面的金色龙气迅速消融法明圣主的万字佛印，在接触到漆黑波纹的瞬间，更是光芒狂闪，其上蕴含的庄严佛力，仿佛遇到了世间最污秽的克星，被飞速侵蚀，变得斑驳不堪。轰隆！拳印与佛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结结实实地轰击在那看似单薄的漆黑波纹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阵令人牙酸的湮灭之声。两大圣主足以毁天灭地的攻击，在接触到那漆黑波纹的刹那，便被其中那股寂灭终结的恐怖意志硬生生磨灭了9成9的威能。剩余的些许力量落在林峰身上，甚至没能让他脚下的地面多出一丝裂痕。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硬扛，他竟然真的凭一己之力正面硬扛下了2位圣地之主的联手一击，而且看他那云淡风轻的样子，似乎毫发无伤。这不可能！天穹之上，万破军那张布满威严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了骇然与难以置信。法明圣主更是瞳孔巨震，死死地盯着那口漆黑的古棺，仿佛要将它看穿。此物究竟是何等魔兵？然而就在所有人的心神都被林峰这惊世骇俗的一幕所吸引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远处那片被周无极砸出的废墟之中，一道浑身是血、气息萎靡到了极点的身影正艰难地从乱石堆里爬了出来。是玄苦，他此刻的样子凄惨到了极点，金身布满裂痕，嘴角挂着黑色的血迹，眼神中再无半点慈悲，只剩下怨毒、疯狂与劫后余生的庆幸。他刚才被藏神棺的余波震飞，寿元和生机被剥夺了近千年，险些当场老死。他怨，他恨，他死死地盯着远处那道白衣身影，看着他一人独对两大圣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个念头如同毒蛇般在他心中疯狂滋生。机会，这是唯一的机会。趁他与两大圣主对峙，心神被牵制，从背后偷袭，一击必杀。魔头，拿命来！玄苦猛地一咬舌尖，喷出一口本命精血，原本萎靡的气息在这一刻竟是强行拔高了几分。他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与金光交织的残影，无声无息地绕到了林峰的背后，脸上挂着狰狞而扭曲的笑容，将体内残存的所有胜利都汇聚于一掌之上。大慈大悲千叶手，一只布满了金色经文的佛手，带着他毕生的修为与怨毒，狠狠地印向了林峰的后心。这一击阴险毒辣，快到了极致。小心！阮红烛花容失色，失声惊呼。然而一切都太晚了，眼看那致命的佛手就要印在林峰的身上，林峰却连头都没有回，他只是嘴角勾起一抹极度冰冷的讥讽，口中轻轻吐出了2个字：开棺。轰！悬浮在他身侧的藏神棺，那沉重无比的棺盖，在这一刻竟是猛然向上掀开了一道缝隙，一股无法形容的足以吞噬天地万物的恐怖吸力自那缝隙之中骤然爆发。不！玄苦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骇与绝望。他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胜利乃至神魂都在这一瞬间失去了控制，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疯狂地朝着那道漆黑的缝隙拉扯而去。他拼命挣扎，胜利狂涌，却如同陷入蛛网的蚊虫，一切都是徒劳。圣主救我！玄苦发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嚎。噗嗤！在万破军和法明圣主惊骇的目光中，这位雷音圣地的圣僧连一个呼吸都没能撑住，便被硬生生地吸入了那道棺材缝隙之中。砰！棺盖重重合上，天地间再次恢复了死寂，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幻觉。
可那属于玄苦圣僧的气息却已然彻彻底底地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间。一关震杀，就在藏神关合上的瞬间，林峰的身躯猛地一震，一股无比精纯却又带着玄苦毕生修行感悟与记忆碎片的能量自藏神关内倒灌而出，涌入他的四肢百骸，最终汇入他的脑海。轰！无数斑驳破碎的画面夹杂着一股精纯至极的佛门圣力，如同决堤的洪流疯狂涌入林峰的脑海。那是玄苦一生对佛法的感悟，这些感悟此刻却成了藏神关的祭品，化作最纯粹的养料，被林峰的神魂贪婪地吸收。刹那间，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仿佛被隔绝，林峰的意识坠入一片无尽的黑暗，紧接着一幅模糊而古老的画面在他的脑海中缓缓展开。那是一片昏黄死寂的天地，天空是灰蒙蒙的，没有日月星辰，大地是赤红色的，寸草不生，到处都是巨大的骸骨，有的形如山脉，有的状若神龙，散发着亘古不朽的气息。在这片死寂世界的中央，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正静静地站立着。白衣少年的面前是一口比山岳还要庞大、通体漆黑的巨棺，那巨棺的样式与藏神棺一模一样，只是放大了万倍。少年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冰冷的棺身，动作温柔，像是在抚摸自己的爱人。他低声呢喃，声音不大，却仿佛穿越了万古时空，清晰地回响在林峰的意识深处。藏天藏神也藏魔，埋人埋仙也埋佛。好宝贝，没想到荒古秘境之中能获得如此霸气的宝贝。画面到此戛然而止。轰！林峰的意识猛然回归现实，他的身躯再次剧烈一震，一股明悟涌上心头。斩杀敌人后，藏神官能掠夺对方的部分武道感悟与记忆碎片为己用，同时现在催动他的消耗似乎也变小了。荒古秘境，林峰口中咀嚼着这4个字，既然这口棺材来自那里，那么我究竟是谁的答案也一定在那里。这个念头如同燎原的野火，在他的心中疯狂滋生。玄苦圣僧死了，一瞬间就被那口棺材吞了。天穹之上，万破军和法明圣主那高高在上的姿态早已荡然无存，他们看着下方那口悬浮不动的漆黑石棺，脸上写满了前所未有的惊骇。那可是玄苦，雷音圣地成名多年的圣僧，5圣后期的大能，就算方才被阮红烛打伤，也不是谁都能捏的软柿子。可刚才他却连一丝反抗都做不到，就被那口诡异的棺材活生生吞噬，连神魂气息都彻底消失。这是何等霸道，何等邪异的手段！此棺到底是何物？法明圣主的声音都在颤抖，他脑后的功德经轮光芒闪烁不定，显然主人的心境已乱。万破军的脸色更是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死死盯着林峰，眼中的杀意与贪婪交织成了无比复杂的神色。恐惧，是的，即便是他这位八荒圣地之主，此刻也感到了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但与恐惧一同升起的是更加炽热的贪婪。能一击震伤2大5圣后期大能的至宝，若是能得到他的话，小畜生，今日必定留你不得。就在万破军和法明圣主心神俱震之际，一声充满了无尽怨毒与疯狂的咆哮自另一处废墟中冲天而起。是周无极，他浑身浴血，披头散发，状若厉鬼，仅存的一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玄苦的死彻底击溃了他最后一丝理智。轰！他根本不顾及自身的伤势，猛然燃烧起自己的圣道本源。一股远超之前的狂暴气息自他体内轰然爆发，他身后的血海法相在这一刻竟是化作了粘稠的黑色，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与死气。星辰大手印，震惊畏惧与极致的怨恨之下，周无极燃烧精血，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但他的气息却在这一刻无限逼近了5圣巅峰。死！他化作一道扭曲的血光，舍弃了所有防御，虚空探手，以一种玉石俱焚的姿态朝着林峰悍然撞来。好机会！万破军眼中金光一闪，法明不用管什么仁义道德，一同出手震杀此僚。他暴喝一声，不再有任何犹豫。黄极经世录，圣陨！万破军双手结印，他身后的黄道龙气不再化形，而是尽数灌入他的体内。他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柄审判苍生的帝王之剑，从天而降，剑锋直指林峰。这一击是他压箱底的绝学，蕴含着一丝圣陨的法则，霸道绝伦。阿弥陀佛，佛意有火！法明圣主也下定了决心，他脸上的宝相庄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金刚怒目般的狰狞。红莲业火，焚尽八方！他猛地一指点出，脑后的功德经轮骤然爆开，化作漫天金光，这些金光在半空中竟是凝聚成了一朵朵妖异的金色莲花，莲花之中燃烧着足以焚烧神魂的红莲业火，铺天盖地朝着林峰笼罩而下。3大5圣，3路绝杀，而且其中一个还是燃烧了本源，拼死一搏的疯子。这一刻天地失声，
万物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那道被无尽杀机锁定的白衣身影。风，阮红烛靠在石阶上，看着这一幕，一颗心瞬间揪紧。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却牵动伤势，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双桃花眼中写满了绝望与不甘。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围杀，林峰的脸上却依旧是那副古井无波的冷漠。他缓缓抬起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看穿了三人的所有动作。强者原来也会恐惧弱者，圣主之流不过尔尔。陈峰伸出手，再次轻轻拍了拍身侧的藏神棺。咚！他屈指在棺盖上重重一弹，这一次棺盖并未掀开，而是整口漆黑的石棺骤然爆发出了一股吞天噬地的恐怖乌光。藏神领域开！嗡！以石棺为中心，那漆黑的乌光如同潮水般向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瞬间笼罩了方圆1000丈的范围。在这片领域之中，光线被吞噬，声音被隔绝，就连空间都变得粘稠而混乱。所有被笼罩在内的2大圣地弟子只感觉自己的胜利、生机乃至神魂都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疯狂抽取，注入到那口漆黑的古棺之中。首当其冲的周无极在冲入领域的瞬间，速度便骤然一滞。他只感觉自己像是冲进了一片由死亡组成的泥潭，那燃烧本源换来的狂暴力量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流逝。不，这是什么鬼东西？周无极发出了惊恐的咆哮，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好想逃，却逃不掉。周无极的咆哮声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绝望。他燃烧本源换来的足以媲美武圣巅峰的盖世一击，在冲入这片漆黑领域的瞬间，竟如泥牛入海，力量被疯狂地吞噬消融。那足以撕裂星辰的大手印，表面的血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其上蕴含的法则之力仿佛被无数看不见的恶鬼疯狂啃食，威能锐减。你在我的王国里。林峰冰冷的声音如同这片死寂领域中唯一的主宰之音，清晰地回响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他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他只是平静地向前踏出一步，身影却如鬼魅般瞬间跨越了100丈距离，出现在周无极的面前。他手中剑骤然浮现，朝着周无极那颗写满了惊骇的头颅惊艳一斩。一剑惊艳无双，却一剑并不惊天动地。在周无极的眼中，这一剑仿佛是整个藏神领域意志的凝聚，是死亡法则的最终审判。不，周无极发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声不甘的嘶吼。他想要躲闪，想要反抗，可他的一切力量、一切意志都已被这片领域彻底镇压。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剑光在他的瞳孔中越放越大。铿锵，一势而立的惊艳剑光斩落，一股冰凉从头顶传来。那瞬间，周无极想了很多。或许一开始就错了，他就不该想着灭杀此人，能够引动3000神魔虚影叩拜的万古妖孽，岂能是他一个区区一星圣地长老能抹杀的？此刻回想，真是愚蠢。吧嗒一声，八荒圣地大长老、武圣后期大能周无极两半身躯轰然落地，就此陨落。林峰冰冷的剑收回，剑身丝血不染，仿佛刚才只是碾死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以之为中心，方圆1000丈的漆黑领域内，周无极消散的位置空无一物。天穹之上，万破军的帝王之剑与法明圣主的红莲业火正以一种缓慢而艰难的速度，在领域的侵蚀下寸寸推进，光芒不断暗淡。整个战场化作了一幅无比诡异而恐怖的炼狱绘卷。周长老，魔头，你这个魔头！万破军和法明圣主看到这一幕，目眦欲裂，心胆俱寒。周无极就这么死了，在他们面前被那个瞎子风轻云淡的一剑斩杀，连全尸都未能留下。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从他们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一个何等恐怖的存在。万古妖孽绝非浪费虚名，退，必须退出此方领悟，才能从长计议。这个念头疯狂地在两人心中呐喊。他们再也顾不上什么镇杀林峰，什么夺取宝物，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逃离这片死亡领域。想走？林峰缓缓抬起头，那双紧闭的眼眸仿佛穿透了无尽黑暗，精准地锁定了两人的位置。天底下可能没有那种好事。话音落下，他再次伸出手，朝着藏神棺轻轻一按。嗡！藏神领域内的吞噬之力骤然暴涨数倍。啊！万破军和法明圣主齐齐发出一声闷哼，他们只感觉自己的圣体仿佛要被撕裂，神魂像是要被抽离。那推进的帝王之剑与红莲业火更是在这股暴增的吸力下光芒狂闪，几近崩溃。万兄，再不拼命，你我今日都要交代在这里。法明圣主那张脸因恐惧而扭曲，再无半点佛门高僧的庄严。本君也知道。干！万破军发出一声怒吼，眼中闪过一抹极致的疯狂与肉痛。小畜生，这是你逼我的！他猛地一拍胸口，
喷出一大口紫金色的圣道本源精血。这口精血并未消散，而是在他身前化作一个玄奥无比的符文，以我之血恭迎我宗圣器。八荒阵天印出，嗡隆，伴随着他那嘶哑的咆哮，他身前的虚空猛地塌陷，一方通体由紫金神玉雕琢而成，底部铭刻着黄泉天寿、镇压八荒8个古老篆文的四方大印，裹挟着一股远超万破军本身的无上黄道神威，轰然降临。此印一出，仿佛天地间的黄道气运都被其引动，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紫金龙气垂落而下，竟是在这漆黑的藏神领域之中，硬生生撑开了一片3丈大小的绝对净土。本命圣器八荒阵天印。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法明圣主见状也再无犹豫，他双手合十，脸上流露出悲苦之色，但下手却狠辣到了极点。他猛地一咬舌尖，同样喷出一口蕴含着无尽佛性的金色血液。弟子法明，恭请我佛慈悲。雷音圣地降魔金波现。轰！他身前的虚空被一股浩瀚的佛光撕裂，一只通体由琉璃佛经打造，钵盂内壁铭刻着3000佛陀法香，散发着净化世间一切邪魔歪道之宏大气息的金色钵盂缓缓浮现。此钵盂一出，宏大的禅唱之声响彻天地，一道道金色的万字佛印环绕飞舞，将法明圣主牢牢护住。那无孔不入的吞噬死气，竟被这佛光硬生生逼退，无法靠近分毫。本命圣器降魔金波，两大圣地传承万古的正宗至宝，在这一刻被2位走投无路的圣主以燃烧本源为代价，强行祭出，给本军破开这鬼领域。万破军须发皆张，状若疯魔，他将体内残存的所有圣力疯狂地灌入八荒阵天印中。嗡！阵天印紫光暴涨，猛然向下一沉，那股镇压八荒的无上伟力轰然爆发，竟是让整个藏神领域都为之剧烈一震，运转都出现了一丝凝滞。佛光普照，邪魔退散。法明圣主也是拼了老命，降魔金波倒旋而起，波口对准下方，无尽的净化佛光如同一道金色天河倾泻而下，疯狂地洗刷着领域内的死亡气息。滋滋滋，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霸道绝伦的力量与藏神领域展开了最激烈的交锋。漆黑的死气与紫金的黄气，璀璨的佛光疯狂地碰撞湮灭，整个邀月圣地上空彻底化作了一片法则混乱的能量风暴中心。林峰的身形在2大本命圣器的联合镇压下猛地一晃，脸色第一次浮现出了一抹苍白。藏神关在剧烈地震战，藏神关的剧烈震颤以及林峰脸上一闪而逝的苍白，如同黑夜中的一缕微光，瞬间点燃了万破军与法明圣主心中死寂的希望。有用，我们的本命圣器能压制这口魔关。万破军状若疯魔，眼中爆发出劫后余生的狂喜。此疗终究只是5尊，催动此等逆天邪物必有极限。法明加大力度，一鼓作气撑爆他的领域，他必遭反噬，死无葬身之地。阿弥陀佛！法明圣主脸上再无半分悲苦，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狰狞与贪婪。佛曰降魔未到，正在今日。林峰，你的死期到了。2人如同溺水之人，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不顾本源精血的损耗，再次将体内残存的圣力疯狂灌入八荒阵天印与降魔金波之中。嗡隆，紫金黄气与浩瀚佛光再度暴涨，如2轮耀日，在这片漆黑的死亡领域中疯狂膨胀，试图将这片不属于人间的国度彻底撑裂。藏神领域内的空间壁垒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咔咔声，无数道细密的裂痕蔓延开来，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崩碎。结束了，这个魔头终究还是要死在2大圣主的手上。远处那些幸存的2大圣地弟子长老感受到领域压力的减弱，脸上纷纷露出狂热的喜色。在他们看来，结局已定。然而面对这看似必死的绝境，林峰那张略显苍白的脸上却缓缓勾起了一抹极度冰冷的讥讽。极限？我也不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他冰冷的声音在剧烈震荡的领域中清晰响起。本以为知这样就行了，林峰缓缓摇头，仿佛在自责，干嘛非要逼一个瞎子开眼呢？话音落下的瞬间，异变陡升，林峰那双始终紧闭的眼眸骤然睁，2道截然不同的光芒疯狂闪烁。左眼是仿佛能净化万古的璀璨金芒，右眼是仿佛能吞噬诸天的幽暗紫光。神圣与不祥，光明与黑暗，2种极致对立的力量在他双眼中交织轮转，一股远比藏神观更加古老更加霸道，仿佛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恐怖意志轰然苏醒。吼！就在这一刻，无尽苍穹之上，3000道顶天立地的神魔虚影再次浮现。他们不再叩拜，而是齐齐望向战斗的上空。那恐怖的威势竟让疯狂膨胀的八荒阵天印与降魔金波都为之猛然一滞。这是什么？万破军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3000神魔虚影，他就是浩劫妖孽
法明圣主的声音因恐惧而变得尖锐无比。此刻他才明白，八荒圣的开出巨大条件让他们联手杀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可惜一切都晚了，这仅仅只是开始。轰！整个世界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时间、空间、法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双眼眸睁开的瞬间彻底凝固。左眼之中，金色的众瞳轮转，仿佛有一尊无上神奇盘坐其中，演化着宇宙生灭，万道沉浮。右眼之内，紫色的众瞳妖翼仿佛连接着一方无尽魔渊，有亿万魔神在其中嘶吼咆哮，要将这天地拖入永恒的沉沦。一眼为神，一眼为魔，神魔众瞳，开天辟地。动！林峰面无表情，薄唇轻启，吐出一个冰冷如九幽寒铁的字眼：杀！一声令下，言出法随。轰隆隆隆，两道目光生死轮回，超越了法则与力量的形而上之势，如同一座由整个荒古纪元凝聚而成的太古神山，狠狠地压在了八荒阵天印与降魔金波之上。咔嚓咔嚓咔嚓，一阵令人牙酸的破碎声骤然响起。那坚不可摧、传承万古的八荒阵天印，其上铭刻的黄泉天寿4个古传，竟在这股恐怖的镇压之势下寸寸崩裂。那佛光普照，净化邪魔的降魔金波卧于内壁的3000佛陀法香，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哀鸣，随即轰然破碎，化作漫天光点。噗噗，本命圣气受损，万破军与法明圣主如遭雷击，齐齐狂喷出一大口心头血，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靡下去，脸上的表情凝固在了极致的骇然与不可置信之中。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镇宗至宝，竟会被对方以如此蛮不讲理、闻所未闻的方式一眼重伤。林峰淡漠的目光的扫过两人，落在两人身上时，周围的空间已然开始塌陷。死！嗡！整个藏神领域的力量在这一瞬间被彻底引动，那无尽的死亡之气伴随着众瞳开天辟地的意志，凝聚成一道漆黑如墨攻击。轰隆隆的爆破席卷八方，空间不断塌陷翻涌，两人的动作彻底僵住。他们低下头，艰难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正如同沙化的雕像般寸寸消散，化作最精纯的本源能量泯灭。生机、神魂、修为、记忆，一切的存在痕迹都在被抹去。不，是他，3000神魔皆叩拜，万破军击杀如此妖孽，你存心害我雷音圣地。法明圣主的神魂在彻底消散前，发出了最后一声充满了无尽悔恨与怨毒的咆哮。他后悔了，后悔听信万破军的鬼话，来招惹这种传言于禁忌的存在。我也后悔。万破军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千岁，他此刻回想自己当初的决定，如果那时候不陪着大长老周无极胡闹，一切该有多好。可惜世上没有如果。两道曾威震一方的圣主身影，在无尽的悔恨与恐惧中，彻底化作飞灰，消散于天地之间。砰砰，两件光芒暗淡、布满裂痕的本命圣器，无力地从空中坠落，砸在地上。随着两大圣主的陨落，藏神领域缓缓消散，天地间恢复了清明。唯有那道白衣身影依旧静静地悬浮在半空，双眸已然闭合，仿佛刚才那石破天惊的一幕与他毫无关系。整个妖月圣地，乃至通过各种秘法窥探此地的无数强者，全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然而这片死寂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下一刻，整个中州大陆无数沉睡了不知多少万年的古老禁地，生命绝躯，不朽道统的深处，一道道足以让日月星辰都为之站立的恐怖气息骤然复苏。一道道或苍老或威严或惊疑不定的神念，如同无形的闪电划破亿万里虚空，瞬间交织在一起。是他，王，是我们的王回来了！杀，必须杀了他！此人不死，浩劫将至！天地死寂，风声都仿佛被那双眼眸开合间的神威彻底湮灭。林峰静静悬浮于崩塌的虚空之上，双眸已然闭合，仿佛刚才那一眼镇杀两大圣主、崩碎2件正宗圣器的，并非是他。他身下的妖月圣地早已化作一片废墟，只有那口漆黑的藏神棺安静地悬浮在他身侧，散发着亘古永存的寂灭气息。阮红烛痴痴地望着那道白衣身影，心脏狂跳，那双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此刻只剩下无尽的震撼与迷离。神魔众瞳，浩劫妖孽，自己遇到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人？他以为对方高攀，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自己高攀。阮红烛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江倒海的心绪，声音有些颤地问道：你没事吧？林峰没有回答，他只是缓缓降下身形，落在那2件光芒暗淡、布满裂痕的圣器旁。八荒阵天印，降魔金波。他伸出手，轰然一拳将之彻底轰碎。扑通，爆破的余波荡开的同时，
那头幸存的八荒圣地与雷音圣地的长老弟子们再也撑不住那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齐刷刷地跪倒在地，身体陡如筛糠。他们的圣主死了，他们圣地的镇宗之宝碎了，一切都因为眼前这个白衣盲眼青年。饶命！前辈饶命！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求前辈看在我等修行不易的份上，饶我们一命。求饶声此起彼伏，充满了绝望。林峰充耳不闻，他只是平静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八荒圣地、雷音圣地，自今日起覆灭，一言定两大圣地生死。所有资源，我与邀月圣地各取一半。他顿了顿，指尖在那株从万破军储物界中飘出的通体萦绕着酒色霞光的圣药上轻轻一点。这株九窍养魂莲归我。霸道，不容置喙。阮红烛看着他，媚眼如丝，嘴角却勾起一抹动人心魄的笑意。他喜欢这种霸道，立马娇声回道：遵命，我的盟友。就在此时，一个跪在最前方的八荒圣地长老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与不甘。魔头，你覆灭我两大圣地，就不怕天下共诛之吗？话音未落，林峰甚至没有看他一眼。砰！那名长老的身体毫无征兆地炸成了一团血雾，神魂俱灭。死寂！再无人敢多说一个字。林峰这才缓缓转头，目光落在跪在人群最后方那个瑟瑟发抖、面色惨白的女子身上。此女不是旁人，正是曾经有过一场相识的八荒玉女子艾吹箫。你过来！林峰的声音平静。艾吹箫娇躯一颤，在周围同门惊疑不定的目光中起身靠近，眼神中满是复杂。曾经他可怜过这个男人，觉得对方瞎眼不义。后来镇荒宗一战，他爱慕过这个男人，对方的强大俊朗深刻录在脑海中。而此刻他畏惧这个男人，明白了自己跟对方不过是同一片空间中的云雨泥钱。前辈有什么吩咐吗？艾吹箫颤声问道。从今日起，八荒圣地由你执掌。林峰淡淡道，他将成为邀月圣地的附属，你就是新一任圣主。此言一出，满场皆惊，尤其是那些幸存的八荒圣地长老，脸上全都露出了荒谬与不屑的神情。凭他一个被周无极推出来的傀儡圣女，一个丹药辅助突破的武皇而已，也配执掌圣地？讥讽与质疑的声音虽小，却清晰无比。艾吹箫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羞愤与恐惧交织，让他几乎要晕厥过去。林峰没有理会那些杂音，他只是对艾吹箫说：他们不服。艾吹箫嘴唇颤抖，不敢说话。我让你当圣主，你就是圣主。林峰屈指一弹，一道微不可见的剑气瞬间划过一名刚才开口讥讽的长老脖颈。那长老的头颅冲天而起，脸上还带着不屑的表情，鲜血染红了艾吹箫的裙摆。现在谁不服？林峰的声音依旧平淡。艾吹箫看着脚边的尸体，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与勇气同时从心底涌起。他猛地抬起头，目光扫过那些噤若寒蝉的长老，声音颤抖却坚定：从今天起，我艾吹箫就是八荒圣地之主，谁敢不服，杀无赦。林峰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再不看他一眼，能做的无非这么多，缘分只到这里。就在此时，一名邀月圣地的弟子匆匆来报：启禀圣主，林公子，东荒圣地圣主陆长河携大圣女苏青言于山门外求见。阮红烛闻言，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林峰，媚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娇笑一声，对那弟子吩咐道：告诉他们林公子没空。是。弟子领命而去。山门之外，陆长河与苏青言并肩立，两人脸上都带着一丝忐忑与焦急。刚才那惊天动地的神魔虚影，那崩碎天地的恐怖波动，他们感受得一清二楚。两大圣地联军溃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机会已然错过，错得离谱。当邀月圣地的弟子出来传达了那句冰冷的没空时，陆长河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他堂堂东荒圣地之主，竟被人拒之门外。苏青言的娇躯更是猛地一颤，俏脸瞬间煞白，毫无血色。没空，多么简单又多么伤人的两个字。他背齿紧咬红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青言，我们走吧。陆长河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只觉得颜面尽失。师尊，您先回去吧。苏青言深吸一口气，声音沙哑：我想再等等。苏长河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心中长叹一声，最终还是化作一道流光愤然离去。山门外只剩下苏青言一人，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任由山风吹拂着他的长裙，身影在夕阳的余晖下显得格外孤寂与萧瑟。夜渐深，邀月圣地最核心的殿宇内，红烛摇曳，光影暧昧。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与女子身上特有的幽香。林峰静静坐着，面前的茶水还散发着袅袅热气。阮红竹一袭薄纱红裙，赤着玉足，端着一盘灵果，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外面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她将果盘放下，柔弱无骨地从后面环住了他的脖颈，温热的娇躯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吐气如兰。两大圣地的资源已经清点完毕，按照约定，咱们一人一半。此刻的阮红竹没有半分威严，唯有声音酥媚入骨，带着一丝慵懒的邀功。红唇凑到林峰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还有，天快亮了，我们是不是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了？几天时间匆匆过去，邀月圣地彻底吞下两大圣地，空前壮大。而东荒圣地因为错失良机，被知道的人当做了茶余饭后的消遣笑话。五大圣地区域笃定了新的三大圣地局势。7天后的深夜，红烛的蜡泪凝固在精致的烛台上，状如泣血。邀月圣地主殿的寝宫内，空气中交织着战后淡淡的血腥气与女子身上幽兰般的体香，形成一种奇异而迷密的氛围。阮红烛慵懒地侧卧着，一头青丝如瀑，铺满了半张颈背。她伸出纤长白皙的手指，轻轻划过林峰的胸膛，指尖的微凉与他皮肤的温热形成鲜明对比。他们都说你是从地狱爬出来的魔神。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刚经过风雨的沙哑，媚眼如丝。林峰闭着眼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将他揽得更紧了一些。这几日是他记忆中难得的安宁，没有厮杀，没有算计，只有这座殿宇和殿里的这个人。战后的邀月圣地忙碌不堪，阮红烛却将所有事务都丢给了长老，自己则像只厌足的猫，整日与他厮混。两大圣地的宝库被搬空，无数天才地宝流水般送入这座大殿，堆积如山。你摸摸看，我的心跳是不是很快？阮红烛抓着他的手按在自己心口，咚咚咚，强劲而有力的心跳透过薄薄的寝衣传递而来。他在为你跳，他轻声说。林峰的手指微微一动，顺着他优美的锁骨缓缓向上，抚过他修长的脖颈，最终停留在他的脸颊。他用指腹细细描摹着他的轮廓，眉、眼、鼻、唇，这是他看世界的方式。阮红烛很乖的不动，任由他的手指带着脖茧在他光滑的肌肤上探索。外面那些人都快把我邀月圣地的门槛踏破了。他忽然轻笑一声，打破了这份温存东荒圣地的那个苏青年，还在山门外等着，都7天了，真是个固执执着的人。林峰的动作没有停顿，记忆的世界里，苏青言这个名字已经变得很遥远，像是一片被风吹散的云。他不欠对方的，对方也丝毫不欠他的，就是认识过的陌生人。你就不想去看看？好歹也是故人。阮红烛的语气带着一丝玩味。不去。林峰吐出2个字，简单直接。阮红烛笑得更开心了，他凑上前，红唇印在他的下巴上。我喜欢这个答案。笑声间歇，殿内的空气再次变得粘稠，可这份安宁终究只是暂时的。半个小时后，林峰起身披好外套，盘坐于堆积如山的灵晶与圣药中央时，他感觉到了那层无形的壁障。两大圣主，2位武圣后期大能的毕生积累，何其恐怖！精纯的能量化作洪流，疯狂涌入他的4肢百骸，冲刷着他的经脉与神魂。他的气息在节节攀升，早已超越了5尊境的极限，却始终无法扣开那扇通往武圣境界的大门。那扇门仿佛根本不存在，所有涌入的能量都被他丹田吞下，却没有激起半点涟漪，就像用海水去填一个无底的深渊。不对，林峰的眉头皱起，问题不在能量，而在他自身。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锁住的宝藏，钥匙却遗失在了过去。就在他心生烦躁之际，一道古老而空灵的声音直接在他手腕处响起：你的道不在此间。是阿银。手腕上缠绕的藤蔓微微发光，经过这些天海量资源的滋养，他恢复了许多，不再是那副枯槁的模样。风，你吞噬了他们的修为感悟，却无法理解他们的道。你的路从一开始就与他们不同，又怎能走他们的桥？阿银的声音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林峰沉默，他明白阿银的意思。万破军的黄道，法明的符道，都是他们自己走出来的路，自己掠夺来的只是路上的风景，而非道路本身。我想知道我是谁。林峰的声音很低。那就去该去的地方。阿银应道，你记忆碎片里提到的那个地方，荒古秘境，我也曾听闻过。藤蔓微微收紧，传来一丝冰凉的触感。那里很危险，陨落过诸多不识强者。不过我现在恢复了许多，若真有性命之危，我可以出手1、2。林峰感受着手腕上传来的力量，心中那份迷茫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方向，他缓缓点头。就在此时，吱呀一声，殿门被推开，阮红烛端着一碗刚刚温好的莲子羹走了进来，看到林峰从修炼中退出，脸上漾开一抹动人的笑意。别练了，正好尝尝我亲手
他的话没说完就停住了，因为他看到林峰站了起来，那股刚刚还与他缠绵的慵懒气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即将远行的决绝。他的心猛地向下一沉。阮姑娘，你我虽有缘。林峰开口，声音平静，但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所以我要离开一段时间。阮红烛端着碗的手指节微微泛白，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敛去，那双勾人的桃花眼定定地看着他。一段时间是多久？不知道。林峰摇头，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要去明白自己是谁。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还有云瑶，我要去寻他。当云瑶两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时，阮红烛的眼神明显暗淡了一瞬，他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一丝自嘲，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哼，男人。他将手中的莲子羹重重放在桌上，汤水溅出几滴。是不是只有在说结束的时候才能干脆准确？林峰尴尬不语，他无法反驳，也无需反驳。寝宫内陷入了沉默，只有烛火在轻轻跳动。阮红烛走到他面前，仰起头，那双水雾迷蒙的桃花眼直勾勾地看着他，仿佛要将他的样子刻进灵魂里。明天再走。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命令。林峰刚要开口，阮红烛却伸出食指轻轻按住了他的嘴唇，温润柔软。今夜我还有好多有意义的事情想跟你一起做。他的身子软了下来，整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身上，温热的气息喷在他的耳廓。你走了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今晚可不能浪费，对不对？翌日清晨，天光微熹，林峰已穿戴整齐，一袭白衣，纤尘不染，静静立于殿中，仿佛昨夜的颠鸾倒凤只是一场幻梦。阮红烛赤着玉足，披着一件松垮的红纱，倚在门框上，慵懒地看着他。他的眼角还带着几分倦意，那双桃花眼却依旧亮得惊人。不再多留一日吗？他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媚。林峰没有回头。不了。男人真绝情。阮红烛轻笑一声，笑声里听不出喜怒。他缓步上前，从背后伸出双臂，最后一次环住他的腰，脸颊贴在他的背上。真正的中州共有79域，广袤无垠，强者如云，远非我们这个偏远的荒蛮边缘可比。你此去荒古秘境，需横渡一片名为荒海的死寂之海，寻常非洲无法渡过，需在望海城乘坐巨型渡船。他的声音很轻，将一切交代得仔仔细细。这枚玉简里有我邀月圣地绘制的中州舆图，还有一些关于荒古秘境的零星记载，或许对你有用。一枚温热的玉简被阮红烛塞入林峰手中，林峰握紧玉简，身体却未动。保重。他只吐出2个字。随即他轻轻挣开他的怀抱，迈步向殿外走去，没有丝毫留恋。阮红烛站在原地，看着那道白衣背影消失在晨光之中，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敛去。他抬手轻轻抚摸着自己尚有余温的红唇，眼神复杂。等我。荒海无垠，黑浪滔天，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海水中没有生机，只有一股腐朽死寂的气息。据说荒海之下埋葬着上一个纪元的残骸。一艘通体由黑色玄铁打造，形如巨兽的渡船正破开重重黑浪，艰难前行。船上载着数千名欲前往中州的武者，每个人都气息沉凝，神色警惕。林峰独自坐在船舷角落，任由带着咸腥味的海风吹拂着他的白衣。他闭着眼，感受着这片天地的脉动。阿银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风，这片海很古老，水下有东西。林峰没有回应，只要那些东西不来招惹他，便无需理会。这几个月的航行枯燥而漫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静坐，消化着从2大圣主那里掠夺来的武道感悟。虽然无法助他突破武圣，却也让他的根基愈发雄浑。公子，天凉了，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一个清脆悦耳带着几分怯生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林峰微微侧头，一杯温热的茶水被递到了面前，他没有立马接。那只端着茶杯的手纤细白皙，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尴尬。公子，我没有恶意。女子轻声解释，我叫楚清城，看你一个人在此。哟。他的话顿住了，没有说出那个瞎字。林峰沉默片刻，终于伸出手接过了那杯茶。多谢。茶水温热，顺着喉咙滑入腹中，驱散了几分海上的寒意。公子是要去烈阳城做什么？楚清城见他没有拒绝，胆子也大了一些，在他旁边坐下。寻人，寻路。林峰回答。哦。楚清城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他看着林峰那张俊朗却毫无神采的脸，心中生出一丝怜悯。如此风姿的人物，偏偏是个盲人，独自远行，定然十分不易。接下来的日子，楚清城时常会来找林峰说说话，描述荒海的奇诡景象，会说起他所知道的风土人情，也会讲一些自己家族的趣事。林峰大多时候只是听着，
偶尔才会应1-2个字。终于，在航行了近4个月后，灰蒙蒙的天际线尽头出现了一抹陆地的轮廓。到了79域的大城烈阳城到了，船上一片欢腾。渡船缓缓靠岸，一座无比宏伟的巨城出现在众人眼前。城墙高耸入云，街上人流如织，天空中不时有强大的武者驾驭红光飞过，其气息之强，远胜5大圣地所在的蛮荒边缘。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州，武尊多如狗，胜者遍地走。林峰随着人流走下渡船，脚掌踏上坚实土地的瞬间，他能清晰感觉到这片大地的灵气比蛮荒边缘浓郁了数倍不止。公子，我们就此别过吧，多谢你一路上的倾听。楚清城走到林峰身边，有些不舍地告别。林峰微微点头，然而他刚准备转身离开，一群身穿蓝色劲装、胸口绣着星辰与海浪图案的武者便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为首的是一个3角眼的青年，他目光扫过人群，最后落在楚清城身上，脸上露出一抹淫邪的笑意。楚清城，跑得挺远啊，我们星海宗为了找你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楚清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他后退一步，声音颤抖却带着决绝，告诉你们少主，那份婚约我死也不会承认。死？3角眼青年嗤笑一声，满脸不屑，被我们遇到，你的生死可就由不得你了，给我拿下。他大手一挥，身后的几名武者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周围的武者纷纷避让，看着楚清城，眼中带着同情，却无人敢出头。星海宗是附近诸城的地头蛇，得罪不起啊，可惜了这么个美人儿，落到星海宗那个纨绔少主手里，怕是活不了几天。议论声压得很低，楚清城眼中满是绝望，他闭上眼，准备迎接屈辱的命运。就在此时，一个平静的声音清晰地在嘈杂的码头响起，能否给我一个面子，放过这个姑娘？声音不大，却让所有动作都为之一致。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白衣盲眼青年不知何时站到了楚清城的身前。楚清城猛地睁开眼，看着那道并不算高大的背影，心中一颤，连忙低声道：公子，你别管，你也管不了。星海宗的几人也愣住了。3角眼青年上下打量着林峰，当他看到对方那双紧闭的眼眸时，先是一怔，随即发出一声夸张的爆笑。哈哈哈哈！我听到了什么？一个瞎子跟我们星海宗要面子？他身后的手下也跟着哄堂大笑，看向林峰的眼神充满了戏谑与鄙夷。3角眼青年笑够了，走到林峰面前，颐指气使冷道：小子，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星海宗，在这片区域，我们宗主就是天，我们少主就是法。他凑到林峰耳边，声音阴冷下来：给我一个面子，你算什么东西？话音落下，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呼，楚清城更是吓得魂飞魄散，他冲上前拉住林峰的衣袖：公子，快走，他们你惹不起。想走？3角眼青年脸上的笑容愈发狰狞，现在想走晚了。他猛地一挥手，把这女的绑了，带回去给少主。至于这个不知死活的瞎子，他眼中杀机一闪，打断他的四肢，挖出他的舌头，挂在码头的旗杆上，让所有人都看看多管闲事的下场。是。一名手下狞笑着，捏着拳头，骨节发出噼啪爆响，朝着林峰的脸颊狠狠砸去。拳风呼啸，带着一股腥气，楚清城嘴巴微张，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林峰却始终一动不动，连眉头都未曾皱一下，只是他身侧的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了。那名星海宗弟子的拳头裹挟着腥风，在楚清城的尖叫声中砸向林峰的面门。拳头在距离他鼻尖3寸的地方停下，不是那人想停，而是他再也无法前进分毫。一缕无形的剑气比声音更快，比目光更利，已经切开了他的喉咙。那名弟子脸上的狞笑凝固，眼中充满困惑，他伸手摸向自己的脖子，摸到一手温热的粘稠。扑通，尸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激起一地尘埃。兄弟们一起上，宰了这个瞎子。剩下几人愣了一瞬，随即被血腥味激发了凶性，怒吼着扑了上来。林峰依旧站在原地，白衣不动，黑发微扬。他甚至没有出剑，只是心念微动，无数剑气瞬间涌向四面八方。赤赤赤，空气中响起几声微不可闻的轻响，像是布帛被撕裂。那几名扑来的星海宗弟子动作整齐划一的僵住，每个人的眉心都出现了一个细小的红点，红点迅速扩大，化作一道血线，贯穿了他们的头颅。砰砰砰，积聚尸体接二连三地倒在地上，再无声息。整个码头瞬间死寂，风声、浪声、呼吸声全都消失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白衣盲眼的青年身上，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与荒谬。他没动，他从头到尾
一步都未曾移动。那几名在烈阳城作威作福的星海宗弟子就这么死了。啊！三角眼青年喉咙里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嘶鸣，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他裤裆处迅速湿了一片，散发出难闻的骚臭。他看着满地同门的尸体，再看向那个面无表情的白衣青年，仿佛看到了从地狱深处走出的死神。饶命！他手脚并用，涕泪横流地爬到林峰脚下，像一条被抽掉了脊梁骨的狗。砰砰砰！他用尽全身力气，把头磕在坚硬的石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前辈饶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求前辈把我当个屁，放了吧！他语无伦次，只剩下最原始的求生本能。然而求饶与后悔从来无用，随着林峰屈指一弹，堂堂武尊瞬间头颅抛飞。楚清城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捂着嘴不让自己惊呼出声，大脑一片空白。这个在船上安静了几个月，让他心生怜悯的盲眼公子，竟然是如此恐怖的存在。震惊过后是更深的恐惧。他快步走到林峰身边，声音有些发颤：公子你惹下大祸了。星海宗是烈阳城附近最庞大的宗门势力，宗内有5圣强者坐镇，你杀了他们的人。杀了便杀了，多说无益。林峰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侧过头面向楚清城转而问道：姑娘可知晓荒古秘境？楚清城被他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一愣，下意识的点头：知道。荒古秘境千年一开，每次开启都会有无数令牌散落世间，能进入的无一不是一方豪强。他语速飞快地继续说道：我楚家恰好符合资格，族中便有进入秘境的名额，公子如果需要，我可以做主送你一枚。楚清城长出一口气，在他看来，如果眼前这位公子能进入荒古秘境，或许就能避开星海宗的追杀。毕竟秘境之内龙蛇混杂，势力盘根错节，星海宗再强，在里面也翻不起太大的浪花。多谢。林峰没有客气，因为这正是他需要的。那我们快走吧。楚清城拉住林峰的衣袖，生怕星海宗的强者下一刻就赶到。林峰没有拒绝，任由他拉着穿过死寂的人群，迅速离开了码头。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码头上的人群才如同炸开的油锅，爆发出剧烈的议论声。楚家府邸坐落在烈阳城东区，占地广阔，庭院深深。当楚清城带着一个白衣盲眼的陌生男人回到家族时，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清城堂妹，你可算回来了，爷爷正念叨你呢。一个衣着华贵的青年迎了上来，目光在楚清城身上转了一圈，随即落在林峰身上，眉头顿时皱起。这位是？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林峰，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轻蔑。楚浩堂哥。楚清城行了一礼，这位是林峰公子，我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楚浩嗤笑一声，一个瞎子。他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下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楚清城脸色一白，急道：堂哥，不许你无礼。林公子我无礼。楚浩打断他的话，脸色沉了下来。清城，你是不是在外面野久了，连规矩都忘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敢往家里带？他指着林峰，语气傲慢。我们楚家是什么地方？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也配踏进我们的大门？把他给我轰出去！楚浩对着身后的几名护卫命令道。住手！楚清城张开双臂拦在林峰身前。楚浩，你敢？你看我敢不敢？楚浩面子上挂不住，眼中闪过一丝怒意。一个瞎子而已，值得你这么护着？还是说你们在外面有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话语恶毒，让楚清城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你混账！就在此时，林峰终于动了，他抬起手对着楚浩的方向虚空打出一拳。轰！啊！楚浩甚至没有反应过来，便被一拳正中胸口，砰！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倒飞出去。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放肆。何人敢在我楚家伤人？几道苍老而愤怒的声音响起，数股强大的气息从内院爆发。几名身穿锦袍的老者快步走了出来，为首一人正是楚家家主楚天雄。他看到躺在地上哀嚎的孙子，又看到站在那里面无表情的林峰，顿时勃然大怒。拿下他！几名楚家长老瞬间出手，磅礴的元力化作数之大手从四面八方抓向林峰。楚清城吓得花容失色，尖叫道：爷爷不要，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然而那些真元力大手在靠近林峰身体3尺范围时，便如同泥牛入海，悄无声息地湮灭了。出手的几名长老身体一震，脸上露出骇然之色。楚天雄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死死盯着林峰，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能如此轻易化解几位5圣初期长老的联手一击，此人绝不简单。爷爷！
楚清城趁机冲到楚天雄面前，将码头发生的事情以及星海宗的威胁飞快地说了一遍。林公子为了救我，杀了星海宗的弟子，我答应给他一枚荒古秘境的令牌，让他去避祸。听完之后，楚天雄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他看向林峰的眼神非但没有感激，反而充满了忌惮与迁怒。一个瞎子杀了星海宗的弟子，他的声音冰冷。倾城，此人不可以走，他若走了，星海宗的怒火由谁承担？爷爷，不能这样，林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总不能恩将仇报吧？楚清城急得快要哭出来，表情中满是茫然无措。楚天雄的脸色冷硬如铁，目光越过自己孙女的头顶，死死锁定着那个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的白衣瞎子。恩将仇报？他冷哼一声，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哼，妇人之见，我楚家能在烈阳城立足数百年，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恩情，而是审时度势。他身旁的一位长老抚着胡须，附和道：家主说的是，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瞎子得罪星海宗，乃是取死之道。倾城小姐，你还是太年轻了。没错，将此人交出去，平息星海宗的怒火才是上策。他自己惹的祸，理应自己承担，凭什么要拖我楚家下水？一句句冰冷而理智的话语，像一把把尖刀，刺得楚清城遍体生寒。他看着这些平日里慈眉善目的长辈，此刻的嘴脸却如此陌生，如此丑陋。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楚天雄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对着楚清城厉声喝道：让开！楚清城咬着牙，倔强的摇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不让你！楚天雄勃然大怒，周身武圣初期的气势轰然爆发，一股磅礴的威压如山岳般压向楚清城。楚清城娇躯巨震，脸色瞬间煞白，几乎要跪倒在地。就在这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上，一股温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传来，将那如山岳般的威压瞬间化解于无形。林峰平静地开口：你退后吧。声音不大，简短几个字，却让楚清城纷乱的心瞬间安定下来。他下意识地后退几步，看着那道并不伟岸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楚天雄见林峰竟能轻易化解自己的威压，瞳孔微微一缩，心中的忌惮更深，但出手的决心也愈发坚定。既然已经决定得罪，此人绝不能留。小子，你自己束手就擒，星海宗如何处置？你可自求多福。楚天雄的声音森寒，否则休怪老夫手下无情。林峰没有回答，他只是缓缓抬起头，面向楚天雄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那是一种近乎漠然的嘲讽。狂妄！楚天雄被这无声的轻蔑彻底激怒，他不再废话，一步踏出，地面寸寸皲裂。苍龙探爪！一声暴喝，楚天雄五指成爪，手臂之上青筋球结，真元力疯狂汇聚，竟化作一只数丈大小、栩栩如生的青色龙爪，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朝着林峰的天灵盖狠狠抓下。这一爪蕴含着武圣强者的法则之力，足以捏碎山川。楚家众人脸上都露出了快意的神色，在他们看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死定了。楚清城更是吓得闭上了眼睛，不忍再看。然而预想中脑浆迸裂的血腥场面并未出现。当一声仿佛洪钟大吕被敲响的巨响，骤然回荡在整个楚家府邸，恐怖的音波化作肉眼可见的涟漪，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去，震得修为稍弱的楚家子弟耳膜刺痛，气血翻涌。众人骇然睁眼看去，只见那只威势滔天的青色龙爪竟被一道凭空出现的薄如蝉翼的金色光罩死死地挡在了林峰身前3尺之外。光罩之上，古老的符文流转，散发着万法不侵、永恒不朽的气息，正是太乙金钟罩。楚天雄的全力一击，竟连让那光罩泛起一丝涟漪都做不到。这怎么可能？楚天雄脸上的狰狞与自信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震惊与不可思议。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仿佛泥牛入海，被那金色光罩尽数吞噬，没有激起半分波澜。你也是武圣初期。林峰的嘴唇轻启，吐出2个字，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评价路边的一块石头。你太弱，根基太虚浮。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动了，简简单单的收回了金钟罩，然后对着前方的楚天雄同样简简单单的轰出了一拳。这一拳并不快，慢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清晰的看见他白皙的拳头划破空气的轨迹，慢到楚天雄甚至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可他却动不了。一股无形的契机早已将其死死锁定，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太古神山迎面撞来，所有的退路，所有的反抗都显得那么可笑，那么无力。楚天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并不算大的拳头在他的瞳孔中不断放大。砰！一声闷响，林峰的拳头重重印在楚天雄的胸口，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下一瞬，轰！楚天雄身上的护体真元应声破碎，如同被砸碎的琉璃。他胸口的衣衫瞬间化作齑粉，坚硬的胸骨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咔嚓声，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而出。噗！一道血剑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凄厉的弧线。楚天雄的身体重重地撞塌了后方的一座假山，又接连撞断了数根廊柱，最终狼狈不堪地摔在几十丈开外，尘土飞扬。整个楚家府邸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像是被施了定身咒，呆呆地看着那个缓缓收回拳头的白衣身影，大脑一片空白。一拳，仅仅一拳，楚家的定海神针，烈阳城成名已久的武圣强者楚天雄败了，败得如此干脆，如此彻底，如此屈辱。楚清城捂着嘴，美眸圆睁，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写满了颠覆认知的震撼。那些方才还叫嚣着要将林峰交出去的长老们，此刻一个个脸色煞白，双腿发软，看向林峰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尊从地狱里走出的神魔。嗨！废墟中，楚天雄挣扎着想要爬起，却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气息萎靡到了极点。他抬起头，看向林峰的眼神再无半分轻视与迁怒，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悔恨。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林峰只是伸出手，对着楚天雄的方向，声音依旧平静：“令牌拿来，咱们两清。”两清，多么简单的两个字，却像两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所有楚家人的脸上。是啊，两清了，人家救了你的孙女，你们非但不感激，反而要拿她去顶罪。现在人家一拳败了你的家主，只要一枚令牌，这笔账算起来还是楚家占了天大的便宜。楚天雄喉咙滚动，脸上火辣辣的疼，却不敢再有丝毫犹豫，颤抖着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通体漆黑、刻画着古老纹路的令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扔了过去。令牌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入林峰手中，入手冰凉。林峰收好令牌，转身便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仿佛碾死一只蚂蚁，无需在意蚂蚁的想法。楚清城看着他即将离去的背影，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最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道歉，还是感谢？在家族如此丑陋的嘴脸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林峰的脚步在即将迈出楚家大门时停顿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留下了一句话：告诉星海宗人，是我林峰杀的，想报仇随时可以来找我。说完，他迈步而出，白衣身影彻底消失在门外。直到他离开许久，楚家府邸内的那股死寂才被打破。家主，几名长老连忙冲上去扶起重伤的楚天雄，喂下疗伤丹药。楚天雄的脸色惨白如纸，他看着林峰离去的方向，眼中除了恐惧，还有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他知道对方那一拳留手了，否则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具尸体。就在这时，楚家大门外原本喧闹的街道忽然变得安静下来，一股肃杀之气毫无征兆地笼罩了整片街区。数十道强横的气息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刚刚走出楚家大门的林峰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架由4头神俊非凡的踏云灵兽拉着的华贵车辇，车辇的帘幕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缓缓掀开，一名面如冠玉、眼神阴柔的锦衣青年斜倚在软榻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下方的林峰。他手中把玩着2颗温润的玉球，嘴角噙着一抹戏谑而残忍的笑意。在他身后站着2名气息深不可测的老者，目光如鹰隼般锐利。周围数十名身穿星海宗服饰的强者早已封锁了所有退路，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浓烈的杀意。那锦衣青年目光扫过林峰，最终停留在他那双紧闭的眼眸上。他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瞎子，刚才我听说是你杀了我星海宗的人。街道上的空气仿佛在锦衣青年话音落下的瞬间凝固成了冰。风停了，人生寂了。所有路人连同刚刚从门内探出头来的楚家众人都屏住了呼吸，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来人是星海宗小少主白九泽。这个名字在烈阳城附近诸城代表着生杀予夺，代表着绝对的权威。楚天雄靠在断裂的廊柱上，看到这副阵仗，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眼中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与恐惧。完了，楚家这次彻底完了。林峰没有回答白九泽的问题，他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主打一个目中无人。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周围那数十道锁定他的杀机只是拂面的清风。这种无视比任何狂傲的言语都更加刺眼。白九泽脸上的戏谑笑意缓缓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的阴冷。本少主在问你话。他的声音低沉下来，
你是个聋子还是个哑巴？或者说，一个又瞎又聋又哑的废物也敢动我星海宗的人？说话间，白九子身后的2名老者往前踏出半步，轰！两股属于武圣初期的磅礴气势，如同2座无形的山岳，轰然压下，将林峰脚下的青石板压得寸寸皲裂，蛛网般的裂痕瞬间蔓延开来。街道上修为稍弱的武者被这股威压一冲，顿时气血翻涌，噔噔噔连退10几步，满脸骇然。2位武圣，天哪！星海宗的底蕴太可怕了，竟派了2名武圣长老保护小少主。人群中发出压抑的惊呼。楚清城扶着门框，娇躯摇摇欲坠。他看着那道被2股恐怖威压笼罩的白衣背影，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林峰很强，一拳就能重创他的爷爷。可现在他要面对的是2位同阶的武圣，还有周围10数位武尊巅峰。白九子很满意这种效果，他看着林峰在威压中纹丝不动的身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更浓的残忍。有点本事，难怪敢这么张狂。他伸出一根手指，对着林峰轻轻一点：“冯老、赵老，废掉这人的4肢，割下他的舌头，本少主要把他做成一个人质，就养在我星海宗的山门前。”“遵命，少主。”左侧那位身材枯瘦的冯老发出一声阴恻恻的笑，他身形一晃，原地留下一道残影，鬼魅般出现在林峰面前，五指成爪，指尖闪烁着森然的寒光，直取林峰的琵琶骨。“小畜生，能死在老夫手上是你的荣幸。”另一名赵老也同时动手，他手中出现一柄寒气四溢的长刀，刀光一闪，化作一道劈链，拦腰斩向林峰，封死了所有退路。2位武圣联手，一上来便是必杀之局，狠辣果决，所有人都认定那个白衣瞎子死定了。楚天雄甚至闭上了眼，不忍再看，心中却涌起一股病态的快意。让你狂，让你不知死活，现在报应来了吧？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林峰必死无疑的刹那，他骤然伸手拔剑，枪！一声轻吟，惊艳剑光瞬间浮现，连连在空中斩出无双的2剑。第一剑斩向冯老，第2剑斩向赵老。快！2剑快到了极致，快到超越了所有人的视觉捕捉。在场的武者只看到2道横跨天地的剑痕在空气中一闪而逝，然后一切都静止了。冯老那势在必得的鬼爪停在了林峰身前1尺，赵老那拦腰斩来的刀光也凝固在了半空。2名武圣长老保持着攻击的姿态，一动不动，仿佛变成了2尊雕塑。他们的脸上还带着残忍的狞笑，可他们的眼中神采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与空洞。斩天第3式，鹿神。林峰的声音在死寂的街道上轻轻响起，噗噗，2声轻响，2名武圣强者的眉心同时出现一个细微的血洞，没有鲜血喷涌，因为他们的神魂连同体内的生机都已被那无形的剑气从根源处彻底抹杀。那股凝聚的杀气直接冲垮了他们的识海砰砰，2具尸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死了！2位成名已久的武圣强者，星海宗的长老就这么死了，被那个瞎子轻描淡写的2剑斩杀。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时间、空间，一切的一切都凝固在了这一刻。车辇之上，白九则脸上的残忍笑意僵住了，周围那数十名星海宗的强者脸上的凶悍与不屑也僵住了。远处的围观人群更是如同集体失声，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楚家门前，楚天雄刚刚睁开的眼睛瞬间布满了血丝，他看着那2具冰冷的尸体，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让他浑身的血液都几乎冻结。他看到了什么？秒杀！同为武圣初期，他被一拳重创，而星海宗的2位长老被2剑秒杀。这个瞎子到底是什么怪物？杀了他！给我杀了他！短暂的死寂过后，是白九则歇斯底里的尖叫，他的脸色因为极致的恐惧而扭曲，再无半分之前的从容与高傲。那数十名星海宗的强者如梦初醒，强压下心中的恐惧，怒吼着祭出各自的兵器，化作一道道流光，从4面8方疯狂地扑向林峰。刀光、剑影、拳罡，狂暴的能量瞬间淹没了那片空间，整条街道都在剧烈的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塌。面对这毁天灭地般的围攻，林峰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抬剑起，剑尖斜指苍穹，一股难以言喻的锋锐之意从他身上冲天而起，那股剑意霸道凌厉，仿佛要将这天都斩出一个窟窿。第4式斩天，他口中轻吐4字，一剑挥下，一股剑意横扫而出，刹那间所有扑向他的星海宗强者身体猛地一僵，铿锵，
炸耳的出剑声在八方回荡，凶悍的剑光将冲上来的所有人整整齐齐地从中劈开，血雨混杂着内脏的碎块漫天洒落，数十名强者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便化作了一地的碎尸。浓郁的血腥味瞬间弥漫了整条街道，令人作呕。静，死一般的寂静。街道上除了那个依旧白衣胜雪的身影，再无一个站着的星海宗之人，只剩下那架华贵的车辇和车辇上那个脸色惨白如纸、身体陡如筛糠的锦衣青年。白酒则呆呆地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大脑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一个无比真实的噩梦。他带来的精英，他引以为傲的护卫长老，就这么全没了，被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瞎子三剑杀光了。恐惧如同冰冷的海水，将他彻底淹没。白酒则想逃，却发现自己的双腿早已不听使唤。就在这时，他看到那个白衣魔神缓缓抬起头，面向他的方向。下一瞬，那道身影消失在了原地。白酒则的瞳孔猛地一缩，一股极致的危机感笼罩全身，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感觉自己的脖子一紧，整个人被一股巨力从车辇上提了起来。林峰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一只冰冷的手如同铁钳，死死地扼住了他的喉咙。双脚离地，呼吸瞬间变得困难。白酒泽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双手死命地掰着林峰的手腕，双腿在空中乱蹬，却根本无法撼动分毫。他终于看清了那张近在咫尺的脸，俊朗平静，没有一丝波澜。那双紧闭的眼眸，此刻在他看来却比九幽深渊还要恐怖。一道淡漠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同死神的宣判：带几个垃圾出门，你耀武扬威什么？林峰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但却比任何酷刑都更让白酒则感到屈辱与恐惧。死亡的阴影从未如此真切，他体内的真元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禁锢，连一丝一毫都无法调动。别杀我！破碎的音节从他喉咙深处挤出，带着血泡和咸水。我给你丹药，给你灵药，功法武技。对，武技，我星海宗圣技，北斗珠魔印就在我身上，只要你放过我，我什么都给你。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白酒则语无伦次地许诺着。林峰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极淡的弧度，道：杀了你，东西也是我的。话音落下，咔嚓，一声清脆的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街道上。白酒泽的脑袋以一个诡异的角度耷拉下去，眼中的神采瞬间涣散，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惊恐。林峰随手一甩，尚有余温的尸体便如同一袋破烂的垃圾，被扔在了满地的碎尸之中。全场死寂，街道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远处的看客，还是楚家门前那些瑟瑟发抖的族人，都感觉自己的灵魂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他们亲眼见证了星海宗的小少主，那个一眼可决人生死的白酒泽死了，被人像捏死一只鸡一样当街格杀。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林峰伸手一挥真元力，瞬间从白酒泽的尸身上摘下其储物戒指，神念探入，他很快便找到了一枚古朴的玉简，正是北斗珠魔印。他将玉简与戒指收好，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后他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一道凄厉而绝望的嘶吼从楚家大门内传来：你不能走！楚天雄挣扎着从地上爬起，他顾不上嘴角的血迹，也顾不上内府的剧痛，一张老脸因为恐惧与疯狂而扭曲。你杀了星海宗的人，你就这样离开？若星海宗找不到你，我楚家必定大难临头。他的话如同点燃了引线，其余的楚家长老子弟也纷纷反应过来，七嘴八舌地尖叫起来。对，你不能走，你必须留下来给我们楚家一个交代。是你惹的祸，凭什么让我们楚家给你陪葬？一张张丑陋的嘴脸，一句句无耻的话语清晰地传入林峰耳中。楚清城呆立在原地，他看着自己的爷爷，看着那些所谓的亲人，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最深处升起，让他遍体生寒。林峰停下脚步，他没有回头，但无形的气质压得所有楚家人叫嚣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他们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喉咙里发不出半点声音，只剩下无尽的恐惧。林峰的声音缓缓响起：不杀你们已经是开恩，星海宗要杀你们，那就是你们该死。丢下两句话，他再没有丝毫停顿，迈步前行。傍晚，烈阳城外一处无人的山谷，林峰盘膝坐在一块青石上，手中握着那枚记载着北斗珠魔印的玉简，神念沉入其中，轰！无数玄奥的金色符文夹杂着一股霸道绝伦的诛魔意志，瞬间涌入他的识海。这门星海宗的圣技乃是一门专为杀伐而生的顶级印法，印分7式，对应北斗7星，一印强过一印，7印合一，可诛妖魔。寻常武者
哪怕天资卓越，想要参悟第一式也需数年苦功，想要小成更是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水磨功夫。可在林峰的识海中，那些复杂无比的符文，那些晦涩难懂的法诀，却像是最简单的图画，被他一眼看透。他体内的真元力开始按照一种奇异的轨迹运转，第一道星辰印记在他的掌心凝聚，第二道，第三道，山谷内的天地灵气开始疯狂地向他汇聚，形成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仅仅一夜功夫，7道繁复而强大的星辰印记已尽数在他的识海中烙印成型，彼此呼应，构成一幅完整的北斗星图。林峰缓缓睁开双眼，抬起右手，嗡！他的掌心之上，7颗璀璨的星辰虚影悄然浮现，一股足以让山河变色、鬼神惊惧的恐怖气息弥漫开来。北斗珠魔印已然大成，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林峰才朝着荒古秘境而去。星海宗议事主殿，气氛压抑得如同凝固的死水。大殿正上方，一名身穿白金长袍，面容与白酒则有7分相似，气质却冷厉如万载玄冰的青年正静静地端坐着。他就是星海宗大少主白斩空。在他的面前，一块晶莹剔透的魂玉已经碎裂成无数齑粉，那是他弟弟白九泽的命魂玉。下方数十名星海宗长老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们都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足以冻结神魂的恐怖杀意正在大殿之中缓缓弥漫。许久，白斩空终于开口，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人死在烈阳城楚家门前。他陈述着一个事实，语气淡漠的像是在谈论天气。可越是如此，下方的长老们便越是心惊胆战。他们太了解这位大少主了，他从不怒吼，从不咆哮，其越是平静，就代表他心中的杀意越是沸腾。大少主，属下愿带人踏平楚家，为九泽少主报仇。一名脾气火爆的长老站了出来，单膝跪地，声如洪钟。踏平楚家。白斩空眼皮都未抬一下，只是端起手边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我弟弟死了，凶手不死，区区一个楚家够陪葬吗？他抿了一口茶，声音依旧平静。传我命令，召集所有即将进入荒古秘境的弟子，与我同去楚家。当白斩空的车辇降临在楚家府邸上空时，整个楚家都陷入了末日般的死寂。所有楚家族人，包括身受重伤的楚天雄，都匍匐在地，身体抖如筛糠。那股来自白斩空的威压，比之前的林峰更加恐怖，更加深沉，如同一片无垠的血海，要将他们所有人彻底吞噬。白斩空没有看地上的任何一只蝼蚁，他走下车辇，目光落在那片早已被清理过，却依旧能闻到淡淡血腥味的街道上。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这里曾残留着2股气息，一股是他弟弟的，另一股锋锐霸道，带着一股斩尽杀绝的凛冽剑意。下方楚天雄惊的脸色大变，连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一个用剑的瞎子。白斩空微微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厉芒，目光随意落下，俯视着脚下瑟瑟发抖的楚天雄，不灭你楚家也行，你自裁吧。79域荒古平原，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铅灰色，大地赤红，寸草不生。一道横亘天际的巨大空间裂缝，如同一只睁开的苍穹巨眼，缓缓旋转。这便是荒古秘境的入口，千载一开的无上机缘之地。裂缝之下，早已是人山人海。来自中州79域的天骄豪强汇聚于此，泾渭分明的划分成上百个阵营。强大的气息此起彼伏，如同一头头蛰伏的洪荒巨兽，让整片平原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而压抑。听说了吗？就在前几天，星海宗在烈阳城栽了个天大的跟头。何止是栽跟头，简直是宗门耻辱。白九则那个纨绔死了，还陪进去2位武圣长老，数十名宗门精锐。是谁干的？胆子也太大了。星海宗可是庞然大物，不清楚，只听说是个用剑的白衣瞎子武尊，一个人屠了一整支队伍。武尊都这么强吗？也不知他跟2大天才谁更强呢？议论声在各个阵营的边缘地带窃窃响起，话语中充满了惊骇与难以置信。一个白衣瞎子，这个形象在短短几日内已经成了一个禁忌般的传说。就在此时，一道孤零零的身影自远方地平线缓缓走来，一袭白衣胜过天山雪，双目紧闭，面容平静的仿佛一泓古井。他一步一步，不疾不徐，就那么穿过喧嚣的人群，走向那道通天彻地的空间裂缝。周围嘈杂的议论声在林峰走过时会下意识的静止，许多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惊异、好奇，还有一丝莫名的敬畏。白衣瞎子这2个词组合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那个刚刚崛起的血腥传说。可他身上的气息太过平淡，平淡的就像一个凡人，与传说中那个剑斩武圣的杀神形象格格不入。
林峰没有理会任何人的目光，只是走到了裂缝的最前方，静静伫立，等待着入口完全稳定。哼，哪来的散修也敢站到最前面去？有大宗弟子看不惯他这副一世独立的姿态，刚想出言呵斥，他身旁的师兄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眼神惊惧地摇了摇头：“别去招惹他。为什么？一个瞎子而已。你没听说最近的那个传闻吗？宁惹阎王，莫惹白衣，尤其是瞎了眼的白衣。”那名弟子顿时噤声，在看向林峰的背影时，眼神已经彻底变了翁。就在此刻，天穹之上的空间裂缝猛地一震，旋转的速度骤然加快，最终稳定下来，形成一道散发着无尽古老与苍茫气息的光门。荒古之门开了！冲啊！圣药、神功，都是我的！压抑已久的贪婪在这一刻彻底爆发。离得最近的数十个阵营，数千名武尊强者，如同过江之鲫，化作一道道流光，疯狂地涌入光门之中。林峰依旧未动，他等到那第一波狂热的人潮尽数涌入后，才迈开脚步，不紧不慢地踏入了那片光怪陆离的混沌。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当脚下再次传来坚实的触感时，一股远比外界浓郁了10倍不止的精纯灵气，夹杂着一丝古老莽荒的独特气息扑面而来。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原始世界，高达1000丈的巨树遮天蔽日，粗壮的藤蔓如囚笼般缠绕，地面上铺着厚厚的腐叶，不知名的奇花异草散发着幽幽的微光。空气中不时传来遥远的兽吼，每一声都蕴含着足以撕裂山川的恐怖力量。这里就是荒古秘境，一个机缘与死亡并存的太古遗迹。不少刚刚进入的武者还没来得及为这磅礴的灵气而欣喜，便被潜伏在暗处的妖兽或是突如其来的陷阱吞噬，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林峰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仿佛对周遭的一切危险都视若无睹，白衣飘飘，在这片原始丛林中信步而行。他强大的神念早已铺开，任何风吹草动都无法逃过他的感知。时间缓缓流逝，不知过了多久，林峰的脚步忽然一顿，微微侧头，鼻尖耸动，一丝若有若无的奇特异香钻入他的鼻腔。那香味很淡，却带着一种直抵灵魂深处的诱惑力，只是闻到一丝，便让他感觉自己的神魂之力都隐隐活跃了几分。不只是他，在这片区域探索的其他武者也陆陆续续地闻到了这股异香。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天才地宝，绝对是顶尖的天才地宝出世了。在那边，快！所有人的眼中都迸射出贪婪的光芒，循着香味传来的方向，发疯似的冲了过去。穿过一片浓密的瘴气林，眼前豁然开朗，一处被环形山壁包围的幽静山谷出现在众人眼前。山谷的正中央生长着一株不过半人高的奇特小树，那小树通体如同羊脂白玉雕琢而成，晶莹剔透，树叶更是如同最纯粹的魂晶，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在小树的顶端结着3枚拳头大小的果实，果实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半透明状，内部仿佛有星云在流转，丝丝缕缕的魂力光晕萦绕其上，散发着那股诱人至极的异香。运魂果是传说中能直接增强神魂本源的圣药，运魂果。人群中，一名见多识广的老者发出一声惊骇欲绝的尖叫，声音都在颤抖。轰！一旦激起千层浪，整个山谷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变得粗重起来，双眼赤红，死死地盯着那3枚果实，眼神里的贪婪几乎要化为实质。神魂，武道修行越到后期，神魂的重要性便越发凸显。肉身可以淬炼，真元可以积累，唯有神魂的增长最为艰难。一枚可以直接增强神魂本源的圣药，其价值甚至在许多圣级功法武技之上，足以让任何武尊乃至武圣强者为之疯狂。我的，这是我的！一名离得最近的武尊巅峰强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贪婪，怒吼一声，化作一道残影，伸手抓向其中一枚运魂果。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的瞬间，一股冰冷到足以冻结灵魂的恐怖威压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那名武尊巅峰强者的身体在半空中猛地一僵，脸上的狂喜凝固，眼中浮现出极致的恐惧。噗！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他的身体就那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悄无声息地化作了一片冰晶粉末，随风飘散。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如坠冰窟，那股灼热的贪婪被一盆冰水当头浇灭。众人骇然抬头望去，只见一架通体由星辰玄铁打造的华贵车辇，不知何时出现在山谷上空。4头神俊非凡的踏云灵兽，口鼻间喷吐着寒气，眼神睥睨，散发着远古凶兽的恐怖气息。车辇的帘幕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缓缓掀开，白展空那张冷厉如万载玄冰的脸出现在众人眼前。他目光淡漠地扫过下方那些如同蝼蚁般的人群，最终落在了那株运魂果树上。
一个冰冷、霸道、不容置疑的声音缓缓在山谷中响起：“这3枚果子，我要了。”白斩空的声音不高，却像是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山谷中每一个人的心口上。那是一种源于绝对实力的宣告，是一种视天下英雄如无物的霸道。山谷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他身上那股冰冷刺骨的杀意与威压震慑，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星海宗白斩空，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就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一道清脆悦耳却带着一丝慵懒与戏谑的女子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白斩空，你星海宗前几日才吃了那么大的亏，今日的胃口倒还是这么大。”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山谷的另一侧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身影，那是一名身穿翠绿色罗裙的女子。她赤着双足，俏生生地立在一株参天古树的枝干上，裙摆随风微扬，勾勒出曼妙动人的曲线。她的容颜绝美，肌肤胜雪，一双凤眸顾盼生辉，仿佛蕴含着一汪春水，眼波流转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魅意。可偏偏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却如渊似海，丝毫不下于半空中的白斩空是万花谷的仙子陈木溪。天哪，连她也来了！人群中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呼。陈木溪79域万花谷的圣女，与白斩空齐名的年轻代顶级天骄，一身修为同样深不可测。白斩空的目光终于从运魂果上移开，落在了陈木溪的身上。他那双冰冷的眸子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那是一种棋逢对手的凝重。陈木溪，他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冷漠：“我弟弟的仇，我自会去报。但这运魂果，你万花谷也想插一手？”陈木溪掩嘴轻笑，笑声如银铃般悦耳：“如此圣药，见者有份。白大少主想一人独吞，未免也太不把天下人放在眼里了。”他话音落下，身形一晃，竟如同一片飘零的绿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运魂果树旁，一股柔和却坚韧的青色光华将整株果树笼罩。“这3枚果子，你我各凭本事。”他看着白斩空，凤眸中战意盎然。“找死！”白斩空眼中杀机一闪，不再废话。他并指如剑，对着陈木溪的方向遥遥一指。嗡！一道由极致星光凝聚而成的璀璨光束瞬间洞穿虚空，带着湮灭一切的可怕气息射向陈木溪的眉心。星辰剑典第一式天书破。陈木溪神色不变，只是伸出纤纤玉指在身前轻轻一点，一朵青色的莲花在他指尖凭空绽放。莲花滴溜溜一转，迎风剑掌，瞬间化作一道巨大的青色莲台，挡在了他的身前。轰！星光光束与青色莲台轰然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恐怖的能量余波如同海啸般向着四周席卷开来。山谷两侧的山壁被这股余波一冲，顿时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无数巨石滚滚而落。围观的武者们更是如遭雷击，一个个气血翻涌，狼狈不堪地向后暴退，眼中充满了惊骇。仅仅是试探性的一击便有如此威势，这两人的实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就在两大天骄对峙，气氛紧张到极点的时刻，总有那么一些被贪婪冲昏了头脑的蠢货，试图浑水摸鱼。趁现在，抢啊！冲！自古富贵险中求，大家都是武尊修为，有什么好害怕的？3名自以为聪明的武尊巅峰成品自行，从3个不同的方向绕开两人交锋的中心，鬼魅般扑向运魂果。白斩空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们一眼，他只是冷哼一声，屈指一弹，3道微不可见的星光比闪电更快，后发先至。噗噗噗！那3名武尊巅峰的身体在半空中猛地一僵，眉心处各自出现了一个细小的血洞，他们的脸上还保持着狂喜的表情，身体却如同断了线的木偶，无力地栽倒在地，生机断绝。另一边，陈木溪也微微蹙眉，似乎很讨厌这种被人打扰的感觉。他玉手轻挥，数片翠绿色的花瓣从他袖中飞出，看似轻飘飘毫无力道。然而当那些花瓣掠过另外几名试图冲上来的武者时，哧啦，一阵令人牙酸的切割声响起。那几名武者身上的护体真元、鳞甲法衣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花瓣轻易切开，他们的身体被瞬间肢解成了无数碎块，血洒长空，残忍而又带着一种诡异的美感。转瞬之间，又有近10名武尊陨落当场，山谷内再次陷入死寂，所有蠢蠢欲动的心思都被这血腥而高效的屠杀彻底浇灭。众人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些真正的顶级天骄面前，他们这些所谓的强者与蝼蚁并无区别。这场盛宴从一开始就没有他们参与的资格。清除了杂鱼，白斩空与陈木溪的目光再次隔空碰撞在一起，空气中仿佛有电光在闪烁。大战一触即发。就在这时，一个平静的没有丝毫波澜的声音
突兀的在山谷中响起，清晰的传入每个人耳中。东西是瞎子的。所有人都是一愣。正剑拔弩张的白展空和陈木西动作也不由得一顿，齐齐循声望去。只见在山谷的入口处，那个自始至终都未曾移动分毫的白衣瞎子，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场中。他依旧双目紧闭，表情淡漠，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交锋与屠杀，在其眼中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哪来的瞎子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给我死！人群中，一名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壮汉在短暂的错愕后发出一声怒吼，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在两大天骄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壮汉怒喝一声，体内真元疯狂运转，整个人如同一头发怒的蛮牛，朝着林峰猛冲而去。砂锅大的拳头带着撕裂空气的音爆，狠狠砸向林峰的头颅。然而林峰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甚至没有抬手，没有拔剑，只是在他身侧的空气微微波动了一下，一道无形的几乎无法被肉眼捕捉的剑意一闪而逝。那名冲到一半的魁梧壮汉身体猛地僵住了，他脸上的狞笑凝固，眼中充满困惑与茫然。下一瞬，赤一道细微的血线从他的眉心正中央浮现，然后迅速向下蔓延，穿过鼻梁、嘴唇、脖颈、胸膛，最终贯穿了他的整个身体。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他那魁梧的身体如同被最锋利的刀斧从中劈开，整整齐齐地分成了两半，两半尸体轰然倒地。嘶！倒抽冷气的声音在山谷中此起彼伏。如果说白展空和陈木西的杀戮是强大，那么这个白衣瞎子的手段就是诡异，是恐怖。仅仅凭空一道剑意，就将一名实力不俗的武尊巅峰如此干净利落的斩杀。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林峰身上，那眼神再无半分轻视，只剩下无尽的惊惧。就连白展空和陈木西看向林峰的眼神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他们能感觉到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瞎子是一个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可怕的多的对手。山谷中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白展空、陈木西、林峰三人呈三角之势遥遥对峙，他们的中心便是那株散发着致命诱惑的运魂果树。山谷之内，空气仿佛凝固，由白展空、陈木西、林峰三人气机交织而成的无形风暴笼罩着山谷的每一个角落，压得周遭数百名武尊强者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每个人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白展空，星海宗大少主，霸道冷厉，如一柄悬于苍穹的审判之剑。陈木西，万花谷圣女，绝美莫测，似一朵含苞待放却蕴藏剧毒的青莲。还有那个白衣瞎子，他最神秘也最令人心悸，不动如山，未发一言，却无人敢将其从这场顶尖的博弈中排除。那三枚在玉树顶端沉浮的运魂果，此刻就像是点燃乱世的三颗火星，随时可能引爆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白展空那双冰冷的眸子从林峰身上缓缓移开，最终落在了陈木西那张足以倾倒众生的绝美脸庞上。他的声音像是万载寒冰摩擦，没有一丝温度。陈木西，此物我要2枚，你与那瞎子争最后1枚。话音不大，却透着一股理所当然的霸道，仿佛他不是在商议，而是在宣布一个既定的事实。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太狂了。不过陈木西听闻此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掩嘴轻笑起来，那双顾盼生辉的凤眸弯成了2道好看的月牙。咯，白大少主好大的口气，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他的笑声清脆悦耳，落入众人耳中，却让不少人心中一寒。谁都知道，万花谷的仙子笑得越是好看，就代表他心中的杀意越是浓烈。既然白大少主如此自信，不如你我先分个高下。陈木西伸出一根白皙如玉的手指，轻轻指向白展空，眼波流转间，媚意与战意交织。胜者再与这位公子商议如何分配这果子，可好？他口中的公子自然指的是林峰。这一手祸水东引玩得极为漂亮，方才白展空想让其出手跟林峰争夺，而陈木西却瞬间将自己摆在了与林峰联手的位置上。白展空脸色一沉，他自然看得出陈木西的算计，但他何等高傲，岂会退缩？好，一个好字出口，他甚至懒得再多说一句废话。并指为剑，一道璀璨至极的星光自他指尖迸发，如同一颗流星划破长空，直刺陈木西的眉心。没有丝毫留手，一出手便是星海宗的绝学杀招。陈木西娇笑一声，身形却如鬼魅般向后飘飞，在空中轻轻一点，脚下竟凭空生出一朵又一朵青色的能量莲花，步步生莲，姿态曼妙到了极点。与此同时，他玉手轻挥，无数片翠绿色的花瓣从袖中飞出，看似轻飘飘毫无力道，
却在空中组成一道巨大的花瓣龙卷，迎向那道致命的星光。轰！星光与花瓣龙卷轰然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恐怖的能量风暴以两人为中心，疯狂地向四周席卷。山谷两侧的山壁在这股能量的冲击下，如同被巨锤砸中的豆腐，大片大片地崩塌碎裂，无数巨石滚滚而落。围观的武者们更是如遭雷击，一个个口喷鲜血，狼狈不堪地向后暴退，眼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惊骇。仅仅是试探性的一击便有如此威势，这就是79域年轻一代最顶尖的战力吗？正在激斗的两人心中同样不平静。白斩空越打越心惊，陈木犀的难缠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料，对方的功法柔中带刚，生生不息，自己霸道的星辰剑气竟一时难以奏效。而陈木犀的美眸中也满是凝重。白斩空的实力比传闻中更强，每一道剑气都仿佛蕴含着星辰之力，沉重而锋利，让他必须全力以赴才能化解。两人都清楚，这一战若想分出胜负，必然是两败俱伤的结局。而就在他们激战，契机将对方死死锁定的时刻，他们二人的眼角余光却都不约而同地死死锁定着山谷入口处的那个白衣身影。林峰自始至终，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仿佛眼前这场惊天动地的战斗不过是孩童的嬉戏打闹，引不起他半分兴趣。恐怖的能量余波冲刷到其身前3尺，便如同遇到了无形的堤坝，被轻易地分开，连他的衣角都未能吹动分毫。这份从容，这份淡定，让白斩空和陈木犀的心都沉了下去。此人绝对是心腹大患。就在这时，陈木犀借着一次对拼的力道，身形陡然后撤数十丈，与白斩空拉开了距离。他那俏生生的脸蛋上带着一丝喘息后的红晕，凤眸中金光一闪。白斩空，停手吧！白斩空身形悬于半空，周身星光缭绕，闻言冷哼一声，却没有立刻追击。陈木犀的目光扫过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眼神闪烁不定的武者，声音清冷了几分。再打下去，你我必有一伤，到时候只会白白便宜了这些藏在暗处的老鼠。他顿了顿，目光转向天空，仿佛能穿透秘境的阻隔，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你我心中都清楚，这荒古秘境可不只有我们79域的人，其他域的天才论实力不在你我之下者大有人在。为了这区区3枚开胃小菜，你我便拼个你死我活，岂不是让外人看了笑话？一番话掷地有声，清晰地传入白斩空耳中。白斩空那冰冷的眸子微微闪烁，他不得不承认陈木犀说的句句在理。陈木犀见他有所松动，嘴角勾起一抹动人的弧度，随即话锋一转，目光落在了林峰的身上。你、我还有这位公子，我们3人如今是这山谷中最强的3方，任何2人联手，另一人都将毫无胜算，甚至有陨落之危。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奇特的魔力，将场间的利害关系分析得淋漓尽致。所以我提议。陈木犀的凤眸在白斩空和林峰的身上来回扫视，最终定格。我们3人暂时联手，这3枚运魂果1人1枚，公平分配。之后我们再联手去夺取其他机缘，所得之物各凭本事分配。如此一来，远比我们3人在此内耗要划算得多。二位意下如何？此言一出，全场再次陷入了死寂。联手，这3个如同天神般的人物要联手，所有围观武者的心都沉到了谷底。如果他们3人真的联手，那这秘境中的其他机缘，还有谁能与他们争锋？白斩空的眉头紧紧皱起，他很想拒绝，很想用自己手中的剑将眼前这2个碍眼的家伙全部斩杀，但理智告诉他，陈木犀的提议是目前最优的选择。他的目光再次投向那个从始至终都沉默不语的白衣瞎子，这个瞎子才是最大的变数。瞎子，你的意思呢？白斩空的声音带着一丝询问，也带着一丝警告。万众瞩目之下，林峰终于动了，他只是微微侧过头，面向白斩空和陈木犀的方向点头道：可以。声音平淡简单，却蕴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仿佛对他而言，无论是战是和都无所谓。得到林峰的答复，白斩空深深地看了一眼，此时他已经能确定此人就是杀他弟弟的瞎子，不过却选择了以宝物资源为重，最终缓缓点了点头。好，协议达成。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也没有签订什么契约，到了他们这个层次，口头的承诺便重于泰山。下一瞬，3人几乎同时出手，白斩空屈指一弹，一道凝练到极致的星光剑气一闪而逝，精准地切断了其中一枚运魂果的果蒂。陈木犀玉手轻挥，一片青色的花瓣旋转飞出，如同最锋利的刀刃卷向另一枚果实。而林峰甚至连手都未抬，一道无形的剑意凭空出现，一闪之下，最后一枚运魂果便已脱离枝干。3道力量在空中一卷，3枚运魂果
便化作3道流光，分别落入3人的手中。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到了极致。就在这时，天才地宝人人见着有份，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拿走，动手。人群中终于有人按捺不住，自以为找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名手持巨斧的壮汉怒吼一声，身体化作一道残影，趁着3人刚刚收回果实的瞬间，朝着离他最近的陈木希猛扑而去，企图杀人夺宝。然而他面对的是3人冰冷的目光。找死！白斩空冷哼一声，随手一指，吃儿。陈木希摇头轻叹，玉指轻弹。林峰甚至连话都懒得说，只是意念一动，3道截然不同却同样致命的攻击从3个方向不分先后地落在了那名壮汉的身上。噗！那名壮汉脸上的贪婪与狂喜瞬间凝固，他的身体连同手中的巨斧，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未能发出，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3股恐怖的力量直接撕成了最原始的能量粒子，彻底湮灭，连一丝血肉都未能留下。嘶！全场倒抽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所有人的眼中都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太可怕了，这3人的联手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林峰收好运魂果，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转身便走。走，1个字，淡漠如水。白斩空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全场，跟了上去。陈木希则是对着下方那些瑟瑟发抖的舞者们露出了一个颠倒众生的绝美微笑，身形一晃，化作一道绿光，消失在原地。荒古秘境，一处断裂的山崖之下，浓郁的龙血气息弥漫在空气中，让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生命精元的甜香。赤阳门的10几名弟子正围着一株通体赤红如血、形状酷似盘龙的灵芝，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狂喜。龙血汁，是传说中的千年龙血汁。发了，我们这次真的发了。为首的大师兄声音都在颤抖，他小心翼翼地捧着玉盒，正准备将这株足以让5尊强者洗髓伐骨的圣药采摘下来。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龙血汁的刹那，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毫无征兆地从山崖上方笼罩而下。那寒意并非单纯的低温，而是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绝对压制，让在场所有赤阳门弟子的血液都在瞬间凝固。他们僵硬地抬起头，只见山崖边缘不知何时出现了3道身影。左侧是一名身穿白金长袍的青年，眼神冷厉如万载玄冰，周身星光点点，仿佛一片微缩的星空，仅仅站在那里便散发着审判众生般的霸道气息。右侧是一名赤足踏空，身着翠绿罗裙的绝美女子，她掩嘴轻笑，凤眸流转间媚意天成，却又让人从灵魂深处感到一种致命的危险。而站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白衣胜雪、双目紧闭的身影，他最安静，气息也最内敛，可那份一世独立的平静反而给了众人一种比左右2人更加深不可测的恐惧。星海宗白斩空、万花谷陈木希，还有那个白衣瞎子。赤阳门的大师兄看着这噩梦般的组合，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捧着玉盒的手剧烈颤抖起来。他宁愿面对一头5圣级的妖兽，也不愿面对这3尊杀神滚。白斩空甚至懒得多看他们一眼，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冰冷的字眼。那名大师兄身体一颤，几乎就要跪倒在地。陈木希咯咯一笑，声音甜美的如同山泉：这位师兄，你看我们3人同行，风餐露宿的好不可怜，这猪龙血汁就当是你们请客，为我们补补身子，好不好呀？他笑得越是甜美，赤阳门众人的脸色就越是惨白，身体抖得如同风中落叶。那位大师兄牙关紧咬，心中涌起无尽的屈辱与不甘，可当他的目光触及到白斩空那冰冷的眼神，以及陈木希笑容下隐藏的杀机时，所有的勇气都瞬间土崩瓦解。他颤抖着将玉盒高高举起，用尽全身力气喊道：“3位大人，请笑纳。”一道星光闪过，玉盒连同其中的龙血汁瞬间消失在他手中，出现在了白斩空的身前。白斩空看都未看，直接收入储物戒指。算你识相。3人全程没有多说一句话，甚至连林峰都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这种事情对他们而言只是旅途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件小事。待那3道身影飘然远去，那股令人窒息的威压才缓缓散去。赤阳门的大师兄双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在地，浑身早已被冷汗湿透。大师兄，他们怎么会走在一起？一名弟子颤声问道，满脸都是劫后余生的后怕与不解。我怎么知道？大师兄喃喃自语，眼中满是恐惧。这秘境彻底变天了。3人继续前行，白斩空与陈木希一左一右，有意无意地与中间的林峰保持着一个微妙的距离。这个距离既是防备，也是试探。白大少主，这已经是我们遇到的第7株圣药了吧？陈木希把玩着一缕青丝，笑盈盈的开口，打破了沉默。我们3人联手，这秘境中的机缘简直是予取予求呢。哼！
白展空冷哼一声，目光却锐利如刀，扫向林峰。某些人倒是清闲，一路上一言不发，只管分好处。他话语中的针对之意毫不掩饰。自从瓜分运魂果之后，他们便维持着这种诡异的联盟状态。白展空与陈木希负责出手清扫一切障碍，而林峰多数时候只是静静地跟在后面，只有在分配战利品时才会精准地取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不多拿也绝不少拿。这种姿态在白展空看来是一种极度的蔑视。哥哥，白大少主何必动气？陈木希出来打着圆场，一双凤眸却也落在了林峰身上，带着一丝好奇与探究。林峰公子实力高深莫测，想来是不屑于对那些凡品出手。依我看，他或许是在为我们探路呢。毕竟能让白大少主都吃了亏的建议用来感知危险，想必也是一绝。他的话看似在夸赞，实则暗藏讥讽，试图引出林峰的底细。林峰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他甚至没有侧头，只是平静地行走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中，白衣飘飘，仿佛不是在寻宝，而是在自家后院散步。他的神念早已铺开，笼罩了方圆数百里。白展空与陈木希那些所谓珍贵的圣药，在他的感知中不过是些长得好一些的杂草。真正的机缘，真正的宝物不在这里。他在等，也在赢。他在用一种两人都无法察觉的方式引导着队伍前进的方向。穿过一片弥漫着剧毒瘴气的沼泽，前方的景象豁然开朗。一处巨大的峡谷横亘在三人面前，如同被神明用巨斧劈开。峡谷的入口处，一头体型堪比山岳的黑色巨猿正趴在那里酣睡。他每一次呼吸都引得天地震颤，狂风呼啸，一股属于武圣初期的恐怖凶威弥漫在空气中，让白展空和陈木希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镇山魔猿，上古异种，力大无穷，肉身堪比圣兵。陈木希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忌惮，想要过去，免不了一场恶战。白展空周身星光闪烁，星辰剑点已经蓄势待发。这头畜生虽然强大，但他们二人联手，耗费一些手脚将其斩杀也并非不可能。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瞬间，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峰终于有了动作。他迈开了脚步，一步一步，不疾不徐地朝着那头沉睡的镇山魔猿走了过去。瞎子，你疯了！白展空低喝一声，眼中闪过一丝错愕。陈木希也停下了动作，凤眸微眯，死死地盯着那道白衣背影。他想看看这个神秘的男人到底想做什么。镇山魔猿似乎也感受到了生灵的靠近，巨大的眼皮微微颤动，暴力嗜血的气息开始升腾。就在他即将睁开那双血色巨瞳的刹那，免得你们说林某吃了白食。林峰停下了脚步，伸手拔剑，铿锵一声，周围的空气微微波动了一下。一道无形的，甚至连白展空和陈木希都无法用肉眼捕捉的剑意，如同一道跨越了时空的闪电，一闪而逝，没入了镇山魔猿巨大的头颅之中。嗡！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暂停键。镇山魔猿那即将睁开的巨眼凝固了，那股冲天而起的暴力凶威消散了。他山岳般的身体保持着酣睡的姿态，一动不动。数息之后，砰！巨猿庞大的身躯如同被抽去了所有骨头，软软的瘫倒在地，再无半点生机。他的眉心处没有任何伤口，但他的神魂，他的生机，他的存在本身都已被那一道无形的剑意从根源处彻底抹杀。死寂！白展空脸上的冷厉僵住了，陈木希脸上的媚笑也僵住了。两人如同两尊石雕，呆呆地看着那具庞大的尸体，又看了看那道依旧平静如水的白衣背影，心中同时掀起了滔天巨浪，轻描淡写的一剑斩武圣妖兽。这个瞎子到底是什么怪物？恐惧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这两位顶级天骄的心头。刚才的妖兽他们也能杀，但绝无法那般的轻松惬意。林峰没有理会身后的震惊，他只是迈步跨过了镇山魔猿的尸体，走进了峡谷深处。白展空和陈木希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他们压下心中的骇然，沉默地跟了上去。穿过悠长而黑暗的峡谷，一股远比外界浓郁了百倍千倍的精纯灵气，夹杂着一股至高无上的道韵扑面而来。眼前是一片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壮阔景象，一片无边无际的虚空之上，一座巨大无比的赤色平原静静地悬浮着，这便是荒古秘境的最中央。而在平原的正中心，三团散发着不同法则神光的领域，如同三颗亘古长存的星辰，缓缓旋转，彼此呼应又泾渭分明。左侧的领域呈现出一片深邃的蔚蓝，其中仿佛有一片无垠的大海，一轮皎洁的明月自海平面缓缓升起，清冷浩瀚，包容万象，正是先天圣域，海上生明月。中间的领域赤红如火，
9颗炽烈的太阳在其中沉浮，散发出足以焚毁天地的恐怖高温与霸道意志，乃是先天圣域九阳焚天地。右侧的领域则是一片混沌的灰暗，其中有龙吟、凤鸣、虎啸、龟吼之声不绝于耳，无数妖神虚影在其中闪烁，重组变幻莫测，充满了原始而狂野的妖道法则。同样的先天圣域，妖圣四不像。先天圣域是传说中由天道之力孕育而生，能助武尊巅峰一步登圣的先天圣域。陈木犀的声音第一次失去了从容，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与狂热。白展空的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他那双冰冷的眸子死死地盯着那片海上生明月的领域，眼中迸射出前所未有的贪婪与渴望。一步登圣，且是融合先天圣域的同级无双武圣，这是任何武尊都无法抗拒的终极诱惑。这一刻，什么圣耀，什么联盟，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三人之间那层薄如蝉翼的联盟，在看到这3片圣域的瞬间便已然破碎。山谷的出口处，风停了，空气凝固得如同铁块，三人呈三角之势静静伫立，他们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那3片代表着无上机缘的圣域。死寂，足以压碎神魂的死寂笼罩着整片悬浮的赤色平原。那3片散发着永恒道运的先天圣域，就如同3顶触手可及的皇冠，静静地悬浮在前方，散发着致命的诱惑。白展空、陈木犀、林峰3人维持了数日的脆弱联盟，在绝对的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终于，白展空动了，一步一步朝着那片海上生明月的圣域走去，每踏出一步，周身缭绕的星光便璀璨一分，那股冷厉霸道的剑意也随之节节攀升，仿佛要将这片天穹都冻结。他感觉到那片圣域中的法则与他修炼的星辰剑典有着本源上的共鸣，只要能得到它，白展空有绝对的信心，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步登圣。到那时，斩杀这个瞎子，为弟弟报仇，易如反掌。陈木犀的凤眸微微眯起，青色的光华在他指尖流转。他看了一眼与自身功法属性极为契合的九阳焚天地圣域，又看了一眼平静的有些可怕的林峰，最终没有选择立刻出手。他在等一个最好的时机，等林峰先选择，保证2人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白展空走到了海上生明月圣域之前，也没有立刻进入，而是缓缓转过身，那双冰冷的眸子穿过空间的距离，死死地锁定在林峰的身上。他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又自信的弧度，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猫系老鼠般的怜悯。瞎子，你很强，强到超出了我的预料，但也就到此为止了。说着，他伸出一根手指，遥遥指向林峰，待我融合海上生明月，一步登圣，就是你我仇怨了结之时。洗干净你的脖子，等着我来取你的命。话音落下，再不看林峰一眼，转身便要踏入那片蔚蓝的光幕之中。赤裸裸的宣言，毫不掩饰的杀意。白展空早已经将林峰视作了自己成圣之后用来祭旗的第一个祭品。陈木犀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异色，心中念头飞转。白展空若成圣，实力必将暴涨，到时候自己即便夺得九阳焚天地，恐怕也难以与其抗衡。要不要现在联手这个瞎子，先阻止白展空，或者自己迅速做出圣域的选择，大家拼谁先突破？毕竟那个瞎子同样深不可测，与其联手，无异于与虎谋皮。就在他迟疑的瞬间，就在白展空半只脚即将踏入光幕的刹那，轰！一股远比在场3人任何一人都要浩瀚、都要古老、都要尊贵的恐怖威压，毫无征兆地自9天之上轰然降下。那股威压如天倾，如海啸，如神法，整座悬浮的赤色平原都在这股威压下剧烈地震站起来，仿佛随时都会崩塌。白展空那即将迈入圣域的脚步猛地一僵，脸色瞬间大变。陈木犀更是娇躯一颤，如遭雷击，脸上的从容与魅意第一次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骇然。就连一直古井无波的林峰，那紧闭的双眸也机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3人同时骇然抬头，只见铅灰色的天穹之上，一道身影脚踏虚空，缓步而下。那是一名身穿苍蓝色长袍的青年，长袍之上绣着繁复的金色波涛纹路，仿佛将一片无垠的大海穿在了身上。他面容俊朗，气质雍容，双眸开合间却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视万物为刍狗的淡漠与高傲，脚步每向下一步，这片天地的法则似乎都在向那人臣服。来人的目光根本没有在白展空、陈木犀、林峰3人身上停留哪怕一瞬，视线只是饶有兴致地扫过那3片先天圣域，眼神中带着一丝欣赏，一丝玩味，仿佛这3件足以让武尊强者打破头颅去争抢的无上至宝，在他眼中也不过是3件还算不错的玩具。终于，突然出现的男人如同神明般淡漠的声音缓缓响起，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法则的律动，
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边缘荒蛮地狱的人也沛然指先天圣域。一句话，将白斩空、陈木犀连同林峰在内，将整个79域的所有天骄、所有强者都贬低到了尘埃里。荒蛮地狱这4个字，如同2记最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白斩空和陈木犀的脸上。他们是谁？他们是79域最顶尖的天骄，是各自宗门未来的希望，是无数武者仰望的存在。以前走到哪里，不是前呼后拥，不是万众敬畏，何曾受过如此羞辱？尤其是白斩空，他正处于即将登圣、即将手刃大敌的兴奋顶点，却被人如此居高临下的打断与蔑视。那股滔天的杀意瞬间从林峰身上转移到了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上。你又是什么东西？白斩空怒吼一声，心中的骄傲与愤怒彻底爆发。他并指为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蓄势已久的巅峰一击斩向了天空中的那道身影。嗡！一道由极致星光凝聚而成的剑气，长达100丈，如同一颗真正的星辰陨落，拖着长长的光尾，带着湮灭一切的可怕气息，撕裂长空，直刺那名苍袍青年。这一剑足以秒杀任何同阶的武尊巅峰。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那名叫莫南开的苍袍青年脸上甚至没有出现一丝波澜，他只是很随意的抬起右手，哗啦啦，一道由纯粹水之法则凝聚而成的蔚蓝色光幕，如同瀑布般在他身前凭空出现。那道足以斩断山脉的恐怖星辰剑气，在撞上这片光幕的瞬间，就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激起哪怕一丝涟漪，便被悄无声息的消融、分解，化作了最纯粹的天地灵气。轻描淡写，云淡风轻，白斩空的脸上那股滔天的怒火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惊骇与难以置信。陈木犀那张绝美的脸蛋也彻底失去了血色，只剩下深深的震撼。太强了！来人虽然同样是武尊巅峰修为，可却强得令人绝望。莫南开这才缓缓低下头，第一次正眼看向白斩空，那眼神就像是人类在看一只张牙舞爪却又无比可笑的蝼蚁。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笑道：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一句话再次将白斩空定在了耻辱柱上，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任何愤怒、任何骄傲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位来自沧海圣地的莫南开，用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向这片荒蛮地狱的天骄们宣告了他的降临。这3片先天圣域，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好像已经定下主人般。白斩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胸口剧烈起伏，一口逆血几乎要喷涌而出。陈木犀死死地咬着下唇，指甲早已深陷入掌心，他从未感到如此的无力。整个赤色平原陷入了更加令人窒息的死寂。那个如神似魔的男人只是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便压得在场的所有天骄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远处的天空风云涌动，无数恐怖的气息急速朝着这边靠拢，人潮如蝗虫过境，其中更是不缺乏如莫南开那般无敌气场。林峰眉头紧蹙，无敌心开始不安地跳动，仿佛是这一刻开始才遇到了真正的天敌。